御灵时代降临，人们契约异世界英灵为自己而战。有的英灵挥手间劈山断海，有的英灵提笔震杀天下，快意自肆。穿越而来的陈明无法契约任何英灵，却觉醒天赋英灵之书。通过英灵之书，他可以凭借信物亲自穿梭至英灵世界，铭刻自己的传奇，从而以自己为模板，塑造出全新的英灵。他曾千里奔袭，直取敌军，封狼居胥。他是神威上将。他曾信守斩龙诸神，只为还天下一个朗朗乾坤。他是斩龙天师。他曾背负千古骂名，却荡尽天下妖魔。他是敌罪剑神。杀神、魔尊、吞天妖神、九中仙，不知不觉中，逆着时光，陈明已经在神话的尽头称尊做祖，留下无数不朽传说。当同龄人在烦恼如何契约一个强大英灵时，陈明看着自己的一众传说级英灵，同样陷入沉思，下次该用哪个马甲呢？第一次英灵投影，陈明穿梭成为大前王朝一名手握重兵的将军，偏偏在宫廷变革的关键时期，太子莫名死在了他的辖区。陈明思量，太子此时死在微臣这里，皇上绝对饶不了本王。吃着哑巴亏孤太冤了吧？寡人不服，来人啊！当今陛下想要造反，给朕把这乱臣贼子拖出去斩了！哎，我睡衣怎么变成黄袍了？又是谁把我搬到龙椅上的？你们真是害苦了朕啊！第1章英灵之书。哗！一盆水拍在脸上，陈明甩了甩脸，望着镜子中年轻而陌生的面容，呼出一口气。世界上竟然真有穿越这回事！消化着前身的记忆，陈明有些惆怅。身为遭受过社会拷打的社畜，一朝穿越，他倒也不至于说多么手足无措，只是自己忽然穿越，一想到自己的老婆要叫别的男人老公，自己的孩子管别人叫爹，甚至他们还可能在花自己的钱，陈明就觉得呼吸困难。好在他很快就反应了过来，他没有老婆，更没有钱。陈明不由得深深松了一口气，那没事了。前身的记忆逐渐整理完毕，陈明按了按有些胀痛的太阳穴，眼神清明。从平平无奇小社畜忽然变成有钱有房的年轻人，陈明觉得这波也不能说很亏，只能说非常赚。根据前身的记忆，他现在所处的世界与地球相仿，只是从100年前开始有了差别。100年前，随着御灵遗迹的从天而降，世界格局发生巨变，人们可以通过一些媒介来召唤出传说中的英灵，只要得到认可，就能与他们签订契约，成为高贵的御灵师。世界因此进入御灵时代。在这个世界上，读书与坦白从宽不再是普通人最大的出路，御灵才是。一招御灵，原地飞升，直接完成阶级变化，十分夸张。前身也叫陈明，他与陈明一样，都是从小父母双亡。而就在昨天，也就是高2开学，他经历了比高考更被这个世界的人看重的事情——天赋觉醒。天赋觉醒决定了一个人是普通人还是御灵师，没有天赋的人注定不能成为御灵师，但觉醒了天赋，却未必能成为御灵师。前身有运气，但不多。他觉醒了不错的天赋动态视力，却最终没有能契约任何一个英灵。觉醒了天赋，却没有契约到英灵，这是极其少数的情况，而且远比天赋觉醒失败更让人难以接受。毕竟没有希望就不会失望。咫尺天涯给人的幻灭感太强烈了，前身请假回家痛哭一宿，然后就被陈明给魂穿了。这娃也太惨了，陈明不由唏嘘。随后他也有些苦恼，前身有天赋无英灵，他现在也面对了同样的情况。分明穿越到了一个超凡世界，结果却要当普通人，这也太难以接受了。要知道，英灵的存在可不简单，哪怕最低级的英灵都可以轻松碾压人类。他们不仅拥有强大能力，更有不死不灭的特性。毕竟英灵来自于历史传说，只要召唤他们的御灵师没死，他们死亡也只是暂反传说，等待复原后就可以再次出现。无论是那神秘的超凡力量，还是成为御灵师的高贵地位，都深深吸引了每一个人。对于陈明来说更是如此，毕竟他起码觉醒了天赋，只差契约英灵而已。在学校里契约失败，不代表彻底无法契约，也有可能是媒介的问题。前身自然也知道这一点，得益于父母留下的遗产，回家后他立刻斥巨资10万元，在市中心购买了一个初级媒介。至于中级媒介，效果肯定更好，但价格50万起步，买不起。可惜新的媒介依然没有带来希望，前身自觉彻底断绝御灵师之路，这才痛哭不止。而陈明的承受能力显然比前身要好得多，面对现在的局面，他已经在思考如何利用前世经验赚钱购买更高阶的媒介。不过在此之前，他还想再尝试一番。虽然脑海中还有着清晰的前身契约失败画面，但显然陈明不是一个轻言放弃的人。取出前身购置的媒介，这是一把遍布锈迹的古朴宝剑，而且还断裂了一截，不仔细看还以为是一块锈蚀废铁。陈明咂舌，这玩意能收10万块。不过他也知道英灵媒介不能从外表等闲视之。根据记忆，
这些媒介都是从婴灵遗迹中取出的，它们曾是那些婴灵使用过的东西。当然，并非所有遗迹之物都可以作为媒介，不过具体如何划分，前身也不知晓。陈明自语，这把剑联系着一位婴灵，如果我能获得他的认可，就能成功契约。将手伸向袖剑，心中回想着记忆中用意识勾连媒介的契约方式，如果合适，就会生出奇特感觉。然而陈明却一无所感，虽然有些遗憾，但心中做好准备的陈明也没有太失望。正当他想要放下古剑之时，他的脑海中却猛然震颤起来，一阵阵的发晕。恍惚间，眼前似乎出现了一条逆流而上、奔腾不休的长河，无数碎片化画面时而从箭射出的浪花中展现，有巨妖吞天，有人皇祭祀，有万军厮杀。烦乱的画面很快就消失了。等到陈明再睁眼时，眼前出现了一本空白的古书，它漂浮在半空，书页微张，似乎在等待书写。无需任何提示，陈明就知道了他的名字——婴灵之书。陈明不由怔然，这是天赋觉醒。这场景竟然与他记忆中前身觉醒天赋时完全一致，也只有觉醒了天赋的人，才能自然而然地知道自己觉醒了什么天赋。只不过前身觉醒的是动态视力，而他的则是婴灵之书。但天赋能力上千种，弱小如 F 级，也许只能略微强化力气；强大如 S 级，甚至可以短暂影响时间流速。其中却没有任何一个叫做婴灵之书。这场面十分离奇，从未听说过的二次觉醒，从未听说过的神秘天赋。不过转念一想，陈明不由喜笑颜开，这很合理。毕竟他是穿越者，身体是同一个，但是魂换了，觉醒第二个天赋，很合理。至于全新天赋，虽然说婴灵时代上百年上百亿人都没有一人觉醒婴灵之书，但也没人说陈明不能觉醒出新的。真魔，你不服气？不过觉醒出全新天赋也不见得尽是好事。众所周知，哪怕稀少如 S 级，巨大基数之下，每种 S 级天赋的拥有者也不会太少。觉醒那些已有的天赋，觉醒者完全可以照搬前人无数的开发经验。面对这个全新天赋，则需要陈明自己开发。而当他感知到这个天赋的具体作用时，陈明不由得浑身一颤。太狠了，不行，自己必须绝对保守这个天赋的秘密，绝对不能走漏任何风声。第二章，镇北将军。众所周知，婴灵来自一个名为苍冥的世界。苍冥界历史大体可分为神话时期与王朝时期两个阶段，分界点则是天庭崩碎，仙神隐退，王朝兴起。虽然苍冥界最后的结局是陨灭，但那些超凡的存在并没有因此消失，反而随着传说故事成为了婴灵。这些婴灵遗留下的传说越是宏伟，则他们的力量就越强大。而想要召唤与契约这些婴灵，就需要在遗迹中寻找曾与他们有过接触，如今成为媒介的物品，并得到他们的认可。大体上就是这些组成了育灵时代，是这100年来每一个人根深蒂固的认知。而这婴灵之书竟然能从根本上动摇这一切。婴灵的存在说白了就是召唤历史里的牛逼人物为自己所用，而婴灵之书竟然可以锚定历史，以投影模拟的形式将陈明的经历铭刻在婴灵之书上，从而凭空形成全新的婴灵。这样的婴灵简直就是他自己的分身，因此完全可以无视契约，无视象性，完全心意相通，如臂使指。不仅如此，根据媒介与历史的不同，他甚至可以对一段历史反复进行多次投影，最终选择其中最优秀的一次投影，形成最强大的婴灵，如同模拟人生，重生归来。这简直是直接撬了整个婴灵时代的根啊！如同光明正大的在 PVP 游戏里修改自己的人物参数。陈明不由感慨，自己阅遍网文行善积德，一穿越就有这种好事情，完全是自己应得的。而他之所以认为婴灵之书撬动了整个婴灵时代，完全是因为他太变态了。首先，婴灵之书生成的婴灵相当于陈明自己的分身，因而无视了普通育灵师只能契约一个婴灵这样的铁律。只要媒介足够，他完全可以契约出无数个强大婴灵，而且根本没有负担。而别的育灵师想要契约新的婴灵，只能解除原先的契约，又或者在精神强度上有了极大的提升。不仅如此，还有一点更加毁坏寻常人的认知。所有人都知道，婴灵时代的婴灵契约真的是欧皇狗的游戏。由于媒介所对应的婴灵无法确认，这代表着育灵师其实根本不知道自己会契约出什么婴灵。这个过程就像是在人物卡池里抽奖，而卡池来源则是整个苍冥界的传说故事。因此，哪怕氪金不少，仍然有无数坑货塞到手中。只有那些欧皇狗才能一次性出极品，所以哪怕是富哥们花费数百万购买了高阶媒介，也只能一定程度上缩小契约弱小婴灵的可能。然而陈明却是以自身投影的形式来形成自己的专属婴灵，相当于别人在奖池里抽奖，他则是在奖池里自己搞奖品。最骚的是，觉得搞出来的不满意，
他甚至还能反复回炉重造，搞出最好的。这不是外挂是什么？而且还是在最大的 PVP 游戏蓝星 OL 里面光明正大的开挂。这就是为什么陈明得知了英灵之书的能力，第一反应就是绝对要隐藏住自己的能力，太毁世界观了。就算甘地、欧皇、克老、飞球、白嫖党平日里打得死去活来，但遇到挂狗，大家的反应都是一样的，挂狗不得好死。但是如果这个外挂塞到了自己手里，而且还是全球独一份无人知晓版本的话，好像这个挂狗那是不得不当了。以陈明稳如老狗的心态，还是不由得激荡起来。他振臂欢呼，从未如此美妙的开局，请为我欢呼，为我喝彩！极其宝贝的捧起英灵之书，迫不及待翻开，整本都是空白的英灵之书，只是在扉页上铭刻了一些字迹：姓名陈明，身份初阶御灵师，天赋动态视力英灵之书，精神强度 1.1， 英灵暂无，其余暂无。心中已然知晓英灵之书的使用方法，陈明拿起一旁的锈蚀古剑，将它放在崭新的一页。哗，仿佛被风吹动，书页轻颤一声，古剑疏忽化作了一泼墨水，浸染了纸张。一行行文字自动浮现。第一次投影模拟开始。锚点1时间乾历3343年腊月18，地点北徐州镇北将军府，身份镇北将军陈明，状态良好，剩余模拟次数4。陈明颇为震动地看着眼前的一切，他能感知到锚点已经生成，自己可以参与这段历史了。身份竟然是镇北将军，我这挂狗竟然还兼职了欧皇的身份。看着自己的身份，陈明不得不说，他感觉自己是真该死啊，真不给别人活路啊。那把已经锈蚀的如同废铁的古剑，以前竟然是镇北将军的佩剑，竟然用出街的媒介抽出镇北将军这样的高端开局，让那些花费上百万元只为有一个好开局的副歌情何以堪。至于这位镇北将军也叫陈明，他理所当然地认为，既然是由自己模拟而成，自然该叫陈明，并未多想。看向时间，是乾历3343年，大前王朝共存在3450年，也就是说自己投影的时代是大前王朝的末期了，距离亡国还有100年左右。不对，说亡国并不恰当，说王朝毁灭更贴切一些。没错，大前王朝之后就没有别的王朝了，这是王朝最后的余晖，同时这也是人族在苍冥界最后的时间。大前王朝陨灭之后，苍冥界被妖魔统治，人族彻底消亡，至少不再诞生英灵。随后就是苍冥界崩碎，化作遗迹碎片降临地球。现代世界的人们对苍冥界有着无数的研究，有的来自遗迹，有的来自英灵口述。他们试图还原苍冥界历史，找出苍冥界毁灭真相，以及从历史中找出更多英灵。王朝时代前前后后共有7个王朝，大前王朝是最后一个，也是被研究的最透彻的一个。毕竟遗失在蓝星的苍冥遗迹，实际就是大前王朝毁灭后的样子。遗迹所产出的媒介，自然属大前王朝的最多。这个时代的英灵随之被召唤。但同样的，大前王朝作为末期之朝，天地的变化以及被召唤英灵的时光之力累积不够，这个时期产出的英灵也是相对而言最弱的，上限被锁死了。不过陈明知足常乐，购买来的最低阶的出阶媒介，能够锚定出镇北将军这样的身份，还要什么自行车？放下心头的杂念，他将意识凝在英灵之书上。很快墨水流淌，一行行新文字出现。乾历3343年腊月18，是日大雪3尺，前地年迈荒淫，国运动荡，北方妖魔兴盛而凶残，时常南下掠夺，动辄满镇皆为妖魔吞吃。北妖已经成为动摇大前王朝的关键所在，天下瞩目。你投影至北徐州，成为了镇北将军。1日后，你消化完记忆，发现当今朝堂变革在即，前帝已然年迈，太子与几位皇子不断拉拢各方势力，党争激烈。就在这种关键时刻，太子不知何时出宫，被发现时竟然身死你所统辖的北徐州，且离将军府不远。太子死于你的辖区，你难就其责。前帝下诏书命你立刻返京进宫。接下来你选择 A 返京进宫 B 婉言拒绝 C 起兵造反 D 亲自干涉。看着英灵之书上的字，陈明深深沉默了。他本以为将军开局会让他平步青云，结果没想到第一个选择就把他整不会了。第3章迎娶公主。英灵之书的使用颇为神奇，虽然只是以文字游戏一般的形式呈现，但陈明其实可以间断看到画面，因此他此时完全可以看到一个身披大衣，面容与他有7分相似的英武男子，在华庭下皱眉看着眼前不断飘落的大雪。他才新上任不到1年，结果就发生了这种事情，真是天降大雪无妄之灾。陈明在犹豫，这道题到底该怎么选？
这4个选项，别的都还好说，唯独那个 C 选项，这他喵的诏书刚下来，还没定罪呢，造反选项都出来了。从方才的信息，他能看出，他此时其实是处于一个极其位高权重的位置。毕竟，如今北妖兴盛而王朝衰落，明眼人都看得出天下大乱在即。也许一场饥荒，一次内乱起义，就会让大前王朝国运彻底朽灭，随后群妖南下，吞噬前朝，可谓内忧外患。在这样的情况下，陈明在与北妖直接接壤的北徐州做镇北将军，可想他的重要性。若是寻常皇家子弟死在他这里，说真的，一点不带慌。结果偏偏在前帝年迈、宫廷变革最剧烈的时候，手握重权的当朝太子死在了北徐州，甚至死在离将军府不远的位置。不管这事是不是他干的，他都有连带责任。也就镇北将军位高权重了，换做其他将领，完全已经可以开始考虑提桶跑路了。陈明的目光在4个选项上不断流转。按说他应该请罪进宫，随后回北徐州查清真相。但是问题是，记忆中有呈现，包括太子在内的数名皇位有力竞争者都曾争取过他。只不过他坚定守卫北方，不想受宫廷影响，并未加入任何一个派系。如今太子死在他的辖区，这让陈明不得不怀疑，是有人想要陷害他。其目的无非是将他从镇北将军这个显眼位置上撸下来，随后把自己的人安插上去。他现在手握重兵镇守北方，谁也动不了。但如果真的进宫，若是有人要暗算他，他又该如何是好？婉言拒绝。陈明犹豫，这个也不靠谱啊。皇帝下诏书让他回京，他反手拒绝，简直就是一副对，没错，我杀的，而且我还要造反的表情，还不如直接造反呢。所以不如干脆直接造反得了。陈明眼眸一动，别的不说，造反听着就刺激，但最后他还是放弃了。两眼一抹黑，造反个锤子，而且造反总得有理由吧。跟底下人说，皇上发诏书要我回京，我很慌，干脆直接造反得了。这个将军明明很强，却过分谨慎，底下人不得把他绑起来送京城邀功去。最后陈明还是选择了受诏回京。镇北军足有8万，个个兵强马壮，而且在他的带领下，常年与妖族交锋，都是能征善战之辈。陈明就赌，包括皇帝在内的所有人都不敢轻易动他，这是他想到的比较合理的选择。就算赌输了，真有人失心疯在这种时候杀他，无非浪费一次机会，完全不慌。随着他的选择，英灵之书上的文字迅速变化。面对诏书，你选择回京请罪，同时你还与心腹做好了准备，若是自己在京城被奸人所害，那就直接起兵造反。太子身死，涉及镇北将军，兹体势大。满朝文武包括前帝都对此事亦颇为紧张，生怕你真有造反之心。但此事必须有一个结果，否则后患无穷。朝堂之上，前帝问罪于你，你言说自己镇守北方兢兢业业，绝无二心，此事绝非你所为。但太子死在自己辖区，你亦有责任，愿请削去1年俸禄。太子之命，竟只值1年俸禄。满朝文武失言。前帝称你是他的心腹重臣，知你忠义，并无治罪于你之意。前帝希望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你，进行联姻。你心知前帝意为你造反，此时乃是给双方一个共同台阶，将此事接过去。面对前帝的提亲，你选择 A 迎娶公主， B 婉言拒绝， C 起兵造反， D 亲自干涉。果然，陈明深深松了一口气，看来他赌对了。他这样手握重兵的重臣，在这个节骨眼上，皇帝疯了才会动他。那么此时的第2个选择倒是很好选了，自然要迎娶公主，这样这个台阶双方都可以走得很舒服。面对前帝的提亲，你谢主隆恩，愿良时吉日迎娶公主。你以镇北事务繁忙，不给妖族趁虚而入的说辞，请返北徐州。前帝应允。返程当日，多名神秘人试图移序，你心知他们无非来自几位皇子，兴许其中还有皇帝亲信。你将他们以刺客的身份全部杀死，昭明你无任何战队之心，只愿为国镇北。你安全返回了北徐州镇北将军府。看到这里，陈明终于放松了下来。此次进京，表面风平浪静，实则暗潮汹涌，能够岿然不动，全靠镇北将军这张身份牌。此一行让他确认了自己究竟有多大的能量，他对自己的重要性有了新的认知，但同时也埋下了伏笔。陈明微微皱眉，前帝让他迎娶公主，真是走了好大一步妙棋。此时天下人皆知太子死在了镇北将军的辖区，不少人猜测镇北将军会因此削位。结果皇帝无比信任将军，不仅没有处罚，反而将女儿嫁给他，这是何等殊荣，真是君臣鱼水，几乎可传为一段佳话。可想而知，此时前帝在舆论上已经占据优势地位，若是陈明此时想要造反，那就完全无理了，会民心尽失的。而这位公主
还可以当作皇帝在镇北将军府的眼睛，一举多得。不过陈明本就无造反之意，倒也不慌。英灵的力量来自传说，传说越宏大，力量越强。他所想的无非是用自己镇北将军的身份成就一份功业，从而塑造出强大英灵。届时若是能传下个但使龙乘飞将在，不叫北妖渡阴山这样的诗句，便是极好。此时第一步已经走出，陈明静待英灵之书继续发展。墨水浸染。乾历3344年仲春念七，吉时已到，你将迎娶公主。护龙将亲自率军护送公主至镇北将军府100里外，你换上新郎服，骑高头大马，率军迎接公主。公主与镇北将军喜结连理，天下为之贺。至此，镇北将军成为皇亲国戚。第4章北上伐妖。将手指放在书页上，一幅幅画面闪过。陈明心知，看似自己迎娶公主的过程很简单，实则暗中蕴含了前帝对他的警示。护龙军乃是守卫皇城的军队，前帝既然派遣护龙将亲率大军送公主至将军府100里外，其中意味不言而喻。对外则宣称是对女儿的宠爱与对女婿的重视。对此，陈明付之一笑。此举看似宣赫扬威，实则无甚作用。左右无非是前帝刚死了太子，就又要把女儿送来和亲，显得面子上过不去，于是用这样的方法来挽回面子。乾历3345年和月11，太平公主杨仪为你诞下一子，名为陈安。画面一转，陈明能看见自己面带笑容，怀抱稚子的画面。一旁是面容虚弱但神色幸福的太平公主杨仪，显然两人相处甚好。陈明暗戳戳想，总觉得从娶妻到生子，英灵之书跳过了一些付费观看内容。前帝赠重礼，以贺孙子出生。你携妻子回京，小居数日而返。其后5年，你兢兢业业镇守北方，北妖常成群结队南下侵袭，你多次率军出击，杀妖万有余，战无不胜。时人称你为镇妖将军，前帝亦封赏。乾历3350年，前帝崩殂，三皇子继位，你仍任镇北将军，仍任镇北将军。陈明心中大定，当初他刚开始模拟的时候，前帝就已经年迈，又逢太子死在他的辖区。如今前帝崩殂，三皇子继位，朝堂之上又是一片洗牌变革。好在他仍然是镇北将军，看来当初的不站队没有选错。而这些年他领兵打仗，常胜不败，有了一个镇妖将军的称号，想来可以提升他的英灵等级，这让他不由欣喜。镇北的这些年，时常能看到被妖魔吞吃的村子、镇子，云淡风轻的一句话，在英灵之书的显化下，化作一幅幅血染的图案，残垣断壁，满地鲜血，残尸碎块，哭喊、麻木、死亡、衰败，他们全都清晰地展现在眼前。陈明没有习以为常，反而镇北除妖之心日益强烈。其后3年，你主动领兵搜寻妖魔，除妖卫国。至此，你已经前后镇北10年，北妖南下之举被你极大遏制，北周之人无不称赞你的功业，镇妖将军之名深入人心。你以积攒盛名，北妖视你如眼中钉，妻子担心你的安危，规劝你如今北周安稳，不必再亲自率兵。面对妻子的规劝，你选择 A 安稳度日，B 北上伐妖， C 领兵造反，D 亲自干涉。塑造强大英灵需要名声与传说，陈明自然不可能退居2线安稳度日。至于领兵造反，这个更不靠谱。亲自干涉则是从托管模式到他亲自操作，不再拘泥于选项。而且陈明还可以感知到，在亲自干涉这个选项下，他可以短暂爆种，提升自己1倍的力量。干涉的上限只有3次，他也可以选择一次性将干涉次数用尽，从而提升3倍力量。这是他绝境中的希望，算是底牌，自然不会浪费在这里。北上伐妖，陈明的目标很明确。如今大前王朝虽然内乱不止，既有王侯叛乱，又有农民起义，但在陈明眼中，时刻窥伺人族血肉与王朝气运的北妖才是真正的威胁。若是能平定北妖，绝对能生成绝顶英灵。因此北上伐妖是陈明在得知自己是镇北将军后就已经立下的目标。北妖一定要除，这是他一步登天最简单的方式。况且就算这一次北伐失败了，他也可以把北伐的经验留给下一次模拟。你深知北妖之危害，愿为天下除此祸患，不想置身事外。又是1年，北徐州的妖魔已经极少，你开始率军北上扫荡，收回失地。前后10年，逐步深入，先有败绩，群妖为之震战，声名为之欢欣。镇妖将军之名得到当今圣上亲赐，虽有高功，但你并无骄横之意，稳扎稳打，逐步扫清妖魔。你向当今前帝申请扩充军费，增收军队，前帝以如今灾祸四起，国库亏空为由拒绝。你不疑有他，继续北伐妖魔。乾历3364年，
你已镇北20年有余，一心除妖，独子陈安如今亦在军中习武除妖，有你之风。上阵父子兵，镇北军中传为佳话。前历3365年，你寻到妖母踪迹，但其位置较深入北妖腹地。你选择 A 千里奔袭， B 从长计议， C 继续荡妖， D 亲自干涉。妖母，陈明眸光一闪，妖魔之战力远在寻常人之上，但妖魔的成长速度以及数量反倒不如人族。而北妖之所以能够不断南下侵袭，就与妖母有关。这种东西形态各异，共同点就是可以大量爆兵，生产妖魔。若是可以除去一只妖母，其价值等同除妖上万乃至更多。不用想，除去妖母是讨伐北妖的必经之路。他镇守北方20年，甚至如今主动在北妖领土荡妖，才得到一只妖母的位置信息，不可能放过。你选择千里奔袭妖母，不给妖魔反应时间，毕其功于一役。还是那句话，这毕竟只是一次模拟，一切都在给后面的4次模拟机会累积经验。陈明不可能放过这种机会。由于这些年的荡妖提高了北妖的警惕性，你决定只带领500精英亲卫，精兵简行，悄然奔袭。幸而北妖内部混乱，妖魔巫邪祟混居，让你钻了空子，神不知鬼不觉摸进妖母禁地。你被妖魔发现，随即数百妖魔包围了你们。你选择 A 突围逃窜， B 全歼妖魔， C 奔袭妖母， D 亲自干涉。手指拂过书页，陈明能够看到一支500人精锐军队被数百近千妖魔包围。这些惊悚的东西，有的是双头之狼，有的是面似人而眼眸漆黑的异物，有的血肉淋漓难以描述，而其中最多的则是一种黑甲闪光的巨齿蜘蛛。这符合陈明得到的讯息，这里的妖母是一头蜘蛛妖母。此时这些妖魔一个个呼吸急促，咸水直流，渴望品味人类的鲜活血肉。这是分秒必争的生死存亡时刻，好在一切都是英灵之书的模拟，时间被定格在这一刻，这使得陈明在任何情况都有充足的时间来思考对策。一番思量，他决定亲自干涉。第5章，再斩妖母。此行能够悄无声息地跑到妖母近前，真是运道极佳，他已经占据了极大的优势。此时不把亲自干涉这一张底牌拿出来用，更待何时？没有急着直接干涉，陈明先将脑海中定格的画面反复观看，仔细记牢了周围妖魔的所在位置，尤其是其中的几头大妖，心中已然操演好接下来的行动。时机成熟，陈明将手按在了英灵之书上，亲自干涉。仿佛是赫然睁开眼睛，周围的一切为之一新。妖魔身上的腥臭气味钻入鼻中，陈明真实地感知了周围的一切，包括身边亲卫略微紧张的呼吸声。杀！一声暴喝，陈明第一个冲锋向前。即使是第一次真正面对妖魔，但他依旧无所畏惧，仿佛天生体内就蕴含战血，更有前身留下的天赋动态视力，让敌人的动作在他面前犹如开了慢速一般，随手可破。在他身先士卒之下，所有亲卫同时喊杀，金戈铁马染妖血。亲自干涉带来的翻倍力量，让陈明将200斤的龙血重戟挥舞的呼啸生风，轻易就能将妖魔砸得骨断筋折，脑浆遍地。在战马的铁蹄之下，一条染血的道路被他硬生生冲杀开来。紧随其后的镇妖亲卫个个目眩神驰，将军今日好像格外的猛。尤其是陈安更是心头激荡，这就是他爹，是他今生渴望超越的目标。杀！陈安暴喝，一击打断虎妖背脊，紧跟陈明。在陈明的带领下，他们毫不恋战，朝着眼前山林中的妖母冲杀。山林中白色蛛网密密麻麻勾连树木，无数黑甲巨齿蜘蛛在其上张牙舞爪，十分可怖。然而在陈明看来，这一切都显得如此外强中干。龙血大戟撕破蛛网，巨齿蜘蛛被轻易碾碎。在山林的深处，一头巨大而臃肿的妖母蜘蛛陈列在地，周围是随处可见用蛛网吊起的白色巨茧，每一枚巨茧之中都蕴含大量巨齿蜘蛛幼蛛。此时这头妖母蜘蛛复眼中闪着绝望与惊恐，它不由得发出凄厉的尖叫声，试图吓退陈明。他无法理解，自己分明在北妖腹地，周围更有数头妖将以及上千妖魔，为何会有人类将领冲到他面前？陈明可不管他在想什么，大戟挥舞，将妖母的腹部切开。身后的亲卫们一甩开妖魔，此时开始破坏周围的巨茧。陈明道：“我儿，斩杀妖母的重任就交给你了。”陈安看着浑身被妖母喷射出的腥臭之液浇了一身的父亲，嘴角一抽，退让道：“都是父亲的功劳，当让父亲斩杀妖母。”好一出父慈子孝的场面，周围亲卫感动极了。陈明不由摇头失笑，他前世为生活困顿，养活自己都精疲力尽了，更不要说成家。没有想到在英灵之书中，反倒阴差阳错下娶到了温婉典雅的妻子，又有了陈安这一个好儿子，享了家庭之乐。陈明略微失神，但手中可不留情，大戟狂扫，妖母被斩杀，
周围巨简亦被亲卫们破坏。眼见此行目的已成，陈明并不恋战，连忙招呼亲卫们甩开妖魔，千里奔袭，此战大捷。陈明结束了干涉，睁开眼睛，陈明发觉自己回到了家中。他喘了一口气，亲自干涉好像会格外消耗他的精力。好在一切顺利，而眼前的英灵之书上文字依然在演变着，描摹发展。千里奔袭斩妖母，足以让天下震撼。你与亲卫们亦胸怀激荡，然只怕有命来无命回。你深入妖族腹地，斩杀妖母，简直是在打脸整个北妖领域。更何况这些年你本就在北妖素有恶名，数位妖王被你激怒，派遣妖将乃至亲自领妖追杀你，更有无数妖魔在你返程之路上设下重重阻碍。面对这样的情况，你选择 A 强行返程， B 化整为零， C 搜寻妖母， D 亲自干涉。本来看着局面在斩杀妖母之后逐渐走向艰难，陈明还有些不知该如何是好。结果英灵之书反倒是提醒了他，除了返程逃窜，他还可以选择接着在北妖领域游荡，搜寻妖母来斩杀。若是能连斩妖母，那更是镇北将军中的传奇神话，日后他形成的英灵肯定更加强大。而且此时连他都在一心想着该如何突围返程，妖魔自然也是如此。他们绝技是想不到，这一支只有400余人的队伍，竟然敢在暴露了的情况下反其道而行之，接着逗留北妖。这是一个机会，虽然心有此意，但你同样忧心妖母难寻，最终导致整支队伍丧命北妖。陈安笑曰：愿随父亲出生入死，立下不世功劳，万死不辞。亲卫亦曰：愿随将军出生入死，立下不世功劳，万死不辞。你心中震荡，不由大笑，那便将整个北妖搅烂。这些亲卫与你出生入死征战多年，绝对忠心耿耿，但你深知此行艰难，一定要乘着士气高涨，一举定功，否则便是2而衰，3而竭。看到这里，陈明不由祈祷，希望接下来运道还能接着站在他这边，否则他就要把信任自己的400亲卫，包括自己的儿子，一同带入地狱。心中紧张，英灵之书的文字则在接着演变。你率领亲卫刻意斩杀妖魔，显露踪迹，留下一路向南返程的假象，随后隐遁身形，搜寻妖母。幸而时来天地皆同力，3日后，你又寻到一处妖母驻地。尤善隐匿的亲卫得到讯息，这头妖母周围的妖魔较先前那头要少，于是你选择 A 袭杀妖母， B 稍作休整， C 另寻机会， D 亲自干涉。看到这样的情况，陈明不由一笑，自己先前的谋略成了，显然妖母身边的妖魔也有一部分被征调走，南下寻他。妖母近在眼前，他不可能放过到嘴的美肉，只是究竟该是袭杀妖母还是亲自干涉，两者目的相同，唯一的区别就是是否由他消耗一次亲自干涉的机会，换取更强大的力量。沉思许久，陈明最终决定保留这一次亲自干涉的机会。毕竟从上一次袭杀妖母的过程来看，妖母并无反抗能力，自己提升1倍的力量，只是更快更果断地解决了战斗，以免陷入被围局面。而现在周围的妖魔本来就少，情况并没有很紧急，况且就算他决策失误，他也可以在下一次选择中选择亲自干涉，及时止损。你选择袭杀妖母。第6章圣山纵马。你选择袭杀妖母。众妖魔发觉你竟然没有南下逃亡，还率领军队再次进犯，又惊又喜，若能斩你，定受妖王无尽封赏。然你与亲卫士气长盛，战意高涨，绝非妖魔可挡。是日，你再斩妖母一头。你率500亲卫而孤军北上妖魔领域，连斩妖母，勇冠天下。手指拂过书页，陈明露出满意的微笑。显然在这一次与妖魔的博弈中，他略胜一筹，而这也让他忽然产生了一个想法，他想要效仿霍去病，去见那疯狼居胥之功。北妖当今格局乃是7大妖王共治，而旗下妖魔巫邪夹杂，一片混乱。然而以往曾有妖尊一统北妖领域，只是后来妖尊传承断绝，至今未曾再有妖尊。否则以如今大前王朝之虚弱腐败，若有妖尊引导，北妖同心协力一举南下，大前王朝早就被吞灭了。此时他心中瞄准了整个北妖的绝对圣地圣山。初代妖尊在此登基，历代妖尊在此埋骨，无数妖王以埋骨于圣山周围为荣。同时妖尊传承也在此处，近代有缘之妖继承妖尊之位，可想这圣山是如何地位。若是他能在圣山纵马，插下大前王朝的旗帜，顺手再掘几具妖尊遗骸出来鞭尸，那真是立下了不世之功。届时毫无疑问的可以塑造出整个大前王朝时期最强武将传说，从而生成这个时期的最强英灵。而且哪怕是抛去英灵之力，又有哪个男人能拒绝一马瀚海，疯狼居胥之豪情呢？你说出了心中的想法。众将士皆笑曰：
唯有生死相随。自大前王朝从中期走下坡路开始，北妖就一直压着大前王朝打，所以哪怕如今陈明率军连斩妖母，也绝没有人能想到他竟然要疯狂到率军突袭妖族圣山，那是不要命了。妖族圣山周围可是常年驻扎着数位准妖王实力的妖将，为将者注重领兵打仗之力，而非个人勇武。陈明多年与北妖接触，他熟知北妖习性的同时，北妖亦熟知他，知晓其不过是准妖王实力，再加上接连多日奔袭，士气再盛，状态也必然有所下滑。难不成他真敢袭击圣山不成？他真敢！无需再搜寻妖母，你率军专心隐遁，一路向着圣山进发。全军激荡南平，愿见不世之功，士气高盛。临近圣山，发觉众妖将乃是分散驻守，你选择 A 探清位置必发起突袭， C 稍作整顿 D 亲自干涉。毫不犹豫，陈明直接选择了亲自干涉，而且他是将2次干涉的机会全部用在此处，他根本没给自己留有余地。此战只有胜没有败，有了2次干涉之力的加持，他的战力直接增添2倍，汹涌的力量在体内涌动，甚至让陈明产生了手中200斤龙血大戟有些轻的感觉，挥舞起来竟然像是一根木棒般轻巧，动辄残影过隙。轻骑冲锋声势浩大，驻扎的妖将又惊又莫名，这是送人头来了。这妖将是一头高3米有余的斑斓猛虎，比寻常虎妖2个大，更是背生双翼，名副其实的如虎添翼。妖族皆奸邪，他自恃实力强横，有心独吞功劳，因而没有第一时间通知在其他方向驻守的妖将，更是由于多年来驻守圣山，享用血食供奉，久未经战斗，而不由轻视了敌人。只见其率先发难，鼓振双翼飞扑向陈明，狂风鼓荡，血口利爪闪着寒光，声势骇人至极。下一刻，陈明高高跃起，龙血大戟挥出如满月的一击，霎时间立刻自下而上，将这一虎的整个腹部剖开来，如同一记飞天式滑铲，见面就秒杀了这猛虎。肠子内脏纷纷落下，血淋如雨。一虎落地，震起灰尘血珠，犹未死透，眸子瞪得滚圆，血口开合，却没有声音，只有血水滚淌。正欲参与战斗的妖魔与亲卫全都愣住了，什么情况？就死了？怎么感觉整个过程就跟杀鸡一样？不对，比杀鸡都简单，他们都没反应过来呢。实际上，增添了2倍力量的陈明，战力已经在寻常妖王之上，而那一虎偏偏要耀武扬威的托大，他不被秒谁被秒？陈明挥戟大喝：“敌将已死，随我冲杀！”杀！陈安第一个反应过来，长声大喝。他也不知道老爹为什么忽然这么猛，反正他是准备一辈子跟着老爹，完全没有超越的想法了。面对冲杀而来的骑兵，群妖胆寒，四散而逃。众人也不追杀，他们又不是来打歼灭战的，以他们的人数也完全做不到。此行只为马踏圣山，在这妖王都需要漫步徐行以示敬重的妖族圣山，一群人族长声大笑，纵马歌行。所谓封狼居胥，乃是霍去病大胜匈奴之后，在匈奴圣地狼居胥山封坛祭天。如今时间匆忙，封坛祭天肯定是做不了了，那就带点礼物来，拿点土特产走吧。一脚踢翻圣山山顶的妖尊碑，陈明插下了大前王朝的旗帜，随后掘土刨出数头妖尊之遗骸，斩其首，当做主人家赠予的礼物带走，甚至就连初代妖尊之首亦在其列。陈明自语自己辛辛苦苦来一趟，带点土特产走不过分吧？妖族也没说这些不能拿啊。虽然无封狼居胥之时，但陈明在妖族祖坟圣地走了一趟，成就一点不差。圣山纵马可与封狼居胥相提并论。此时其余驻扎的妖将终于纷纷赶来，眼见圣山惨状，就连妖尊之坟都被人掘了，一个个癫狂欲疯。见状，众人不由高声大笑，意气风发。妖族南下入侵的那些年，动辄是流血飘橹，无数村子城镇化作死地，血海深仇难言，人与妖之间绝无任何缓和的余地。若非力有未逮，众人还巴不得直接把圣山给平了，然后带着历代妖尊遗骸回去鞭尸呢。群妖癫狂，众人则是战意高昂，血战一触即发，圣山染血。陈明则独挑大梁，一人迎战3尊妖将，甚至逐步压制了他们。3尊妖将气得胃疼，只因这人族推荐了他专门站在妖尊坟上打架。群妖打着打着发现再打下去，他们就要把列祖列宗全都挫骨扬灰了。第7章，朝廷被刺。群妖束手束脚，众人则越打越起劲。此生已经成就不是功名，哪怕就地身死都没有什么好怕的了。此消彼长之下，胜利的天平逐渐偏向人族。陈明心中无比庆幸，幸好在第2个妖母那里，他选择留下一次亲自干涉的机会。若非2次干涉之力叠加，
他必然已经被3尊妖将联手斩杀，而非像现在这样压着他们打。然而他心中还是不免带上了一丝焦急，这样下去恐怕要被这些妖将拖到妖王到来的时候了。等到妖王降临，他们怕是一个也走不了。就在他思量的时候，一个亲卫忽然笑道：“将军，将军快带着小将军逃吧，我们为你拖住妖魔。”此言一出，周围上百亲卫纷纷响应：“将军，当断则断，我们多是妖魔口下的幸存者，此生唯愿多杀2个妖魔，能随将军马踏圣山，已是3生有幸，还请将军先行撤退，将我们的功绩流传下去。”你们，陈明心中震动不已，不由失言。说真的，他亲自下令命众人替他拖延，这些亲卫也绝无人反抗，但他们是主动愿为他赴死。他不是优柔寡断的人，因此立刻重重点头，因为任何1秒的犹豫都是在浪费他们的生命。众将士见状，含笑拼死为陈明挡劫，而陈明则是在心中立誓，下一次留足了3次干涉之力，不仅要带他们马踏圣山，更要全身而退。最后终有1日平定妖族，立下真正不朽之业。群妖见陈明要走，试图阻拦，但大多被亲卫拦下，少数漏网则被陈明斩杀。来时500亲卫，于遁逃时只有不足100人。陈安眼中含泪，这些亲卫大都是看着他长大的，算得上是他叔叔辈的人物。他从小在军中长大，与他们交情极深，如今他们大片死去，不由他不悲。不过他更为他们高兴，加入镇北军的大多都是受过北妖戕害，甚至不少人都是家破人亡的，能够纵横北妖乃至马踏圣山，说出去估计能把军中弟兄羡慕死。逃离圣山不足半日，一尊妖王追杀了上来。幸而此时的陈明战力甚至胜过一般妖王，他与妖王血战一场，彼此重创。随后他的干涉之力耗尽，无奈退出状态，只得静待事态发展。呼呼呼，陈明有些急促地喘息了几声，晃了晃头，眼前的昏黑才逐渐散去。亲自干涉对他的消耗不小，而这一次更是一次性将2次干涉之力全部用尽。好在他的付出是完全值得的。陈明心中激荡，这一趟他率领500亲兵千里奔袭，竟然连斩妖母，马踏圣山，摧毁多座妖尊墓，甚至还砍了几只妖尊的头回来。此一行必将公震天下，留下不实威名。这样的战功足以比拟开朝时期的顶级武将了。可以料想，自己第一次模拟就将塑造出大前王朝时期顶级武将模板英灵，而且之后的模拟他还将继承这些经验，从而走向覆灭北妖，塑造最强英灵的道路。连饮2杯冰水才平缓下来，陈明看向英灵之书。北妖领域地势复杂而多古木狼林，又有乌烟瘴气做掩护，易遁逃，难追寻。自你与妖王互创对方之后，北妖失去了你们的踪迹。虽然伤势很重，但好在你体魄强大，亲卫中又有人熟知草木药性，临时以草药止住伤势，暂无性命之忧。5日后，你们前行至圣山千里之外，你的伤势亦略有恢复。2日后，侦察兵汇报，附近疑似有妖母存在。你选择 A 搜寻妖母， B 继续遁逃， C 稍作休整。陈明微微颔首，与他料想的一样，亲自干涉这个选项已经被除去了。这些天以来，众人不是奔袭就是战斗，不然就是遁逃，就算一个个都是身经百战的精兵，也要扛不住了。北徐州最北之人族城池名为镇妖关，当初镇妖关曾沦陷过，还是在陈明手中得以收复失地，重启镇妖关。镇妖关内有守军5000人，多是善战之辈，只要到镇妖关近前，哪怕妖王率众来袭，亦是有来无回。不过此处距离镇妖关尚有千里有余的路程，不必急于一时。于是陈明选择原地休整1日。你放弃搜寻妖母，命众人原地休整1日。休整后，你们继续前行。见或被妖魔发现，时有血战。幸而无妖王参战，亲卫以命护你平安。至镇妖关100里外，仅余50人。于关外50里处，你的队伍被妖魔发现，大量妖魔逐渐围来，更有妖王将至。你打出镇妖信号弹，只要顽抗至守军出城营救，此次北上突袭便能以大胜告捷。妖气蔽日，群妖之你等马踏圣山，个个狂暴至极，围攻上前。亲卫舍生忘死，陈安更是为你挡劫，断去一臂。你不顾伤势反而出手，被妖将围攻，陷入濒死。幸而援军终于赶到。就在你庆幸之时，猛然发现援军并非你的守城军，而是护龙军。为首者正是当初护送公主与你成亲，做威慑之用的护龙将黄维。护龙军于战场1里外冷眼旁观，护龙将黄维更是拿出当今圣上的手谕，高声言说你的罪行，其中包括谋害前太子、渎职、谋反等10几项罪责，按罪当死。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你从黄维的眼中看到了怜悯与叹息。
你明白了一切。原来即使你一心平定北妖，皇帝仍猜忌于你。你率军突袭北妖，皇帝便率军突袭你，总算能解决你这个不稳定因素了。你恨声道：难怪王朝100年内便被北妖吞噬。护龙江知道你心中怨怼，风言风语。你的亲卫，你的儿子以及你被妖群吞噬，你死了。第一次模拟结束，剩余4次模拟机会。陈明目光悠悠地看着阴灵之书上显化的文字，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没有想到，他堂堂镇妖将军，最后竟然是这个下场。心脏在胸膛中剧烈跳动，震得发闷发疼。皇帝，皇帝，真有意思。第8章阴灵铭刻。此前，陈明一直将北妖视为最大威胁，现在看来，对他最大的威胁反而高居庙堂之上。不愧是王朝末期，果然是有够黑暗的，哪怕自己的镇北将军也不能幸免。一族窥伺，内乱四起就算了，护龙江作为保卫皇城的军队，如今作为皇帝私军四处征调也不谈。他堂堂一个镇北将军，甚至因大杀北妖，功绩显赫而有镇妖将军之名，皇帝竟然都能用这样的方式赐死他，这与自毁长城何异？更何况他与亲卫此行北上，可是连斩妖母，马踏圣山，甚至斩了几只妖尊头颅回来。若是能将消息散播天下，势必能够提振天下，激荡国运，说是能为王朝续命20年都不为过。如今就这么被前帝亲手下令掐断，若是他是被妖族杀死，他也就认命了，直到自己行事过于激进，算是为后续积累经验了。毕竟人妖相伐，彼此一族，此乃物竞天择。妖魔南下吞食是他们的本性，陈明北上圣山鞭尸妖尊是他的功绩。然而如今这样，要他如何甘心？前帝，陈明握紧拳头，他娘的，不找个机会弄死他！陈明感觉自己今晚睡不着觉。不过他再不甘也无济于事，第一次模拟就这么结束了。阴灵之书上先前的文字尽皆散去，墨色演变为新的文字。第一次模拟总结：你化身镇北将军，忠心耿耿镇守北方，迎娶公主以安帝心。婚后琴瑟和鸣，育有一子。你始终不忘自己的职责，不参与朝堂斗争，专心镇妖，收复失地，重启镇妖关，连胜妖群，镇妖将军之名宣赫天下。不满于如此，你有平定北妖之心，因而在得知妖母位置之后，不顾安危，率500亲卫千里奔袭。在北妖领域，你连斩妖母，大杀妖将，马踏圣山，鞭尸妖尊，有封狼居胥之功绩。然而就在你遁逃回城之时，却因前帝之短视，护龙军之陷害，最终死于群妖之口。由于你的身死，你与亲卫们血战换来的功绩被掩埋，甚至就连妖尊之首也化作前帝私藏，日后在社稷将崩之时伪作功绩。镇妖将军之名亦随着你的死亡以及朝廷对你的污蔑而消散在历史中，一切最终图为他人作嫁衣，化为乌有。阴灵已铭刻。看到那一句化为乌有，陈明心中猛然一跳，他有种不祥的预感，连忙查看阴灵信息。阴灵信息：姓名陈明，称号镇北将军、镇妖将军，品质阴才，可觉醒次数1次，觉醒状态未觉醒，灵武龙血大戟未觉醒，潜力5，属性力量 F+，速度 F， 防御 F， 耐力 F+， 灵力 F， 技能镇妖战法。看着生成的阴灵属性，陈明微微皱起眉头，竟然只有阴才，而且潜力只有5，这是他一个镇北将军开局的人该搞出的评定。要知道，虽然说大前王朝这个卡池由于时代限制只能生成普通、阴才、豪杰3种品质的阴灵，但以他的经历，怎么说也能是豪杰品质吧。结果只有阴才级，而且潜力只有5，代表着他只有1半的几率完成觉醒，从而从镇北将军升级成镇妖将军，并觉醒自己的灵武龙血大戟。这属性真的太差了，完全可以说是庸庸碌碌，高开低走。本来陈明是很难接受的，不过他仔细思量一番，也就理解了。阴灵的力量来自传说，传说越牛逼，阴灵越牛逼。由于他与亲卫们身死在外，无人知晓他们的功绩，因此他在北妖领域干的事情一律不算。他死后，朝廷为了让他死得其所，更是对他一顿抹黑，巴不得把他杀出来的镇妖将军的名号都扒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历史流传镇妖将军不咋地也就合情合理了。陈明长出一口气，算了，就这样吧，反正这只是第1次模拟，我还有4次机会呢，完全可以避免第1次模拟犯下的错。代代积累，只为最强，这才是阴灵之书最变态的地方。我玩穿越，我的阴灵玩重生，这也很合理。放下其他心绪，陈明看向阴灵之书。再怎么说，镇妖将军也是阴才级品质的阴灵了，
放在学校里，那也是重点班的好苗子。先召唤出镇妖将军试试吧。陈明心中一动，眼前客厅的地面上便出现了一位将军。他身披战甲，高挑而雄壮，面容与陈明有6、7分相似，仿佛刚从战场上下来一般。将军战甲上还染着血，眉眼凌厉，正是镇妖将军陈明。只不过他与正常显化的婴灵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婴灵从历史中来，自然带着生前的记忆，他们也有自己的个性。虽说婴灵与御灵师契约基本代表着彼此脾气相合，但也经常出意外。比如有的婴灵不服管教，甚至乖张一些的会突然袭击御灵师。因此那些弱小的御灵师若是遇上比自己强大或者脾气很大的婴灵，往往会被闹得鸡飞狗跳，不得安生。这种事情从来就说不准，但这种事情不会发生在陈明身上。眼前的镇妖将军空有灵力气势，实际只是躯壳而已。毕竟他本身就是陈明从婴灵之书上模拟投影而来，并没有自己的灵魂，难怪他可以任意指使婴灵，可以无视象性。不过并非所有好处都给他占了。镇妖将军没有自己的意识，不会有反噬风险的同时，也代表着他的一切行为都得陈明亲自上场指挥。人的精力毕竟有限，届时就像换好登录一样，镇妖将军开始动，陈明就开始挂机了。幸好镇妖将军的记忆都在陈明脑海里，否则婴灵战力必然大打折扣。正在思量该如何解决一动一静的陈明，忽然想到一个好东西：婴灵附体。御灵师依靠婴灵战斗，但本体相对羸弱。好在有先贤发现了另一种战斗方式，那就是婴灵附体。第9章准备工作。顾名思义，婴灵附体就是让婴灵附体在御灵师身上。毕竟婴灵本身是从历史中显化的灵体，他们其实是没有自己的实体的，这也是他们能死而复生的根源。达成婴灵附体之后，御灵师就相当于化身成了婴灵，同时御灵师还可以消耗自身力量来为婴灵进行增幅加持，这一点类似于陈明的亲自干涉。不过并非所有御灵师都能做到婴灵附体，事实上许多人穷尽一生都做不到这一点，这无关天资。想要达到婴灵附体，需要有2个条件：一是御灵师与婴灵之间的象性够高，许多人先天便被排除；二则是御灵师要完全信任自己的婴灵，毕竟婴灵一旦进入自己的身体，那生杀予夺就全看婴灵了。有的婴灵行事乖张，天生就不让人信服；有的御灵师则是始终对自己的婴灵有所保留，这样的情况肯定就不适用婴灵附体。不过这显然拦不住陈明，这2点在他身上都不是问题。镇妖将军就相当于他的分身，他们之间没有象性与信任的问题。陈明也不拖沓，直接开始尝试婴灵附体。镇妖将军往前迈步，走入了陈明体内。陈明闭眼体悟片刻，随即欣喜睁开双眼。婴灵之书带给他的好处还远在他的想象之上。人与婴灵之间毕竟有着本质的差别，因此婴灵附体其实是个高消耗的活，只要在婴灵附体的状态，哪怕什么都不干，都会给御灵师的身体带来沉重负担。若是还要进行增幅，那就更是消耗剧烈，寻常御灵师兴许只能维持几分钟的婴灵附体状态。然而陈明此时却完全感受不到所谓的沉重的负担。镇妖将军附体于他，他只觉得自己浑身舒坦，充满了力量。至于消耗，则是一点都没有，甚至仿佛在缓慢地增长着体质。我塑造出来的婴灵就相当于我的分身，分身回到本体，怎么会有消耗？理解了这一点的陈明止不住高呼了一声牛逼，心中立刻豪情万丈，干劲十足，必须拿下最强婴灵。这感觉太爽了，如同走2步就喘气的虚弱宅男，忽然变成了扛着米上18楼不带停的壮汉。体验过这种快感，又如何接受原来的孱弱？已经回不去了，要完全变成镇妖将军的形状了。陈明不由感慨。不过虽然现在肉身很强大，但是他在精神上还有些疲倦，这是3次干涉的消耗，以及大量镇妖将军记忆入脑的结果，难以避免。因此虽然现在就可以立刻开始第2次模拟，但他还是准备先休整一番。心情一片大好，正好肚中饥饿，陈明躺坐在沙发上，打开饿了么点了一份外卖，顺便上网浏览一番，了解一下现在的世界资讯。他对这个世界有了更清晰的认知。同样是2023年，御灵世界与蓝星在科技方面的发展竟然相差无几，甚至在有些地方有所反超。这看似有些不可思议，婴灵的出现定然会吸走大量科研者的精力，理应导致其余方面有所落后。但是实际上在婴灵的反馈下，其他科技的发展也很迅速。20分钟后到达的外卖印证了这一点。只是一份随随便便点的10几20块的黄焖鸡米饭，就香的陈明差点把舌头吞下去。这是因为这些食材大都是经过婴灵世界的改良，在美味程度上远超寻常食材，就像是现代人吃的食物，随随便便就能在古代显得滋味十足。这是时代的差距，没得办法。
一边吃饭一边放松精神。陈明熟练地点开了巴拉巴拉 B 站的舞蹈区，险些一去不复返。由于苍冥界古风的影响，玉灵世界的审美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古风。古风服饰大量改良成现代人适合穿的服饰，甚至许多人把它们作为日常服饰。除此之外，那些正宗的纯古装也比比皆是，甚至会比 JK 短裙洛丽塔都要多。还有诸如古装配黑丝白丝，乃至玉灵师与英灵共舞。舞蹈区之华丽，让陈明犹如土包子进城，直呼成会玩。好不容易从舞蹈区走出，陈明开始办正事。他打开了浏览器，当然下一步不是进行手艺活，而是开始查询历史。他想到自己是投影至苍冥界，而非凭空出现在某界。既然如此，他大可以把自己那段时间前后的历史全部深挖一遍。许多当时的绝密都在如今的苍冥界历史学者的努力下被还原挖掘了出来。陈明可以吸取他们的劳动成果，化作自己第二次模拟的底蕴。事实上，网络上不少 UP 主博主在干这种与历史有关的活计，比如把哪个英灵给诸葛丞相，可以让他北伐成功；比如如果你在苍冥界某某朝代，你该如何走向人生巅峰；又比如如果某某苍冥界英灵带着记忆复生，他能如何如何。而其中讨论热度最高的，自然是产出英灵最多、历史真相最清晰的大前王朝。尤其是王朝末期，更是有无数讨论方向，有如何起义的，有如何造反的，有如何北伐妖魔的，还有的干脆直接加入妖魔阵营，讨论如何说服几大妖王，用最短的时间吞灭大前王朝，不一而足。虽然陈明身为亲历者，能够指出其中不少错误，但也有许多视频给了他很大的启发，还有一些私密史料让他直呼大开眼界，心中多了许多操作想法。多个 IP 多线程高强度搜索，让他直接变成了大前王朝小达人。他也一时兴起，搜了一下镇妖将军陈明，还真有这么个人，只不过对他的描述寥寥无几，只有一句镇妖有功，时人称之镇妖将军，根本看不出什么东西来。把思路整理的差不多了，陈明伸了一个懒腰，点开了 VX。 前身那娃真是有够孤僻的，一天时间没点开 VX， 结果居然没有一个人私聊他，唯一的2个群聊还被他点了消息免打扰。这2个群，一个叫青春飞舞，是高1 5班班级群，另一个则是群魔乱舞，这个显然是5班学生私底下建的群。2个群消息都是99加。第10章重生归来。由于群魔乱舞这个名字，陈明啪一下点进去了。很快啊，这个群里面没有老班，显然同学们一个个都放飞自我。不过由于昨天是全市统一的天赋觉醒日，他们所聊的自然都离不开这些。抛去灌水的、刷屏的、发表情包的、发色图的，剩下的一言以蔽之，大约便是神级天赋校花瞩目，传奇英灵校长阵战，龙王打脸歪嘴一笑，废柴3年之期已到。这些东西该狂霸酷炫拽，那都是昨天的事情了，显然陈明并不关心。点进青春飞舞，里面冷清了许多。别看消息是99加，实则就是老班说2句，随后下面一群+1+1。班主任黄老师全体成员，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祝大家前程似锦。班主任黄老师，这2天大家在家里好好休息，过去的事情就不要放在心上了，不要因没有觉醒而走向偏激。如果有谁忽然觉醒，契约成功，记得私聊我。蓝星上高中生高2文理分科，玉灵世界则是分普通班与玉灵班。像是班主任所说的这样，当场契约没有成功，回家后忽然契约成功的，倒也时有例子。显然玉灵班是万众瞩目的存在，只要混到毕业证，哪怕不上大学都能月入上万。有时候真是人比人气死人，这挂狗见欧皇明歪嘴一笑。显然他现在需要私聊老班，把自己契约成功的消息告诉他。陈明，黄老师，我契约成功了。黄老师，恭喜。随后陈明就没有再发消息。黄老师身为老教师，也很识趣的没问。这个年纪的孩子都是表现心理比较强的，若是有幸能契约到强大的英才级英灵，肯定会主动说。现在陈明只说自己契约成功，但不说英灵等级，想来就是普通级别的了。显然他猜错了，陈明不发品质，只是因为他现在还没有把镇妖将军给升级到他想要的极品的地步。随着陈明私聊老班，班级群陷入沸腾。班主任黄老师，恭喜我们班的陈明同学成功契约英灵，大家也可以多多尝试，说不定你就是下一个幸运儿。同学 A， 草，一种植物，羡慕死这货。+1+1，若无富贵之家用金钱堆砌，普通人觉醒玉灵的概率还不到1/10，也就是说，一整个班级才会出那么3、5个玉灵师。如今在众人眼中，原本与他们一样是普通人的陈明，忽然跻身玉灵师行列，不由羡慕嫉妒恨。然而事实上，他们根本不知道陈明有多幸运。还有人 edit 他，询问他觉醒了什么等级的英灵。虽然不由有些飘飘然的想要炫耀一番，
不过陈明还是控制住了自己，绝对不能飘，万一一不小心暴露了英灵之书，那就吃不了兜着走了。吃饱喝足休息够了，陈明准备再次开始投影模拟。他还有4次机会，后天就要开学了，争取在这2天时间内把镇妖将军升级到最顶尖的品质。心中有目标，陈明干劲十足。2周末以及狗比三皇子前地，我踏马来了。第2次模拟开始。锚点1时间乾历3343年腊月18，地点北徐州镇北将军府，身份镇北将军陈明，状态良好。锚点1、2，时间乾历3365年，地点北徐州镇北将军府，身份镇北将军镇妖将军陈明，状态良好。剩余模拟次数3。哦，陈明微微一怔，随即反应过来，这第2锚点是依托他第1次模拟的结果镇妖将军英灵而形成的。镇妖将军之名，在他选择北上伐妖，千里奔袭妖母之时就断绝了，因为在天下人眼中，镇妖将军在北伐过程中毫无建树的死去了，因此依托镇妖将军之名，他只能跳跃进城至北伐前。这种锚点倒是有用，若是某次打出了完美开局的话，就可以用来节省时间。可惜陈明此次不需要这个锚点，他认为他北伐失败的原因不在于妖族，而在于朝堂。他需要从前面开始更改自己的选项，从而改变朝堂局势。当初他认为自己不站队是对的，三皇子继位前帝，无数高官云手，他却在激烈的朝堂变革中得以保存，结果最后却被三皇子在一种极其愚蠢的时间点杀了。如今看来，这个队他是必须要战了，但他偏偏不去战胜利者三皇子。固然他知道站队三皇子是最安全最有效的，但他巴不得一刀砍了三皇子的狗头，根本不忍这家伙。陈明决定在自己的模拟中改变历史，直接改变三皇子会继位前帝这一点。至于该用什么方式把他拉下马，又把谁扶上去，陈明心中已然有了定数。选定锚点1，开始模拟。乾历3343年腊月18，是日大雪3尺。前帝年迈荒淫，国运动荡，北方妖魔兴盛而凶残，时常南下掠夺，动辄满镇皆为妖魔吞吃。北妖已经成为动摇大前王朝的关键所在，天下瞩目。你投影至北徐州，成为了镇北将军。你带着前尘记忆重生归来，心有改变朝堂之志，为自己北伐妖魔创造有利条件。今生太子依然死于你的辖区，你难就其责。前帝下诏书命你立刻进宫。接下来你选择 A 反京进攻 B 婉言拒绝 C 起兵造反 D 亲自干涉。没有任何犹豫，陈明直接选择反京进攻。面对诏书，你选择回京请罪。与前世一样，前帝问罪于你，但最后选择以和亲的方式拉拢你。面对前帝的提亲，你选择 A 迎娶公主 B 婉言拒绝 C 起兵造反 D 亲自干涉。迎娶公主又是一个秒选题。面对前帝的提亲，你谢主隆恩，愿良时吉日迎娶公主。你以镇北事务繁忙，不给妖族趁虚而入的说辞，请返北徐州。前帝应允。返程当日，多名神秘人试图遗绪，你心知他们无非来自几位皇子，兴许其中还有皇帝亲信。你将他们以刺客的身份全部杀死，昭明你无任何站队之心，只愿为国镇北。但你没有像前世一般直接返程，你命人送一封书信给八皇子，八皇子可否私下一叙？第11章，扶持登基。是日夜，你独自前行进入八皇子的寝宫。一是不得是皇子，一是手握重兵的镇北将军，八皇子对你的到来甚是惊奇。你开门见山，称愿效犬马之劳，助其夺得地位。八皇子不解，如今三皇子、四皇子、六皇子势大，为何不去投靠他们？你直言，锦上添花不若雪中送炭，你愿有第一从容之功。随后，你与其畅谈至天明，方才离开。八皇子大喜过望，皇位入五谷长矣。看到这里，陈明微微一笑，一切都很顺利。第一次模拟中，三皇子艰辛夺得地位，成为了最后的胜者。若是陈明此时站对三皇子，必然能让他稳稳当当、轻松拿下地位。届时虽然不会有太高的封赏，但保住自己的镇北将军之位是轻而易举的。但是陈明可忘不了，就是这家伙的背刺，让他生死关外。500亲卫的抵命血战，就这么化为乌有。他与陈安死后，妻子又该如何自处？虽然这些只是一场投影模拟，但是那种不甘与愤怒，陈明不会忘记。必须剁了三皇子的狗头，把他从皇位上拉下来，就是第一步。至于为何他选择扶持八皇子，也是很有讲究的。龙生九子，当今前帝有9个儿子，九皇子早夭，太子身死，二皇子沉迷酒色，五皇子、七皇子、八皇子庸庸碌碌，唯有三皇子
4皇子与6皇子是皇位的有力竞争者。至于8皇子，他看似与2573位皇子一般庸碌，实则暗地里积蓄了一股力量，走的是韬光养晦的道路。第一次模拟中，也是他与3皇子竞争到了最后，无奈落败。此时他有陈明这个镇北将军鼎力相助，自然势力大增。更重要的是，陈明还为他带来了另一个好消息，3位皇子各有大量罪证掌握在他手中。陈明为了取信他，随口爆出几件。8皇子直接懵了，他确信陈明是真的掌握大量罪证，而非蒙骗他。但问题是，他千辛万苦才搜集出一点，陈明是哪来的这么多罪证？这让他警惕的同时，也不由庆幸陈明是站在他这边的。这些有关几位皇子的罪证，就是陈明之前在网上一番搜集而做来的准备工作。虽然这些事情在现在这个时代都是隐秘，但是在后世会被那些历史学家一个个挖出来，包括但不限于哪位臣子贪污受贿多少，谁私藏甲胄有造反倾向。其中最劲爆的罪证来自3皇子，他与当今前帝的多名爱妃有长期保持的深入交流。如今的前帝荒淫好色，后宫比其他皇帝要充实数倍，只是他这些年身体每况愈下，使得诸多美人苦苦守在后宫遭受冷落，一辈子说不定见不了皇帝一面。而3皇子呢，显然是一个关心父亲的好孩子，颇具建安风骨，为武遗风，跑进后宫代替父皇爱抚他的妃子们，替父皇除魔未到，3皇子义不容辞，属于是替父从军了。陈明相信这一条消息一旦传到前帝耳中，那局面必然是相当之精彩。自己头上竟然不知不觉中被自己的孩子戴了不知多少顶绿帽子，前帝能忍？届时必然是一场父慈子孝的感人家庭伦理剧。新闻噩耗，8皇子差点袭死，最大的竞争对手就这么结束了。而另外2位皇子也会被陈明以类似的方式拉下马。乾历3344年仲春念7，你如前世一般迎娶太平公主，琴瑟和鸣。乾历3345年和月11，太平公主杨仪为你诞下一子，名为陈安，你心甚慰。随后一如前世，你杀出了镇妖将军之名，同时你密切关注朝廷变化，将3位皇子及其下臣的罪证继续放给8皇子。3位皇子大怒，到底是谁在乱扣屎盆子？关键是扣得好准。乾历3346年至乾历3347年，堪称大乾王朝史上最黑暗的一段时期。因你放出的丑闻罪证，满朝文武近1/3被杀头，乃至满门抄斩，还有大量官员被流放。见时机已到，你放出3皇子淫乱后宫之讯息，天下为之震撼。前帝震怒，大杀后宫的同时，将3皇子削为平民，并流放南疆。看到这里，陈明舒爽的同时又有些遗憾，他在北，他在南，心心念念的3皇子就这么离他而去了。若是把3皇子流放北边，或者干脆充军上前线，该多好。到时候他好好招呼3皇子，尽一下地主之谊。决定了，下一次模拟的时候尽量找机会完成一下这个心愿。陈明自语，我乃穿越者加重生者加挂狗，你怎么跟我斗？由于你的干扰，前帝怒极攻心，于乾历3348年驾崩。8皇子继位，8皇子登基在即，诏令天下群臣回京。你选择 A 回京庆贺， B 推脱镇妖司一散布罪证， D 亲自干涉。8皇子登基，陈明是名副其实的第一功臣，在这种蜜月期，他肯定不会让双方的关系有所裂痕。你选择回京庆贺。乾历3348年，8皇子祭天登基为前帝，前帝对你大加封赏，加官进爵。同时，前帝满足你的请求，镇北军扩充至10万人，军费增加。手指拂过书页，一幕幕封赏就在眼前，陈明嘴角含笑。如此一来，不仅镇北军军力上升，而且后方总算是稳定下来了，不会出现臣等正欲死战，陛下何故先降这样的坑爹情况。登基大典之后，你请返北徐州，你将所有封赏尽数用来提升军力。有前世20年镇妖经验的加持，孰能生巧之下，你大杀北妖，震撼天下。至乾历3355年，北徐州妖迹罕见，北妖南下频率极低。接下来你选择 A 提升武艺， B 奔袭妖母， C 率军北上， D 亲自干涉。从英灵之书传来的画面，陈明可以得知，此时北徐州的镇妖进程已经与他第一次模拟时的最后时刻差不多了，可见他的效率之高。有这份功绩，一是前世积累，二是前帝的支持，让镇北军的军力比前世几乎提升了1半。而此时面对接下来的选择，陈明瞬间得出答案。第12章2次北伐，陈明没有任何犹豫，直接选择了提升武艺。陈明的目标始终未变，那就是平定北妖，塑造最强英灵。而此时的镇北军与北妖实力差距还很大，他能压着妖魔打，完全是因为这些妖魔都是南下掠夺血石的散妖而已，并非在妖王带领下进行侵略。
因此他不可能选择绿军北上，那是去送人头。至于奔袭妖母，那就更不靠谱了。他掌握的有关北上奔袭的消息，全是在前历3365年发生的，与现在差了10年。他要是现在去千里奔袭妖母，说不定能一头钻进妖王的嘴里。最靠谱的就是提升武艺，毕竟要知道阴灵之书有一个很 bug 的地方，每一次模拟都是在给陈明累积底蕴。这一份底蕴不仅包括各种讯息，同样也包括了战斗记忆。传承了上一世记忆的镇妖将军，相当于比上一世多出了20年的发展时间。而最后时期与妖将乃至妖王的连番血战，也极大刺激了他的潜力。如今距离前历3365年还有10年时间，陈明自信镇妖将军能把自身实力从准妖王提到妖王水准。你选择提升武艺，重启镇妖关之后，镇北军以镇妖关为据点，逐步扫荡四周，但并不冒进。北徐州为之一新。由于你的出色决断，北徐州固若金汤，妖魔之患似乎尽除。前历3357年，西南部宣王叛乱，前帝有心向你征调镇北军1万人，你选择 A 借兵1万 B 婉拒借兵 C 协助叛乱 D 亲自干涉。宣王叛乱，陈明自诩熟知大前王朝末期的种种变革，但是愣是没能想起来这是什么东西。好在英灵之书中发生的一切，此时都仿佛暂停住了，随着他的选择才会继续流动。掏出手机，陈明直接当场搜索，结果发现这宣王刚起兵没过2个月就被镇压，甚至不如一场普通的农民起义的影响大，属于是屁用没有了，也难怪陈明没听说过。显然镇压宣王之乱并不需要镇北军出手，不过就是如此，才显得陈明偏偏需要让镇北军协助朝廷军。原因很简单，这是前帝对他的一次试探，无非是想看看他的态度罢了。你收到前帝的消息，立刻整顿1万镇北军，命将领率军不辞辛劳，从北部赶路到中部与朝廷军会合，联手向西南。宣王叛乱于1个半月后被镇压，但最后这1万镇北军没能回来，原因是前帝担心其他王侯叛乱，暂时借兵。你心知这是前帝削弱你的兵权，维护自身安稳的手段，早在预料之中，不以为意，付之一笑。前历3362年，你感知到自己似乎突破了某个瓶颈，实力飞跃，你自信现在你可以独占妖王，乃至击而胜之。而镇北军也在这些年的发展之下，个个兵强马壮，形势一片大好。你选择 A 继续发展， B 率军北上， C 起兵造反， D 亲自干涉。毫不犹豫，陈明选择了继续发展，或者更准确来说，他是在等待时机。固然镇北军发展以及他的个人武力现在都进入平缓期，但陈明并没有选择冒进。前历3365年是他前世率500亲卫亲力奔袭北上纵横的时间点，那段时间发生的事情可以说都在他的掌握之中。只要等到前历3365年，他就相当于以更强的状态开启2周目挑战，届时连斩妖母、马踏圣山、鞭尸妖尊都会随之发生，甚至说不定陈明还能趁机斩杀1-2头妖王。毕竟要知道他现在已经有妖王水准的实力，更可以有干涉之力的临时加持。到时候北妖削弱，而大前王朝天下提振，此消彼长之下，想来平定北妖一事会走得顺畅许多。陈明很好的发挥了自己稳健的属性，根本不急，稳如老狗，静待时机。前历3365年，当听到亲卫称得知了1头妖母的讯息时，你心知时机已然成熟。这些年，你将当初的500亲卫提选出来，亲自加强训练，他们与你一般，都比前世要强上许多。此行大捷可见。随着文字演变与画面流转，一幕幕进程稳定推进。前世镇北军时常北上扫荡，而这一次的镇北军则是稳扎稳打，因而北妖相较前世更要松懈3分。镇妖将军率领着亲卫一路北上，千里奔袭。那头蜘蛛妖母被轻易斩杀，并且由于陈明与一众亲卫的武力值比前世提升许多，他在这里省下了一次干涉的机会。顺带一提，知道儿子渴望建功立业，这一次陈明把斩杀妖母的殊荣让给了陈安。被喷了满身腥臭之液的陈安斩下蜘蛛妖母的头颅，喜不自胜。陈明看着孩子的笑容，不由也笑了出来。他真是一位好父亲。在亲卫们心中，自己家将军简直是天降下凡，以前就带领他们把强横凶残的北妖打得摸不着头，如今更是千里奔袭北妖腹地，击杀了妖母。因此在听到他还不准备走，而是想要继续袭杀妖母，随后马踏圣山之后，不仅没有任何犹豫，反而一个个都兴奋了起来。跟着将军走，没输过。很快，3日后，第2个妖母伏诛，随后就是一套熟悉的伪装南下返回的流程，勾引走北妖的注意力。随后他们隐遁身形，一路向着圣山进发。圣山脚下，镇妖将军眼眸中凌厉光芒一闪而过，亲自干涉。
陈明的意识降临在镇妖将军的躯体内，周围的一切都猛然鲜活起来。翻倍力量之下，手中的方天画戟都略显轻盈。是的，他现在已经用上了镇国之宝级别的方天画戟，而非原先的龙血大戟。毕竟他跟前帝哥俩好，用上更好的东西也是应该的。而这方天画戟可以算是龙血大戟的上位替代。龙血大戟是以金铁打造，龙血滴灌，而这方天画戟是以妖龙脊柱为料，龙血浇铸而成，可想而知它的威力。陈明自语，可惜他不能认那些妖王为义父，否则不是分分钟杀穿北妖。将军，已经确定前方只有一处妖魔营地驻扎，前去探路的亲卫回来汇报。陈明一挥大戟，全速奔袭。金戈铁马声势骇人，守卫圣山的妖魔迅速反应过来。第一位出现的妖将依旧是那头熟悉的双翼猛虎，依旧是熟悉的滑铲，熟悉的秒杀。第13章风震北王。随着一虎妖将被秒杀，旗下妖魔瞬间大乱，被精锐亲卫大杀一番。随后圣山纵马，掘坟妖尊。不知道为什么，亲卫们总觉得将军挖坟格外熟练。此时其余守卫圣山的妖将终于姗姗来迟。陈明并不恋战，虽然他此时完全有能力大杀群妖，但他不希望亲卫出现无谓的牺牲。信手砍去一头双头苍狼的头颅，陈明招呼亲卫们赶紧撤退。由于他与亲卫们的实力都比前世要强，此时的状态也良好许多，因此即使妖群极力挽留，面对同样的情况，他们不再需要依靠断后而投。众人身后妖雾滚滚，妖群追杀了过来。半日后，更是有一头妖王降临。这是一头金甲巨齿蜈蚣，长有10几余米，刺足犹如滚动的巨齿。它所蜿蜒前行之处，地面千疮百孔，甚至有毒气弥漫，甚为可怖。陈明与其大战，方天画戟砸得金甲皲裂。蜈蚣妖王吃痛，嘶吼着喷出毒雾。陈明轻松闪过，却有亲卫死于毒雾，这让他发现了战机。蜈蚣妖王口吐人言，丝丝狞笑：“你能躲，他们躲得了吗？”陈明无奈，只得放弃灵活优势，与其主动缠斗。不多时，又有一尊妖王赶到。这是一头身高足有6、7米，浑身长满黑毛，肌肉球扎的牛魔妖王，压迫感极强。妖王之间平日里也素有争斗，然而此时面对这马踏圣山，更是绝了妖尊坟的仇人，自然同仇敌忾。2尊妖王齐至，这是前世未有之情形。当时他与一头狼王互相重创，也没有第2尊妖王出现。显然，即使他今生选择相同时间、相同路线，蝴蝶效应之下，还是产生了许多意料之外的变革。好在陈明对此早有准备。看着妖气滔天的2尊妖王，陈明不进不退，反而步步前行。牛魔妖王不由咧嘴一笑：“嚯，不逃跑，反而向我们走来了吗？”陈明回道：“不靠近，如何揍飞你们呢？”蜈蚣妖王嘲笑：“就凭你的力量，也敢说大话？”陈明笑了：“你见过我的全盛时期吗？3倍干涉之力，开！”4亿的妖气仿佛有了一瞬间的静止。2尊妖王惊疑不定地看着眼前的人类，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感觉不太妙。而陈明握拳，感受着自己在这一回模拟中最强的力量，这种喷涌澎湃的感觉太爽了，这让他愈发坚定的要塑造最强英灵。看着眼前的2尊妖王，他微微一笑。此前之所以任由蜈蚣妖王在他面前跳，无非是不想浪费干涉之力而已。现在这头牛魔妖王出现，倒是不算浪费了。感觉到陈明的目光在自己身上流转，暴脾气的牛魔王舔了舔嘴角，沙尘四起，狂风撕裂。仅一瞬，他出现在陈明近前，犹如一尊魔神，庞大的体型呈碾压之势，轰出一拳，好似泰山压顶。很难想象，如此庞大的体积却有如此神速。然而他快，陈明更快。臂身横扫，吼！恍惚间，似有妖龙咆哮，龙吟震天。方天画戟甩出猩红弧线，狠狠抽在牛魔膝盖，直接将其击碎。一声脆响，牛魔的右腿折出令人心惊的弧度，他随之跪倒在地。哞！牛魔妖王发出惨烈的哀嚎声，初次交锋他就被废去了右腿。要知道，他的体魄在7大妖王之中可称最强。方天画戟在手中挥舞一圈，斜肩向下刺入尘土。陈明心道：不愧是国之重宝，若是原先的龙血大戟，说不定就在这一击的恐怖力道之下断裂了。眼见牛魔惨状，正欲与他一同进攻的蜈蚣妖王惊骇欲绝，这与方才完全不是一个战斗力啊！牛魔的战力绝不在他之下，结果一个照面就落败，他也撑不住几招。固然陈明是整个妖族的生死大敌，但显然这头蜈蚣妖王宁愿违背祖宗，也不愿意亲自去见祖宗。要逃！蜈蚣妖王很果断，一看牛魔落败，离开转身就逃。哼！
想逃？陈明冷哼，自己火力全开，给你跑了，我不要面子的吗？反正牛魔行动力已失，暂时不管也可。看着飞速游行的蜈蚣妖王，陈明信手甩出方天画戟，方天画戟犹如一道红色流星，直接将其钉死在地。蜈蚣妖王嘶嘶惨叫，最后壮士断腕，任由方天画戟撕裂了他半个身体，也要挣脱开来。惨绿妖血遍地，强烈的腐蚀让地面发出嗤嗤之声。3倍干涉之力下，陈明身如鬼魅，提起方天画戟，一击消手。蜈蚣妖王不甘死去，身躯犹自颤动。随后，陈明提着蜈蚣手返回，又在牛魔惊颤的目光中斩杀了他。眼前2尊妖王纷纷被斩，妖将妖兵瞬间心神惶恐至极，再无半分战意，当场溃不成军，四散而逃。将军神威！亲卫高声呼号，心中激荡，一个个犹如打了鸡血一般，士气高昂。精锐亲卫400人，追杀万妖上百里，此战大胜。随着妖群四散，镇妖将军以1敌2，瞬杀2大妖王的消息传遍整个北妖。正在南方围堵的几尊妖王确认消息真实性之后，顿时心中惶恐，自己在这里堵路，确定不是送人头。于是南下返程之路再无阻碍。陈明结束了干涉，你爆发绝力，力斩2大妖王，士气大振，妖群溃不成军。血战一场，亲卫个个精疲力尽，妖王血肉精华十足，你将800里分麾下炙，以供他们恢复精力。可惜蜈蚣妖王浑身是毒，无法食用。2尊妖王之首被你保留，与妖尊首共治。返程途中，顺路斩杀前世发现的第3头妖母。你与亲卫安全返回王朝，事迹传出，公震天下。连斩妖母，双杀妖王，马踏圣山，鞭尸妖尊，此乃千古未有之奇功。更是带回妖尊首、妖王首，震慑群妖。天下群雄激荡，大丈夫当如镇妖将军。天下提振，国运浩荡。前帝龙颜大悦，赐你天财地宝无数，另有财帛府邸封赏，封你为镇北王，掌北徐州之地，为当今唯一异姓王，赐神威将军之名。神威将军名震天下。第14章收服楚狂。看着英灵之书上显化的文字，陈明不由得抚掌大笑。镇北王，神威将军，论他的功绩，在整个大前王朝中后期上千年的时间里，又有几位将军可以比拟？至此，豪杰级英灵应该已经是板上钉钉了。回想一路走来，似乎也没有太过艰辛，但这也是他有重生之力，外加占据时代讯息优势，助八皇子登基前帝，才能有如此建树。而3次干涉之力的加持，更是让他在个人战力上可以短暂达至时代顶峰，有太多操作空间。最重要的是，他最初的身份就是手握重权的镇北将军，这一层初始身份太重要了，可谓是王朝末期的顶级身份之一。没有这一层身份，陈明从一开始就不可能这么玩。那些副歌花费100万购置高阶媒介都不一定比得过，却被前身以10万块拿下，不得不说他的运气也是相当不错。不过陈明可不会止步于此，哪怕是豪杰级英灵，一样有高低之分。初始属性、技能、领悟、潜力、可觉醒次数，这里面都有着千差万别。他相信以自己镇北王加神威将军的称号，绝对在豪杰级英灵中也不算差，但是他完全有机会做到更好。从一开始的拥护八皇子上位来稳定后方，到现在马踏北疆，气吞如虎，走得很顺畅，但也代表第一次模拟所带来的底蕴已经被消耗殆尽。同时八皇子取代3皇子继位前帝，以及他镇守北方带来的变革，使得现代社会里他所了解到的大前王朝历史也走向失真，不可尽信。接下来他可以说是要摸黑前行了。不过陈明一点不慌，这只是他的第2次模拟，仍然处于积累阶段。想来接下来就该他一步步试探北妖虚实，为之后的彻底覆灭北妖做好准备了。你马踏北妖，连斩妖王，使得北妖胆寒，几乎没有南下掠食之妖魔。于是你开始主动带兵北上扫荡，同时你以镇北王之名向民间征兵，许多人慕名而来。前历3366年，王朝多个大州有农民起义发生，还有王侯叛乱。面对内乱，你选择 A 协助镇压， B 静观其变， C 起兵造反。这么快就又有造反？陈明看着选项，皱眉疑惑。他以为自己大破北妖，提振天下兴气，应当能让王朝气运延续下去才对。不过很快，陈明想清楚了其中关节。他知道大前王朝最后为北妖所吞灭，因此他认为北妖是最大的敌人。而生活在大前王朝里的那些水深火热的平民百姓，显然是不管你北妖南妖，对他们而言，最大的祸患不是妖魔，而是腐朽黑暗的王朝统治。陈明镇妖有功，关他们什么事？本来北妖就没有打到他们那里去，北妖如何他们并不关心。
他们只关心自己是否还能活下去，要活不下去了，自然就起兵造反，掀起农民起义。协助镇压还是……思量片刻，陈明选择协助镇压。固然，按照正史，这些起义并没有掀翻王朝，但是重要的是，他现在是王朝唯一的异姓王。协助镇压，表达对前帝的忠心，才能让他更安稳地相信自己。前一次模拟的苦果，可还历历在目呢。说到底，不仅是皇帝要有容人之量，他自己也要让皇帝能够相信他，哪怕只是做面子工程也好。你选择协助镇压，有了你的协助，起义被迅速镇压。乾历3367年，你回京述职，遇武痴楚狂向你求战，你选择 A 避而不战，B 击而胜之 ，C 怒而斥之。武痴楚狂，陈明听说过这个名字，他如今也被人以婴灵的形式召唤出来过，乃是一婴才级婴灵。从此人之名号就可以看出他的为人。武痴楚狂出自楚地，为人狂傲不羁，又视武如命，喜好挑战强者，且慕强辱弱，常不顾尊卑礼法，多次被押入大牢，又因其是上阵冲锋杀敌的猛将而被释放。此前的宣王叛乱之所以2个月就被镇压，就是因为楚狂义气当千，率领千骑冲破万军，直取宣王首级。随后庆功宴上，醉饮的楚狂宣扬自己的功绩，讽刺其他将领皆是猥琐怯懦之辈，随后当场与人动手，被关进大牢，近些日子才放出来。楚狂这样的人，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肌肉大脑子小，武力值点满，但为人处事一窍不通。陈明此时既是赐封神威将军，又是当朝唯一异姓王，权势滔天，寻常高官巴结他都来不及，又怎敢冒犯他？显然，也只有这样的人胆敢当众请求与他一战。至于挑战他的原因，无非是慕名而来。陈明思量，若能收服楚狂人，倒也算是得意猛将。你尚未出生，左右亲卫纷纷斥之，挑衅王爷，按律当斩。你平退左右，无妨，尽可一战。演武场上，万众瞩目，一是当朝王爷，一是猛将楚狂。众多将军闻声而来。楚狂武力无双，不知神威将军对之如何？你深知，对付这种狂傲不羁之辈，必须以力压之，令其心服口服，方可任你所用。你主动舍弃方天画戟，与其徒手作战。前世今生战场厮杀数十年的经验，让你无比自信。你大开大合，以伤换伤，10招镇压楚狂。全场叹服，楚狂倾倒。基于强大的实力，陈明正面压制，大败楚狂。楚狂因之一改刚见面时的狂傲无礼，对陈明崇敬有加。不过，此时的楚狂在京中任职，不便直接到镇北军中，他只能算是陈明随手走的一步闲棋。10日后，你返回镇北王府，途中遭遇刺杀，刺杀者乃是3名蒙面人，个个实力强横。你选择 A 立刻遁逃， B 与之交锋， C 尝试交涉。刺客，陈明一惊，有人要杀他。不过以他的身份地位而言，招来刺客很正常，只是他平日都在镇北王府或是镇妖关，根本没有机会刺杀。是谁要杀他？没有犹豫，陈明选择尝试交涉。你尝试与他们交涉，但3名刺客一言不发，一味对你攻杀。幸而你身旁的亲卫皆是精锐，外加自身实力强横，2名刺客战死，最后1人服毒自杀。你仔细检查3人，发现全是陌生面孔，且浑身上下没有任何可以证明身份之物。线索中断。第15章梅开二度。消息传回京中，前帝震怒，下诏彻查此事，同时严查京中所有官员，发现诸多罪证，将数十名高官打入大牢，秋后问斩，但无一人与刺杀案有关，最后只得不了了之。哪里来的刺客这么专业？不仅实力强大，而且还都是死士。陈明无奈，线索中断于此，此后说不定还要有多次刺杀，不得安生。而通过英灵之书所传来的画面来看，前帝确实是震怒，彻查此事，杀得京城人头滚滚。虽然都跟此案无关就是了，他也曾怀疑干脆就是前帝在贼喊抓贼，但是完全想不到理由。现在大前王朝内忧外患的正是风雨飘摇之际，自己又是他的坚定拥趸，前帝发疯了才会来杀他。也有人说，这样实力强大又宁死不屈的刺客多半是来自幽冥。幽冥是一个刺客组织，在大前王朝中后期颇为有名，陈明也在网上查询过这个组织的消息。幽冥的刺客，说是刺客不如说是义士，他们自发组成幽冥，以幽魂厉鬼为名，隐姓埋名，行走在黑暗之中，所杀之人下至村霸，上至高官，只要为恶皆可杀。甚至这个组织还曾成功刺杀过一任前帝。至于他们的收费相当稳定，数百年未变，30文杀一人。30文是平民百姓饱食一顿的钱财，而深受贪官污吏之害的也就是这些普通人。
只要30文，足以让幽冥的刺客吃一顿饱饭的钱，他们就为你奔走千里，刺杀蛀虫。以陈明查询到的消息，这个组织直至苍冥界毁灭，在民间风评依旧很好，算是把义贯彻到底了。所以陈明不太信是幽冥的刺客来杀他，但究竟是谁，他也不得而知了。乾历3370年，成王、楚王叛乱，盘踞一方，朝廷久攻不下。乾历3371年，又一次农民起义爆发，称义军。乾历3373年，北方妖魔休养生息数年，开始大举进犯。内忧外患之下，你选择 A 镇压北妖 ，B 退守北徐 ，C 起兵造反。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北妖开始主动进犯，陈明自然不惯着他们。后面2个选项他是看都没看。北妖在妖王的带领下开始有序南下，意图趁着大前王朝内部大乱、国运动荡之际吞灭王朝。你亲自率兵镇守在近年修建的镇妖长城。北方妖魔猛攻3年，妖血将镇妖长城前的土地侵染了一遍又一遍，方才退去。不断接收着英灵之书传回的画面，陈明看到妖雾散去，松了一口气。妖魔大举进犯的场景过于惊悚，通天弥漫的妖气能把久经沙场的老兵都震得心头发颤。好在有他带领的镇北军远不是苍冥正史的镇北军可以比拟的，他马踏北妖的经历早已使得镇北军无惧妖魔。而且北妖少了3头妖母、2尊妖王，而镇北军这边则是重启了镇妖关，还以此修建了镇妖长城，使得防守起来压力骤减。然而即使如此，妖魔依旧能猛攻3年，可见北妖之凶残。也难怪在苍冥正史里，北妖一步步蚕食大前王朝国土，最后吞灭整个王朝。乾历3377年，义军被镇压，成王身死，成王军不成气候，楚王军则被压缩一地，慢性死亡，天下暂时恢复和平。乾历3378年，前帝邀你进京一叙，你选择 A 反京进攻， B 委婉拒绝， C 起兵造反。他找我作甚？难不成是借兵，或者干脆让我领兵去把叛乱藩王给剿灭？陈明皱眉，这里就体现出英灵之书投影模式的一个缺陷了。他这个投影说到底并非由陈明完全掌握，像是现在他只给了反京、拒绝、造反3个选项。以陈明的生活经验，那些在 VX 上找你聊天只发了1个在吗的多半没有好事情，像这种情况他都是不回消息，坐等对面说事情的。但现在面对英灵之书的问题，陈明想放置也不行，想修书一封问问前帝怎么个事也不行，只能3选1。这是他先前在北妖领域将3次干涉之力全部用掉的后遗症，否则他现在能以亲自干涉破局。这里也算是给陈明提了一个醒，原来英灵之书的使用还有这么一个注意事项。最后他选择反京，你选择反京进攻。你在太监的带领下走向前帝御书屋，前帝手中捧书，似乎有些苦恼。前帝问，书上说古时候有一个被称为兵仙的人，用兵无双，乃是开国功臣，然则其列地封王之后有造反之能，你说皇帝该杀他吗？你心中大惊，面上则不动声色，道不该杀。兵仙虽有造反之能，然则诸王皆可有造反之能，假若他没有造反之时就贸然杀之，岂不是让诸王皆造反？前帝叹息，话虽如此，但兵仙与其余诸王不同，他太危险了。诸王之叛可以平，兵仙之叛如何平？皇帝也舍不得杀兵仙，可兵仙最后还是身死宫中。前帝问，兵仙可杀，镇北王可杀否？话音未落，5名黑衣刺客现身。你恍然大悟，原来此前在自己返回镇北王府时刺杀自己的3名刺客，竟然真是前帝派出的。好一出贼喊抓贼！彼时他怕是还借此时机大杀了一番朝中老臣，将自己的心腹换上。你意欲反抗，却发觉手脚无力，同时耳边不断传来自己带来的轻微的惨叫声。前帝道，将军勇武过人，不可不防。将军进宫，经过3处焚香走廊，这3味焚香分开则提神养气，合意则化作软筋消骨之毒。你大惊失色，发现自己果真手脚无力，你身死宫中。前帝亲自上前为你和睦，引气，将军神威，若是真可一心为我所用，天下大定矣。你死了。第2次模拟结束，剩余3次模拟机会。第16章神威将军，你踏马！陈明怒了，你们大前王朝的皇帝都有毛病的，不背刺自家将军不爽是吧？陈明承认自己确实是太把皇帝这种狗东西当人了。8皇子也好，3皇子也罢，说到底都是一丘之貉。为了保住自己的皇位，这些与亲兄弟厮杀而后登顶的人，没有事情干不出来。第1次模拟也就罢了，彼时是他考虑不周，没有站队。但这一次模拟又是为何？他虽然知道皇帝好杀功臣之理，只不过
他确实是万万没有想到前帝会在这种时候背刺他一个从龙之臣，就像是韩信想不到自己会身死皇宫，陈明同样如此。在陈明眼中，就算是要鸟兽尽良弓藏，那起码也是在他彻底镇压北妖，天下大定之后吧。他喵的，现在天下正乱着，就这么把他杀了。显然八皇子的猜忌之心更在陈明的想象之上，几位王爷的先后叛乱已经让他犹如惊弓之鸟，随时担忧自己会被人从皇位上拉下来。而在他眼中，对他威胁最大的就是当初一手把他扶上皇位的镇北将军，当今的镇北王。前帝对镇北王不安的来源太多了，数万精锐镇北军，镇主高公，还有镇北王本身纵横北妖的强大武力。最重要的是，前帝看不到镇北王任何弱点，他不贪财不好色不结党营私，对内则家世和谐兵将幸福，对外则镇妖北妖马踏圣山。当初他更是以自己无法理解的手段，硬生生不露面就把3位皇子拉下马，把自己扶持成前帝。这样的人没有任何把柄在自己手中，又该如何掌握？前帝珍惜这样的镇国之助，但更害怕他一朝兵临城下，改天换日。兴许在他眼中，镇北王之害更在北妖之上。即使前帝数次借兵于镇北王，镇北王皆一一应允，但在他心中，这样又如何？左右是你故作臣服，麻痹我的手段。在八皇子前帝这样狭窄猜忌之人的心里，怀疑既已产生，罪名便已成立。随后无论你做了什么行为，他总能找出夸大可怀疑之处。想来在当初陈明从北境归回，功劳大过天，让他不得不封镇北王时，前帝就已经在心中宣判了他的死刑。于是在镇北王又一次抵挡住北妖进犯，彰显北妖不足为惧之后，他立刻下手坑杀镇北王。看似不得不杀，惜才至极，其实早就是巴不得镇北王赶紧死。不管镇北王做什么，前帝只想镇北王死。镇北王愿意借兵也好，又或者哪怕故意表现出成名天下，而后恣意放纵也罢，只要镇北王一日手中有兵权，那他就该死。哪怕镇北王愿意放出兵权，仅仅保留着勉强抵抗北妖的军队，恐怕富有盛名的镇北王在前帝心中依然该死。把思维带入前帝，陈明很快就想明白了一切。帝王信，即使如此，他仍然不能接受。数字不足与谋，他是真的只想留下传世英名，塑造最强英灵。什么破皇位，他一点兴趣都没有。结果根本没人信。所以说，既然这么想让我造反，那我干脆就反了得了。陈明恶狠狠道。难怪从当初第一次模拟开始，就有那么多个起兵造反反复出现。感情是英灵之书在暗示他，那就把这前帝之位夺下来好了。他直接上网开始查询大前王朝末期最详细造反攻略全简。不过在此之前，他需要先接收第二次模拟的成果。英灵之书上无数文字悄然淡去，重新幻化为黑墨，演变新的文字。第二次模拟总结：你重生归来，铭记上一世被3皇子被刺身死的痛苦，决定站队8皇子，做从龙之臣。扶持8皇子上位后，你不再参与朝廷纷争，开始专心镇压北方妖患。在武艺日益精深之后，你再度马踏北妖，威震天下，有神威将军之名，封镇北王。然而你以为局势一片大好，最后却还是因不懂帝王心而身死宫中。英灵已铭刻。总结完毕。第二次模拟页面下出现了本次英灵的信息。英灵信息：姓名陈明，称号镇北将军、镇妖将军、神威将军，品质豪杰，可觉醒次数2次，觉醒状态未觉醒。05方天画戟未觉醒。潜力8，属性力量1加，速度1，防御1，耐力1加，灵力 F 加。技能镇妖战法龙吟狂舞。看着英灵信息，陈明不由满意点头。虽然说他被前帝坑杀于宫中，但是此前的功绩并没有像第一世那样被掩埋，塑造出潜力足有8的豪杰及英灵，合情合理。而他的属性也让陈明甚是满意，不仅是基础属性大幅增加，而且还多出了一个龙吟狂舞的技能，05也有龙血大戟进阶为方天画戟。最重要的是，可觉醒次数由1次变成了2次，这代表着这位豪杰级英灵可以从镇北将军进阶到镇妖将军，最后变为神威将军，达到陈明在投影中的完全体。而随着上位替代神威将军的出现，镇妖将军被其取代。随着书页信息的变化，陈明忽然感觉到极度疲惫，不由打了一个大大的哈欠。原来英灵之书不断将投影中几十年的画面传递给他，让他能熟知英灵的一切战法的同时，也让他的精力大幅消耗。看看时间，发觉不知不觉中竟然已经过去了2个半小时。2个半小时的高频负荷已经让他十分疲倦，也就是刚被刺，十分愤怒，才暂时没有察觉到而已。哈欠连天，头昏脑胀，
陈明只得把英灵之书收起，往沙发一躺，倒头就睡。算了，先暂时放他们一马。此时，陈明发觉自己已经拳打妖王，脚踩前地，造反！呸！为天下声名奉献而任皇帝一职，外镇北妖内压叛乱，留下大前王朝最强传说，理所应当塑造出了最强的英灵。然而，秉持低调的原则，他并没有显露出来。在学校的御灵班里，有人觉醒了英才级英灵，十分得意，看陈明闷不作声，就上前挑衅，说他肯定只有一个弱鸡英灵。陈明一再忍让，最后忍无可忍，当着所有同学和老师的面显露出自己的弱鸡英灵。什么？竟然是那位从未被召唤契约的大前王朝末期的神威大帝！你是？陈明见状，不由歪嘴一笑，没错，我就是。随后他虎躯一阵王霸之气散发，顿时敌人跪倒，小弟来投，清纯校花青睐有加，美女老师另眼相看。啊！陈明打了个哈欠，坐起了身，回想起刚才自己做的梦，他有些无语。什么情况？他居然做了这么真实一个梦？是他龙王小说看多了，还是身体年轻，心也跟着年轻了？陈明不由轻笑一声，他现在生活有目标，倒是确实比之前当社畜的时候有活力多了。至于方才的那个梦，大概是因为他在睡梦中身体自发开始消化白天陆陆续续接收的几十年镇北将军记忆所导致的。第17章，我也被刺。掏出手机一看，居然已经接近12点了，一觉睡了快20个小时，难怪肚子饿得咕咕叫。又点了一份外卖，陈明开始在网上钻研大前王朝末期造反攻略，甚至于直接搜索哪个地妖大的说一下，如果你是镇妖将军，如何能称霸天下？知乎上这种文章很多，陈明点了一个点赞量最高的进去。谢药，人在飞机，刚下美国。一边吃着外卖，一边研究，看他们说的头头是道，陈明连连点头。你们的创意不错，我去给你们实验。吃饱喝足，陈明也已经准备充分。智乎战神，请求出战。英灵之书启动。3皇子8皇子，我又回来了，跟我们挂比斗，你有这个实力吗？第2次模拟开始。锚点1时间乾历3343年腊月18，地点北徐州镇北将军府，身份镇北将军陈明，状态良好。锚点1、2，时间乾历3365年，地点北徐州镇北将军府，身份镇北将军镇妖将军陈明，状态良好。锚点1、3，时间乾历3366年，地点北徐州镇北王府，身份镇北王陈明，状态良好。剩余模拟次数2，与之前一样，第2次模拟也留下了自己的锚点。这一回锚点的生成时间是陈明已经北伐回归封镇北王的时期，这时候的他刚完成北伐目标，可谓是志得意满。镇北王名震天下，而镇北军兵强马壮，个个精锐，士气大盛，可谓大前王朝最强军。然而陈明也心知，此时的前帝恐怕已经不再把他视为自己的臣子，而是当做一个潜在的巨大威胁。若是不曾在网络上寻览一番，也许陈明就选择锚点3了。这样不仅能给他省下大量时间，陈明还察觉到每一次重生归来都代表着他的3次亲自干涉机会的刷新。也就是说，他相当于白过了北妖这一关，能留着3次干涉机会慢慢使用。这样的话，既然已经决定造反，陈明的操作空间可以说很大。他退可以积蓄力量，待到前世成王、宣王叛乱、国家动荡之际，一举进京拿下皇城。更激进一些，他甚至可以在前帝意欲坑杀他时，一举爆发所有力量，直接把5名杀手连同前帝一同干掉。然而，从网上浏览了众多帖子的陈明意识到，天下并非是他造反成功成为皇帝就安定了的。前帝自己当皇帝名正言顺，此时不一样，是风雨飘摇，岌岌可危。他若是以强硬手段强行杀死前帝而后称帝，那他的位置比前帝还要做得不安稳。那些军阀、王爷叛乱起来都不需要理由了，直接就是杀陈明、复王朝。到时候情况就变成了没人被刺他，但他直接需要与全世界为敌。若是一招落败，直接就从英雄镇北王变成了乱臣贼子，英灵品质肯定一落千丈。因此造反肯定要造，但不能硬造。简单来说就是他既要称帝，又要名正言顺，或者名不正言不顺，但势力足够强大，没人能反对。而决定他能否在暗中完成造反大业的，就是他的身份。身为势力强大的镇北王，无论如何都是引起全天下瞩目的。与他相比，镇北将军都显得微不足道了。因此即使镇北王这个开局再好再舍不得，也必须放弃。在造反这方面，镇北将军的优势其实大于镇北王。陈明选择了锚点1，
不只是镇北王这个身份有问题，他的造反计划从一开始就需要打好基础。乾历3343年腊月18是日，大雪3尺，2度毙命，3度重生。你又一次重生归来，心中知晓未来发生的一切事情。你决心做出改变，再造乾坤。今生太子依然死于你的辖区，你难就其责。前帝下诏书命你立刻进宫。接下来你选择 A 反京进攻， B 婉言拒绝， C 起兵造反。D 亲自干涉。没有任何犹豫，陈明直接选择反京进攻。造反是要造的，但不是现在。他要把自己优势发展到最大。面对诏书，你选择回京请罪。前帝提出联姻，你依旧同意，随后请返。返回镇北将军府的路途中，又有多名神秘人出现。你如同前世一般杀死他们，以彰显自己并无站队之意。随后，你再次暗中来到八皇子寝宫。没错，陈明再次选择暗中站队八皇子。陈明很清楚自己的优势来自重生，就像是前世他一直等到乾历3365年，也就是第一次模拟时奔袭妖母的时间才选择北上一样。他在通过更改选项来扩大自己优势的同时，会尽可能保持其他事件的相同，尽量避免蝴蝶效应，才能让未来走向不至于迅速脱轨。所以就算八皇子被刺了他还是选择了前世合作过的八皇子。最起码选择八皇子就代表着，就算他成为镇北王，依旧能与八皇子当上30年的表面好兄弟，稳定性很高。有了前世的经验，你与八皇子彻夜长谈，八皇子惊叹有加，称你为他的天策之将。你笑称微臣忠心耿耿，只愿紧随陛下脚步，永固大乾王朝的天下。八皇子笑斥你口无遮拦，一番虚臾委夷，陈明与八皇子你侬我侬，深情蜜意。天际将明时分，陈明悄然离开八皇子寝宫，脸上带着冷笑。这一回可算是要轮到他先动手了。随后的时间里，迎娶公主、太平公主杨仪诞下陈安，你杀出镇妖将军之名，一切事情有条不紊的发生。同时你密切关注朝廷变化，将3位皇子及其下臣的罪证渐序放给八皇子，但你保留了相当的一部分文武大臣的罪证。你也命人将部分八皇子及其臣子的黑料罪证送至其余3位皇子的手中。八皇子只道是他人搜集来的，根本想不到是你在被刺。乾历3346年至乾历3347年，朝堂的混乱程度更在前世之上。随着3皇子淫乱后宫等消息的流出，3位皇子彻底退出竞争者舞台，而他们亦有临死反扑，放出八皇子黑料罪证。老乾帝心力交瘁，膝下子嗣要么私生活混乱，要么有谋反之心，不然就是混吃等死。老乾帝于乾历3348年准时崩殂，临死前只得将皇位传给差强人意的八皇子。八皇子滥竽充数登顶乾帝，但他的皇位远没有前世稳固。第18章造反之前，看着英灵之书上的文字，感受着鸡飞狗跳的皇城，陈明不由冷笑，让你丫的喜欢被刺，现在舒服了。一边背刺八皇子，一边享受他的加官进爵、大加封赏。八皇子舒不舒服他不知道，反正他是舒服了。动摇八皇子的统治稳固性只是他的第一步，而暗地里他还留下了大量被自己掌握有罪证的文武官员。为了稳固自己的统治，八皇子可是把这些老臣都好好招待着，一个没敢换呢。他根本不知道里面藏了多少个定时炸弹。陈明深知想要造反成功，只削弱对方是不够的，还得增强自己。想要造反成功，他得有强大军队，而军队的强大离不开钱。首先得有钱。你牢记记忆中的几个富甲一方但为富不仁乃至鱼肉乡里的附身恶霸，将其查处并抄家，深受其害的诸多乡民对你大为称赞。现在钱有了，顺便还收获了民心。以他的经验，等自己压着北妖打之后，征兵肯定很容易。至于他一个镇北将军，大量征兵会不会引起皇帝警惕？理由陈明都想好了，妖魔屡屡南下，镇北军损失惨重，说不定还能骗点军费来。除此之外，陈明还知道，他想要造反，必须要打好跟士兵的关系。要知道，历史上造反，结果没过多久就被手下兵卒给抓去进京邀功的人可不少。虽说他武力高强，不怕这个，但这也表明军队内部没有凝聚力。而想要军队凝聚力，对陈明来说很简单，他第2世就已经很熟悉这个流程了。在这混乱的时代，入镇北军之人，若非对北妖有深仇大恨，就是渴望建功立业，又或是想要俸禄。所以陈明只要带着他们连胜痛打北妖，就能让大量士兵心悦诚服。这时候他再接连给手下兵卒增加俸禄，反正他也根本不在意这些钱财，现实世界能用的另说。连打胜仗，为人威严而不凌厉，常与士卒同甘共苦，还给加薪。
试问此时哪个士兵不向着他？除此之外，他还在跟亲卫们闲聊时，经常隐隐约约地提起，如今的天下，圣上身带污点，奸臣祸乱朝纲，士绅欺男霸女，而我的目标，先要镇压北妖，随后重整朝纲，最终提振国运。将军来了，天下太平了。将军来了，青天就有了。想起那些人丑陋的嘴脸，再想想自家将军的为人以及对他们的好，这一对比之下，差距可太明显了。亲卫们潜移默化间就刻骨铭心了。自家将军不仅想要为王朝镇压北妖，还时刻惦念着肃清天下混乱。圣人啊！甚至有的亲卫在私下闲聊间还曾提起，如果让自家将军当皇帝，肯定是天下太平，四海昌盛。这些亲卫在带领队伍时，再把自己的想法随口说给底下的士兵，于是惦念着将军对他们的好，士兵们口口相传，这种想法就逐渐在整个镇北军中弥漫起来，愈演愈烈。感受着底下风气的形成，陈明微微一笑，以本将军的要位，皇上绝对不会放过本王。难道孤就等着他被刺？寡人不服！来人啊！当今陛下想要造反，给朕把这乱臣贼子拖出去斩了！叛军1号，准备就绪。当然，他还没有急着叛乱，枪打出头鸟，他还是懂的。在他的印象里，后续会接连有好几次比较大型的叛乱或起义，分别是前历3357年的宣王叛乱、66年的农民起义，但真要算动摇王朝根基，还得是70年的成王、楚王接连叛乱，以及71年成就义军之名的超大型农民起义。而且他听说义军那边的领袖是陈胜和吴广，听名字就有够猛的。很显然，他造反的最佳时机就是义军兴起、双王最盛的前历3372年。届时天下大乱，朝廷兵马皆在镇压起义叛乱。他镇北将军为了保护皇上，10万大军一路直接开赴皇城，很体贴，很合理。相信圣上他一定感动极了。而他现在也有别的事情等着去做，招募乱世英才。众所周知，乱世出英雄，大前王朝也不例外。王朝末期正是社会变动激烈、英雄辈出的年代。只不过谁是真英雄，谁是蜡枪头，那都是要时间去检验的。而显然，从未来而来的陈明可以直接瀚海识珠，点名搜寻那些真才。每一个王朝都可以粗略分为开国、前期、中期、末期。而面对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网友们很喜欢去给他们排资论辈，争一个能力高低，排一个英雄榜出来。就像很多网友提问，如果你穿越三国，你心中的梦之队由谁组成？不过三国的英豪们已经随时间而逝去，苍冥界的英灵们现在还活着。在御灵世界的网络上，有时候甚至能看到英灵们亲自下场，为英雄榜排名争个你死我活，乃至直接上场 solo。 陈明自然是针对性去找了大前王朝末期的梦之队，点赞量最高的先把4大美人找来，再把南北神医叫上。抛去这种绝顶美人加神医的皮皮组，剩下的都在认真分析哪些带兵打仗顶，哪些治理后方有用。而陈明不仅看他们的个人能力高低，还要看忠心程度与性格，免得再次遭遇被刺。陈明第一个找的就是将帅。说到底，他领兵打仗的能力不咋地，全靠镇北将军本身的能力作战。打妖魔有一手，对抗军队他是睁眼瞎。之后要造反，一名优秀的帅才是少不了的。他需要一名能够统帅3军又能让他安心的帅才。最后他把目光放在了宁景身上，此人在一份比较公认有可信度的排行榜上排在第5名。宁景此人可谓是怀才不遇又士为知己者死的典范。他本在京城求学，恰逢天下大乱，纷争不断，就时常点评天下。可惜他说的天花乱坠，却无人用他，更有人说他只是纸上谈兵。有人就笑他，你说你行，那现在朝廷不用你，你就去叛军那边啊？去就去。宁景真去，这一去就在纷乱的大前王朝末期排出了一个帅才第5的排名。第19章收服英才。当然，宁景的成帅之路没有这么容易。他一个没有背景、没有履历，空口说自己能率任3军，谁信？不仅没人信，他还吃尽了嘲讽。这人帅一路，宁景一走就是30年，从20岁出头风华正茂的青年，变成了面容沧桑的中年。幸而后来他走到了义军所在地，陈胜、吴广听说过他，就招待了他。你说你能人帅，我们给你一支队伍让你带领。宁景拜谢。后来他凭借个人能力，从一支100人队伍的领头，变成对整个义军出谋划策。直至后来陈胜、吴广身死，他依旧带领义军顽强抵抗。要知道，其余王侯叛乱那都是有深厚根底的，而义军说白了就是一帮农民活不下去，于是连着一起造反。其目标最初就只是能活下去而已。
从各种方面都跟王侯军甚至朝廷军比不了。然而他依旧凭借自己的才能与朝廷军周旋良久，甚至险些挺进京城。可惜最后功败垂成，因手下人的叛乱而功亏一篑。饶是如此，他依旧在英雄辈出的王朝末期排在了第5，可想他的才能。最重要的是，他已经证明了自己有武侯之居功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这一点对于陈明来说是很重要的。如此，他可以完全信任宁景，而自己专心对付北妖。不然，他给自己招一个曹操、司马懿之流，那他是不用玩了，等着被刺吧。除了将才，他还搜寻了许多其他方面的人才。这些人此时大多都还没有显露名声，许多人都与宁景有相似的经历。殊不知，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很快就有人以最大的信任把重任委托给他们。顺带一提，在将才方面，有人推荐武痴楚狂。此人虽然在为人方面有很大问题，但是在冲锋陷阵这方面有万夫不可敌之勇。当然，前提是你要能收服他。而显然，陈明在这方面很有经验。历时1年，你派出的密探将包括宁景在内的诸多英才带到你面前。这些人不仅是各方面的英才，而且有经过时间检验的忠诚，可以完全信任。此时，他们大多表现得不安焦虑，听到你寻他们来，是为了托以重任。众人震惊，发觉你并非玩笑之后，他们纷纷那头拜谢，称必生死相随。其中最震惊的还要数宁景，其余人要么职位没他高，要么已经开始崭露头角，证明过自己的价值。只有他，不仅此时只是一个怀才不遇的读书人，甚至还被委托了总领镇北军的重任，甚至在行军打仗中，他还可以命令指挥镇北将军。他的心情如同一个刚毕业找不到工作的年轻人，忽然被托成为世界500强企业的总董事长。可想而知，此时的他是多么激动，多么感恩陈明。他现在简直是巴不得以死证明自己的忠心耿耿。以宁景为义军做总帅来看，他对造反肯定没什么抵触，他对朝廷的不满由来已久。于是陈明直接把他的造反计划告诉宁景。宁景再次千恩万谢，表示定不辜负将军的信任。不过此时的宁景在任帅方面肯定比不上前世身为将帅第5的他。好在此时距离陈明的预计造反时间还有20年，有的是时间让他慢慢提升自己。陈明对这群英才寄予厚望，而手下的兵卒们则表示不理解，这群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人，怎么忽然就在他们头上了？那些素有名声的也就罢了，怎么还让一个毛头小子当他们的总帅了？他们不服。一段时间之后，他们服了，心服口服。风气则从质疑变成了称赞将军的慧眼识珠，知人善用。收复群英之后，你将军队托付给宁景，让他以妖魔练手，提升自己领兵打仗之能。你则是日益精深武艺。诸位英才证明了自己的价值，一切都井井有条。镇北军规划更上一层楼，北徐州妖魔为之一空。前历3357年，西南部宣王叛乱，前帝有心向你征调镇北军1万人，你选择 A 借兵1万 B 婉拒借兵 C 协助叛乱 D 亲自干涉。宣王叛乱，陈明眼神一动。前世他并没有把宣王叛乱放在心上，毕竟这是一个在后世都没有怎么提及的叛乱，总时长不足2个月就被镇压了，根本没有深远影响。而现在回过头去看这段叛乱的陈明发现，关键点其实并不在于宣王，而在于他自己。试问2个月就被镇压的宣王，有什么势力能把前帝逼得借兵？须知皇帝向臣子借兵，这是很丢份又损脸面的事情。显然这其实是前帝对他的一次明牌试探，只是前世的陈明当时自以为后方已定，一心想着镇北，没有考虑到而已。近来镇北将军声名显赫，面对前帝的借兵，陈明这个镇北将军若是不借，那就是有拥兵自重的嫌疑。若是借了，前帝保证把1万士兵来一个拆分化解，分入各个军队之中。借出去容易，若想要回来，那就难了。可谓是刘备借荆州，有借无还。这是前帝便向削弱镇北将军而增强自己的手段。你与下属讨论此事，将自己的猜想说了出来。这些英才此时已经知晓你造反之意，因此纷纷认为不必借兵，可以以镇北为由推脱。唯有宁景认为这1万士卒借之甚好。英灵之书将画面传递了过来。书屋中，镇北将军与众英才议论。宁景道：既然将军已有再造乾坤之意，不如就将这1万士卒借与前帝，来麻痹他。反正我们钱粮正多，与北徐州又名声大佳，想要补充并不困难。1万士卒说少不少，但说多也不多。更何况以属下这些年游历天下的经历，发觉天下之大，能与镇北军比较士卒待遇的绝无2家。因此那些被拆分出去的士卒，不仅不会因时间而逐渐丧失归属感，反而会因此分外想念。若是他们能把这种风气传出去，说不定到时候会有意外之喜。宁景之所言，
建立在镇北军士卒对镇北军有强烈归属感的基础上。他相信，就算这些士兵到了皇帝手下，依旧会惦念着将军。这就像是教育局说一周上7天课，而学校说一周上5天课。现在教育局要你听他的，你听吗？你必须听学校的。第20章，万事俱备。宁锦的想法与你不谋而合。这些年，你为了增强士卒归属感，早有准备。于是，面对前帝借兵，你迅速回信，称王侯叛乱，不可饶恕，天下人人得而诛之。你愿借兵1万，他要，他就给了。他真给。陈明不仅给，而且给得很快很果决。前帝收到信没几天，就得知手下到账1万镇北军，而且看得出来都是训练有素的士兵，而非一群臭鱼烂虾。本来已经做好被拒绝的准备的前帝，只得一脸懵逼地将镇北军分散打乱，化为己有。他长叹息道：“镇北将军，真乃朕之肱骨心腹之臣，有他镇北，朕很放心。”此时，朕很放心。明冷笑：“老壁灯，真敢收我的兵？等死吧你！”前历3357年，由于你的借兵，宣王叛乱历时1月出头便被镇压。前历3358年，你回京述职，前帝设私宴与你饮酒，席间称如今天下大乱，而你是他的心腹重臣，言语间隐约提及那1万士兵。饮酒4醉的你一挥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了江山社稷的安稳，那1万士兵就赠与陛下，不用还了。前帝大喜过望，又是与你一番推心置腹。第2日，你无意中碰见楚狂，楚狂素闻你善战之名，上前寻战，你大败楚狂，楚狂倾倒信服。陈明拥有2世积累，此时的个人战力早已到达巅峰，前世又与楚狂交过手，因此想要战胜他简直是毫不费力。楚狂大为震惊，没有想到镇北将军如此之强，自己在他面前根本走不过几招，因而一改最初的态度，变得崇敬有加，对他极其尊敬信服。陈明早已知道楚狂此人好战吃武，尊崇个人，但心无礼法，没有什么家国情怀，因此陈明收服了他，让他叛变他也毫无抵触。事实上，苍明正史中楚狂就干过类似的事情。于是陈明把自己的造反大计告诉了楚狂，等到他称帝，到时候封楚狂为中武大将军，10万大军任凭差遣，北邀侯业，想打哪个打2个。楚狂连声表示自己现在在皇城护龙军做副统领，等到镇北大军开赴皇城之下，他到时候把城门打开，恭贺将军。而此时前帝正跟大太监乐呵呵闲聊，朕有镇北将军这样的忠臣，天下稳了。陈明刚回到镇北将军府，就得到后勤人才池建传来的讯息，今年京里那些大臣们该上贡的财帛已经全部到位，军队的建设离不开钱财的支撑，更何况镇北军的待遇远超其他军队。当初收刮那些为富不仁的富商的钱财，早就用得差不多了，那些只能算是一时的暴富，真正持续性源源不断的财帛，还是得从京城中的贪官污吏身上刮下来。在第20中，陈明把朝中他所知道的所有黑料尽数告诉了八皇子，八皇子得以把那些人全部拉下马，随后换上了自己的心腹。而这一事，他在最初就保留了相当一部分的隐秘，如今那些大臣还有很多仍然在朝中担任要职。八皇子一边看着他们的位置，一边又没有理由把他们拉下来。可以想象，这些当初没有站队八皇子，如今日日夜夜提心吊胆的大臣们，看到自家桌子上忽然多出一份写有自己所有贪污之事的书信，心中有多么惶恐。若是这封书信送到御书屋，他们立刻就得被满门抄斩。诸位大臣，你们也不想自己干的事情被陛下知道吧？无奈之下，他们只得暗地里效忠于陈明，每年上贡大量财帛，而这些用于建设镇北军的财帛，就相当于把他们绑在了造反大船上。背叛这种事情就跟女装一样，只有0次与无数次。很快，这些大臣就通通变成了陈明的形状，每年上贡的财帛一分不少，而且极其准时。至于告发陈明，他们没有这个胆子。须知，如今镇北将军势大，他若是想，立刻就是割据一方的豪雄。若是他们真的把消息告诉皇上，皇上肯定是为了稳住镇北将军，而判他们一个污蔑朝廷重臣的罪名。到时候不得来一个酒足消消乐？告发镇北将军没有好处，既然反抗不了，那就躺下享受喽。咬住牙关躺好床，疼点总比抄斩强。反正身为贪官污吏，这些人本来也就没什么良心忠心可言。流水的皇帝，铁打的官员，谁当皇帝关他们屁事？只要不动他们的位置，那就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只要脑袋没有离开脖子，那就接着奏乐，接着舞。这么一想，这些大臣瞬间心里就舒服了，甚至巴不得镇北将军赶紧干翻前帝再称帝，这样他们就从贪官污吏变成从龙之臣了。有了这些官员的暗地支持，
镇北军想步兵抢马壮都难。当初借给前帝的1万兵马，前帝看这些人训练有素，大为震撼，以为镇北将军是拿出了精锐部队，其实只是一些普通兵卒罢了。可想而知镇北军此时的整体战力如何。而这些就是他此次投影模拟在最初时仍然选择扶持八皇子称帝所带来的好处。在你的运营下，重生之力被你最大化使用，镇北军于是在悄然中壮大至极。乾历3365年，时间到达你前2世北伐妖魔的节点，你选择 A 千里奔袭 B 继续发展 C 起兵造反 D 亲自干涉。早就想好的陈明直接选择了 B。 没错，他这一世放弃了北伐。北伐代表着他将会成为镇北王而再次显眼，同时3次亲自干涉的机会他至少也要消耗2次，而带来的利益相比如今的镇北军却显得微乎其微。得不偿失，不如不做。毕竟英灵之书中神威将军镇北王已经在第2次模拟中铭刻，若是这一世他成为镇北王但没有另外的建树，相当于定位与第2次重合，导致这一世的诸多设计化为乌有。这一世他不想当什么王，他要称帝。如今万事俱备，只欠那一股东风。第21章兵赴皇城，你选择继续发展，在暗中韬光养晦。乾历3366年，多起农民起义与王侯叛乱同时爆发，前帝再次向你借兵1万，你选择 A 借兵1万 B 委婉拒绝 C 起兵造反 D 亲自干涉。陈明冷笑，你是真敢要，不过这一步早在他的计算之中，给之无妨。你借兵1万给前帝，起义与叛乱逐渐被镇压，你申请招收1万军队，前帝欣然应允，并给予你一些军费支持。很显然，前帝再一次被他麻痹，以为自己又从镇北将军这里吸收了1万精锐士兵。实际上，那些士兵在镇北军这里只能算是普通士兵而已，一来一回间很快就能补充上，算不得什么消耗。反倒是前帝2次借兵1万而未还，在镇北军这里留下恶名，士兵间同仇敌忾。此后时间，你继续发展势力。蝴蝶效应之下，楚王、成王以及武王同时于乾历3369年叛乱，次年义军起义，天下瞬间战火一片。你深感时机已到，于是你选择 A 镇守北方 B 镇压起义 C 起兵造反 D 亲自干涉。终于等到你，还好我没放弃。陈明瞬间激动了，没有想到不仅双王造反时间提前，而且还多了一个武王出来，有他们吸引火力，陈明的操作空间一下子就宽阔了。出现这么多次的起兵造反的选项，终于可以选了。起兵造反，陛下别怕，末将率领10万大军来救驾了。你厉兵秣马，静待机会。等到朝廷军大举进发前线平叛时，你又收到了前帝借兵1万的密信。你深感天下混乱，于是决定借兵10万，直接开赴皇城保护圣上，只留下1万镇北军镇守边关。10万大军赴皇城，你打出清君侧的名义，将矛头指向前帝身边的几个大臣，称他们乃妖魔变化，祸乱圣心。你称这些人淫乱后宫，贿赂官员，欺压百姓。你乃镇妖将军，外加当朝前帝本就名声不佳，又有连年灾祸，民不聊生，因此一时天下民心向你。赴京路途，大小城池或因10万大军，或因你的威名，纷纷让路，少数抵抗者则斩首将领，但不伤成民。陈明深知造反归造反，但嘴上一定不能说自己是在造反，而要有各种正当理由。比如他就打出了清君侧的名义，若是没有名正言顺的理由，很容易失去民心的。并且他深知造反绝不能拖沓，以一地之力难以抗衡整个朝廷，必须在前线回防之前直接占领都城。他是要夺取政权，又不是搞地方割据。10万大军势不可挡，你一路开赴至皇城脚下，前帝震怒，斥你造反，你则声称自己对前帝忠心耿耿，此前每次叛乱都借兵1万，怎会造反？如今一行只为清君侧剿邪魔，禁军、护龙军等镇守城门，与镇北军交战。然而多年前前帝借兵的后遗症爆发，诸多被拆分入队的镇北军叛出皇城军，愿归回镇北军，外加护龙军副统领楚狂忽然叛变，命人大开城门。然而即使如此，护龙军与禁军拼死抵抗，一时难以攻克。你选择 A 围城9攻 B 暂且退兵 C 尝试策反 D 亲自干涉。迟则生变，如今正是一鼓作气之时，陈明怎么会让出机会？你选择亲自干涉，杀！周围喊杀声震天，肃杀血气随着呼吸遍布全身。陈明紧握手中方天画戟，一身煞气浓郁的惊人。杀！30之积累，再有干涉之力的加持，陈明之勇无人可挡。名震一方的豪强，
在他手中也走不过3招。镇北军冲破防线，进入皇城，大军随着他的冲锋彻底攻克城门。不仅如此，大量被陈明掌握罪政的文武大臣早已与陈明串通好，里应外合推翻前帝。在诸多大臣的忽然叛变下，皇城守卫一触即溃，镇北军包围皇宫。前帝高居在龙椅上，懵了，他又惊又怒，这才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镇北军就一路杀到他门前了。他不久前在三王叛乱的时候，还在想着向镇北军借兵呢。好消息，借到了；坏消息，借来10万。皇上，不好啦，不好啦！城门已破，镇北军已经杀到皇宫前了。一名大太监吓得手脚发软，脸上白粉噗呲噗呲往下掉。前帝大怒，朕的禁军、护龙军呢？还有那么多世家大族呢？大太监没敢说话，他感觉皇上刚才提到的那些人里面，好像到处都是叛徒。前帝正欲说话，就听见了陈明的声音：“陛下，末将来进京保佑您的安全了。”前帝震怒，大胆奸贼！朕如此信任你，你却来造反，你真逆贼！陈明冷笑，就算他造反了，抛开事实不谈，前帝自己就没有一点错吗？他道：“陛下此言差矣。如今天下大乱，谁能说自己不是贼？而且，您可知这天下最大的贼是谁？”“谁？”“陛下，正是您啊！”前帝被气笑了：“这是朕的天下，朕乃真命天子。你说朕是天下的贼，有威慑计者，是为天下贼。这天下在陛下手中走不过100年，陛下如何不是大贼？”话不投机半句多，显然前帝无法理解陈明的意思。事到如今，他也知道自己说什么都没用了。在陈明的3世积累与网络外挂之下，前帝兵败如山倒。你觉得你已经赢了？前帝自知这场造反走到如今的地步，他必然没有活路，但帝不可辱。好！伴随着一声龙吟，一条浑身金灿的真龙出现，庞大纤长的身躯蜿蜒，气势逼人。硕大而威严的龙首位于前帝上方，前帝手持天龙宝剑，一时间竟威压逼人。龙！陈明一惊，他在北方妖族那边也只见过蛟龙。北方有一条妖王蛟龙，已经极其逼近化为真龙，但终究不是。也许待他化为真龙之时，他就是北方妖尊。我大前皇族世代为真龙，起事儿等萧可以取代。前帝持剑怒吼，真龙随之咆哮。第22章，天子守国门。许多随陈明征战多年的士兵，在真龙咆哮之下，竟然心中震颤，险些弃甲而逃。陈明亦是心中震惊，他本身战力已经在寻常妖王之上，更有干涉之力的加持。然而现在他也觉得压力巨大。正当他考虑火力全开之时，金色真龙似乎眼眸中出现了疑惑的神色，威严之气渐渐消失，真龙探出头来，缓缓伸向陈明。不知为何，陈明感受到了他所传递来的带着试探的友善之意。而伴随着真龙逐渐靠向陈明，前帝满脸震惊，气息突然间就萎靡了下去。不可能！你怎么可能？看着他与真龙的表现，陈明忽然想到了先前在网上看到了一种说法，他恍然大悟，这不是真龙，这是龙脉。龙脉就是王朝之气运所在。根据那些大前王朝研究专家的判断，他们认为大前王朝的龙脉气运可能在王朝灭亡的几百年前就随着一场内战叛乱而消耗殆尽，也就是自那以后，北妖兴起，一直压着大前王朝打，而大前王朝龙脉则是从未再出现过。因此龙脉灭亡说受到广泛的认可。如今看来，大前王朝的龙脉还是存在的，只不过龙脉从奉养天下变成了被皇帝独占。难怪大前王朝末期的天灾远在其他时期之上。陈明先前说他是天下之贼，那是一点没说错啊。龙脉有灵，现在他自发选择了陈明，要从前帝身上脱离出去。陈明不由大笑，看来天命当归我所有。前帝震怒，他竟然受到了龙脉的背叛。然而这只是无能狂怒罢了，失去了龙脉的加持，他又岂是陈明议和之将？很快他就被陈明斩杀，对外则会宣称是北方化形大妖残忍杀害了皇帝，他救驾来迟。看着盘绕着自己颇为好奇的龙脉，陈明也不知道怎么使用它，就说别围着我转了，你去弥补这片受损的土地吧。龙脉颔首钻入地中，消失不见。而陈明隐隐能察觉他与自己建立了一些联系。眼看大功告成，陈明松了一口气，剩下的就按照他的网络军师还有搜集来的英才们的意思来吧。陈明显然很清楚自己的定位，要把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来。你得到了龙脉的认可，斩杀了昏庸的前帝，但你深知夺取政权只是第一步，此时的一切都仿佛空中楼阁，随时会被推翻。
皇城中的大多势力眼见大势已去，最终选择归顺于你，顽强抵抗者通通打入大牢，秋后问斩。你先派遣几位副将以及楚狂等英才，率领5万镇北军回归北徐州，防备北妖。随后立刻让诸位英才重建政权，并且你命一些德高望重、门生遍布天下的前朝老臣，你诏书向天下宣告，前帝已被妖魔所害，自己身为他信任的大将军，如今接受他的禅让，代为管理天下。你乃是清君侧耳后接继前帝意志，接受禅让而继位，因而你是当今天下唯一的正统中央政权，其余则通通都是叛乱党，按律当斩。至于王朝归属，你会在前帝幼子成年后禅让归还皇权。你将前帝风光大葬之后，才举行了登基仪式，为彰显自己并非篡位，且没有遗忘职责，你保持了大前王朝的国号，并称自己为镇妖帝而非前帝。你心知那些文武大臣并非忠心于你，但为了社稷安稳，并没有动他们。你大量启用投降派、中立派以及被前朝打压、流放的官员，一时间受尽称赞。你大赦天下，昭彰恩惠。看着镇北将军登基成为镇妖帝，随后的一切也都安排得井井有条，不由微微一笑。若非他在网络上吸收经验，这些东西单凭他肯定是搞不来的。而现在他通过一系列操作，从上到下拉拢了各个阶层，把好处给到位，一定程度的稳固了政权。还是那句话，谁当皇帝不是皇帝？陈明篡权篡得太快了，许多人甚至都没有反应过来，尤其是那些正在叛乱的王侯与平叛的朝廷军，他们正打着呢，忽然听到陈明称帝，人都傻了。认真的？哪有这么快的？再三确定消息之后，王侯怒了，有人抢战果。朝廷军懵了，怎么外出平叛一趟，家都没了？这时候他们想干什么都迟了。这就是闪电战的奥秘所在，一波快攻带走，别说反抗了，连反应余地都不给。而那些地方王朝势力一看，现在虽然是镇北将军成为了皇帝，但好像跟自己一点关系都没有，甚至好像还得了点好处。本来就难反，那还反个屁？那就享乐呗，马照跑，舞照跳，三妻四妾呱呱叫。现在陈明造反篡权已经到位，政权也还算稳定，但还可以更进一步。你深知，无论自己说的如何天花乱坠，其余地方军阀与王侯都可以名正言顺的以杀陈贼、复救国为由发起叛乱。于是你一边令可信臣子寻找办法，柔和削弱地方藩王的兵权势力，一边建立了百官监察系统，随后设置了东厂、西厂、锦衣卫。你再度让文官想办法美化与洗白自己的造反经历，再三强调自己身为忠臣的兢兢业业，以及当初朝廷的黑暗腐朽。至乾历3374年，你的政权终于逐步稳定。期间爆发4起王侯叛乱，2起已经平叛，剩2起仍然割据一方。你明白，若想天下真正大定，北妖要平，地方割据势力同样不能放过。你命宁景带领一班英才，统帅3军，平复内乱，并且你昭告天下，为镇压北妖，你将迁都至北徐州，以皇城为第一道防线，天子守国门。同年，你回到镇北将军府，你并未大兴土木，也没有扩充后宫，依旧以镇北将军府为住宅。镇北将军府改称镇妖地宫。你诏令10年之内将北徐城完全建设为皇城。你常年镇守镇妖关，亲自披挂上阵指挥，乃至冲锋陷阵。一时间，镇妖地天子守国门传为美谈，天下震动，民心所归。第23章无常行刺。但凡臣子谋权篡位，任由你说的天花乱坠，本质是改变不了的，无非是要夺权夺势，谋定天下，而后享乐传业。然而现在，镇北将军自称是临危受命，接任地位而称镇妖帝，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迁都直接与北妖接壤的北徐州，有什么不能信？无论是出自军事还是政治的目的，显然这是一步妙棋。不过，诸多王侯与各地军阀显然没有让他这么安稳地走下去的意思。陈明能第一个带头造反坐上帝位，这让许多原本没有造反意思的人也产生了一种心思，彼可取而代之。而且，无论陈明做事做得再好，他们造反的舆论压力都会很小，甚至还带有正当性。乾历3375年，燕王、齐王、虞王、安王、卞王联合叛乱。同年，多地将领节度使以不服伪朝伪帝为名，割疆裂土，自封为王。英灵之书将画面传递了过来，看着原本好似即将安定的天下，瞬间烽火四起，各地割裂，陈明不禁皱眉。即使他做了这么多的准备，反噬程度依然远在他的想象之上。只是如今造反都造了，称帝也称帝，开弓没有回头箭，只管往前走就是。面对混乱的内战局面，你简政放权，将职权大量地交给可信英才，自己则专心镇守北方。
由于今世你将重心放在造反之上，北妖安稳发展多年，势力之盛远超想象。你一再加固镇妖关长城边防，北妖则不断进攻，人血、妖血将黄沙浸染了一遍又一遍，血迹百年不消。时人称之将军百战死，壮士亦未归。乾历3378年癸月初7，北方妖魔在一头虎形妖王的带领下久攻镇妖关边防，你御驾亲征。此战前后拉扯3日，双方各自死伤惨重。乾历3378年癸月初10，刚退下沙场的你疲惫至极，返回寝宫后，你正欲休息，忽然察觉到蜡烛不知何时熄灭了，凌厉而幽深的杀气笼罩了整个房间。此前你早就遭遇了多起刺杀，但凭借皇宫的严密防守与自身的过硬实力，无一人能对你造成威胁。而此时你感受到了生死危机，你选择 A 与之交战 ，B 逃离寝宫 ，C 呼唤守卫 ，D 亲自干涉。透过传来的画面，陈明能看到镇妖的僵硬着身体，冷汗一滴滴落下。陈明心中也跟着紧张起来，这乱世之中还有这种高手。陈明看着选项，思索着逃跑路线。忽然他想到一件事情，就像他造反时力求不动则已一动必如雷霆一般，刺客杀手要来刺杀自己，为何不直接动手，而是先释放了杀气？别告诉他能威胁到如今的镇妖帝的杀手控制不住自己的杀气，也就是说这刺客也许是来刺杀他的，但还有回旋的余地。这让他想到了一个组织。前3个选项不是战就是逃。陈明沉吟一番，最后选择赌一把。你选择了亲自干涉。感受着空气中刺骨幽寒的杀气，陈明感觉自己的脖子上仿佛已经架了一把刀，但他反而放松了下来，镇定地将蜡烛再点起。陈明问道：来者可是幽冥的无常先生？幽冥就是那个由异士组成的30文杀一人的刺客组织，而无常是如今的幽冥的领袖，既有实力威胁到自己，又处于将杀未杀的犹豫状态，自然让陈明想出了他的身份。幽冥的刺客以幽魂厉鬼自称，而无常这个名号代表着他是幽冥的勾魂使者，可想他的实力。在他之上，只有传说中点名即死的阎王。黑暗颤动了一下，一道裹着黑衣的身影悄然出现。来者正是无常。陈明道：先生杀我之前，可否听我一言？无常没有说话，也没有出手，陈明就知道他是默许的，于是就自顾自说道：先生来杀我，无非是认为我谋权造反，篡夺皇位，开夺权之口，令天下大乱。然而以前帝之昏庸，没有我，天下就不乱了吗？若是杀了我，岂不是会催生更多的我？岂不闻设使天下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王，几人称帝？况且欲戴王冠必承其重，如今我称帝，所作所为所思所想，先生当看在眼中。陈明用最快的速度把话全都说了出来，表达的意思有3层。首先，就算我不篡位，天下一样乱；其次，杀了我，天下更乱，群雄争地位；最后，我称帝，起码有履行自己的职责，既不大兴土木，也不作威作福，而是一心镇北镇妖。陈明心中很清楚，无常此行为义而来，所以他就把自己与无常之间的矛盾转为了无常与天下之间的矛盾。既然你为天下而来，那你就考虑天下吧。你要是杀了我，对于天下生民而言，弊端远大于利，那为什么要杀？如果要杀，当初的前帝你为什么不杀？所以你不应动手。果然，在听完他说的话之后，无常久久未语。其实这些事情他早就想明白了，但他冒死前来，自然有自己的用意。无常哑声冷冷道：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天下不是你一个人的天下。语毕，陈明的咽喉赫然出现一道浅薄的血口，血珠慢慢沁出。陈明信手抹去，笑道：我送先生。不必。陈明想到了什么，喊道：他日我若有求于先生，于何处寻？一水，扶来客栈。无常离去，陈明终于松了一口气。他险些以为自己要把最后2次干涉之力全用在这，幸而无常为义而来，以陈明的所作所为，那就有的谈。陈明直接发动嘴遁模式，说服无常，让他保下了一次机会。而无常此行冒死刺杀，只为了告诉陈明，他并非真的安全。若想保住首级，那就当个明君，否则幽冥迟早会找上门来。刺杀，却只刺不杀，为大义而刺，也为大义而不杀。幽冥之人，不愧是天下义士。陈明结束了干涉。第24章北妖南下。自从你被无常刺杀之后，你行使职权愈发精进，力求不劳财伤民。北妖南下入侵愈发凶猛，镇妖关都曾2次被攻破。
你多年御驾亲征，并大举征兵，甚至不惜调动平复内乱的军队。乾历3383年，北徐皇城彻底建成，各项职权移交完毕，迁都仪式完成，彻底成为全王朝政治权力中心的北徐州，防御能力大幅提升。你开始大幅度征调各个世家大族的财力、兵力，以轮番镇守的形式让他们参与镇妖关防守。北徐州终于固若金汤，北妖攻势一时平缓。看到这里，陈明终于松了一口气，现在能够稳定下来，之后才有反攻的机会，并且能做到这些还有龙脉的功劳。如今的龙脉已经十分微小，数代前帝更是将它当作个人的滋补品，但实际上龙脉是王朝气运所在。陈明将龙脉归于大地，赋予北徐州，致使北徐州风调雨顺，连年丰收，这极大的缓和了后秦的压力。说起来也实在是悲哀，大前王朝占据天下超过80%之地，北妖之所以是北妖，完全是因为他们在王朝前期被压制在寒苦北方的缘故。至于王朝内部的妖魔，则是大量被王朝军猎杀，而今只占据2成之地的北妖，竟然能连年压着大前王朝打，可想这千百年来的大前王朝是多么腐朽黑暗。北妖久攻镇妖关不下，开始另寻他路。北方妖魔陆陆续续潜入北徐州两侧的莫州、幽州，随后南下入侵，潜伏大前王朝。一时间，各州逐渐出现妖魔之患，民不聊生。你选择 A 镇守北方，B 遣军猎妖 ，C 北上伐妖，D 亲自干涉。看着画面中各种奇形怪状的妖魔铺散开南下的画面，陈明叹了一口气。他所担忧的情况还是出现了。妖魔之地与北徐州直接接壤，但与边上的莫州、幽州也相隔不远。见九攻北徐州南下，他们干脆就绕开北徐州，先把边上的大州给入侵了。莫州、幽州自然也有防御北妖的攻城与军队，但无法与北徐州相提并论。尤其是莫州，多山地丛林，地势复杂，妖魔能力各异，从那边入侵起来很难搜查。而随着妖魔的大举潜入，各地纷纷出现妖患，一时间人人自危，民不聊生。这些画面都通过阴灵之书传递给陈明，让他心头沉重。本来后方就有够乱了，现在妖魔参与进去，乱上加乱。原本的大前王朝常有起义之势，在陈明称帝之后，大赦天下，提点各方，天下为之一振，已经许久没有起义之势。如今妖魔肆虐，若是不理，许多人活不下去，到最后除了造反，又还能怎么办？这是妖魔的阳谋。你现在缩在镇妖关里打防守，那我就入侵你的后方。你管理后方就前线薄弱，不管后方就后方混乱，不攻自破。这就对应了选项中的 A、B 两项。陈明在这两项中很纠结。至于选项 C， 他没有考虑，欲攘外必先安内，现在远不是主动出击全面开战的时候。况且就算他放弃了镇妖关防守优势，而北上伐妖，那也跟后方妖魔无关，只会让局面更加被动与劣势。沉思良久，陈明觉得还是得先管理好后方。他发现自己还真是艰难，前世今生都要随时担忧后方。你选择遣军猎妖，为了掩盖军力渐去的迹象，你并未减少外出巡逻与防守的守军士兵。然而随着其余各州的妖魔逐渐被清剿，消息终于还是被北妖得知。北妖趁机发起猛攻。你选择 A 召回军队， B 继续清剿， C 延长战线， D 亲自干涉。显然北妖不是没有脑子的，他们在派遣妖魔南下之后就想好了后面的应对举动。只是让陈明感到比较疑惑的是，北妖领域如今的格局是7大妖王共分天下，按理说他们的内部情况应该比大前王朝还要混乱，为什么如今他们显得很有章法？像是对镇妖关发起猛攻这种活，那是7大妖王各自派遣相当数量与质量的妖魔即可。但是现在情况逐渐复杂起来，他们还是一样能应对自如。陈明有些不信，他觉得一时半会还好，但次数多了，北妖内部肯定很快就会出问题。你选择召回军队，大军来去痕迹明显，北妖再次开始收缩，随后大量潜伏南下。你选择 A 镇守北方， B 遣军猎妖， C 北上伐妖， D 亲自干涉。北妖的反应极其迅速和规整，直接与他拉扯了起来，军力相当于在平白被消耗。陈明暗自叹息，看来7大妖王在这方面反而比人族内部要和谐得多，他们肯定在战前就已经做好了准备，各种方面都提前调试过，再拉扯下去也徒劳无用了。陈明选择让大军继续在各州清剿妖魔，并且那些有叛乱的大州，他派遣了额外的兵力，希望尽早平叛。至于镇妖关，那就铁血死守。在当初迁都北徐州的时候，其实陈明就已经做了这个打算。当时朝廷上反对的官员一大片，理由都很充分，什么现在的皇城位置更加坐镇中央，看管四方，什么北徐州基础设施不如皇城，贸然迁都劳财伤民。但最根本上还是他们担忧北妖之患，不想在最前方承受压力。但是用陈明的话来说，
没有压力，你哪里来的动力？他把黄兜迁到北徐州，就是带着所有世家大族一起直面北妖的压力。不愿意面对，你就从权力中心滚出去。怎么可能？好事都给你占了。等到真正情况危急，生死压力摆在脸上的时候，他相信各大世家是很愿意把自己真正的实力放出来的。果不其然，当他把大军仍保持在各州平复妖患的消息告诉诸位大臣的时候，朝上一片反对。当初让大军离开镇妖关就已经让他们很没有安全感了，现在还要告诉他们这些防守大军一时半会不回来了，那他们的安全谁保护？一名德高望重的老臣站出，一副为民请命的样子，道：陛下，您此行不妥，会离心背德的呀。臣民冷笑：朕为镇妖帝，为民镇妖，有何不妥？离谁的心，又是背谁的德？妖言惑众，一心蝇营狗苟，拖出去斩了！众大臣齐齐一震，站立不语。第25章再次北上。非常时期，非常手段。若是寻常，有人反对他，他肯定不会这么做。但现在这名老臣所说的话，代表着此时大多臣子的所思所想，那他算是撞到枪口上了。臣民正要从各大世家身上抠下肉来，免不了遭到反对，不如此时直接拿他来立威。果然有这位老臣珠玉在前，当听到所有臣子、各大家族都要上贡多少多少，或出钱或出力，朝上一片陛下英明，没有反对之声。看到这里，臣民呼出一口气。此举过于激烈，于短期有好处，但长期来说会让底下人生出反叛的心思。果不其然，你进一步大幅度征调各大世家，终于一番血战，严防死守，使得猛攻的北妖难以寸进。但各大世家也在背地里对你骂声一片，你无可奈何。屋漏偏逢连夜雨，这一年突发的干旱致使数个大州欠收，有丰州熟，天下足之称的王朝粮仓丰州亦是如此，各地灾情严重，急需赈灾。然而多年大战，王朝国库见空捉襟见肘，难以为继，起义之势已经可以预见。而北妖收到消息，大幅度加紧进攻。你选择 A 召回大军 ，B 严防起义 ，C 保持现状 ，D 亲自干涉。如今由于连年的压榨，各大世家也已经逐渐空虚，而且暗地里积怨已久，镇妖关防守压力极大。召回大军可以守住北妖，但内部乱起，可以考虑。严防起义这个选项被臣民直接 pass。起义之事是防不了、镇不住的，别人活都活不下去了，他还能怎么办？严防起义相当于把自己的生命当作敌人来打压，平白消耗。只是不防也同样不行。保持现状，那就是内乱可以相对稳定，但镇妖关有被击破的风险，到底该如何选择？臣民皱眉，踱步沉思了许久。他很想上网查询一番，但现在的天下已经是完全脱离了历史走向，没有资料给他参考。沉思良久，他选择召回大军。不管起义之事到底如何，那还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但镇妖关若是破了，他民心尽失，等于直接玩完。即使他尽心尽力，但依然陷入了拆东墙补西墙的窘迫地步。你选择召回大军，镇妖关严密防守，妖魔抛尸上万，逐渐退去。但内部起义之事渐起，各州告急。你选择 A 镇压起义， B 保持现状， C 主动出击， D 亲自干涉。现在臣民相当于有3个敌人，最大的敌人依旧是北妖，北妖南下吞灭天下之心不死。其次是诸多叛乱王侯、军阀，此时眼看臣民捉襟见肘，他们是跳得最开心的。这就是一群只看得见短浅利益，不懂唇亡齿寒的蛀虫。而且由于各种原因，臣民完全没有办法把北妖引导到叛军所在地，让他们彼此对号。最后则是起义之军，他们由王朝声名转化而来，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说不定其中很多人会被王侯军吸收，转为叛变党。若无内乱，本来这些灾民完全可以靠赈灾救济摆平，等到明天秋季混乱结束。但现在时间不等人，臣民意识到自己现在已经完全陷入了被迫衰落的节奏里。若是按着这个节奏继续走下去，很快王朝就会在各方洪流中被卷落。臣民眼眸逐渐冰冷，要乱世吧？那就一起乱。你选择主动出击，你派遣诸多精锐小队，命他们搜寻妖王踪迹，务必寻找到落单妖王。同时你命宁景等人可以暂时放下打压王侯叛军，尽快镇压义军，以振天下，绝不能任由他们发展。所有大军继续镇守边关，死守北妖。可惜的是，当初他为了巩固皇权与威信，称镇妖帝，又迁都北徐，否则完全可以依靠经典的空间换时间战术，拖过1年等待丰年。而现在他只能祈祷自己派出去的精锐部队能够找到妖王的踪迹。没错，他的主动出击是自己出击。
他就不相信七大妖王内部真的这么团结，他要击杀或至少重创一位甚至多位妖王，让他们彼此争斗起来。甚至陈明在思索，或许可以只重创不击杀，这样的话不仅难度小，而且重伤妖王为了防止自己被其他妖王击杀吞灭，必然会带着自己的势力一同撤走。若是能做到这一点，相当于减少了北妖的压力。若是找不到妖王踪迹，或者妖王之间离得很近，那陈明真的只能坐以待毙了。幸好上天似乎再一次站在了他这边。乾历3386年癸月初9，一名亲卫禀报，终于找到了一头妖王的踪迹，是一头狐妖，周围防备薄弱，且无其他妖王。你大喜，立刻率领100精锐亲卫轻装简行，力求不被发现，不错失翻盘战机。由于大量妖魔都堆积在前线，后方空虚，而这头妖王处于较偏僻的位置，周围妖魔更少，你们未被发现。你心中忽然升起一些疑虑，但由于这已经是来之不易的战机，你压下疑虑，继续行军。2日后，你们前行到一处宽阔而幽深洞穴前，洞穴入口要高级妖将守护。你选择 A 隐匿观察， B 率队冲锋， C 原路返回， D 亲自干涉。如今身处危险地区，每拖一刻都有被发现的危险，陈明必须速战速决。至于亲自干涉，他准备留给更危险的时机。你选择绿队冲锋，你无视妖将的示威，迅速将其斩杀，随后率队冲入幽深洞穴之中。洞穴宽阔而直来直往，石壁上有荧光物，并不太黑暗。你看见了妖王，这是一头雪白的狐狸，肩无杂发，只比寻常狐狸大上一圈。它直面你率领的百骑，天蓝色的眼眸十分镇定。这只狐狸卧在一块平滑石头上，给你优雅而危险的感觉。你甚至觉得它似乎很人性化的做出了嘲弄的表情。你选择 A 尝试击杀， B 立刻撤退， C 尝试交谈， D 亲自干涉。第26章君王死设计。陈明又一次犹豫了。若是眼前是一头3层楼高的斑斓猛虎，他都敢上前攻击，但是这一头体型堪称娇小的白毛狐狸把他镇住了。众所周知，除了龙族等少数天生能呼风唤雨的种族，妖族主要还是依靠肉身之力，也就是说，寻常妖族的实力其实是跟体型挂钩的。眼前这头狐狸的体型简直与野兽狐狸没什么两样，但他实在是太镇定了，甚至仿佛在嘲笑陈明一般。这种诡异的氛围让他十分不安。最后陈明选择尝试交涉。你选择尝试交涉。你正要说话，忽然腹部一阵剧痛，诸多亲卫纷纷震惊大吼。往下看去，你发现一段几刃刺穿甲胄，从你腹部刺出。这是陈安的武器，传自于你的龙血大戟。你扭头看去，发现陈安眼眸呆滞，表情扭曲，其余亲卫则是忽然间乱战成一团。白毛狐狸站起身，竟然化作人形，全身不着寸缕，温声笑道：“总算是把你调出来了。”随后3名妖王从隐匿的黑暗中走出，面似冷笑。你恍然大悟，原来自己早已中计。你选择 A 决一死战， B 尝试逃跑， C 尝试交流， D 亲自干涉。如今他已经重伤，几大妖王肯定没有放过他的想法，尝试逃跑更不可能。先不说混乱的军队，他已经能感受到洞穴外有妖气弥漫过来，显然是剩下的几位妖王。他只能决一死战，但不是通过画面的方式。为了最后的胜利，他已经在投影中经历了几十年，在这最后的时刻，要死也是他亲自上场，站着死。你选择亲自干涉。狂暴的气息猛然从陈明周身爆发开来，几位妖王微微一怔，警惕着同时靠前。陈明则是趁此时机，一手推开陈安，随后紧握龙血大戟，硬生生将其戟杆掰断，争着将戟刃拔出，以免再次撕裂伤口。陈明喘着粗气，眼眸死死盯着最前方的人。这是那头白毛狐狸变成的。陈明这么盯着他看，当然不是因为她容貌是一名绝美娇艳甚至一丝不挂的白毛少女，而是她竟然能化成人形。正所谓人是天地中最灵之物，天能复而不能再，地能再而不能复，能变成人形是妖尊的象征之一。这白毛狐狸竟然是妖尊。要知道苍冥界的历史是一个不断衰落的历史，从亘古时期的混沌大神云集，到后面天地秩序规整的天庭时期，再到后面天庭崩碎而王朝兴起，一步一步逐渐衰弱。而同样是王朝时期，王朝前期与末期完全不能一概而论。王朝前期甚至还有仙神出没。到了大前王朝时期，因为灵气的消散，这个时期的战力完全没法跟前朝比。甚至就以大前王朝自身来说，王朝建立初期，妖尊级别的能化形的妖物那都不止一尊，那时候也没什么妖尊的说法，能化形只是大妖的第一步而已，这种级别怎么能称得上是妖族之尊？
况且这些妖尊都被王朝杀得或死或逃，隐秘在苦寒北方。而到了近千年，能化形的妖物有了妖尊的称号，妖尊出而镇压一方，大前王朝为之无可奈何。这就是随着灵气消散而形成的世代衰落。如今陈明眼前出现了一头数百年未有的妖尊，更要命的是，他要在受到重创的情况下，面对一头妖尊加数头妖王。再往后拖延的无数妖君则不在陈明的考虑范围内，他根本没觉得自己能活到那时候。没有任何一句交流，白毛女直接率先发难，陈明没有能获取情报的机会。陈明咬牙顶住腹部的剧痛，狠狠抡出方天画戟。白毛女眼中微微一惊，自己吸收了前代妖尊传承下来的妖力，而成就妖尊位，眼前之人竟然能给她产生威胁感。没有任何犹豫，即使能正面阴风，白毛女也不给一丝机会，直接后撤。而陈明则因为腹部猛然传来的剧痛而不由逐级喘息。剩下几名妖王不给他喘息的机会，立刻围了上来。白毛女同样利用灵巧优势来回周旋，重伤的陈明没有一丝反打的余地，被轻松耗死。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一场大旱引起的起义彻底让你陷入被动局面，为了大破僵局，你选择冒死北上，试图猎杀妖王。然而北妖竟然不知何时有了妖尊，你的亲卫乃至儿子陈安竟然都被他悄然控制，你的行动亦在他的掌握之中。最后在妖尊设置好的圈套里，你只能无奈死去。你死了。第3次模拟结束，剩余2次模拟机会。呼！陈明额头冒汗，剧烈的喘息。亲自干涉几乎不消耗任何时间，无论里面过了多久，现实世界也只过去一瞬间。然而这一回他死的那叫个惨烈，肢体都被诸位妖王分食了，死的不能再死。残留的些微疼痛与心有余悸让他不由喘息。平复了一下心情，陈明苦笑。他本以为安然夺得皇位并保持大部分有生力量代表他已经接近胜利，没有想到真正的游戏才刚刚开始。这一趟太艰难了，不过他输的一点都不冤。北妖竟然悄然诞生了一位妖尊，而且一直隐而不发。难怪他就觉得七王共治的北妖不该那么团结，只是此前的模拟包括苍冥正史都没有妖尊出现，所以他忽视了这个可能性。况且这狐妖真的有够隐忍的，从诸多妖王一起埋伏他可见，他的此次行动完全在妖尊的掌控下。这代表着最后因被控制而叛变的亲卫以及陈安，其实都是早就被他控制了。控制机会无非是在战场上，然而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也一直没有出手让那些被控制的士兵引起纷乱，而是一直让他们藏着，直到陈明决定铤而走险，他就用被控制的亲卫传给陈明自己的位置。不过陈明转念一想，又觉得未必是他真的这么能隐忍，而是他控制的数量范围应该是有限的。不然以他在山洞中的表现来看，他可能控制了镇妖关守军3层甚至4层，真要全都叛乱，镇妖关直接就覆灭了，也不用再忍了。第27章镇妖之地。事实究竟如何，陈明已经是不得而知。毕竟阴灵之书不会在模拟之后把全程信息通通告诉他，现在他能做的只有反思自己在这一次模拟中的不足，为下一次模拟做准备。但让陈明感到苦恼的是，无论他怎么反思，还是觉得自己已经把能做的都做了。难道他只能赌这白毛狐狸只是他这一次模拟中阴差阳错下造就的意外妖尊？毕竟不论是苍冥正史还是他的前2次模拟都没有出现这头狐狸。但是陈明想到他的狡猾与谨慎，又觉得兴许他是隐没在历史中，并没有被人发现。叹息一声，陈明决定先查看此次阴灵，再做打算。第3次模拟总结，你再次重生，牢记2度被背刺的教训，决定再造乾坤自身称帝，整合天下势力的同时免遭背刺。你依旧选择扶持八皇子上位，但也在朝廷中留下自己的案子，为日后造反称帝做准备。然而当你顺利称帝，并用各种手段尽量稳固住政权之后，你发现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北妖、叛乱、天灾、起义，你决定打破僵局，铤而走险，却不知一切都在北方妖尊的算计下无奈身死。大前王朝亦随着你的身死而崩溃，最终毁灭于乾历3427年。纵观你的一生，除了造反称帝一事令人有所指责，其余种种称得上是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无愧镇妖帝名号。阴灵已铭刻。总结完毕。第3次模拟页面下出现了本次阴灵的信息。阴灵信息：姓名陈明，称号镇北将军、镇妖将军、镇妖帝，品质豪杰，可觉醒次数2次，觉醒状态未觉醒。领武方天画戟未觉醒，天龙剑残缺未觉醒。潜力10，属性力量1+，速度1，
防御1加，耐力1加，灵力1。技能镇妖战法，龙吟狂舞，天子之怒。果然，虽然最终失败了，但本次英灵留下的传说还是该生成镇妖帝这个名号。眼看自己的努力没有付之东流，陈明不由松了一口气。而现在，他的英灵品质似乎已经达到了极限。从全球最权威组织英灵协会总部传出的规划表来看，大前王朝产出的英灵最高也就是豪杰，而镇妖帝潜力值为10，代表着只要资源足够，他是必然能完成2次觉醒的终极极品英灵，更有超高属性、3技能、双灵武这样的夸张配置。可以说，他已经达到了明天到学校报到时，英灵一路出来，立刻就可以是歪嘴一笑，全场尖叫，倒吸一口冷气，此子恐怖如斯的地步。不过，陈明现在反而很不爽。先不说那天龙剑残缺，天龙剑就是之前前帝八皇子持着，依旧龙脉而给予了陈明极大压力的剑。显然，这是历代前帝的共用武器，算是皇帝专武，承载了1000年帝王气。而这残缺，陈明猜测，这是因为天龙剑缺少了剑魂龙脉，他没有把龙脉用来酝养自己，而是放去酝养天地。北徐州的风调雨顺，为后面10几年的抗战打下了深厚基础。即使是天大旱那年，北徐州依然丰收。陈明并不稀罕天龙剑不顺手，即使称帝了，他使用的依然是方天画戟，残不残缺无所谓的。真正让他不爽的是，此次模拟的大前王朝居然灭亡于3427年。他喵的，那些个前帝一个个都是狗东西，结果大前王朝在苍明正史中灭亡于前历3450年。感情他拼死拼活几十年，何止在做无用功，更是在负面用力。他现在就像是对着高难度单机游戏不吃不喝连干10几20个小时的游戏宅一样。虽然勉勉强强算打出了一个 happy ending 极品英灵镇妖帝，但是跟这游戏杠上了，一定要搞个更好的结局。何况陈明也想看看，既然镇妖帝已经刷出了官方提出的大前王朝英灵最优品质，那么假如他打穿北妖，平复内乱，又会发生什么呢？动力十足的陈明开始沉思，自己究竟有哪些地方可以改良。首先，也许他应该尽量把3次干涉机会全部留下来，这样就有概率凭借超高武力，硬生生不讲道理的连杀妖王乃至妖尊，直接打穿北妖。其次，面对后面的灾情，可以提早做准备。再有就是，也许可以在那些个叛乱王侯、军阀作乱前，就把他们全端了。陈明拿出纸，把前世的各种时间节点发生的重大事件全部写出，思考自己可以做哪些事情来改变，又会引起怎么样的蝴蝶效应。思量了半天，陈明看着自己的大前王朝灭于前历3427年，再看看在那群狗皇帝手中的大前王朝灭于前历3450年，他脑子里忽然产生了一种感觉，也许不该篡位。他把自己篡位带来的影响反复比对，最终得出结论：是了，我能极大干扰皇位竞争结果，何必一定要我是皇帝？只要皇帝是我的人就行。我应当效仿曹操，行挟天子以令诸侯之事，做最大的权臣，而非显眼的帝皇。这样一来，叛乱之势骤减，我再提早端掉跳得最凶的几个王侯，内乱之势就平复了大半了。陈明把前3次模拟的所有时间节点全部列出，一一比对，最终整合出自己下一次投影模拟的行动指南：扶持傀儡皇帝，挟天子以令诸侯，先平内乱，后镇北妖。同时，龙脉归于丰州、献州2处扰产之地，灾年赈灾，严防起义。至于那位傀儡皇帝该是谁，他已经有了人选。二皇子，真的是你啊！和所有希望自家孩子成龙的父母一样，虽然老前帝自身就是真龙，但他显然知道自己是一头继位而来的荒淫好色的暴龙，于是他把希望寄托给下一代，对他的子嗣们严加管教。但正所谓物极必反，小时候越缺什么，长大后放纵起来，在这方面就越夸张。前帝对子嗣的管教与要求，到了令当时有命的严师都为之啧舌，堪称是存天理灭人欲的地步。所以三皇子淫乱后宫，专挑老前帝的爱妃下手，没点报复心理，陈明是不信的。而二皇子他更是重量级，三皇子比之都要靠边站。他的行为之荒谬，已经到了当初陈明一看到就立刻惊为天人的地步。第28章，重新来过。寻常纨绔子弟，什么豪掷千金迎娶妓女，什么沉迷赌博变卖家产，什么捅刀父亲父慈子孝，这些在二皇子面前统统都是小儿科。从小时读书起，诸位皇子就是一天只能睡6个小时，天未明就要被拉起来读书，敢睡觉就打手心。于是在前帝认为他是朽木而不去管他之后，二皇子彻底放飞自我，白天不起，晚上不睡，日夜颠倒。不仅如此，整个二皇子府上下全都要配合他的作息，通通日夜颠倒。随后他又突发奇想，想让全世界的作息跟他同步，于是他豪掷万金，
要招收一名神箭手与一名大力士。神箭手负责在白天射下太阳，好让大家在白天睡觉；大力士负责在晚上把太阳扔回去，这样大家就能跟他一起起床了。真有2名狠人为钱而来。这2人告诉他，他们不仅完成了日夜的置换，而且实现了永恒的无人力自动置换，即现在的白天已经是原来的黑夜，现在的黑夜已经是原来的白天。皇子殿下，您看到的太阳正是我们在白天射下来的，而后现在在黑夜中扔了上去。二皇子大喜，称这是神人，于是赐万金。从此前帝大幅度削减二皇子的零用钱。皇家的服饰多样而复杂，穿起来十分麻烦，好动的二皇子从小就反感这些东西。于是长大的二皇子信奉君子坦荡荡，小人藏鸡鸡，因此他大多数时间是不穿衣服的，除了面对老前帝时，并严令自己的手下为了彰显他们的忠心，必须同样保持裸体状态。侍女、婢女同样如此，因此二皇子府的生育率很高。二皇子本人更是其中翘楚。In party 在二皇子那里不是 in party， 那个是日常。二皇子颇有丞相之志，继承了魏武遗风，偏爱他人之妻。他曾不止一次通过掠夺的方式，从京城中的普通人家乃至达官显贵处强抢妇女。除此之外，他还向老前帝申请过，反正父皇后宫充实，请父皇赏赐他几个妃子。他被老前帝吹胡子瞪眼踢了出去。若是其他皇子这么干，恐怕老前帝早就暴怒。不过如果是他这个次子这么干，好像倒也正常。而后续他的好胞弟三皇子做了先行者，继承了他的意志，完成了他的意向，成功在父皇的后宫里开后宫。除此之外，二皇子的第一任王妃是一位少年，而他本人则另外嫁给了自己的壮汉侍卫，并多次当众行欢。至于他的其他离谱事情，比如提出人与动物平等，因此应该人来拉车，马来骑乘，那都是不值得说的小事情。顺带一提，由于二皇子府的生育率很高，因此他还很跨时代地提出了带薪休假的概念。试问，如此荒唐的人，还有比他更适合当傀儡皇帝的吗？如果他真的当上皇帝，恐怕很多人心中都会祈祷臣民，千千万万要把他控制好，以免天下彻底弯弯。八皇子的韬光养晦，终将因时间而露出犄角，但二皇子的抽象，那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心中反复思量之后，臣民决定第4次模拟挟天子以令诸侯启动。倘若这一次再失败，那他就重复第3次的镇妖帝版本，尝试留下3次干涉之力，以一己之力打穿北妖。只是大前王朝末期的战力体系更接近武侠，天下大势浩浩汤汤，镇妖帝是被时代浪潮碾碎，重来一次能否逆天，他也不好说。暂时放下心头的杂念，臣民唤出英灵之书，要更改扶持皇帝的对象，他自然再次选择从锚点1开始，从头来过。你选择锚点1，乾历3343年腊月18，是日，大雪3尺。你再度重生归来，自觉称帝，无法拯救大前王朝，挟天子以令诸侯也许是更好的选择。今生太子依然死于你的辖区，你难就其责。前帝下诏书命你立刻进宫。接下来你选择 A 反京进攻 B 婉言拒绝 C 起兵造反 D 亲自干涉。臣民嘴角翘起，要玩那就玩大的。你选择亲自干涉，固然投影的行为好像是模拟了一生，而臣民可以进行选择，但实际上如果只靠选择，他只能在节点上进行干涉，这样的话有很多非节点事情他都无法去做。再者，即使是除了亲自干涉还有3个选项，也很容易出现3个选项都不好的局面，又或者无法具体掌控。亲自干涉很好的弥补了这一点，而非是单纯的用于爆种作战。3次机会可谓弥足珍贵，而现在臣民在第一时间就用了1次。43年负荆请罪，44年迎娶公主，45年陈安诞生，48到50年老前帝身死。也就是说，想要把八皇子扶持上去，我只有5年的时间。但问题是，我之前都是依靠罪证黑料把其余皇子拉下马，而八皇子自己又够争气。现在我要扶持二皇子，试问谁的黑料有二皇子多？也就是说，我想把他扶持上去，必须用更激烈的手段。臣民目光如炬，几世重来，让他对自己的现有情况有充足的评定，不会因重生之力而看不起当下的人。而他此次亲自干涉，就是为了做出选项中没有的行为，寻找幽冥。当初无常刺而不杀，让他决定相信这个组织，而事后询问何处能寻到无常，就是之后模拟的有备无患。没有想到如今一来就用上了，有了幽冥的帮助，再加上他做内应，也许能把除了二皇子以外的所有皇子都杀了，这样老前帝不选也得选。事后把刺杀皇子之罪责泼脏水泼到那些之后叛乱的王侯身上即可，他们后世能供应成千上万的甲胄，他不信现在搜不出罪证，届时找不出谋害皇子的罪证，
但反而有造反倾向，根本就是罪加一等，直接出兵讨伐，合情合理。而这一切都要建立在取信于幽冥的基础上。第29章，九子为一。如今太子身死自己的辖区，相信此后的几年里，在皇城内乱之前，镇北将军府周围都是眼线不断。陈明自诩此时他还是对朝廷忠心耿耿的，不能传出他有造反心这种无稽之谈。于是虽然很想亲自去请幽冥义士来彰显自己的诚意，但陈明还是只好让心腹去请，自己则是入宫请罪去了。入宫请罪，谢主隆恩，斩杀诸多神秘人，以彰显自己毫无站队之意。一套流程行云流水，属于是一回生二回熟三回四回随便走的地步了。而且这一次他斩杀了所有神秘人之后，同样选择了夜谈八皇子取信于之。一夜过后，八皇子大喜过望，陈明则是心中冷笑：你就高兴吧，你很久就等死好了。他来找八皇子是因为八皇子为人格外谨慎小心，他先来获取信任，这样就可以为之后的刺杀做铺垫。八皇子肯定想不到自己选择去支持他之后，居然会反手把他杀了。至于为什么不去找二皇子，完全是因为二皇子为人太离谱，在他身上发生意外，陈明是一点都不意外，因此他完全没打算这么早把自己暴露给二皇子，以免搞出无法想象的局面。自觉干涉之力无多的陈明收回心神。1月后，亲卫尚未归回，你却在桌上见一位署名书信，约你成交一件。你知这是幽冥之人刘信凭借多年技艺悄然出城，未被发现。成交费妙，冷意凛然，一老一少，一黑一白，待你已久。白衣青年言说竟真调出了镇北将军，不若除之而后快。你选择 A 言说来意 B 与之交战 C 仓皇逃窜 D 亲自干涉。陈明已经深刻意识到，他之前是输在大事不足，而非个人勇武。说到底，大前王朝已经是末法时代，最强者也顶不住万军冲锋，只要势力足够，妖尊也得靠边站。因此既然已经决定要玩大的，那就玩最大的。你选择亲自干涉。好不容易将二人约出，陈明自然要劝说他们为自己所用，但寻常言语如何能让幽冥为镇北将军所用？这才是陈明放弃言说来意选项，直接选择亲自干涉的原因。看向那一老一少目光锐利的二人，陈明心知他们就是此时幽冥的黑白无常。黑衣老者为黑无常，是白衣青年白无常的师傅。至于前世行刺陈明的无常，就是如今的白无常。彼时的黑无常已经死去，白无常也垂垂老矣，天下只知白无常，不知黑无常就传出无常的名号。不过白无常在私下是绝对会自称为白无常的。他说只要有人还知道他是白无常，就能想到肯定还有一个黑无常。陈明看着这一老一少，想起在网上看到的一些趣闻，散去心头闪过的杂念。陈明语出惊人，大前王朝还有100年时间就会因天灾人祸而被北妖吞灭，届时天下生灵涂炭，人族成为妖魔口粮，几乎灭绝。苍冥界更是在几百年后彻底崩毁。我是曾策马北妖，鞭尸妖尊的镇北王，于40年后重生归来，听我就是大忌。城郊破庙里，三人彻夜长谈，当然是陈明不断言说，而两人不断质疑，最后被说得哑口无言。待天际亮起一抹鱼肚白，现实世界中，陈明睁开了眼睛，露出一丝笑容。幽冥愿为天下人，为他所用。你找到幽冥的黑白无常，自曝乃是40年后的重生者，回到现在只为拯救天下生灵。黑白无常对你质疑，你则用无数未来的预警以及一桩桩幽冥秘辛自证，称这是从未来得知。你又与黑无常交战，记忆之老辣令其心惊不已。为取信于他们，你更是口服毒药，把生死交给二人。黑白无常叹服将军高义，称若你所言非虚，幽冥为你所用又如何？两人心悦诚服，愿随你就事记明。整个幽冥都是为义而聚集起来的义士刺客，倘若陈明所言非虚，还有什么事情能比就是更有大义？况且陈明口服他们的毒药，每月都需要他们的解药济命，否则必死无疑。这极大地打消了二人的疑虑。不过他们也警告陈明，若是以他们为刀，为非作歹，届时定要陈明死于非命。陈明微笑称任凭宰割。随后黑白无常召集起幽冥的全部幽魂厉鬼归陈明所用，陈明将他们奉为上宾，礼遇之。征集了幽冥的刺客，你手中的暗面力量大幅上升，你大举散播朝中重臣们的罪证黑料，一时间京城高官人人自危，混乱无比。随后你散播了三皇子淫乱后宫的消息，前帝震怒，将三皇子贬为平民，流放边疆。与此同时，幽冥刺客倾巢而动，趁城中变动激烈，大举刺杀因太子身死而被召集回皇城的诸位皇子。一夜过后，三皇子死于城外，
其余皇子同样死伤惨重，仅仅余下二皇子、六皇子、八皇子。八皇子大惊，没有想到表面平庸的六皇子竟然也是韬光养晦之辈。于是他先下手为强，将战战兢兢、一无所知的六皇子杀死。至此，仅余下八皇子一人，自以为皇位到手。第二日，八皇子被易容城里的白无常杀死。龙生九子，如今唯有二皇子。看着英灵之书传来的画面，臣民鼓掌，完美收官。说真的，最后只剩下二皇子、六皇子、八皇子时，六、八两位皇子，他们肯定是彼此认为，其余皇子是死伤是对方干的。毕竟二皇子有多离谱，所有人是有目共睹，没人往他身上想过。庸碌的六皇子毫无反抗能力，最后被八皇子的手下杀死。为了防止他杀红眼，连着二皇子一起杀了。陈明还派了幽冥的刺客去保护二皇子。最后显然是他想多了。随后，正欲庆祝自己即将登基，坐等父皇升天的八皇子，毫无防备的被陈明杀死。如今只剩下一脸懵逼的二皇子，这个皇位非他莫属了。第30章，恐怖次子。二皇子显然是懵逼的，他都没搞懂发生了什么。反正一觉醒来，朝廷里就大乱了，各路大臣因罪杀头。再睡一觉，兄弟死的只剩3个了。以为自己起猛了的二皇子再次躺下，这一回再醒来时，所有兄弟全死了，只剩下他来继承皇位。现在二皇子正怀疑是自己最近的生活太混乱导致出错觉了，他试图再睡一觉，纠正一下世界。而比二皇子更懵逼的，那就是前帝了。他的那些子嗣会死伤惨重，这是在他的预料之中的，或者说这就是他想要的局面。太子已死，剩下的就有能者居之吧。在他死前，唯一一个还能留在皇城的就是下一任前帝，整个皇城可以说就是他选好的斗兽场。至于他的几位皇子是否会死完，前帝根本不担心。再残暴的君主，为了彰显自己的仁义，也会选择留下一些兄弟姐妹，比如老前帝自己就是这样的。况且除了这几个儿子，他还有大批的私生子可以留着继位。只是他没有想到，一夜过去，他的皇子就能互相杀的只剩3个。再过一夜，只剩下了6皇子。韬光养晦的6皇子也在这时显露出了他的实力，这让前帝在微微心惊之余，对这个不起眼的6儿子也产生了满意的心理。够狠！如今王朝内忧外患，来一个暴君似乎也不错。然而他还没有来得及下诏升6皇子为继位太子，6皇子居然就死了。那他的继承者呢？此时前帝终于还是想起了那个从一开始就被他排除在皇位继承人之外的次子2皇子。后知后觉的前帝只觉得全身升起了一股冷气，他明面上的继承者居然死的只剩下这个从未被人关注的次子。原来他才是这1个月中令整个王朝波涛汹涌、人人自危的背后黑手。在前帝的脑海中缓缓升起了他这恐怖的次子的发家史。首先，从幼年起，表面痴傻的2皇子肯定是天资聪颖，但他那时候就已经将眼光放在皇位上，还懂得藏拙，选择了伪装成不服管教的样子。随后成年，他将自己离谱抽象的一面不断放大，并且以高超的演技保持着从小到大如一的状态。所有人包括他这个父亲都被蒙骗，以为2皇子是一个天生的孽种。再往后，太子身死镇北将军府外。要知道，彼时的太子不仅势力最大，而且最受他看重。谁能做到这一点？前帝当初通过蛛丝马迹，将目光放在了高傲自大且从不掩饰自己对皇位的觊觎的3皇子身上。果不其然，3皇子随后迅速发展，成为皇位继承人的最有力竞争者。而老前帝自觉3皇子最像自己，于是也隐隐向着他。所有人的目光被3皇子吸引走。结果再过了不久，诸多大臣的罪证被抛出，甚至包括了3皇子淫乱后宫的消息。势力最大的3皇子就这么被淘汰出局。再然后，杀手一夜间将诸位皇子杀尽，只余下2位皇子。这2位皇子，他们势必认为对方是最大黑手，于是彼此相残。而2皇子此时只需要坐收渔翁之利。很显然，韬光养晦10几年的6皇子死于他最志得意满的时候，终究是比不过他这韬光养晦几十年的皇兄。理清了全部的顺序，前帝不由深深呼出一口气。他这次子若是当年与他一同竞争，只怕他早已是死得不明不白的亡魂。而试问，他这次子如此手段，如此心智，如此隐忍又狠辣，他继位，谁继位？前帝一瞬间把他诸多私生子与一众暗中培养的继承人全部否决。2皇子就是他要的继承人。而背后黑手2皇子此时还在床上呼呼大睡。被召进宫的2皇子一脸懵逼，看见对他和颜悦色而笑的父皇，他更懵了。按说父皇最讨厌他来着，从来没有这么温和的笑过。他还是没睡醒。
看着表情呆傻又懵逼的二皇子钱帝，心中暗暗点头，不错，荣辱不惊。即使到了这种时候，依然在很好的伪装着，没有一丝得意或者暴露的迹象。即使是他这个已经知道了全局的父亲，依旧看不出一丝破绽。钱帝道：“你的兄弟们都死光了，现在只剩下你来继承皇位了。”正在走神的二皇子愣了好一会，才恍恍惚惚听到父皇好像说了什么，他不由大声惊恐道：“死完了，真的都死完了！”钱帝一惊，这是想要赶尽杀绝，把他的那些私生子也都杀了。钱帝温声道：“儿，为父现在只有你这么一个儿子，太子之位是你的，过些年头龙椅也是给你做的，没人能动你的位置，何必赶尽杀绝？”二皇子唯唯诺诺道：“父皇，儿臣没有什么想继位帝位的想法。”讲道理，二皇子还是很有自知之明的，因此他对皇位没有一丝想法，只想当一个闲散王爷。钱帝心中更喜，直到现在他还在装，话都说到这个地步了，他还在装，日后肯定是装糊涂的高手，他天生就是干这个的。钱帝摆摆手：“好了，儿，这里只有我们两个人，你不必再掩饰了。”在二皇子说话之前，钱帝就已经彻底决定皇位传给二。乾历3345年桃月28，钱帝下诏晋二皇子为太子，天下皆惊。咦？陈明一惊，他还在想着接下来该启用后续手段，逐步把二皇子给捧到地位。结果钱帝怎么忽然就选他为太子了？以二皇子的离谱程度，按说不应该啊。钱帝到底是抽了什么风？不过不管他是怎么想的，显然陈明可以省下一部分力气了。得知二皇子晋为太子，待老钱帝死后即可继位之后，你立刻命幽冥去给二皇子下毒。第二日，黑无常归回，一切顺利。要给二皇子下毒，简直不用太简单。以此人大大咧咧的性格，随手将毒药滴入水中即可。而且他给二皇子下的是稀释过的毒药，每半年过去滴一次缓和解药即可。只不过二皇子府上那君子坦荡荡的风气，令黑无常一个自诩见惯了荒唐子弟的老头都直呼大开眼界。第31章挟持钱帝。乾历3351年，老钱帝崩殂，二皇子继位为钱帝。同年，你暗中挟持钱帝，以生死威胁，钱帝无奈受控于你。你并未声张，而是暗中挟持，随后令其以北妖换大为名，大量扩充镇北军，并增添军费，镇北军飞速发展。随后，你命其放归龙脉于丰州、献州，令两州风调雨顺，粮仓满溢。看着英灵之书中传来的一切顺利的画面，陈明不禁点头。还是二皇子好控制，哪怕当了皇帝，依旧是随便拿捏。毕竟，若是换了八皇子，身边早就暗卫无数，还有各路顶级高手，没那么容易近身。而二皇子呢，上位之后，他没有展现出老钱帝希望的撕破伪装，震惊天下，气吞万里如虎，而是在搞抽象、放浪形骸的道路上一去不复返，并且愈发离谱了起来。陈明估计，就算他没让幽冥挟持二皇子，二皇子继位一段时间之后，幽冥的人肯定也会为了天下人除掉这个祸患。好在被陈明控制住的二皇子，就算离谱，也只能在一定范围、一定程度内离谱，没法祸害整个天下。当然，二皇子肯定也不会坐以待毙，他多次命人招来高手去刺杀陈明。第二天，他总会准时看到高手的头摆在他面前，可想他的心理阴影面积。一段时间之后，二皇子摆出算了、累了、毁灭般的神情，彻底放弃挣扎，在傀儡皇帝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甚至一段时间后，他还庆幸于陈明挟持了他，让他有一个可以躺赢的傀儡皇帝位置可坐。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如今，你已经暗中控制了整个大前王朝，你选择 A 继续发展 ，B 进攻北妖 ，C 抄家王侯，D 亲自干涉。陈明早就制定好先平内乱、后镇北妖的策略，在这个选择上自然没有一丝犹豫。你选择抄家王侯。前世八皇子继位后，天下群雄暂时安稳，直至57年，宣王首先发起叛乱。如今昏聩荒唐的二皇子继位，令无数势力暗中蠢蠢欲动。你意识到，现在就是很好的抓住他们的罪证，直接进行抄家，将混乱扼杀于苗头的好时机。你携5000朝廷军开赴宣州，当场在宣王府搜查出未来得及隐藏的禁签甲胄，宣王认罪。前世宣王虽然2个月就伏诛，但这并不代表着他势力不大，他也不敢造反。宣王府里藏着禁签甲胄，那就是1000名甲士，1000甲士推翻一座成都完全足够了。要知道，当初努尔哈赤凭借13副铠甲起家，最终推翻了明朝，而有些朝代里藏甲5副等同造反，直接可以处死刑。可想甲胄的威力，虽然大前王朝的武力值远高于蓝星，但也没有太高。甲胄的战略意义依然十分突出，藏甲50等同造反。
宣王府藏甲禁签，已经是可以直接处以极刑的罪责了。况且这只是搜查出来的，早就转移走的肯定更多。宣王现在还能不死，只是陈明要带着他回去做立威。而黑白无常见陈明说宣王日后要叛乱，立刻就能从宣王府找出甲胄，心中对他重生者的身份再无怀疑。由于你的重生之力，宣王叛乱还未生成就被扑灭，天下大振。借着余威，你命前帝借机柔和削弱各地兵权、财政权，天下暂时陷入平缓。你选择 A 继续搜查 ，B 进攻北妖 ，C 快速发展，D 亲自干涉。如今天下暂时和平，北妖尚未大规模南下，当然要趁机把内乱十有八九全部摁死。你选择继续搜查，意欲造反一事自然绝非一朝一夕，诸多前世造反的王侯定然此时就已经在准备，那些并未造反的也可能只是留待后手。不过半年又有4名王侯伏诛，一时间天下人人自危，惧逆邪，平叛军杀上门来。有臣子上告前帝，称镇北将军不去镇北，反到大肆搜查，闹得天下混乱不堪，人心惶惶，实属不该。前帝大怒，贬斥之，发归边疆。陈明能率军大肆搜查审杀，当然离不开前帝的全力支持。还有就是他确确实实没有诬陷任何一人，这些人全都有造反的罪证。而其他王侯的反应很快，你要搜甲胄，那我们就把甲胄藏起来，怎么样？这样你就无话可说了吧？无话可说。陈明冷笑，正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些人不管装的再无辜再无害，他们日后一个个都是造反的苗子。既然王府里搜不出甲胄，那陈明就自己带着甲胄来，当着你的面塞进王府，再把你抓起来。那些王侯一个个气得要吐血，大喊他们要上告于皇帝。前帝于是命人经过严格审查，发现这些甲胄确确实实都是那些王侯自己暗中生产的，按律当斩。于是他们全都喋血菜市口，以昭天下。看着这些一个个死不瞑目的叔叔们，前帝默默祈祷，不关我的事，我也很无奈。剩下的王侯很快反应过来，这是要彻底亡了他们。于是他们彼此通了书信，即刻联合起来造反。谁称帝后说再不造反，人要死完了。这些王侯想哭，面对他们的造反，陈明也早就做好了准备，提拔起那些后世留名的顶级将帅，配以雄师。王侯叛军被镇压，指日可待。很显然，陈明此举可谓是刮骨疗毒。他将那些日后的毒瘤全部挖出，但同时也有一些王爷本不想叛乱，却因他而自危，被迫叛乱，相当于是挖去腐肉时，连同好的血肉一同挖去了。但也没有办法，他宁愿短时间内元气大伤，也要把这些日后的肤骨之役全部驱除。腹背受敌、捉襟见肘的日子，他可不想再面对了。前历3357年，包括成王、楚王、武王等前世叛乱王侯尽数伏诛，但王朝也因内战而元气大伤，同时天下一片缄默自危。你心知这些后遗症虽然无法避免，但也不能坐视不理。于是你令前帝连续5年减少徭役、赋税，同时开仓济民，挽救天下。前帝一时受尽称赞。第32章，平定内乱。前帝很懵逼，自京城大乱以来，整个世界就很莫名其妙。先是兄弟们死了个精光，只剩下他继承皇位；再是一向不待见他的父皇真的把皇位传给了他，甚至对他大加赞赏的样子。随后他就被镇北将军给挟持了。本来他以为到这里自己要么被杀被取代，要么被彻底挟持变成傀儡，结果镇北将军根本不限制他的自由，只是征集了军队大杀王侯。而那些王侯一个个都是叛乱的种子。而今王侯殆尽，天下一片恐慌缄默之时，此前将龙脉还于丰州、献州的作用就来了。两大粮食丰饶之地，因为龙脉的缘故，连年大丰收，粮仓满溢。如今打开粮仓赈济天下，又减役减税，天下生民无不欢心。于是他在皇宫里自暴自弃，玩着玩着，忽然间天下就都在传他乃是一代铁血明君了。一直以来被视为皇族之耻辱，而且颇有自知之明的二皇子，感觉好像有点爽。这种被人称赞的感觉，好像还不赖嘛。当然，也有阴谋论者宣称，很可能是镇北将军挟持了前帝，手握大权大杀王侯。否则他一个镇北将军不去镇北，在内部大杀算是个什么情况？但是更多人反驳，觉得这根本是无稽之谈。镇北将军挟持了前帝，他不等着谋权篡位，在这里成为天下人的靶子作甚？镇北将军只是前帝手中利剑而已。由是许多人，包括朝中重臣，都得出了一个恐怖的结论：最荒唐的二皇子，可能才是那个藏拙藏得最深的人。于是一切诡异的现象全都说得通了。这种观点传出后，天下人齐齐一震，越想越觉得有道理。当今前帝如此隐忍，太恐怖了。
而陈明一边解决王侯内乱，一边也在再次征召那些能臣义士。经过网友推荐和前世检验，许多被埋没的人才如今被他发掘出来，委以重任。不管这些人的出身如何，只要是有能力的，立刻就能坐在合适的位置。而那些尸位素餐的人，则是全都被扒了下去。很快，动荡的天下被这些激荡不已、立志大展拳脚、不负浩荡皇恩的能臣们整治得井井有条。天下人顿时感恩戴德，敬佩不已。别人说明军事任人唯贤，说的是用人只选任和提拔有德有才的人，而他们的君王呢，随手提上来的都是一代能臣名臣，这是何等的慧眼识珠！而就在天下人对前帝刮目相看、民心所归时，陈明则是默默无闻地回到了北徐州。他并不怕前帝造反，毕竟名声再好，他的能力也就这样。准确来说，如果真是他称帝而无陈明辅佐，二皇子绝对能创下王朝崩塌最速传说。况且只要幽冥还在陈明的掌握中，前帝的小命可都是一直握在他手中的。至于为什么他一个想着刷出完美英灵的人会把这些好名声全都让给前帝，这是因为陈明现在把自己的位置放得很清楚，君就是君，臣就是臣。如果放出消息说这些事情都是镇北将军献计于圣上，那就太奇怪了。很有可能在后世人会猜测出此时的前帝已经被他挟持，那他此行就是渐远，这些好名声立刻就会带上造反的意味。要知道前世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但在他的英灵评价中仍然带有造反称帝一事，令人有所指摘这样的负面评价。所以身为一名武将，他要做的不是越权，而是把自己该做的做好。此时他已经完成了平定内乱这一部分，接下来只要把北妖之患彻底解决，纵观前历3000年，哪个武将在他之上？这就如同霍去病与汉武帝之间的关系一样，汉武帝身为君王做得再好，霍去病的光辉也不会被汉武帝遮盖。若是能作为一代绝世武将，先平内乱，再镇北妖，陈明相信此次英灵评价绝对会在镇妖帝之上，完全无需去做一些画蛇添足的事情。于是陈明确保天下逐渐走向正轨，而前帝仍旧在他在控制之下。陈明坦然回到了北徐州。顺带一提，很有逼数的二皇子逐渐从在一声声夸赞中迷失了自我的状态中清醒了过来。惊诧于陈明竟然回到北徐州，而非继续坐镇皇宫，脑子一抽的二皇子给陈明送了一封密信，内容大致是：亲爱的镇北将军，这些天君的所作所为朕看在眼里，十分敬佩。巴拉巴拉巴拉，如今朕想确认一下，君确定是回到了北徐州，不管我了？陈明嘴角一抽，他回北徐州二皇子不该偷着乐，结果一副小心翼翼又生怕自己死不掉的样子，还写信提醒他来了。于是陈明回了一封信：尊敬的皇帝陛下，您是皇帝，臣是臣子，臣只是为了稳固王朝的天下才出此下策，绝无篡位之意。您只要好好坐在皇位上，别乱动，别搞造反之事，微臣一定好好帮您治理天下。届时君臣鱼水传为佳话，岂不美哉？前帝大喜过望，以镇北将军镇压王侯叛乱之事有功为由，对他大加封赏。中武大将军、镇北王乃至王朝左相，一层层官职加身，一块块官印送到府上。陈明都懵了，这么大的实权就这么送他手上，这是生怕他不反，还是说二皇子看明白了自己的位置，于是用这样的方法对他表示忠心？一开始陈明觉得很离谱，不过想到是二皇子干的，他又释然了。一切就这么在合理中走向抽象，又从抽象中回归正常。前历3357年，你已几乎平定内乱苗头，虽然仍旧偶有叛乱，但在诸位能臣的治理之下，无关紧要。前帝亦对你十分贴服，天下已安安稳定掌握在你手中。你选择 A. 登基称帝 ，B. 继续发展 ，C. 北伐妖魔 ，D. 亲自干涉。陈明嘴角翘起，从以前的起兵造反到现在的登基称帝，可想他对当今天下的掌握程度。只要他想当不当这个皇帝，只是他一个年头的事情而已。当然，陈明不会去做这种画蛇添足的事情，白白浪费了之前的铺垫。第33章，人生无处不青山。至于北伐妖魔，现在还不是时候。如今天下安定，内部终于少有的凝成铁板一块，而先前镇压王侯的反噬还没有彻底平复。这种时候不好好发育，反倒是想着北伐妖魔作甚。你选择继续发育，天下生民安居乐业，路不拾遗，传有盛世之名。你令前帝大家宣扬北妖危害以及他们的所作所为，令天下对北妖十分敌视。镇北军连番扩大，并有其余数万军队亦加入镇北行列，合称镇妖军。内乱渐息，天下唯有北妖祸患，国力迅速发展，朝堂清明一片，军民同仇敌忾，只待时机合适，即可发兵北上。英灵之书将大前王朝如今太平盛世一片的模样传递了过来。陈明不由得大家点头。
换到前世的这个时候，他才刚登基称帝，王朝内外皆混乱一片，即使他百般费力，也只能勉强为继。而如今内乱一平，王朝统筹，上下一心，立刻就能塑造出太平盛世的模样。可想两世差距之大，显然陈明的用挟天子以令诸侯取代造反称帝这一步，算是走对了。当然，这一切也离不开诸位能臣的治理，还有前帝的唯命是从。眼看局势一片大好之际，陈明顺便让前帝夸大宣扬了北妖的祸患与势力。一来，压力就是动力，能让诸多镇北军队加紧练兵，严防北妖；二来，英灵的塑造来自传说，传说越牛逼，英灵越牛逼。换到如今的情况，就是北妖越牛逼，镇压了北妖的镇北将军就越牛逼。简单来说，就是通过夸大对方，从而显得自己更牛逼。不要小看这一点，这对英灵塑造真的有很大的帮助。事实上，现代社会有些历史学家通过研究传说，对比召唤出的英灵，十分怀疑有些英灵其实并没有传说中那么牛逼，反而是十足的水货。然而，这并不影响召唤出的英灵有很高的品质。以二皇子为例，若是没有陈明，他必然可以在大前王朝最荒唐帝王评选榜上有名，乃至是前3甲的有力竞争者。但是，因为陈明的干涉，他现在在天下广有贤名，许多人都认为他之前的行为只是韬光养晦的伪装而已。甚至可能他以前的行为会被脑洞而演变成典故一般的事情，哪怕日后镇压北妖失败，他也能随着传说留下名声，形成英灵。究其根本，二皇子仍然是一个荒唐的人，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无法形成高品质英灵。现在陈明夸大北妖的行为，其实就算是一种取巧的塑造英灵的方法。这种方法的可行性是得到广泛认可的，但是除了陈明，没有人能把它付诸实践。在陈明畅想期间，大前王朝的历史也在不断演进。前历3366年，有感王朝发展，北妖开始大规模有组织的南下，你于是隐藏大部分军队，与北妖开始迂回拉扯。一番试验，你发现北妖的组织性很高，与前世相似，疑似背后有妖尊坐镇指挥。你尝试调出妖尊，无果，继续与北妖拉扯。陈明颔首，此生竟然还是有妖尊诞生，看来他的出现与他无关。不过陈明并不担心，从一开始他就是当做北妖有妖尊来打这一回合的。大前王朝乃是王朝末期，灵气的衰落代表着这里事大于人，几乎不存在一人扭转战局的情况。相较于妖尊的个人战力，他统帅整个北方，使得北妖上下一心，显然更具有战略意义。前历3368年，黑无常寻你夜谈，黑无常笑谈当今局面一片明朗，全凭将军高义慷慨，又有10株慧眼，幽冥于将军手中，方可称天下义士，否则不过散兵游勇。你心中惊疑，问他有何事发生。黑无常自语时日无多，近来倍感体衰力竭，想来已经是进攻之末。其肃容道：如今北妖浑然一体，于局势不利，愿北上斩除妖王，搅乱北方。你于是明白，黑无常自感大限将至，想要在最后时刻发挥余热，北上换掉一名妖王。你选择 A 如实告知， B 婉言拒绝， C 与之同北帝亲自干涉。陈明叹息，黑无常已经是心怀死志而来，他又如何阻止？他与幽冥从来不是上下级关系，而是共同为天下付出的同志。幽冥为他所用，只是应了无常那一句将军高义而已。像他前世身为镇妖帝，在走投无路时，甘愿拼死一搏，亲自北上讨伐妖王一般，黑无常也是同样的心理。如今是他最后的时刻，比起老死病榻，他宁愿战死沙场。这也是幽冥这一自发形成、为义而赐的组织理所当然的理念。陈明怎么能不尊重他的意愿？至于北方妖王的位置，陈明自然早就对此做好了准备，时刻让侦察兵潜伏观察着。你选择如实告知。2日后，前帝亲至，为黑无常设宴饯行，宁景、楚狂、白无常等人同在。黑无常笑语：此生能见朝堂清明，百姓安居，虽死无憾，能与诸位同志共勉，是此生之幸。你提出命10名前行士兵带回他的尸骨，黑无常谈笑婉拒，称人生无处不青山，何须马革裹尸还？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前历3368年何月初9，一只黑鸦携密信归回。看到那封信，陈明知道黑无常真的已经身死北方，只能让黑鸦带回讯息。密信上说了2点，一是陈明嘱托他隐匿查看的前世白狐妖尊所在的山洞，竟然仍有妖将镇守，这几乎代表着这一世的妖尊仍然是白狐妖尊。2是黑无常最后选择刺杀的妖王是金文虎王，你命人潜伏北方打探消息，确认金文虎王受刺身死，前帝亲自下诏宣扬功绩，为其后立衣冠冢。白无常自此格外强调自己为白无常，意味有白无常必有黑无常。第34章
炸裂操作。今闻虎王身死，引发北妖内部剧烈动荡，但有妖尊压制，预计不会有内乱发生。你不愿意放过时机，立刻调拨10万大军，由宁景等人指挥，大举北上。北妖惊骇，妖气为之一颤，不知王朝竟然藏有如此兵力。妖军在妖尊的引导下，立刻对大军展开围剿。你选择 A 亲率军队 B 静观其变 C 暂时休战。 D 亲自干涉。经过多年的发育，大前王朝的军力绝不在妖族之下，没道理面对妖族倾巢而出就害怕。更何况妖族生性野蛮难驯，且并无存粮习惯。换句话说，妖族那边是胜时猛如虎，败时散如鼠，顺风局越杀越勇，逆风局四散而逃。而且后勤做得很差，有时候打着打着就断粮，导致前线停滞。因此与妖族作战，只要能顶得住压力，妖族的攻势就会自行从内部瓦解。这是陈明多年与他们交战打出的经验。你选择亲率军队，你亲自率军北伐，意欲与宁景反包围妖军。心知妖王军只是被妖尊融合在一起，并非铁板一块。你通讯宁景，命其于你，每次只合攻一处妖王军。前历3370年，妖军大败，四散溃逃，这就败了。陈明一惊，根本没有任何转折，妖族就溃散了。虽然他心中早已隐隐确定妖军在王朝军面前必败，但前后才打2年，这也太快了。不过思索了一番，其实这倒也正常。前世他身为镇妖帝时，亲自率军镇守镇妖关，但全军上下所有士卒加起来也就约莫10万之众。就这，还因为内乱与北妖潜伏南下侵扰之事，时有征调。即使如此，他依然能在内乱不扩大的情况下，依靠着镇妖关与北妖打得有来有回。而今他挟持前帝，在王侯没能反应过来之时，就剿灭了他们，摆平了内乱。外加诸多措施的治理之下，一片盛世之景。他更是手持穿越者必备种田手册合集，将其中的有用经验自上而下扩散出去，一定量提高了粮食营收。兵力与后勤相较于前世何止翻了1倍。而且今世他也早早在北方3州的边卡做好了预防北妖潜伏南下的措施，彻底解决了后顾之忧，可以全力对付北妖。北妖溃散理所当然。事实上，北妖能在镇妖关外嚣张这么久，完全是因为前世的经历导致陈明的军事安排有些保守。说到底，这群并不团结也不擅长耕种，而且仅仅占据天下2成之地的北方妖群，能在大前王朝面前跳脸，完全是因为王朝内部的腐朽衰败而已。解决了内乱，这外患不说不值一提，也完全不至于是灭国之灾。如此比较一番，陈明愈发感慨于自己前世呕心沥血但仍被北妖吞灭的经历。果不其然，天下大事浩浩汤汤，顺之则昌，逆之者亡。他开局选择整顿国力，而非依靠个人勇武干穿妖尊的想法是对的。如今大势所向，优势在他。妖军于正面战场溃败，易散回苦寒北方，更有2名妖王被武将当众斩杀，如今携妖师归回。一片盛举之下，妖族大势已去。你选择 A 乘胜追击 B 论功行赏 C 围猎妖族 D 亲自干涉。乘胜追击的意思是大军进发，彻底冲入北妖领域，尝试一举歼灭北妖。围猎妖族则是呈环形缓慢推进，压缩妖族生存空间，慢慢磨杀，使其慢性死亡。看起来此时优势尽在大前王朝，陈明应当一鼓作气，命士兵冲锋歼灭北妖。实则妖族10万妖军此时才损失近2万，大部队仍然保留。而且正所谓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生死关头，妖军可不存在溃逃的问题了。再加上妖族本就可谓是全民皆兵，一旦到了北妖领域，妖族本土作战之下，想要彻底歼灭妖族，必然困难重重。这一点从王朝建立之初，明明王朝势大，但初代前帝也只是将妖族赶到苦寒朔北，而非赶尽杀绝，就可以看出，不是做不到，而是得不偿失。如今陈明就面临了同样的问题。不过不同的是，初代前帝国家初定，除了北妖，还有很多别的事情要去解决，而陈明可以举国专心解决北妖。妖族他肯定是要彻底歼灭的，不然达不到他想要的最佳效果。但同样不能急于一时。你选择论功行赏，大破北妖当论功行赏。你命令军队暂时退守镇妖关，前帝封谭祭天，告为列祖列宗，后设大宴宴请功臣。你功列最高，前帝对你大加封赏。本来对于陈明而言，这所谓的论功行赏其实也就走个过场而已，他不需要这些地位，只需要功绩与名声以及相应流传下去的传说。结果很离谱的是，二皇子疑似觉得王侯与北妖都结束了，下一个就轮到他了。于是为了彰显自己对陈明的忠心，
二皇子对早就功高震主的陈明进行了额外的封赏。前帝赐镇北将军以半皇之名，即他与镇北将军共享皇位。从此，镇北将军与他地位相同，其余臣子见镇北将军如见帝王。这种操作，别说是在大前王朝，哪怕是放眼上万年的王朝时期，那也是相当炸裂。群臣大惊失色，这他喵是在搞国家分裂啊！纷纷劝谏。二皇子当时就怒了：朕是皇帝，还是你们是皇帝？朕赐镇北将军半皇，那只是有一个皇的名号，但你们这是要替朕执掌皇权，劝不住，根本劝不住。陈明一脸懵逼的多了一个半皇这样的抽象位置。若是别的名号别的皇帝，陈明还以为是要搞捧杀那一套，但这也太抽象了。只能说二皇子真的是你啊！他的骚操作还没完，似乎是认为自己的皇位仍旧不牢靠。二皇子一拍脑门：虎毒不食子，只要认他当爹，他还能真的杀了自己不成？二皇子当即动身去找陈明：朕执掌皇权，心有余而力不足，幸有将军引导，攻若不弃，朕愿拜为义父。陈明看着眼前这个跟自己差不多大的皇帝，嘴角狂抽，神他妈认他当义父！这消息传出，全天下都得抽风。第35章太平盛世。虽然让皇帝认自己当义父，放眼两个世界的历史，那都是十分炸裂的事情，说不定还能因此留下一段抽象的传说。但陈明总觉得这对于他一世英名的塑造是一种负面效应。况且到时候二皇子跟陈安怎么论？我管你叫哥，你管我叫陛下。认父失败，二皇子遗憾又释然。虎父无犬子，果然名不虚传。于是他又一拍脑门，决定再给陈明安一个国父的名号。国父也是父，你总不能杀我了吧？天下人要流泪了，头上莫名其妙多出一个爹来。从此只要有陈明在场，前帝一声声国父喊得十分亲切，而且坚持不落主位，一定坐在陈明边上。后来王朝宫廷宴会取消了主位，转为了2个副主位，供给镇北将军与前帝同坐，以示平等。而这种骚操作十分牛逼的留下了一个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类似的传说。这波只能说文史观上大分。虽然说二皇子的骚操作相当抽象与大于弱智，但其实也是反复的向陈明证明了他确实没什么脑子与野心，安全性很高。像是他刚出道那会，其实还是带着一点进攻性的，幸好陈明把他及时纠正了。当时刚继位的二皇子不满于自身受控制的局面，这是很正常的，任何人到了皇位之上，肯定会有性格有所变化，产生为朕独尊的蜜汁自信。本来躺得很平的二皇子像是咸鱼似的抽了几下，想要翻身。于是他开始开早朝，并立志1周至少要开3天。早朝很早，相当于是5、6点。好在二皇子那会还没睡，只要他愿意从后宫走到前庭，完全能开得起来。虽说大臣们无聊的汇报如同早读老师的讲课一般，能把二皇子催眠到睡着，但他还是艰难地坚持了下来，并深刻地感到自己很棒棒。如此过了几天，消息传到了陈明那边。于是某一次早朝开到一半，10名衣着清凉，使人很有被信任的感觉的绝色美人走入朝堂。满朝文武当即知得之，武的武。二皇子众爱卿为何一言不发？支支吾吾的楚狂道：臣乃武将，不善言辞。于是立志坚持开早朝的二皇子大手一挥，退朝。从此君王不早朝。二皇子完全理解了父皇的后宫为何如此充盈，并把父皇留下的美好传统发扬光大。乾历3371年，厉兵秣马，整顿军事。你率20万大军北上，不求毕其功于一役，只求压缩北妖生存境遇。同时你将白狐妖尊的迷妹之力告于士卒，命他们分外小心。妖尊偶有出没，动辄覆灭100人队伍，但于大局无济于事。大军压境，步步紧逼。妖族若忍无可忍，小股妖群进发，则一举吞灭；妖军成形，则退避围困，慢慢磨损。北妖之境，遇密林则焚烧，遇丘泽则平田，群妖无处可藏。乾历3375年，妖尊意欲投降。陈明颔首，如今大势在他，根本不用急于一时。此一番钝刀割肉，直接快把妖族给玩死了。现在妖族的境遇跟他前世的捉襟见肘其实颇为相似，都是在慢性死亡，而就与他在彻底消亡之前选择殊死一搏一般。妖尊同样做出了这样的选择，只不过察觉到底下的妖群越来越不受控制，而且王朝显然没有任何放过他的想法。妖尊觉得与其负隅顽抗，又或者一味逃窜，不如把自己洗白上岸。他已经通过迷妹士族得知，如今的前帝虽然英武盛名，但也后宫充盈，显然这也是一个好色的帝王。妖尊相信以自己的人形美貌、妖尊的高贵身份以及迷妹之术，迷倒前帝不在话下。或许还可以效仿上古年间的祖先妲己之所为。
于是妖尊主动现身，对士族说：“把我带到你们的皇帝那里。”然后宁锦就让人把他绑好了，送到将军那里去。看着身披轻纱又扣着镣铐的白毛妖尊，陈明颇有些疑惑。妖尊美则美矣，不过脑子好像不太好。虽说妖族大势已去，但是把自己送归为阶下囚，那也太抽象了。妖尊料想，以自己的身份，怎么都能见到前帝。只要拿下前帝，就等于拿下了半个天下。而眼前的镇北将军虽然杀气腾腾，但根本不可能动他。然而事实就是，在白毛妖尊说话或者施展媚术前，陈明拎着方天画戟，直接给他捅了个对穿。陈明的操作完全超出妖尊的预料，给他整不会了。而陈明也完全没有给他反应的时间，招呼着身边的亲卫，就将重伤的妖尊围攻致死。为了防止复活，陈明还把他的头砍了下来。彻底死去的妖尊变回了白毛狐狸。妖尊一通骚操作，遇到一个不按套路出牌的，直接把自己给送了。陈明铁嘴，妖尊想的是什么，他能看不出来。不过到底是多么愚蠢的人，才会在这种事情上被美色所困，与献媚的生死仇敌谈情说爱？你是在开玩笑吗？就因为对方的模样可以是美貌异性？很抱歉，在这种关键事情上，陈明从来不会用小头思考。更何况对方本体是白毛狐狸，而且英灵之书根本不会给他传回那种画面。前历3375年，你斩杀妖尊，妖族群龙无首，彻底陷入灭亡边缘。前历3380年，妖族覆灭，天下归大前王朝所有，群妖散匿。自此天下大定，太平盛世来临。你辞去所有官职，享天伦之乐。妖尊一死，后面的事情更是一点悬疑都没有。妖族也算是彻底覆灭了，只剩下一些逃跑隐匿能力强的家伙逃走。陈明自觉塑造英灵该有的履历都已经走过，于是辞职不干了。至于什么狡兔死走狗烹，这种事情完全不会发生在他身上，除非前帝想造反了。然而事实是，就算陈明说想试试做龙女的感觉，前帝绝对会立刻满脸笑容的把他请上去，口中更会喊着亚父请上座。顺带一提，太平公主杨怡还给陈明又生了2个孩子，孩子们很乖，打小就没有叛逆期。而那把方天画戟，陈明珍藏了起来，绝对不让陈安碰一下。上一世虽然是妖尊的迷媚术的原因，但是陈安一戟给他捅了一个对穿，让他相当的印象深刻。第36章，王朝之首，半皇。第4次模拟总结，你再次重生，心中明白自己必须引导势，顺势而为。于是你扶持2皇子上位，挟天子以令诸侯，先斩王侯，再整朝纲，王朝大兴，合力向北。最后你斩杀了妖尊，北妖覆灭于你手。你更改了历史，你死后前帝亲手为你塑造长生碑，王朝延续昌盛，而你的功绩亦在前帝的大力宣扬之下永垂不朽，直至前历3789年，苍冥界陨灭，大前王朝随之消失于历史之中。英灵已铭刻。剩余模拟次数：1、英灵信息：姓名陈明，称号镇北将军、镇北王，王朝之首，半皇。品质盖世。可觉醒次数3次。觉醒状态未觉醒。05方天画戟未觉醒，天龙剑未觉醒。潜力属性力量地，速度1加，防御1加，耐力地，灵力1加。技能镇妖战法，龙吟狂舞未觉醒，天龙降世未觉醒。特殊觉醒盖世之姿，王朝半皇。啊！看着自己的英灵模板，陈明的脑门上缓缓出现一个，这到底是什么情况？以他的思路来说，这一世他是真的已经到极限了。内平乱，外震幻，再加上提点江辰，归还龙脉，文治武功可谓是都拉满了。正因如此，陈明觉得自己最后一次模拟都不需要了，已经算是打出了完美 ending 了。然而此时的英灵模板却把他整不会了，不是不强，而是超模了，真正意义上的超模。英灵之书，这是给我印了一个盗版卡。众所周知，由于现代科技的发展，人们已经能通过检测英灵的数值，从而对英灵进行品阶划分。英灵从下到上的品阶依次为普通、英才、豪杰、英雄、传说、史诗、神话以及只存在于推论中的原初。英灵的数值也就随之排为 G、F、E、D 等类推。而大前王朝时期，由于时代限制，目前已知的英灵产出上限被定格在了豪杰级，这是上百年的铁律，无人打破。然而英灵之书再一次把人的三观碾在了地上，并非是塑造出了打破时代上限的英雄级英灵。谁能告诉他，为什么他的英灵的品阶会是盖世？从此前的英才级镇妖将军以及豪杰级镇妖帝可以看出，
英灵之书的英灵品阶是跟着时代走的，但是现在他却产出了一个没有被划分的盖世级。而从这位王朝之首的数值来看，他确确实实打破了豪杰级的上限，力量与耐力来到了英雄级该有的地。而潜力那一栏更是诡异的，从未听说过的3次觉醒以及特殊觉醒也让他很是震动。陈明用意识触动品质盖世讯息，他得到了英灵之书的反馈，真正的英灵不因时代的限制而失去光辉。陈明确信英灵之书还有许多他没有发现的隐藏玩法，这种感觉就像是一个游戏，在操作栏告诉了你什么按键是什么作用，但它总有许多隐藏操作要你慢慢发掘。盖世，这意思是说王朝之首的诞生过于惊世骇俗，盖压了那一个时代，因此才产生这样的品质。陈明思量一阵，点点头，应该是如此。经历总结中有一句，你更改了历史，确实够惊世骇俗的。自己在模拟中改变了时代，超出时代上限也不是不能理解。总之陈明欣喜，虽然没有完全搞明白，但是是一件大好事啊。从各个方面来说，这位王朝之首都堪称怪物，各项拉满甚至超模的属性就不说了，双灵53技能也是开挂表现。那天龙剑甚至相较于镇妖帝反而从残缺进阶成了完好，这个陈明倒是可以理解。镇妖帝那一世虽然他亲自手持天龙剑，但是纯属是摆设而已，龙脉都在地里面呢。但是反倒是王朝之首半皇这一世，由于后方风调雨顺，均被充盈，有时龙脉想出来玩玩，陈明也会带上他，相较于前帝，龙脉更亲近他。而那是龙脉的寄存之处，自然是天龙剑。二皇子对于把比王座与王冠更具有帝王象征的天龙剑借给陈明毫无抵触，虽然底下的臣子们常常反对，但这显然是皇帝不及太监级的表现。大致也因此，王朝之首反而有了完全体的天龙剑。不管怎么说，总算是圆满结束了呢。不仅剩下一次亲自干涉没用，就连最后一次模拟也不需要了，毕竟已经达到了最佳。心中升起一个念头，陈明出现在他的面前，看着眼前与自己同名同姓的鹦鹉将军，陈明满意含笑点头。唯一比较操蛋的是，这将军身上的将军袍子竟然绣着金龙，甚至头上还戴着与帝王冠冕相似的冠冕。只能说不愧是最后封号为王朝之首半皇的男人。王朝之首指的是他一生内平乱外镇患，如同王朝平复镇压天下之首。而这半皇显然是二皇子那家伙的大力推广下流传后世的传说，两者交加，形成了他在后世人传说中的形象。英灵召唤之下，就变成了现在的模样。尝试了一番英灵附体，很满很温暖，力量涌上来了。镇妖帝别联系了，我怕王朝半皇误会。啊呼！虽然时间还不是很晚，但陈明还是深深地打了一个哈欠。大功告成后的放松感，以及连续2次模拟带来的疲倦，让他感到昏昏沉沉的。并且有了经验的陈明还知道，等会在睡梦中，他还需要去完全吸收2世记忆，最好多准备一些时间。简单的洗漱一番，陈明心满意足地躺上了床，心中是难言的放松与满足。然而他不知道的是，在他随着记忆而做了一个绵长的梦的时候，整个世界其实都已经在暗地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第37章改变历史。梦中无数记忆交缠，最后无关紧要的记忆被隐藏，那些重要的以及与战斗相关的记忆则延续了下来。这是大脑的自我保护机制，不然几十上百年的记忆涌入脑海，后果可想而知。总而言之，在这种醉生梦死的状态下，陈明睁开眼睛时，发现时间来到早上的7点钟，而陈明定下的7点半的闹钟自然还没响。玉灵世界的高中生活要比前世松缓得多，早上的第1节课是8点钟开始，而且没有早读环节。换句话说，8点前到校即可。于是脑袋上有昏沉感的陈明倒头又睡，心中想着就稍微睡那么一下下。再醒来时已经是9点钟了，手机里老班打来的电话响个不停。陈明无语，果不其然，早上刚睡醒时的一次闭眼，就如同肚子疼时那一个蠢蠢欲动的屁一样。信了，那就糟了。接了老班的电话，陈明连声道歉，然后匆匆忙忙洗了把脸就出门打车。15分钟后，陈明刚下车就看见校门口一个中年人对着他招手。此人身高不算高，啤酒肚，条纹衬衫，地中海。正是担当数学老师的老班。陈明，赶快，就差你没去登记了。陈明连忙加快脚步。老班在校门口等，迟到的学生也就育龄生有这么好的待遇了。当然，老班人本来就挺好的。两人加快脚步朝学校里走。老班看陈明还时不时打一个哈欠，不由问道：“这么困啊？昨晚几点睡的？”陈明自然不能说实话，就道：“太兴奋了，这2天都不太睡得着。”老班点头，从普通学生一步登天到育龄生，兴奋一点很正常。
当了这么多年老师，类似的例子数不胜数。不过他还是不由多说道，就算成为了御林生，也不能放松下来。要知道御林师的竞争压力可是很大的。对了，陈明，你是契约了什么英灵？陈明早就想过这个问题。王朝半皇的数值面板过于夸张离谱，如果真的被检测出来，难免他会受到各方重点关注，乃至暴露出英灵之书的秘密。好在对于初阶御林生，官方并没有那种特别严密的审核检测，只是学校用自己的仪器来审查。譬如力量栏就是英灵通过击打受力器来显示力量，而非是通过高级仪器将英灵能量数值具现。因此陈明完全可以把自己的英灵伪装成当初还是英才级的镇妖将军的状态。于是他回答道，是大前王朝末年的镇北将军，也就是那位有镇妖将军之称的镇北将军。镇北将军，镇妖将军，哪位镇妖将军？老班疑惑。在他的印象中，自从大前王朝中期开始，北妖成患，每一任镇北将军都是以镇妖为己任。不过他从来没听说过什么镇妖将军。看老班一脸懵逼的状态，陈明不由为镇妖将军感到淡淡的悲伤。老兄，都没人知道你，好歹自己第一世的经历跟他有极高程度的重合。陈明说道，就是那位恰巧跟我同名同姓的镇北将军。跟你同名同姓，还是镇北将军？卧槽！老班忽然爆出一句粗口，震惊地拽住了陈明。卧槽！你刚才说你契约的是那位跟你同名同姓的镇北将军？是。陈明有些惊了，镇妖将军也就英才级，老班几十年的教学生涯，没道理这么惊讶才是。结果得到陈明肯定的老班，竟然一副差点疯了的模样。卧槽卧槽卧槽啊！陈明，你牛逼大了呀！卧槽！镇北将军陈明啊，传说中的王朝之首啊，他可是大前王朝末期改天换地的人物，哪怕放眼整个大前王朝3000年历史，都是最顶级的。那一代的前帝都是他的迷弟舔狗。纵观他的一生，简直像是开了挂似的。有不少学者都在疑惑，他的一生的轨迹简直离谱，许多行为都不像是正常人该做出来的。很多大前王朝末期研究专家都在推测他是不是重生者，甚至穿越者。结果那一代的前帝都化作英灵被召唤了出来，却一直没有他的任何信息。许多人都在怀疑，由于他太过惊世骇俗，至今没有人能得到他的认可，将他从传说中具现为英灵。但是你居然把他召唤了出来，甚至成功契约，难怪你这么兴奋啊！卧槽！要是我把他契约出来，我特么能抱着他大腿睡觉。平日里有些严肃的老班口水横飞，两眼放光，已然是陷入了某种狂热状态。英灵都是纵横一时的人物，许多人都会被他们身上的光彩吸引，视他们为偶像。很显然，老班是大前王朝末期那位王朝之首的忠实小迷弟。此时他听到自己的学生契约出了自己的终极偶像，心中的激荡也就可想而知。老班说的口水飞溅，陈明则是一脸怔怔地看着他，仿佛才刚知道自己契约的英灵有多牛逼一般。这让老班一瞬间差点酸死，这到底是什么狗屎运啊！然而事实上，陈明心中的惊涛骇浪一点不比老班低，而且他也太懂得王朝之首的一生了，那可是他亲自模拟出来的。但问题是，老班是怎么知道的？镇北将军陈明在苍明正史上最后并没有什么显赫的记载，全都是围绕镇妖，最核心的一句就是镇妖有功，时人称之镇妖将军。这一点是陈明模拟完第一次召唤出镇妖将军之后上网搜寻得出的。结果现在这一段历史似乎被取代了，镇妖将军陈明变成了王朝之首陈明。这一切不就是发生在他英灵之书模拟上的事情吗？自己明明是在英灵之书上模拟出的世界啊，可是现在似乎出现在了御灵世界之中，取代了原本的苍明正史。用一本书的模拟就能推翻过去，改变历史。陈明浑身都在起鸡皮疙瘩，一层一层的发麻。他掏出手机搜寻镇妖将军陈明，没有镇妖将军了，检索里只有王朝之首陈明。讨伐王侯，镇压内乱，提点人才，发展军力，横推北妖，前帝偶像，一切都与他的模拟相符。历史被更改了。第38章，恐怖如斯。陈明终于想起了当时在第4次模拟的总结中出现的一段话。最后，你斩杀了妖尊，北妖覆灭于你手。你更改了历史，我更改了历史。陈明喃喃自语，心中竟然出现了一丝恐慌。亲自参与了数次模拟的他，可太知道什么叫做蝴蝶效应了。因为他一个人的改变，整个历史都被撬动。而现在，从前历末期，王朝之首开始正式取代镇妖将军起，到底要对这个时代掀起怎么样的改变？不仅如此，他本来以为自己这英灵之书的能力是指在苍冥界中模拟一生，以此产生盗版英灵。苍冥界的历史充满了谜团，哪怕是研究最充分的大前王朝，
也有一大堆未解之谜。这些未解之谜甚至可能对于当时的普通人来说都是日常随处可见的小东西，但因时代的限制而成了后世的谜团。在这样的情况下，忽然出现一个没有任何记载的婴灵，其实是合情合理的。也就是说，他的能力在窃取苍明正史的边角料，偷偷搞出盗版玩意。结果现在他塑造的婴灵居然成为了正版婴灵，那就不是在窃取边角料了，而是让整个世界迁就他的一次模拟。因为他的一次模拟，整个世界的历史都要被重塑。想想看，这是多么恐怖的事情！因为他的一个举动，过去的几百年已经定格的东西都将被推翻。更恐怖的是，重塑的东西还会反过来影响现在。陈明头皮都开始发麻，这里面似乎涉及了无数个时空方面的问题与讨论。他所塑造的婴灵是盖世级婴灵，从现在反过去看着盖世级，陈明又有了不一样的体悟。这个品阶代表着他对历史的改变程度，应了那一句你改变了历史。既然他对历史有了重大的影响，那么那些婴灵呢？甚至是那些被召唤出来的婴灵呢？他记得老班刚刚提到二皇子也作为婴灵被人契约出来的。那么问题来了，本来荒唐离谱的二皇子，充其量不过是因为那些荒谬传奇而成为普通婴灵。现在沾着陈明的光，无论如何他都是在位期间平定北妖大患的皇帝，怎么样至少都能评出英才级吧。甚至因为后世人对他的不了解，以及文史官对他的美化，搞出一个豪杰级，陈明也完全能理解。那么他何止是改变了自己，改变了历史，他甚至在所有人都不知道的情况下直接重塑了现在，而人们都对此一无所觉。他本来只以为自己的能力是究极盗版卡印卡机，结果特么的现在成了时空之主的故事书了。各种恐怖到惊世骇俗的猜想在陈明脑子里乱转，让他不由重重敲了敲脑壳。不能再想了，再想就要长脑子了。现在陈明只是前所未有的肯定以及确定了一件事，绝对要保留住英灵之书这个秘密。本来他以为自己是一条遭人嫉妒的挂犬，现在特么的好像跟创世主沾亲带故了。看着表情十分丰富的陈明，老班痛心疾首。他现在才明白自己契约了什么妖孽级绝才，自己的偶像到底是遭遇了怎么样的轻视。受不了惹！陈明，老班掏出了纸笔，按住了陈明的肩膀，沉声道：老师有一个请求。陈明斜睨他，这是要签名呗？要不我直接签了得了，反正我俩同名同姓，他还是我分身。当然陈明也就在心里这么一嘀咕。老班辛辛苦苦在校门口等自己，又是自己的分身为偶像，给他签个名聊聊天，那也理所应当。心念一动，王朝之首陈明出现。老班眼神中透着惊讶。一般来说，新人遇灵生想要召唤出自己的婴灵，还是要稍微有点蓄力准备的。看样子自己的学生与这位传奇人物的相性相当之高。随后看到自己的偶像婴灵的老班愈发惊讶，因为他发现王朝之首与陈明从长相上来说就有7、6分相像，只不过一个还带着学生气，另一个则是威严卓然。亲眼看到自己的偶像婴灵，老班显得激动又局促。你好你好，我是。陈明心中暗爽不已，果然人讨厌的不是装逼仔，而是那个装逼仔不是自己，哪怕此时只是装了一个暗逼，也让他心中暗爽不已。老班下意识朝陈明伸出手，随后意识到自己有些仓促突兀，尴尬一笑，正欲收回，陈明控制着王朝半皇与他握手，温和一笑。老班顿时又一次激动不已，随后他与偶像畅谈了起来，具体表现为老班一路说，陈明时不时含笑点头，最后还给签了2个名，一个在纸上，一个在衣服上。陈明还听见他嘀咕什么今天不洗手了，什么衣服收起来珍藏。老班带着陈明来到了他未来的新校区，同样都是在宁水市第一中学，只不过2个校区是分隔开的。北校区是育龄生校区，南校区是普通生校区。按说人们觉醒育龄的概率大致比1/10略低一些，也就是说普通生的数量是育龄生的10倍左右，但育龄生的北校区足足有普通生校区的3倍大，不只是占地面积，就连各种基础设施也有着天差地别。更重要的是，陈明听说育龄生校区的食堂物美价廉，一份大碗牛肉面只要5块钱，而且由于人少，下课时完全不需要爆种狂奔。跟着老班，陈明一路来到了婴灵检测室，这里看起来就是体育馆改造的体检房。事实上，对于初阶婴灵，确实就是用类似体检的方式来评定属性。此时检测室里只有3名老师负责看管仪器，并没有学生，显然其余人都检测好了。大多数人都是当场觉醒，当场检测，少数人回到家忽然觉醒。而这一届回到家再觉醒的本来就少，迟到的更是只有陈明一位，自然检测室就没人了。不过即使是只有3位老师，什么？他竟然觉醒了传说中的那位人物，此子恐怖如斯，断不可留，
不好意思跑错屏了。结，此子若是不能为我，不好意思，我也跑错屏了。他刚才说他叫什么？好像是陈什么？陈东，恐怖如斯。几名老师疯狂倒吸冷气，为全球变暖做出了一丝贡献。第39章，英灵检测。不过，虽然几位老师很震惊，但是现在的场面自然完全没有前几天觉醒大会的场面宏大。那时候那家伙又是超神天赋，又是顶级英灵的，整个会场都能燃起来。众人纷纷倒吸一口冷气，能直接让温度往上提2度。届时，校花瞩目，校长震惊，那才叫装逼的好去处。不过很显然，陈明是没那个福气了。陈明弱弱开口：“几位老师，还是先搞检测吧。”一名老师严肃道：“这位同学，你的英灵非常特殊，理应特殊对待。我已经通知了校长，我们会用专业仪器对王朝之手进行更直观的评测。”专业仪器？不用这么麻烦吧？陈明犹豫，到时候英灵属性曝光，不会因为太过夸张而产生什么不好的后果吧？不过他又转念一想，那也全都是王朝之手陈明的问题，他咬死说不知道，别人也说不出什么。当然有必要。正当陈明在思量的时候，门口传来了一道中气十足的声音。陈明扭头一看，正是校长。校长如今年龄60有余，不过老当益壮，染黑的头发梳成背头，精神矍铄，看着跟40岁的中年人也没什么区别。他一向以严肃的态度出现在众人面前，不过此时也显得很激动。王朝之手可谓是大前王朝末期乃至整个大前王朝最传奇的一位人物，不只是他正式的功绩，还有他疑似重生者的一生。纵观他的经历，许多行为初看匪夷所思，但到了后面却纷纷发挥作用，深谋远虑都不足以形容，简直是未卜先知。除了这些可以探索之外，更重要的是，他是专家推测中大前王朝唯一一位有可能打破时代限制，超脱出豪杰级的英灵。他可以让我们知晓许多那个时代的隐秘。他的存在本身已经不仅仅是一名顶级英灵这么简单了。徐校，几名老师纷纷问候道。徐校长走上前，对着陈明温和一笑：“同学，有劳你了。”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陈明自然没有拒绝的可能性。20分钟后，高级检测室，洁白明净的房间里，只摆放了一台看着就颇为负责的仪器，正是可以检测英灵数值的检测仪。原理是通过一种秘境中产出的灵物与英灵联系而共鸣，从而检测出共鸣数据。因为要消耗秘境灵物的缘故，这机器开一次最少也需要3万块钱，可见校方对它的重视。顺便可以预见的是，估计等会还会有一些高3的优秀学生会沾陈明的光，用仪器残存的能量为他们的英灵检测一番。仪器已经调好了，陈同学可以把你的英灵召唤出来了。众人纷纷瞩目看向陈明，甚至还吞了吞口水，显然期待已久。陈明深吸了一口气，低声道：“王朝之手。”伴随着空间波纹，一名披挂将军甲胄的威严将军出现。至于半龙袍与冠冕，则被陈明取消掉了。帅归帅，他总觉得太抽象了，有点不伦不类的意思。陈明说道：“各位老师，这就是我契约的英灵，王朝末年有王朝之手称呼的镇北将军陈明。”陈明控制着他环视众人，气势非凡。见到了传说中的英灵，众人个个眼神放光。出去后，有的是牛皮可以吹。严肃的陈校长也呼吸微微急促。王朝之手，我仅代表御灵世界，欢迎您的降临。陈明骤然降临，被一群人用热切的目光看着，也显得镇定自若，甚至身上自带的气场还反过来让众人有些紧张。听到陈校的称呼，他微微一笑，温和道：“诸位不必这么严肃，王朝之手什么的，不如诸位还是直呼我的名字吧，又或者陈将军。”正好与小陈的名字分隔开。传说走进现实，很显然，这位传奇之人并没有许多英灵傲然的性格，反倒是显得很友善。众人不由轻松了许多，纷纷问好：“见过陈将军。”一名老师想起先前老班炫耀的签名，不由眼巴巴掏出了纸笔：“陈将军，我是你粉丝。”其余老师纷纷效仿：“陈将军，我也是。”胡闹！严肃的徐校皱眉呵斥，随后歉意一笑，拔出挂在胸口的钢笔：“陈将军，您看。”陈明，看来他还是低估了自己的魅力，怪不得几人失礼，实在是因为王朝之手是整个大前王朝最传奇的人物。许多人认为，抛开时代限制，哪怕纵观整个王朝时代，王朝之手也很能打。眼瞅着几人崇敬有加的模样，陈明自然给他们都签上了大名。几人纷纷兴奋，又小心翼翼地珍藏起来。陈校长心中愈发兴奋，这位陈将军如此好说话，这代表着之后从他身上得知许多大前王朝末期乃至其余时期的隐秘的可能性高了许多。毕竟不是什么英灵都像他这样令人如沐春风，那些乖张怪异乃至反过来袭击御灵师的英灵，想让他们把自己知道的事情说出来，显然不太现实。这让他不由感慨，难怪别人能是王朝之首，
那一个时代的许多名人，乃至于前帝本人，都是他的小迷弟。果然是不仅自己有能力，而且双商也很高，极具人格魅力。当然，还有就是其余大多牛逼的英灵，早早就被人召唤出来过，甚至是数次被召唤，都是熟悉的老面孔了。唯有王朝之首，不仅是末期最顶级英灵，而且从未出现过，如今可是首次亮相。粉丝见面会大致结束，一名老师恭敬问道：“陈将军，仪器已经调整好了，您看。”有劳诸位。走入仪器检测范围，无数道光线交织，让陈明有一种被看光的感觉。1分钟后，屏幕上出现了王朝之首的信息：英灵信息，姓名陈明，品质豪杰，可觉醒次数2次，觉醒状态未觉醒，05未知，潜力10，属性力量1，速度1+，防御1+，耐力1+，灵力1+，技能未知。第40章拉满了，真的拉满了。很显然，与英灵之书那样详细且绝对真实的信息描述相比，这个仪器的检测结果要简陋得多，许多东西检测不出来，甚至还有不少出错的地方。当然，这也有王朝之首本身过于特殊的缘故。然而，对于徐啸等人来说，他们现在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虽然最终结果显示，哪怕是被人寄予厚望的传奇英灵王朝之首，依然没能打破时代的限制，但是这个面板是否有那么一点点夸张？豪杰级品阶搭配2次觉醒次数，代表着他的超高成长能力，而算上10潜力值以及5项满格的权益加顶配属性值，荧幕上整个属性模拟面板赫然被全部填满，甚至力量栏直接超模，拉满了，真的拉满了，真正的超究极6边形战士，前所未有的绝对满配。在大前王朝这个卡池里，毫无疑问找不出任何一张能超过王朝之首的卡片，他已经走在了时代的最顶峰。看到这个面板搭配王朝之首南征北战一生的战斗经验，只能说夸张至极，一声声的牛逼。我操！在检测室里此起彼伏，德高望重的老师们狂爆粗口，真是苦了小母牛了。徐啸看到这里，也终于是彻底的放下了心来。有着这样的面板，眼前英武的将军才能彻底确认是传说中的王朝之首。毕竟此前也不是没有出现过鱼目混珠、小小之辈冒充传奇英灵的情况。英灵来自传说，而历史上从不缺乏碰瓷传说、招摇撞骗的人。即使眼前的将军气度非凡，也不能完全保证他不是某个江湖骗子，碰巧成了英灵被召唤出来，那就闹了李逵李鬼的笑话了。一名老师在边上的电脑上敲敲打打，很快道：“英灵信息已经录入了，恭喜你陈同学，你现在已经是一名御灵生了。陈将军，也恭喜你正式加入御灵世界。”众人都齐齐出了一口气。陈明同样如此，他能感觉得出来，徐啸是一名强大的御灵师，他还是有些担心被他看出端倪的。老班见自己手底下出了一名优秀学生，也是有荣与共。想到日后他就不再是自己的学生，老班觉得自己有义务最后叮嘱2句，以免陈明太飘，荒废学业。他问道：“陈明，你觉得自己是天才吗？”陈明沉吟一声：“我不是天才。”众人顿时点头，哪怕契约了最顶级的英灵，依旧不骄不躁。好，谁是天才？陈明接了下半句。好，众人又鼓掌。天才就该有自信，年轻人不年轻，那还叫年轻人吗？眼前一切尘埃落定，徐啸站起身说道：“陈将军，可否聊一聊？”哦，您对大前王朝以及其余王朝的了解，诸多的隐秘，对于我们这个世界十分重要。如果您愿意接受我的访谈，无论结果如何，我愿意出100终极灵石。哦，对了，灵石就是产自苍冥遗迹的灵物，里面蕴含的力量可以帮助您快速恢复当年的全盛时期。100终极灵石完全足以让您完成第1次觉醒。如果这次访谈很有价值的话，我会支付额外的酬劳，还会向局里为您申请更多酬劳，助您恢复实力。所以，可否一聊？陈明心中惊喜，还有这种好事情？100终极灵石，甚至更多，他可太想聊了。要知道，1块低级灵石等于1000华夏币，而1块中级灵石等于10块低级灵石，也就是说，这次访谈至少就是100W。想到此前还在苦哈哈思考该用什么办法搞出50万去购买一个中阶媒介，校长，您真是个好人。陈将军露出了友善的笑容，为御灵世界做出一份贡献，是每个英灵的义务。听到陈将军肯定的回答，徐啸顿时欣喜若狂。虽然无论是从他的个人实力，还是他所召唤的英灵，此时的陈明都不值一提，但是御灵世界的一个最基本的规则，人与英灵之间必须友善和谐的交流相处，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手段来威胁英灵，这是为了维护人与英灵之间的友好关系。毕竟英灵从来都不是任何人的附庸，
哪怕是最低等级的英灵，在活着时都是一段传奇。再友善的英灵，心中都一定有自己的骄傲，不会妥协于压力。不要说是外人，哪怕是契约了英灵的御灵师，也都是对自己的英灵友善恭敬的，基本不会强迫英灵。毕竟这些英灵都有着自己的意识，逼急了他们，大不了就毁灭契约，直接重归于传说之中。连他们当初生活的世界都毁灭了，他们又有什么好在乎的？重获第二世，想法很好，但他们的骄傲不允许他们卑躬屈膝。因此，御灵师与英灵绝不是主仆，而是需要相互尊重、相互认可的伙伴。而上位者如果想要强迫一名低级英灵，往小了说，那是私下矛盾；往大了说，那是对整个英灵存在的压迫与蔑视，说不定会引起那些传说及英灵的愤怒的。以往不是没有这样的案例，因此徐啸可以对陈明态度随意一些，但对陈明他一直保持着绝对的尊重。此时想要一次访谈，都是恭敬问候加许以重礼。这也就是为何得到了陈明的同意，他会如此兴奋。访谈室中，征求了陈将军的同意，徐啸在周围摆放好各种录影设备，整理好自己的仪容，他深深吐出一口气，做好了各项准备。对王朝末期最传奇人物王朝之首的访谈正式开始。而开场第一句，徐啸就问出了王朝之首这个传奇人物身上最大的争议。请问陈将军，您是重生者或者穿越者吗？是的，不仅是，而且两个都是。陈明在心中嘀咕了一声，不是，既不是穿越者，也不是重生者。陈将军淡定地否认了。既然敢接受这个访谈，陈明自然早就考虑过各种情况。第41章，访谈结束。访谈室中，徐啸，你是重生者或穿越者吗？陈将军，不是。陈明否认这一点是有他自己的考虑的。正所谓多说多错，承认重生对他没有任何的好处，反而重生这么一个十分惊世骇俗的概念，放眼整个苍冥界，哪怕在神话之后的第一个王朝大夏王朝，也只有捕风捉影的传闻。重生仅仅在那个神仙大能辈出的神话时期有确切记载。一旦承认重生，那就要解释自己前世所见以及重生体验。陈明自然解释不了，就只能搪塞。这倒也不会引起什么怀疑，但难免让那些专家觉得王朝之首能重生，是不是因为神话时期的神仙有某种手段留在了王朝灭亡的末期？这是很合理的猜测，也很值得探索。更何况王朝之首既然在重生的帮助下成为了王朝末期最传奇的人物，那这一场重生是否与苍冥界最终的毁灭有关？在苍冥正史因王朝之首的出现而更改之前，大前王朝因妖魔灭亡，无人知晓苍冥界最终毁灭的真相。如今大前王朝倒是顺利地延续到了苍冥界灭亡，但苍冥界毁灭前100年的英灵，即使被契约召唤出来，也处于疯癫无意识状态。也就因此，至今都没人知道苍冥界毁灭的真相到底是什么。要知道，苍冥界的毁灭可不仅仅是苍冥正史的终结。如今苍冥界化作遗迹碎片降落在这个世界上，那些英灵们也一同出现。那么当初毁灭苍冥界的灾难是否会随之一同降临？可以说这个问题是每一个御灵师都需要去考虑的。而那些研究苍冥正史的专家们，他们最终极的目标就是找出苍冥界毁灭真相。一旦王朝之首跟这个问题搭上边，那陈明以后就没有清闲日子过了，必然会遭受各方时时刻刻的关注，这不利于他的猥琐发育。毕竟他手上可是正拿着一本搅动时空的英灵之书呢。否定重生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陈明在第4次模拟中发现，以重生为由，对于说服那些关键人物有着极好的作用。也许在未来的某一些模拟中，他还会用到这个人设，届时说不定也会产生疑似重生者这样的传说。同归重生者，这些英灵会与王朝之首联系在一起，但众所周知，就常理而言，以高中生的精神力是没有可能契约2个英灵的。如果后续的重生者英灵因故出现在外人面前时，官方必然要找他们的御灵师，找不到，不免又让人提起王朝之首，甚至把他们与陈明联系在一起。到时候如果发现这些英灵全都和陈明有关，风头是有了，但乐子可就大了。也许会带来机遇，但必然还有要命的风险。可以说陈明已经考虑得十分深远，谨慎避开可能出现的坑。关于王朝之首很可能是重生者一事，不仅是许多专家的想法，就连那些与王朝之首同时代的英灵也觉得他过于未卜先知，因而认同重生者说法。而此时当事人亲自否定了这一点。听到陈将军的话，徐啸感到有些可惜的同时，愈发觉得王朝之首当真是神人。他并没有觉得陈明在撒谎，因为王朝之首的一生固然煊赫至极，看似不可思议，但世界上不可思议的事情多了去了。同为武将，霍去病在失联的情况下，一路打到匈奴王庭，封狼居胥，同样是夸张到了极点。
这就好比在抗小日子战争中，某支失联的队伍忽然跑去小岛国把天皇掳了，甚至还放着大刀进行曲。普通人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却很有可能发生在那些神人身上。或者说，没有这些不可思议的事情，那些人也不会被称为神人。毕竟现实是不讲道理的，一切皆有可能。没道理说王朝之首一生极尽辉煌，就一定是重生者。平复了一下心情，徐啸问道：请问您对苍冥界的毁灭有什么头绪或者猜测吗？陈将军摇头，我们那个时代最大的威胁就是即将爆发的内乱与北方窥伺的妖魔，我并没有听说什么可以毁灭世界的灾祸。好吧，那您是否知晓？徐啸与边上的几名老师开始询问各种史料以及一些疑难问题。陈明能回答的就回答，这一回算是把苍冥正史、改中与他有关的事情尽可能的都点亮了。除了这些，因为他的身份，还有许多前朝史料，他也能说的全都说了。毫无疑问，这将是一场轰动性的访谈。顺便，除了这些严肃的问题，几人还会询问一些自己感兴趣的偏史野史，比如说二皇子是真的荒谬离谱，还是韬光养晦的伪装？比如说某位容貌叶然若神人与二皇子卿卿我我的，到底是男是女？陈明发现这些野史大量集中于二皇子身上。谁叫二皇子是他的小迷弟呢？搁外面那些英灵可不敢诽谤自家圣上。陈明尽可能的保留了二皇子的尊严与节操，虽然他也基本没有这种身外之物。访谈在2个半小时之后结束，总体而言还算轻松，只要把自己知道的说一说就行了。不过还是有一些问题十分刁钻，需要小心回答的。幸好前世的中年社畜经历让陈明对此十分具有经验，能说的说，不能说的不说，没被问的时候一句话不多说。实在不知道怎么回答，那就含糊其辞，或者干脆就说不知道不记得。最后陈将军一句我此次出现时间太长，对于我的御灵师而言负担太大了，使得徐啸只能意犹未尽地结束了访谈。不过他已经十分满意，对着陈将军行了一礼。徐啸情真意切道：多谢将军的配合，我们对苍冥世界的研究迈出了极为关键的一步。您的回答十分有价值，我愿意多出1倍的酬劳，也就是200终极灵石。另外，我把这段影像传给局里之后，会尽快为您在局里也申请一份补贴下来。将军不必拒绝，这是您应得的，能更好地帮助您恢复实力，也对您的御灵师很有好处。拒绝？陈明怎么可能拒绝？陈将军一笑，那就多谢徐啸了。灵石之类的，交给我的御灵师就好。朝着众人微微颔首，英武的将军逐渐消失。第42章，还是看看远处的眼药水8家人们，不愧是王朝之首，真是气度非凡啊！又感慨了一句，徐啸面上带着和蔼的笑容，道：陈明同学，真是多亏了你契约出了陈将军，不然这位传奇人物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出现呢。说着，他很干脆地递出了一张淡金色银行卡，这里面存有200终极灵石，是徐将军访谈的报酬，你可以在任何灵石行里调用，也可以兑换成钱。徐啸又叮嘱道：不过这些灵石最好不要乱花，花一些小钱来改善生活什么的自然没有问题，但切记不要铺张浪费，最好用在给陈将军觉醒上。你能得到陈将军的认可，我相信你也是有自己主见的孩子。陈明没有说什么不行我不能收之类的客套话，有时候过度的客套反而让人生厌。他郑重收下卡片，多谢校长，我一定不会辜负您的期望，不会辱没陈将军的。徐啸很满意他不卑不亢的态度，想到刚才陈将军说自己的御灵师已经有些负荷不了自己的存在，虽然这只是陈明的脱身之语，但他还是当真了。于是徐啸拿出了一个玉质小瓶，陈将军阶位过高，你的精神力一时难以负荷也是很正常，这个叫做凝神水，你可以把它当作是精神力方面的眼药水，用法吗？滴一滴在额头上，或者抹在太阳穴都可以。想了想，他又说道：徐将军提供的讯息十分珍贵，局里给下的补贴肯定不会亏待你们的，不如我就给你申请提升灵魂强度方面的天才地宝。陈明眼睛一亮，连声道：多谢校长。虽然因阴灵的特殊性，陈明不需要任何灵魂强度就可以完美掌控阴灵，但是在外人看来并非如此，因此为了更好的隐藏，还是做一些伪装的好。何况灵魂强度提升上去，会让整个人都更有精力，对他承受模拟之后的记忆压力也有好处。而由于这一类提升灵魂强度的天才地宝的稀缺性与重要性，在市场上都很少流传，不然就是价格吓人。若是徐啸能从局里帮他申请来，那真是大恩大德了。固然徐啸对陈明如此热切友善，肯定是王朝之首的缘故，但他真心给陈明争取的好处也是改变不了的，该感恩的时候肯定要去感恩，而非认定别人就该对自己好。又叮嘱了几句劝勉的话，徐校长带着影像离开了。至于老班，他本身是普通班的教师，出来陪着陈明这么久已经够意思了。在访谈开始的时候，他就先回自己班级管理秩序去了。好在御灵世界的学校是不限制手机的，
老班传了一份玉林生北校区地图给陈明，他倒不会找不到班级。一边顺着地图走，陈明一边准备试试这有安神静气效果的凝神水。由于要在睡梦中消化几十年记忆的缘故，他现在还有点晕乎。用滴眼药水的方式，陈明在脑门上滴了一滴，随后用手抹开，凉爽的冷意瞬间沿着脑门扩散开，给他的感觉就是自己沉重的大脑被摘了出来，放在水里冲洗了一遍之后，又塞进冰箱里冰镇了一会，比大夏天来了一口冰阔落泡西瓜都要爽啊！爽！陈明打了一个舒服的冷战，有些晕乎的大脑变得神清气爽了起来，甚至他感觉自己忽然间就精神奕奕了。神奇的一，这是精神强度提升的感觉吗？陈明唤出了英灵之书，打开了自己的信息栏，姓名陈明，身份初阶御灵师，天赋动态视力，英灵之书，精神强度 1.3， 英灵王朝之首，其余凝神水 1.3 的精神强度。陈明一愣，他记得自己一开始是 1.1 来着，一滴凝神水提升了他 0.2 的精神强度。不对，它不是用来提升强度的，而是眼药水那样的缓解疲劳类型的效果。也就是说，这个精神强度的来源应该是消化了4次模拟带来的好处。陈明觉得这个解释合理，只不过他先前只顾着模拟方面的事情，并没有关注自己的信息栏。等等，模拟后带来的精神疲倦导致我一天最多模拟2次，如果我有足够的凝神水，岂不是可以直接刷掉 CD？ 陈明心中惊喜，毕竟他可是没有英灵数量上限的，只要有媒介，模拟之后就能产生英灵。靠着凝神水，他不得一天刷出一个传奇英灵来。他望着手中的凝神水，这才是真正的天才地宝啊！一瓶凝神水只有5毫升，也就是能使用20次上下的意思。这种实用的宝贝还是要多备一点。从它的效果与包装来看，陈明就知道它便宜不了。不过他现在也是身价200万的富哥们，还能买不起眼药水？上网一番查询，凝神水配方：玉髓、青明花、岩神露、龙青、白灵，效果凝神静气，每天至多使用1次，不然会对大脑造成一定损伤。价格10万一瓶，怎么不去抢？陈明嘴角抽抽的放下了手机，太好用了，凝神水！哎呦，这不是天价吗？还是看看远处的眼药水吧，家人们。好吧，他必须说，校长对他真的很照顾，随手送出了10万块的重礼，提都不带提一句的。平日里吃泡面加蛋不加肠，加肠不加蛋的陈明，想起刚才自己随手抹了5000块在脑门上，就觉得心在滴血。陈明自语，睡觉消化记忆蛮好的，你把它去换了干什么？你告诉我，现在用这凝神水5000块钱一次，你倒告诉我怎么解释呢？脸都不要了。宁水一中身为宁水市的重点中学，本来占地面积就不小，而北校区玉林生校区更是有南校区普通生校区的3倍大小。光是从英灵检测室走到食堂就花了快20分钟，这还是因为两者相距较近的缘故，可想北校区占地面积。没错，由于王朝之手引起的一系列变故，导致本来就迟到的陈明根本没有赶上早上的玉林生开班会，甚至直接到了中饭时间。得知校长已经帮他说明过缘由，陈明就直接来吃午饭了。第43章，我叫陈明，我的英灵也叫陈明。从北校区的食堂就能看出学校对玉林生的看重，不仅有10几个不同的食物窗口，而且价格几乎是成本价，环境桌椅也是个干净又卫生。最重要的是，在吃的人很少，基本不用排队。想想也是，玉林生几乎是10里挑一，一个段平均下来也就700-800人，从中产生的玉灵师每一届也就70人上下。而为了保证教学质量，一个玉灵班一般人数会在20人上下，一个年级也就分为3个班。食堂里自然没有多少人。吃饱喝足之后，陈明稍微逛了小半圈校园，随后来到了教学区域。教学区域总共有6栋教学楼，初看陈明没有意识到异常，再一想，高2和高3的玉灵生总共就只有6个班，6栋教学楼，也就是说每个班级配一栋7层楼高的教学楼。而对比普通生，别说是一栋了，一层楼都至少有3-4个班级，每个班级30-40人。前后对比之后，陈明感受到了世界的参差，不由倒吸一口冷气。这特喵就是玉灵生的特殊待遇吗？挨了。不过以他对北校区校园的观察，校方虽然对玉灵生待遇很好，但并非一味铺张浪费。玉灵生的教学配置这么夸张，想来是有相应的原因的，不过暂时不得而知。大约1点钟时，陈明走进高2玉灵一班的教室。教室约莫是寻常教室2个大小，摆放了20多张桌椅。此时教室里已经三两两有不少人落座，或是与边上人交谈，或是玩手机。看得出来，一个个心情都很好，很亢奋。座位已经在早上被瓜分的差不多了，好在还有一个好位置留给了陈明。后排靠窗，王的故乡。同学你好，
请问早上的班会老师有说什么重要内容吗？陈明拍了拍前面座位的男生，前排的男生转头，他名叫王侯，个子不高，天生的小卷发加雀斑，辨识度很高。王侯回道：哦，也没什么，就自我介绍，然后破冰游戏。陈明比了个 OK 的手势 ，Thank you。又过了约莫10分钟，全班共计21人到齐。不过，一直等到墙上的钟表分针走到6时，一班的班主任兼育龄主教师才卡着时间点到场。主教师一出现，陈明就感受到了一阵逼王气场笼罩了整个班级。来者身高1.85米往上走，一头潇洒的艾伦式辫发，长相身材堪比男模。但是最骚的是，这大夏天的他是垂体西裤加黑色长皮风衣搭配。要知道，现在宁水市的温度每天30度往上走，而风衣男主教师显然并不在意这一点，他迈着轻快的步伐走入，不经意之间一个眼神，迷得一众女生眼中爱心直冒。陈明，好吧，看来班级里的男生们的青春爱恋故事还没开始幻想就结束了。他不得不承认，此人给他的印象很深刻，在颜值方面只比他稍逊半分。风衣男潇洒入场，在干净的黑板上龙飞凤舞写下2个大字裂空，这是他的名字。好的，相信经过早上的破冰活动，大家对彼此也对我应该都是有了一定的了解。不过因为我们的陈同学早上有事情没来，我就稍微啰嗦一句，我叫裂空，你们可以喊我老师、老班、班主任，也可以是裂哥、空哥，都没有关系，我们随性一点来就是。显然裂空是一个洒脱不拘一格的人，不过事实上他其实是军队出身的。裂空，我们这一届人数其实是比往年要稍微少一点的，总共62个。不过话说回来，我们一般真的是卧虎藏龙，不久前得到的一个消息真的把我都震惊到了。温馨提示，等会不要喝水，免得喷出来哦。说着，他微笑着对陈明做出一个手势，陈同学，上来介绍一下你与你的英灵吧，相信大家会大开眼界的。好的。看着裂空老师颇为郑重的举动，底下的学生们不由三三两两的讨论起来。不会是什么特别厉害的英灵吧？英才级，甚至跟广成一样是豪杰级？不可能吧？我们整个学校也只有成哥还有隔壁班的江雪觉醒了豪杰级英灵，就这都快把校长高兴死了，往年一个都没有也很正常。不一定是豪杰级，但是说不定是特别厉害或者很特殊的英灵。显然同学们还是有脑子的，或者说都是正常人，并没有那种一脸不屑道切，肯定是什么特别垃圾的英灵，早上都不敢来，然后坐等被打脸的人才。而他们提到的广成是一个坐在前排戴着黑框眼镜的男生，看上去普普通通的，没什么特别。听着他们的讨论声，陈明心道，怕是猜到明天他们也猜不出究竟是谁。嗨嗨，同学们好，我的名字叫陈明，我的英灵也叫陈明。所有人都愣着，不懂他在说什么。英灵随着故事能流传下来，因此一般都会有与之相对的名号，放到英灵之书中就是称号。苍冥界一个王朝就是数千年的历史，其中的英雄豪杰数不胜数，报名字谁认得出你是谁？如果自己的名号能被外人认出，就已经能证明这英灵确实非同凡响了。作为学生的初级育灵生，9成契约出的英灵是普通品质，少数几个是英才，极个别天才是豪杰英灵。因此为了让自己的英灵显得有逼格一些，大家都心照不宣地报英灵名号。比如报上个铁血刀兵，虽然只是普通级，但也总比报出个李大这样的名字好吧。而此时竟然有人报英灵的时候不报名号，报名字，他以为他的英灵是谁？别人都得知道。就在众人心中暗笑他的时候，前排的广成愣了愣。陈明这个名字他可太熟了，前2天因自己的英灵的缘故，他刚从网上看完有关陈明的全部讯息与记录，他可以说比在场的任何人都了解陈明，所以说应该不会真的是传说中的那位吧。第44章，胡子落魄了呀。下一刻，只见陈明微笑道，当然，虽然侥幸与我的英灵同名，不过他的名号可比我的名字有名气多了，比如镇妖王，比如王朝之首。话音刚落，一道月至渊庭的英武将军出现在他身后，磅礴的气场压得一群青春少年感到心头一滞。一群人石化了，大哥，你玩这么大？王朝之首，玩笑开大了吧？与其信这个，他们还不如信秦始皇。50块钱刚 V 过去，看着他们的反应，陈明的嘴角比 AK47 都难压，只觉得比滴了凝神水还要爽，从头到脚爽到飞起。这一刻，他深深明白了塑造最强英灵的意义。就在陈明静静感受装逼如风长伴无声的意境的时候，一声猛虎咆哮震人心魂。竟然是你，你该死！阵阵波纹散开，一头斑斓猛虎呲牙瞪目，凶煞非凡。令人瞩目的是，他背生双翼，
是名副其实的如虎添翼。看到他，陈明一怔，认了出来，老熟人，老熟妖了。陈明对他可是有着掏心掏肺、两肋插刀的交情。没错，这头一虎正是当初那头镇守妖族圣山、足有准妖王实力的妖将。在第一次与第二次模拟中，陈明曾2度斩杀他于圣山前，而在第4次模拟，也就是如今的苍冥正史中，王朝之首并没有千里奔袭圣山这一战绩，这头一虎自然没有死在山前，反倒是讨伐战争开始后，这头一虎临阵突破至妖王境界，实力大增，凶煞可怖，有猛虎王之称，让他本就傲然的性格愈发膨胀。结果恰巧遇到陈明亲率大军进攻，被陈明3两招阵前斩杀，虎头高高悬挂于帅旗，以示威严。那一场遭遇战，妖族大败，被打得哭爹喊娘。这位虎哥是在他妖生最得意的时候被当众斩杀，对陈明的痛恨可想而知。不要因此看不起他，好说歹说也是潜力不低的英才级英灵。苍冥界万族林立，因此不只是人族、妖族、怨鬼、邪祟，乃至从传说中凭空产生英灵都是存在的，只不过非人族英灵天生与人相性较低，甚至难以交流。事实上，在苍冥界，人族除了内部有无数人种划分，还有异人族、兽人族、海人族、半人族等一系列人族一种划分。当然，这里面有很大一部分是因为他沾了陈明的光。他通常作为背景板出现，是镇妖王陈明一生中斩杀的5位妖王中的第一个，想没有知名度都难。其存在类似于刘邦斩白蛇中的白蛇，又或者大楚兴陈胜王中的狐狸。在后人看来，王朝之首这么猛，猛虎王有幸作为他斩杀的第一头妖王，肯定也差不到那里去，无形之中把猛虎王往上抬了一些。不过此时他的体型只有寻常老虎大小，显然距离恢复到全盛时期还有一段路要走。想其3番死在自己手中，陈明不由嘴角带笑，虎子，如今只有家猫的气势了，落魄了呀。听到他的调侃嘲讽，一虎顿时悲愤怨恨交加，你该死！他极其歹毒，竟然不是对着王朝之首进攻，而是直接想要杀死陈明，从而把王朝之首赶回传说之中。看到这暴躁冒失的性格，陈明淡定一笑，真的是你啊！有王朝之首在他身边，他怕个锤子。王朝之首的属性面板可比区区一虎要夸张得多。虽然在众人看来，一虎猛扑烈烈如风，简直像一道闪电，然而在王朝之首面前，确实与家猫差距不大。数值之力，小子！裂空显然通过校长早就知道了陈明的英灵，甚至他多年的教学经验，说不定让他也想到了现在的局面。不过他脸上只是露出了颇为感兴趣的表情，微微抬起的手代表，如果出了意外，他随时能够出手营救陈明。裂空确实与别的教师不同，军旅出身的他注重实战而非面板演绎。然而他想看到的危急应对并没有出现。一虎才狂奔出去没有几步，就听见了一声暴喝：妖孽，休想伤害将军！全校唯2的豪杰及英灵契约者广成身边出现了一道波纹，一名腰间挎着2个流星锤的威武将军出现，抡起锤子就把一虎砸飞了出去。哐当一声，墙面出现裂纹，吓得众人齐齐一震。也就教室够大，不然还指不定会伤了谁。当然，这名流星锤将军也是很有分寸，有意把一虎砸向没人的地方。哦，陈明露出一丝笑意，此人他有印象。战飞光，王朝之首手下得力战将，文能助兵法，武能镇万妖，而他最初则是叛乱王侯成王招来的门客。陈明平了成王，却保下了战飞光。此前在第3世他还是镇妖帝的时候，主平内乱的宁景曾重点夸赞过此人，称其才智有自己1/10。宁景如今是大前王朝末期将帅排名第1，而且本人极其臭屁加自傲。除了面对陈明，哪怕是在前帝面前，他一样是天下之才10斗，无独占11斗，其余人加起来道歉1斗的模样。不过却在平乱过程中特意点了战飞光，能得到宁景如此评价，让陈明记下了他。第4次模拟时，他先保下了战飞光，又观察其品行，发觉他才德具备之后，陈明立刻委以重任，从阶下囚到率领万军的将军，可想战飞光心中对陈明的感恩。而他也没有让陈明失望，一度把妖王军锤的头皮发麻，很是给力。最后更是评出了豪杰级的英灵品级。如今眼见区区一虎也胆敢在将军面前行凶逞威，战飞光能忍他，直接一锤子给他抽飞出去。不仅仅是战飞光，一道道波纹散开，一名名英灵出现。国父，这是二皇子封的号。半皇大人，这也是二皇子封的。将军，此人是他的亲卫。有幸面见王朝之首的威风，真是3生有幸。这是后世听着王朝之首的传说长大的小迷弟。一虎被锤飞，怒笑一声，正要起身，却发现身边不知何时围了近10名英灵。一虎，英灵们脸上露出了和善的微笑。小老弟，
就是你想找麻烦。第45章，裂空的心思。整个班级也就21名学生，结果陈明话都不用说一句，直接有半数英灵站出来挺他。什么叫做王朝巨星啊？战术后仰。面对一群英灵的威逼，再加上远处面带友善笑容的王朝之首，一虎显然自知自己不战事，于是吼了2声，算是放狠话，随后退回了传说之中，只留下他的御灵师欲哭无泪。英灵给自己招了个大爹，过来怎么办？在线等，挺急的。眼见一切以超出自己预料的方式结束，裂空摇了摇头，啧啧道：“真是一群有趣的小家伙，看来你们以后的生活会很精彩呢。”看似洒脱轻松，实则一丝丝酸溜溜的感觉在裂空心头冒泡。可恶，被他装完了，根本没有自己一招出手镇压全场的机会。毕竟裂空军旅出身，又有丰富教学经验，岂会不知对于这些刚契约英灵的学生们而言，很可能他们的英灵会因王朝之手的出现而暴动。只不过裂空轻佻的性格让他并不吝于发生这样的暴动场面，反正以他的实力镇压全场也只是一瞬间的事情，根本不会有意外。唯一的意外就是装逼之人换了。可恶啊！骤然间发生这样的变故，班级里淡定的人只有陈明与裂空而已。那名契约了一虎的学生叫金磊，一想到自己英灵刚才忽然暴走，差点犯下大错，他就头皮发麻，甚至于现在他身边裂开的墙面还在往下掉石灰。此时众人似乎也隐隐明白为什么御灵生校区这么大了。金磊结结巴巴说道：“老师，刚才我没有。”别紧张。裂空微笑：“我知道刚才不是你的意愿，是你的英灵一虎自己跑出来的，其他同学也都是如此。这样的场面我们一般称之为英灵暴动。这样的情况其实在御灵生之间是相当常见的，甚至应该说就是英灵凑在一起才会经常性发生集体的英灵暴动。”陈明颔首，他已经理解了裂空的意思。裂空道：“英灵会大程度保留生前的性格与记忆，完全可以把他们当作是独立的个体。而你们作为刚觉醒的御灵生，契约出的英灵大规模的出现在大前王朝末期，在这样的情况下，你们的英灵彼此认识是很有可能的事情，他们之间有亲友、仇敌关系实属正常。这时候如果出现一名传奇英灵，比如王朝之首，从而直接引起了大批英灵的共鸣，也是理所当然的。”一众学生了解了情况，不由松了一口气。毕竟他们不同于陈明，见惯了大场面，刚才的突变真的很刺激。不过裂空所说的话其实偏安慰的程度居多，毕竟一般来说并不存在大规模暴乱，也就王朝之首这样横推一个时代，纵横一世，改变了整个天下的格局的传奇人物，才能一登场就引动所有英灵。陈明举手问道：“老师，教室里墙面的损失需要我们赔偿吗？”“不需要，我会向学校说明。”“那需要通报批评吗？”“通报批评？通报全校。整个班的英灵都快因你的王朝之首英灵而打起来了。”“不需要，小事情而已。”裂空轻描淡写接过。陈明松了一口气，早上校长还在叮嘱他，下午就通报批评，虽然错不在他，但多少也有些不自在。这也不用，那也不用，裂空老实人还怪好的脸。裂空道：“我去把这件事汇报一下，大家可以自由交流一下。”他知道王朝之首现身，别说是学生了，连一众老教师都惊动不已。现在他需要给这些学生一些缓冲的时间。裂空一离开教室，一大群学生就围向陈明。这回真是王的故乡了。围向陈明的学生大多是因为他们的英灵生前与王朝之首有联系，准确来说，这些英灵基本都是王朝之首的昔日将士，又或者是仰慕他的人。这些学生的目标很明确，既然自己的英灵仰慕别人的英灵，那自己就跟别人打好关系呗。到时候自己的英灵肯定也会因此更贴合自己。毕竟别人的英灵是要慢慢培养感情与默契度，不像陈明如臂使指。契约了战飞光的广成也走了过来：“陈明同学，可以加个 VX 吗？战将军经常提起王朝之首，我也了解过他的生平，对他很是敬佩。”陈明含笑应允：“我也要。”不一会，全班的 VX 都快加遍了。契约了一虎的金磊心情很复杂，本来全班也只有3个契约了英才级英灵的人，他也算是个小名人，结果现在看着别人围着王朝之首的御灵师，契约了一虎的他简直天然被排斥在群体之外。陈明余光看见了他，于是微笑起身道：“金磊同学对吧？请你不要介意，英灵之间有所仇恨矛盾，那是他们的事情，并不影响我们正常当同学。况且刚才的事情也是谁都想不到的。”看着友善的陈明，金磊顿时又感动又愧疚，想到自己刚才心里的一些阴暗想法，他羞愧不已。而陈明对此并不介意。至于刻意通过这样的方法来收买人心什么的，说实话，陈明没有想这些。他只是想到，既然大家都是同学，
何必在无所谓的地方把关系搞得那么僵硬呢？就凭他塑造的王朝之首，于是就顺手随意打压别人，自己是欧狗，但没有嘲笑别人的道理。等裂空回来的时候，发现班级里和乐谈笑一片，隐隐以陈明为中心。他啧了一声，心道不愧是能得到王朝之首认可的人，没点本事可契约不了那种人物。以往班与班之间，班级内部都会分化出团体来竞争，有的团体因育灵师而形成，更多的则是因婴灵生前关系而形成。而现在，一个王朝之首把整个班级都聚拢在了一起，那些无关的也没有游离，本该被排斥的现在也和乐其中。团结归团结，但在他看来，有彼此的对抗才有竞争压力，有提升动力。现在全都去舔王朝之首了，哪来的压力，哪来的动力？因此裂空觉得自己有必要给他们找点事情干，绝不是因为羡慕了。第46章婴灵契约学说。裂空走入教室，拍了拍手，好了好了，大家都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吧，该聊的应该都聊得差不多了。我相信现在大家应该都是相当的熟悉了，所以我们还是加紧进入下一个环节好了。我想大家都有注意到吧，北校区这么大的校区，那些场馆要干什么？没错，婴灵对战，你们肯定都想得到。但是教学楼呢？20来个人占据一整个教学楼，有必要吗？我要告诉你们的是，有，非常有。不过丑话说在前头。裂空脸上的笑容变淡了一些。我个人，大家也都看得出来，并不是喜欢严格管教人的那种。育灵生的学习会比普通生更艰苦、更深入。如果有人坚持不下去，我也完全可以理解。但你们不要想着我会像其他老师一样扯着你们学。当然了，我相信大家能有幸成为育灵生，肯定也不会浪费自己的天运，不是？顿了一会，裂空道：好，那我们接着说教学楼的作用。大家都知道，想要契约婴灵，需要有较高的契合度以及婴灵的认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契约的婴灵通常在个性上与自己有着比较大的重合面。但是成长到现在，性格方面已经是基本固定了，没道理我们把未来能够契约的婴灵全放在运气上。而为了契约出我们想拥有的婴灵，我们就要去学习。学习这个过程，也就是改进我们的过程，提升我们与相应婴灵的契约程度的过程。学习什么？刀枪剑戟，又或者琴棋书画，又或者唱歌舞蹈，什么都行。学习的内容完全由自己制定，当然你们也可以让我来为你们做出一些指导。不过学习内容基本都根据性格以及你们所觉醒的天赋能力为基础。这时候可能有人疑惑，为什么我契约婴灵还要学刀枪剑戟琴棋书画了？我又不亲自上场打架。众人纷纷点头，他们确实很疑惑。是这个道理，但是问题是，你确定你大字不识一个能契约出书仙？你确定你连古琴有几根弦都不知道，你能得到琴道强者的认可？显然是知识渊博的学者与古琴，大家能得到认可的可能性更高。众人再次点头，反正他们是没听说过哪个抠脚大汉能契约出美貌仙子。所以这就是我刚才说的，你想要契约什么婴灵，你就去学习什么。你觉醒了战斗天赋，那就去学习18般武艺。你觉醒了后勤天赋，想契约战斗婴灵自然也没问题，但显然别的婴灵更合适。选择一项适合自己的，在这个领域深度躬耕，自然就能极大的提升得到这个领域的高质量婴灵认可的可能性。这就是公认的婴灵契约学说。所以你们的学习完全靠自觉，不用想着骗我，我不需要你们费精力装出努力学的样子。有这个功夫，你不如多打2把游戏，起码玩得开心不是？切记切记。裂空敲了敲黑板，表情平静。强者只会被强者吸引，想要婴灵强大，先内求自己。陈明听着裂空的话，若有所思。确实，契约婴灵运气固然重要，但自己的能力也少不了。反正他知道宁景那样的人肯定不会认可一个才能没有我1/10的人。楚狂要是被契约，那他的御灵师多少也是个战斗狂人。就连陈明自己其实也是如此。如果他不行，哪怕有5次机会重生归来，又怎么能打通大前王朝副本，塑造最强婴灵？相对别人，他虽然更轻松更直接，但也要付出，而非不劳而获。现在大家应该明白为什么一个班占用一个教学楼了吧？上面的教室每一间都有专业老师轮流值班，几乎涵盖了你们所需要的所有行业，而与这些行业相关的有用书籍也全都整理好了，摆在边上等着你们去翻。有着这样的教育资源，如果还不能自己去学习，还要老师拉拽，我想也没什么必要，得不到强大婴灵的认可的。被裂空又是激励又是刺激，众人纷纷心中斗志昂扬了起来，恨不得立刻猛学一番，契约出王朝之首一般的人物来。裂空看着心怀壮志的众人，含笑点了点头，看来王朝之首的出现没有让他们受到太大的打击，反而动力十足。不以一时论英雄，暂时的落后并不要紧，只要有顽强奋斗的心，同样可以吸引传奇婴灵，
只怕内心怯懦退缩。他给出了自己的建议：同学们在学习初期可以一次性涵盖多个领域，寻找一个适合自己的，再去深耕。好了，裂空拍了拍手，就像我说的，我只是起一个引导者的作用，真正的上限由你们自己决定。现在大家可以自行去参观一下我们教学楼的设施，去看看哪些专业你们会感兴趣，可以听听那些老师的建议。同时，从今天起，这1周的时间你们是完全自由的探索状态，下1周我们才开始正式进行教学。你们现在要做的，唯有找到自己的方向。解散！裂空潇洒一甩风衣，大步走出了教室。陈明坐在位置上还有些懵，这周就自由探索了，就完全自由了，真是够随性了。也不知道是所有育龄生都是这么过来的，还是裂空有独特的教学理解。在裂空走出教室之后，同学们也三三两两离开了。有几人邀请陈明同行，交流交流感情，陈明也没有拒绝。他并没有那种契约了王朝之手就高人一等的意识。4次模拟，上百年的记忆，无数的英雄豪杰，这一切都在告诉他：天下英才如过江之鲫，或可人人如龙，切忌孤身自大。7层楼高的教学楼有几十间教室，声乐、绘画、刀枪剑戟、拳脚功夫几乎全都涵盖在里面。当然，教学楼的教室只用作可室内活动的，刀剑等则都是在体育馆或操场进行。也难怪他今天走来就有看到3个体育馆和2个操场，兴许还有更多的。每个教室里确确实实都如裂空所说，有一名专业老师在值班，20几名学生对40-50名老师。可以预料，绝大多数都是进行1对1专业辅导。当然，这些老师许多都不是育龄师，只是负责专业学科而已。陈明叹为观止，真是小刀辣屁股开了眼了。从来没有想到能在学校里看到这种场面，育龄生的受重视程度可想而知。难怪说1命2运3风水，4积阴德5读书。有些东西真是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拼了命也没有办法。鸿运齐天，未知奈何。像这样的场景，普通生根本没法想象吧？也难怪从不往外传。第47章，抱大腿真爽。不过固然教育资源很丰富，陈明却用不着。他的婴灵都是自己塑造的，可谓是贯彻了裂空所说的内求于自己，不需要像其他人那样学习知识与武艺来提升自己的个人魅力与婴灵契合度。与其整这些花里胡哨的，他还不如直接开始模拟，然后针对模拟的时代进行上网搜索呢。是的，陈明已经开始考虑去搞下一次模拟了。在这里浪费时间，还不如直接去搞出下一个强大婴灵。至于在学校里该选择哪个方面的专业学习，那就直接选择武器、长戟呗，很符合王朝之首的育龄师的身份。而且有着4次模拟的记忆，陈明在大戟的使用方面早已炉火纯青，可以省下大量偷懒的时间，还能保证绝对不被人发现。毕竟以大戟的熟练度来看，他去当老师的老师都够了。进行下一次模拟的计划已经定了下来。不过还有一个问题，钱呢？固然他现在卡里有足足200中级灵石，也就是200万 RMB， 但问题是这些钱都是老校长给王朝之手恢复实力用的。虽然陈明可以自行取用，但是一旦被问起为什么凭空少了几十万，陈明立刻就会解释不清。老校长那边一查就会发现他拿去买媒介去了。试问契约出王朝之手这样超级品婴灵的人，不提升婴灵反而再买媒介，是个什么心理？找小三？那也太奇怪了。陈明心思细腻，自然不会留下这种破绽，所以购买额外媒介的钱必须得自己赚。那么该怎么去赚钱呢？世界的变化让他许多前世的经验如今都用不上，这让陈明有些苦恼。明哥，你想赚钱，还想赚快钱？赚快钱简单呐，刑法上都写着呢。王侯现在跟陈明关系不错，不只是前后桌的原因，他本人就是比较活跃的那种，从小就有猴子的绰号。去找父母要呗。咱们育龄生本来开销就大，啃老反正是有一手的，这是某个家产丰厚的家伙。好好好，地狱笑话是吧？滚边去！有父母还用你们操心？嗨，你们说的都不靠谱。明哥契约出王朝之手这样的婴灵，还用担心没钱花？拍广告啊！王朝之手亲自代言，喝了脑白金，你家小孩也能契约传奇婴灵？陈明眼睛一亮，这个靠谱。他怎么把自己的婴灵给忘了？王朝之手还用担心没钱花？刚出场接一个访谈就有200万，不比自己苦哈哈赚钱快多了。但也有人反驳，拍广告不好吧？屌逼哥！而且我听说有的明星育龄师都因为这个跟自家婴灵闹掰了。陈明倒是不用担心自己的分身跟自己闹掰，不过一来就让王朝之手去抛头露面，好像确实不太合适。好在相当沉默的广成给了一个靠谱的建议，去参加婴灵死斗吧。
学校方面是很鼓励我们通过这种方式去磨砺英灵，增添默契的，而且王朝之首想来也不会反对。更重要的是，以王朝之首的传奇性，流量肯定差不了，钱很容易赚。陈明大赞，这个靠谱，不愧是契约了战飞光的选手。这英灵死斗他是了解过的，此前在家里刷 B 站的时候刷到过。简单来说，英灵死斗就是英灵时代的决斗场。最初它的出现是基于项羽和吕布谁更能打这样的问题。由于英灵不死不灭的特性，哪怕战死也只是回归传说几天而已。许多御灵师就把自己的英灵投入了决斗场之中，可以磨砺英灵，也可以让英灵解决生前的矛盾，比如王朝之首与一虎这样的情况。当然，一虎要是真上场，那就是送菜来的。久而久之，英灵之间绚丽精彩、以命相搏的战斗，深深吸引了这个时代的人，成为了这个时代最受瞩目的竞技与娱乐项目。而对于英灵来说，同样如此。能留下传说，成为英灵的，哪个不是一方豪雄？但凡英豪，总是少不了争强好胜的心理。我只有英才级，我不服，我要打10个。他生前被我吊起来打，凭什么跟我一个品级？上来挨揍！在御灵时代这个相对和平的年代里，决斗场也成为了英灵们抒发自己的战斗欲望的场景。先前在教室里，王朝之首已经证明了自己有多么大的吸引力。如果把王朝之首被契约出来，并且要亲自上场参与死斗，流量不得直接被拉爆。马斯克与扎克伯格要进八角笼决斗的消息都往边上烧。而英灵死斗中，战胜方能获得的奖金与他吸引来的流量是息息相关的。只要王朝之首上场，肯定不差钱。而且最重要的是，每一个正规的决斗场背后都站着御灵师协会。御灵师协会几乎代表国家，正规性有保证，不用担心各种暗箱操作、吞钱等现象。陈明把整个流程在心中过了一遍，点了点头。为什么刚契约英灵，默契度都没培养就去参加死斗？因为王朝之首一生南征北战，战功赫赫，现在一朝复活，手痒了，想上场打架，从头到尾都说得过去，而且有钱赚，很合理，没毛病。想到这里，陈明立刻从手机上下载了英灵死斗官方 App， 随后绑定个人信息，绑定明水市，申请选手账号。英灵栏目填入大前王朝末期王朝之首陈明，点击申请。与此同时，另一边坐在电脑前的审核员沈笑一声：英灵王朝之首，现在的人搞这方面的诈骗是越来越不负责了。填个别的什么就算了，填一个从未出现的传奇英灵出来，是真敢想啊！王朝之首这样的人物，要是被契约出来，抖音上不得有几千万甚至上亿的播放量。于是他个人档案都没点开，随手点了退回。尊敬的御灵师，您的个人账号未通过审核，详情请查询。陈明一愣，随后想到了某种情况，他在 VX 上跟徐笑联系了一下，徐笑回了一个笑哭的表情。可能是因为英灵档案还没有同步过去，我打个电话跟那边说明一下吧。不到2分钟，陈明又收到一条消息，说个人账号已通过。陈明不由感慨，这有大腿抱也太爽了吧。第48章6边形超魔怪。尊敬的御灵师，您的个人账号已通过审核，根据您的个人信息，系统自动为您分配至高中赛区，如有疑问，您可以自行咨询。很明显，有了英灵之后，想要参加死斗的不止陈明一个。官方是专门设置了一个高中赛区，以方便这些选手匹配合适的对手，不然怕学生们被人揍到心破碎。当然，参与高中赛区的大多都是高3学生，不然就是高2下半年。一般御灵生是做不到像陈明这样刚契约没几天就能够让英灵上场的。英灵决斗场不只是1对1单挑死斗这样，还包括2对2、3v3乃至5打5这样的局面。5打5有2个模式，一个是乱战模式，地形简单，就一条直线宽广区域；另一个则是经典模式，在这里地形分为3条路，中间河道相连，还有野生妖兽，有小兵以及城池推进，直至把对方的核心皇城攻占。不说了，再说就要启动了。契约了一虎的金磊，因为陈明接纳的原因，跟他关系不错。此时有些遗憾地说道：可惜猛虎王他现在自闭回传说去了，不然宣传一下，进行战争模式，王朝之首对战猛虎王，重塑当年北伐妖魔现场，流量到时候不得直接引爆。王侯不由吐槽：好家伙，你是懂引流的，猛虎王摊上你真是3生有幸。金磊摆手：我跟他哥俩谁也别说谁了，不过说真的，除了敌视王朝之首以外，虎哥他人妖还是挺豪爽的。况且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我这明明是给他机会让他一雪前耻，不要小瞧我们之间的羁绊啊，混蛋。听着身边几人吵吵闹闹的声音，陈明不由一笑，同学之间能玩来的，而非处处想着下绊子，可舒服多了。
虽然死斗分了好几个模式，但是人来的多，分钱的就多。王朝之手自带无敌流量，肯定是分钱的越少越好。因此，陈明选择了1对1单挑模式。很碰巧，正好有实力相近的英灵在排位，立刻匹配成功。英灵死斗 1v1 模式匹配成功。您的对手是宁水实验中学的卞航，出战英灵为寻梅剑李寻梅，战绩为7胜1负。点击查看英灵具体信息与相应战绩。请您于明天下午3点准时到达宁水市英灵斗场参战，超时视为投降，且扣除相应信誉积分。几人纷纷一惊，好快的匹配速度。不过更让他们惊讶的是，王朝之手才初次登场，怎么就匹配了一个战绩7胜1负的强敌？陈明点击查看英灵信息，寻梅剑的公开信息出现。英灵信息：姓名李寻梅，称号寻梅剑，品质英才，可觉醒次数1次，觉醒状态1次觉醒。领悟寻梅剑，属性力量 E， 速度 E+， 防御 F+， 耐力 F+， 灵力 E。技能踏雪寻梅。陈明了然，难怪他才第一次匹配就匹配到7胜1负的对手，原来只是英才级英灵。从属性上来看，就知道英才级与豪杰级英灵的差距。英才级的属性普遍在 F 档，而豪杰级英灵的属性普遍在 E 档。寻梅剑是经过一次觉醒的英才级英灵，属性有所增强，有的来的 E 档，有的还在 F 档。不过他觉醒了自己的灵武与技能，自然不能只凭着属性论之，否则英灵对决光看谁属性高谁赢得了。更何况能够8战7胜，肯定是有实力的。陈明没有大意，虽然自己的英灵的属性比他觉醒后还要稍微高上那么一点点，但也不能看不起人不是。最主要的是，高中赛区的英灵死斗 1v1 模式报名费为500，而最后的流量奖金以及胜负奖金是按胜9败一划分的。王朝之手的出现必然引来大量流量，陈明肯定不给别人做嫁衣。陈明没有小瞧别人，点开了寻梅剑的往期对局记录，仔细的研究了起来。就在陈明观看寻梅剑对战画面的时候，网络上是一片汹涌。宁水域灵师协会在收到大前王朝末年传奇人物王朝之手被契约出来的时候都惊呆了，而英灵斗场官方得知王朝之手参与了单挑死斗，更是立刻将此消息以弹窗的形式推广至所有下载了 App 的人。瞬间，无数荧幕后的人倒吸了一口冷气，纷纷惊呼恐怖如斯。如陈明他们预料的一般，无数流量被吸引了过来。而此时，宁水实验中学的剑道馆，一名短发少年手持铁剑在练习剑法。今天的1000次劈砍、1000次点刺以及1000次上撩刚完成，即使挥汗如雨，衣衫浸透，他依旧目光坚定。有目标的御灵生很累，但会有收获。此人正是契约了寻梅剑的卞航，而边上1对1指导他的并非是剑道老师，而是他的契约英灵寻梅剑。李寻梅对这个有天赋又肯下苦功的少年很满意，因此愿意亲自出来指导他，两人关系亦师亦友。一边点出卞航剑法中错误之处，李寻梅一边饮了一口冰可乐。英灵的身体其实很大程度上还原了生前，舒服的打了个饱嗝。这个穿着飘逸剑衫的古风帅哥嘀咕，还是这玩意好喝呀，以后就不喝酒了。我说以前怎么一喝酒就浑身燥热，剑性大发，感情我酒精过敏。卞航沉默着一丝不苟完成一套剑法，他这英灵哪都好，就是有点不太正经。李寻梅满意点头，不错，越来越流畅了，进步很大，有我当年1半的风范。叮，听到 App 的提醒声，李寻梅拿起边上的手机，排了快1天，终于排到了，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要挨揍。他被契约出来1年，已经是如鱼得水的融入了现代，享受得很，完全没有排斥感。宁水一中陈明，高2生，刚契约英灵，既没有恢复实力，又没有培养默契度，也要过来送菜吗？年轻人不要太气盛，让我看看你契约了个什么玩冷。英灵也叫陈明，陈明，怎么感觉好熟悉？豪杰级，难怪这么自信，不是等会。陈明，王朝之手陈明。李寻梅将着手继续往下一滑。王朝之手属性：力量 D， 速度 E+， 防御 E+， 耐力 E+， 灵力 E+。下面接着的属性面板图显示，各项全部拉满，力量属性更是直接超魔，超出豪杰级上限。超魔，我超魔，6边形怪物，卧槽，我特么拿头打这种怪物。李寻梅心态崩了呀。第49章，将军亚父。身为后王朝之手时代的人，李寻梅可太知道王朝之手了，那特么是他的偶像，也是他偶像的偶像的偶像的偶像。但是问题是，信仰大佬很舒服，跟大佬对着干，那就头皮发麻了呀。卞航擦了擦汗，李哥，你怕了？手都在抖。怕？我怕个屁！李寻梅笑了，
信手将可乐罐子抛进10几米外的小垃圾桶里。我这是兴奋的，能跟王朝之首这样的传奇交手，我真是三生有幸，师傅他老人家肯定能羡慕死。此战我必全力以赴。眸子里光芒一闪，寻眉剑出鞘，刷刷2声，冷光如练，眼前的劈砍木人桩立刻破碎成块。卞行冷静道：“李哥要赔。”李寻眉，宁景此时正在刷手机，正确来说是在通过某个 app 来模拟当初大前王朝北伐妖魔的场景，选择的人物正是宁景。用他的话说，这个叫做忆往昔，峥嵘岁月稠。他的御灵师很无语，自此契约了宁景之后，他自己都能把宁景的一生一丝不差的复述出来。以宁景之才智，重新走当初通关的路，有意思。却不知，其实宁景无所谓这些，只是想重温当初从一介不得志书生到随着将军横扫天下的历程罢了。就在此时，他的手机收到一条消息：明天下午3点，传奇英灵王朝之首出登场，宁水御灵斗场轩。噌！宁景站起身，神情激动地往外走去，同时手里订好了机票。虽然隔着半个华夏，但他要去追随自己的青春了。宁景，你干嘛去？我要去追随将军了。再见。御灵生满脑门问号，自家英灵突然离家出走了，怎么破？不是你等会，你说清楚些。我对你不好吗？宁景冷静道：虽然你很好，但你也不能阻止我去追随更好的人吧？不。雪花飘飘，北风萧萧，一张小王从御灵生口袋里掉了出来，也不知道是谁的身份证复印件。市中心300平米大平层里，二皇子翘着二郎腿爽吃冰淇淋，边上则是仿佛他的缩小版本的一个小胖子，这是他的御灵师。没错，二皇子狗运惊人，被契约出来，还是跟着富二代，爽得不行。忽然他收到了一条消息：亚父！以前所未有的灵巧，二皇子瞬间作证。二皇子拽着小胖子，走，带你看我亚父去。不只是他们，在推送机制的作用下，所有宁水市关注了英灵死斗 app 的人，手机都收到了这一条消息：明天下午3点，传奇英灵王朝之首出登场。王朝之首！无数学生在精神一振的同时，也感到心里酸得发苦。喵了个咪的，为什么自己不是这种欧狗？很快，王朝之首被契约的消息出现在各个平台上，热度急剧飙升。而这一场首战也受到了各方的关注，场馆内的票被一抢而空，可以预料到时候网上直播的热度同样会非常惊人。此时的陈明并没有关注这些，辞别了同学几人，他打车去灵石行提出了100块终极灵石。毕竟这是王朝之首的首战，输了总归不好看。能临时用灵石提升多少是多少。使用灵石恢复英灵的方法很简单，用不算特别精确的语言来描述，就是刚契约出来的英灵像是一个只有当初形状的空壳子，里面的灵力没了，而他们通过吸收灵石可以逐渐填充自己，恢复当初的模样。所以英灵们只需要吸收并消化了灵石里的力量即可。一连吞服消化了10枚终极灵石，陈明感受到王朝之手已经饱了。打开英灵信息一看，属性力量地，速度1+，防御地，耐力地，灵力1+，防御从1+变成了地，有所提升。而其余各项属性其实也都有变化，只不过没有大到可以更改的地步。现在王朝之手已经暂时达到饱和状态，不能进行强化了。陈明点了个外卖，一边等一边继续翻看寻眉剑的作战影像。等到他吃饭晚饭时，寻眉剑的战斗风格已经被他牢记。即使算上寻眉剑近期可能又有所恢复，但只要不是太夸张，此战必胜。这是4世战斗经验累积给他的自信。毕竟王朝之手是真正杀出来的名号。相比那时候混乱的世道，寻眉剑的时代已经和平了许多，生死相搏自然也少了很多。绝对经验的碾压之下，王朝之手完全可以做到以弱胜强，更何况此时他的属性还完全是优势地位，即使寻眉剑多出灵武与技能，也完全不在话下。王朝之手对寻眉剑，王朝之手必胜。应该不会反转，就算反转，也只能转成寻眉剑对王朝之手，寻眉剑必败。刷了刷手机，劳累了一天的陈明躺床就睡，睡眠质量相当不错。第2天到学校，不少人对他行注目礼，他现在也算是个小名人了。而裂空也是相当的潇洒，在高2御灵一班发了一条大家自行学习，有问题手机联系我之后，连人都没有出现，真是让众人彻底自由一周，选择自己的方向。陈明选了一位耍己的老师，然后一不小心就完整的舞了一整套技法，惊得他直呼天才，难怪能契约王朝之手。到了下午，他就打车前往宁水御灵斗场。金磊、广成、王侯几人也跟了过来，不过他们现在还完全没有参赛的水平，因此没有去送菜。在接待厅里，一名打扮得体的接待走了过来，礼貌微笑道：
请问是来参加英灵死斗的陈明先生吗？沾了王朝之手的光，许多人现在也算是认识了陈明。得到答复之后，接待领着他们到了后战室，对战还有40分钟开始，您可以自行安排时间。后战室的饮料零食可自行取用，不收费。后战室的环境不错，位居高出，搭配落地窗能俯瞰全场，对面则是对手的后战室。此时距离开战还有半个多小时，但观众席上已经座无虚席。第50章一剑决胜，这是极其夸张的状态。不要以为只要是传奇英灵登场作战，就会有大量的观众。以豪杰级英灵的力量，战斗场面对普通人来说已经极其夸张。直白点说，那就是攻击与移动速度快到看不清。因此，与其花上100-200块看现场，更多人会选择看线上。有回放，有慢速，还有解说，岂不美哉？能达到座无虚席的场面，全靠王朝之手的名气在支撑。毕竟 TFBOYS 都能搞出西安丧尸围城来，王朝之手还不值一个门票钱了。看到有这么多人来支持自己的英灵，陈明很是欣慰。来得多，他赚得多。哎，等等，好像有些面熟的。在观众席中，陈明看见了许多以前的手下，他们在朝着后战室挥舞着手呐喊。虽然听不清他们在喊什么，但从表情就知道他们有多激动。宁景、楚狂几个也都到了，显然他们都是为自己而来。看见那些熟悉的面孔，陈明心中心绪难言。固然他知道这些手下有人也完全有机会化作英灵，但真的能和他们相逢在同一个时代，让他们在苍冥界毁灭后仍然出现在自己面前，还是心中激荡难言。王侯忽然喊道：“哎，那边举牌子那个不会是传说中的那位前帝吧？”陈明顺着他的手指看去，只见一名身材敦实、着龙袍戴冠冕的皇帝打扮英灵，挥舞着牌子嘶声呐喊。周围一片英灵不仅没有嘲笑，反而个个神色恭敬。一看牌子，赫然写着亚父神威，无坚不摧。此人不是二皇子，又是何人？契约了二皇子的小胖子一脸生无可恋。虽然契约了豪杰级皇帝英灵，让他在家族面前很长脸，但是他是真受不了这家伙一听到王朝之手的名字就打鸡血的模样。广成不由开口感慨，虽然先前听过战将军说起此事，但没有亲眼所见，还是不敢相信拥有明君之称的前帝竟然是针对王朝之手如此。他都不知道该如何去形容了。陈明轻咳一声，他们会有些不可置信，完全是因为文史官给二皇子润色美化的结果。要是他们接受了苍冥界二皇子的真正人设，肯定会觉得他现在的行为十分合理。除了这些故人，其他到场的人其实大多都是大前王朝时期的英灵，有的是想瞻仰偶像的荣光，有些则是王朝前辈，想看看后世是出了何等了不起的人物。很快，时间到了下午3点，伴随着一声悠扬的钟声，广播提醒，请双方英灵入场。与此同时，宽广的擂台场地迅速发生变化，无数座皇宫建筑鳞次栉比拔地而起，更似有一层帷幕笼罩天地，月色朦胧。丁随即场地紫禁之巅已生成。这种看似离奇的场景，在御灵世界其实是相当正常的。这是一种英灵融合科技产生的技术。这些建筑其实介乎于真实与虚幻之间，只有英灵可以接触，是20几年前某位神仙英灵搞出来的，如今被广泛应用在英灵斗场中。伴随着紫禁之巅的生成，隐隐有一道低沉的男声念道：“月圆之夜，紫禁之巅，一剑袭来，天外飞仙。”一朵梅花飘落，寻梅见，李寻梅悄然闪身至皇宫之巅，他头戴斗笠，怀抱长剑，隐隐露出半张帅脸。月色朦胧之下，逼格还就拉满。显然，这是一个相当骚包的英灵。既然是紫禁之巅，陈明轻笑一声，那就放弃最擅长的长戟，转为用剑好了。四式模拟，陈明精通大量兵器，更是能用天龙剑斩杀妖王，用剑自然不在话下。剑来，信手挑了一把场地里的备用剑，他缓步上前。王朝之手持剑入场，欢呼声山呼海啸。剑客与将军持剑对立，遥遥相望，杀气让树叶飘落。忽然，李寻梅一拱手，晚辈李寻梅见过镇国将军。将军一生戎马，为王朝之安盛立下绝顶之功，若无将军，绝无后世之安生。家师的师傅的父亲曾在将军手下担任亲卫，我们这一脉都十分敬仰将军。今朝有幸与将军一战，实乃三生之运，还请将军赐教。陈明一笑，过往云烟而已。请。两人互行一礼，李寻梅拔剑，领武，寻梅剑。剑意凛然，盯着那把剑看，陈明觉得眼睛都有些刺痛。这就是灵武，与英灵一同从传说中归来的武器。陈明暗暗心惊的同时，又不由期待自己的灵武该是如何。李寻梅捕捉到这一缕战机，立刻持剑主动攻去。他先前对比过两人的属性面板，属于是被6边形战士全面碾压了，因此
此战若想胜，唯有利用灵武优势，置之死地而后生，以连绵不绝的攻势压得王朝之首反应不过来才行。月色如匹练，却被剑芒斩成碎片，无数瓦片在连绵剑气下破碎。然而眼前的披甲将军信步威仪，轻易地闪开了他所有的攻击，佯攻全部被看穿，刺出的夺命三剑全被轻易格挡。开战10秒钟，李寻梅已经满头大汗了，表面轻佻，实则练剑数十年如一日的李寻梅心神不由一颤，自己与传奇的差距竟然如此之大。莫要说属性，就连技法都存在根本差距。就是这么一瞬间的心神摇动，寻梅剑与王朝之首的处境就更换了。同样是彼此走神了一瞬，寻梅剑的攻势如狂风暴雨，而王朝之首只刺出了一剑。快，太快了，快到了极致！如此简单朴实的一剑，却在李寻梅眼前形成了一道刺目的白色细线。不好！李寻梅心中疯狂预警，然而她的战斗直觉告诉自己，不论是后撤还是防守格挡，亦或者舍身前扑，都没有活路。刺！长剑贯穿了心脏，李寻梅怅然若失。这就败了，这就是生死战，没有彼此回合制的对攻，也没有底牌进出的战至癫狂。破绽出现的一瞬间，胜负生死就已经注定。李寻梅喃喃自语，好不容易随出紫禁之巅这么合适的图，我还寻思着开大的时候喊一声天外飞仙呢。嘣一声轻响，身死的李寻梅化作光芒，暂时隐退传说。第51章，老登爆点金币。观众席上，诸多英灵心神震颤，不由心中寻思自己在李寻梅的位置上能否接住那一剑。越想越是心头发寒，不由冷汗直冒。而许多现场的观众则是一脸懵逼，这就没了？那个寻梅剑挥剑这么快，倒是很有看头，但是他反手被人平平无奇的一剑刺死了，算是怎么回事？打假赛是吧？这种普通人因眼力与视觉反应速度而看不懂、品不出的战斗，才是英灵死斗的常规状态。这也就是为什么线上观战更火热。线下的话，大家其实更倾向于去看那些普通级英灵的对决。别看是普通级，事实上能留下传说形成英灵的，哪个是一羽之辈？那些普通级英灵的战斗场面，才是最看得人热血沸腾的，血气、技法一点不差，对攻起来爽得不行。豪杰级对决尚且如此，那些豪杰之上的，对于普通人来说更是重量级。简单来说，就是两道光芒残影互相撞几下，然后就胜负已分，还不如在家看海绵宝宝呢。王朝之首退场之后，观众席上一片低语之声，是那些英灵在跟自家御灵师讲述刚才的真正情况。许多人这才恍然大悟，看得不明不白，但是知晓自家亚父一剑把对面秒了的二皇子大声鼓掌。好，不愧是亚父！他还拉着生无可恋的小胖子以及边上的一众王朝手下一起呐喊。边上的人没有任何嘲笑的心思，人家自己是皇帝，还有这么猛的爹，怎么你不羡慕？以父之名算是被二皇子玩明白了。顺带一提，虽然二皇子是豪杰级英灵，但他的战斗跟豪杰一点不搭边。身为豪杰级英灵，他虽然有灵武天龙剑，但只有一个技能，这个技能叫做天子之怒。效果：召唤士卒为你战斗，熟练度上去之后，可以召唤暗卫、清兵乃至楚狂这样的猛将。可以预想，他最后能召唤出来的终极形态就是王朝之首。而他的灵武天龙剑显然不是自己用，而是给王朝之首用的。这回连战斗都可以说是我将全力以赴了。就在观众席上对着王朝之首一阵吹捧的时候，一名虎耳虎尾白毛萝莉少女站起身，撇嘴，还是那副老样子，打打杀杀真无趣无聊。这白毛兽耳萝莉赫然就是化成人形的妖尊，而她边上的另一少女就是她的御灵师。两名绝色少女姿态轻易的携手离开，登时吸引了不少目光。没错，妖尊也被契约了过来，而且在现代文明的熏陶之下，她已然进化成五毒俱全的宅萌萝莉，目前是顶流网红，月入100万那种。至于找王朝之首报仇什么的，她完全没有这种想法。是现在的小日子过得不舒服吗？非要进去吃牢饭，乃至被打回传说之中？况且她又打不过别人，前世活着的时候努力想要建功立业，结果被揍得头昏眼花。如今妖尊已经彻底躺平了，与其奋斗，不如跟女孩子贴贴，然后卖萌。王朝之首要是敢来找他的麻烦，他立刻躺地上，不把他连着他的御灵师讹钱讹到卖裤衩子，他就不姓白。收回王朝之首，陈明从后战室出去的时候，发现出口已经堵住了，一众古风猛男围着出口，神色激动。这位同学，麻烦你可以把王朝之首再召唤出来一下吗？我是王朝之首的粉丝。粉丝就往后稍稍吧，我是将军的亲卫。亲卫也往后稍稍吧，爹，我来了。您终于被契约出来了。听到有人喊爹，
陈明第一反应是二皇子来了，过了一会才发现是自己的儿子陈安。可惜太平公主还没有被契约出来。让让让让！将军，将军！一名书生打扮的英灵激动地挤开众人。将军，宁锦来践行当初若有来世，紧闭生死相随的诺言了。同学，麻烦你快把将军召唤出来吧。看着自家英灵一副舔狗模样的御灵师，面露绝望。宁锦，你之前不是这样的，你明明又高冷又自傲，在学校里把老师都对得说不出话来，你让我感到陌生。这位御灵师心中酸涩难言，自己舔了好久才逐渐温和的英灵，转头投入了别人的怀抱，还是倒贴，让他有一种自己被绿了的错觉。舔狗舔到最后一无所有。陈明见状有些犹豫，虽然久别重逢的场面很感动，但是那边那位御灵师的脸都绿了，真的没问题吗？没问题的，宁锦只是去玩玩而已，他的心肯定还是向着我的。御灵师自我安慰，我一路向北，离开有鱼的世界。御灵师抹掉眼角为自家英灵高兴而流出的眼泪，露出了释怀的笑容。还能怎么办？当然是选择原谅他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亚父！伴随着一声情真意切的深深呼唤，陈安头皮发麻。他喊他爹都没这么深情过，前弟比他更适合当儿子。只见一尊300斤大肉山携着200斤小肉山挤开人群，来者正是二皇子与他的御灵师。昔日故友能来的都来了，没来的要么是有事情不知道，要么就还在传说之中。大家好不容易汇聚一堂，王朝之首自然不会隐匿。伴随着一阵波纹，王朝之首现身。亚父！二皇子抱住王朝之首的腰，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往他身上抹，周围人看得一脸无语。在得知亚父目前居然只有200终极灵石来恢复实力之后，二皇子很愤懑，就这么点东西怎么配得上他爹？小八，给我亚父打点钱过去。二皇子的御灵师富二代巴豆打多少？二皇子打了个响指，豪气道500万。巴豆挑眉，虽然他是个不学无术的富二代，但是这500万一下子从他零花钱里扣出去，他小日子还过不过了。不过想到500万就可以让这名传奇皇帝与自己的友情更进一步，而且还交好的传奇英灵王朝之首，他觉得不亏。巴豆打了一个响指，对边上的中年人说：魏叔，让老登报点金币，不是，让老爹打点钱来。魏叔掏出手机到边上跟老板说明了一下原委。很快500万到账。第52章金玉露与历史学者。显然只要是有经商头脑的人都知道跟一名传奇英灵打好关系是多么有利的事情，其背后的影响力、号召力完全甩那些只有一张脸说得过去的明星不知道多少条街。也因此御灵时代的明星有不少是英灵亲自出道，剩下的人类明星也在内卷之下各个顶级，不会出现什么奇奇怪怪的妖魔鬼怪。毕竟共同打造优秀娱乐圈是每个人的意。听到他们的对话，陈明含笑摆手，不必，我自己能赚来提升所用的灵石。二皇子不乐意了，亚父生前为社稷鞠躬尽瘁，我恨不得把皇位让给您做，现在不过是500万，亚父就不要推辞了。巴豆也适时开口，我也十分敬仰您这样的传奇人物，区500万不足挂齿。尝到反向啃老甜头的陈明头皮发麻，这是什么狗大户发言？不过既然他们这么诚心的要提自己一把，陈明也不会假惺惺的去拒绝。里面含有的利益交换、人情买卖他看得明白，而且以他的能力又不会还不起，一味推脱只会显得自己气量小了。见将军收下，其余一众英灵纷纷看向自家御灵师，似乎也想报点金币供奉将军。御灵师们脸都绿了，看他们干什么？他们出不起500万。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堵在英灵斗场门口吵吵闹闹了1个多小时，终于还是要分别了。一众英灵极其不舍，一向理智的宁锦更是连声道愿意继续追随将军，其余人也纷纷附和。不过陈明坚定地拒绝了他们。苍冥界的一切终究是过去的，如今他们都有新的身份，互相叙旧乃至有难互助，这都是很正常的。但是要是自家英灵彻底变成了别人的形状，哪个御灵师受得了？这只会让大家都很难办，甚至让他们与御灵师离心离德，直至彻底分裂。况且陈明不希望他们因为围绕着自己转而忽视了自身的存在。英灵们很是遗憾，而那些本来心头酸涩的御灵师则是个个都生起了敬佩的心思。难怪王朝之首不仅一生辉煌至极，而且根本找不出任何污点，所有人上下都归心于他。本来以为是史料对其的润色夸赞，如今看来是他个人魅力所致。临走前，众人纷纷向陈明道别，还有不少加了好友。看着故人们远去的背影，陈明呼出一口气。边上的战飞光则是满面春风，自己跟将军一个班的，宁锦那家伙刚才险些羡慕死。告别了同学们，陈明打车准备回家。
不过打开英灵时代 IP 之后，他临时决定出去吃顿好的奖励自己。这一场英灵死斗没有费什么大力气，但是却给他带来了足足40多万的收入，而且这个收入是已经扣除了各种分红以及税收后的纯利润收入。其组成既有满门票分红收入，也有网上直播流量收入，以及各种专门打赏给王朝之首的礼物收入。可想而知王朝之首的人气到底有多么夸张。毕竟从王朝之首的人生履历模板来看，他可谓是文功武质全部拉满，是最顶级将领的模板，人气横向对比是可以和诸葛武侯碰一碰的存在。不过能有如此收入，全是仰仗了王朝之首自身的名气，其余英灵可没有这种福分。像是别的英灵来打这种死斗，胜利收益一般在2000到5000之间。就这还在考虑门票钱以及战败情况下的英灵休养。在外吃了一顿大餐，眼见天色已经黑了，陈明回到家中。至于媒介，可以明天去买。第二日，裂空依然处于隐身状态，大家自行探索。而陈明也一副很认真的学习模样。除了完成了选修，长吉老师那边的每日任务，各类有关御灵的书籍，他也在翻。原因很简单，固然陈明不需要通过充实自己的方式来吸引英灵，但是提升自己总是没有错的。况且这也是一种伪装自己的方式。一个好学的学霸更符合众人对他的预期，而之后他若是再契约出什么强大的英灵，别人也只会觉得合情合理。大隐隐于市，正是如此。陈明一边在心中定下学习目标，一边欣赏着舞蹈老师优美的舞姿。别误会，陈明只是在考虑要不要去兼修舞蹈，搞出一个武神来，绝对跟这位舞蹈老师长相娇美、身材凹凸有致没有关系。正欣赏着，手机震了一下，有人给他发了消息。打开 VX 一看，是徐校长。徐校长，陈同学在吗？陈明，我在。徐校长有什么事情吗？徐校长，陈将军的访谈记录已经传给局里了，上面对此十分重视，陈将军填补了很多那个年代的空白。徐校长，基于陈将军的贡献，局里决定提供给你金玉露做反馈，帮助你提升精神强度。徐校长，不仅如此，英灵协会那边还发起了邀请，邀你加入他们的历史分部，成为一名历史学者。徐校长，这个对你的学业没什么影响，纯粹是多一个体制内的身份。如果后续陈将军能再想起什么有用的史料，填补历史空缺，你可以用这些史料去局里兑换贡献值。徐校长，这个历史学者身份是很多契约出身居高位的英灵的御灵师都有的，比较经典的就是契约出文史官乃至丞相、皇帝身份的。陈明了然，比如巴豆，他就因为二皇子的缘故而得了这个历史学者的身份。毕竟论身居高位，知晓一切重大隐秘，谁能比得过当朝皇帝？哦，王朝之首啊，那没事了。徐校这一来就给他带了2个好消息。金玉露就不用说了，他手机上一查就查到，有价无市，能搜索到的是上一次交易记录，一口价200万。而这历史学者的身份更是直接白送。后续他对着王朝末年的历史回忆，肯定能再想起一大片事情，这就又是一笔入账。陈明，谢谢徐校，这个历史学者的身份我可以接受。第53章，购买媒介。陈明有些感慨，虽然徐校帮助他是因为王朝之首的缘故，但别人对他是真不错。200万，而且有价无市的金玉露，其中肯定有徐校争取的部分。而这个历史分部与历史学者，他是知道的。历史分部就是英灵协会下专门负责苍冥界历史方面的部门，其工作是还原苍冥正史，挖掘各种史料，并且将错误史料纠正，而其作用十分广泛，主要是涉及到英灵。首先是许多隐匿在传说中的英灵可能会随着史料挖掘而重现于世，算是丰富英灵多样性了。其次则是对现有英灵的影响。都知道英灵来自传说，假如传说有误，比如误传了王朝之首的性别，那么被更改的王朝之首出现时将会是女性。又比如王朝之首平复王侯之乱的史料缺失，至于留下镇妖的部分，那么王朝之首的力量就会因此而不完整，甚至就连王朝之首本人都会因为史料的缺失而失去那一部分的记忆。这在英灵中是十分常见的情况。只不过由于王朝之首的传奇性，他的故事是从头到尾家喻户晓的传播，所以即使王朝之首不是陈明的分身，他也会拥有完整的力量与记忆。因此历史的巡回对于增强英灵是很有作用的。当然也有特例，譬如说二皇子。英灵的形成力量来源一部分是本身，一部分则是传说。二皇子虽然自己不太行，但是他身为一代明君，连王朝之首都是他的将领，沾了时代的光，他最后生成的是潜力值极高的豪杰级。如果陈明去历史协会那边把二皇子的真实情况说出来，二皇子立刻就得掉到英才级。能保住英才级，还是全靠他的皇帝身份加持。除了这比较重要的2点，
还有的历史学者去探索历史是为了纯粹的探索欲，想要完善一个世界的历史而已。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个世界的人这么注重还原历史。只不过所有人都不知道，他们苦苦追寻的历史已经在无意之中被陈明更改过了。而且陈明还想到，如果自己再进行下一次模拟，又会发生什么？现如今的一切历史都会随之更改，那他自己又会如何？徐校长，陈同学，现在金玉录就在我这，你是现在过来拿，还是下午我给你送过去？陈明，谢谢徐校，我自己去拿吧，反正我也闲着。徐校长，那行，我在办公室等你。在校长办公室里，徐校又勉励了陈明一番。先前王朝之手对战寻梅剑的战斗录像他也看过了，以如此轻松的姿态碾压了已经一次觉醒的寻梅剑，简直是不可思议。因此他劝勉陈明一定不能辜负了王朝之手这样的绝品。陈明自然满口称是，随后带着金玉露离开。这金玉露看着就是10毫升的一小管淡金色溶液，实则是提取出了几十种提升精神力的天才地宝，最终融合而成。这一管有价无市的200万，使用方式简单粗暴，直接吞肚子里就好，里面添加的各种中和元素已经让它十分温和。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暴涨的精神力会带来极深的困倦，需要睡眠来修复。简单来说，就是喝了这玩意会很困，得留着晚上回家再喝。吃过午饭，陈明本来准备直接前去玉林协会中心购买媒介，不过班级里出了一个小插曲，有一个转校生到来。没错，此人正是契约了二皇子的富二代巴豆，像是契约了一代明君前帝这样绝无仅有的事情，放眼整个大富商八家也是相当牛皮，让巴豆很是长脸，在家族中也颇受重视。最直观的表现就是零花钱很多，以100万计算那种。因此当二皇子强烈要求转校与亚父一个班级时，巴豆同意了。有同学暗自嘀咕，因为英灵而转校这种事情倒是很常见，不过这位同学是高3生吧？转校的时候还能往上一个年级转的。有人回答，听说他们家给我们学校捐了1000万，用来完善各种基础设施来着。同学们纷纷肃然起敬，那没事了。尊都假多哦，扫得死呢，乃罗霍多 off， 您还真别说，推地道，拜拜了您呢，回儿见。下午，得益于裂空的宽松管理，陈明离校的时候连请假条都不用写，打车到了市中心，陈明径直前往玉林协会。虽然许多商行都有媒介出售，但还是玉林协会的数量最多，最受人信任。目前算上徐校长那边剩下的没有提取出来的100中级灵石，陈明大致有650万，而中级媒介价格有50万到1000万不等。会有这么大的价格差距，主要来自于媒介产生时代以及媒介推测对应英灵。首先是产生时代，像是低阶媒介统一对应大前王朝，产生的英灵强度是相对有限的，具体参考王朝之手，哪怕是这么传奇的人物，最后也只能生成豪杰级英灵，在外人看来。而中级媒介则是对应倒数第2个王朝太阳神朝以及倒数第3个王朝暗朝，暗朝产生的英灵强于太阳神朝，因此理所应当暗朝时代的媒介更贵。其次则是媒介可能对应的英灵身份，同样是太阳神朝的媒介，一名士兵留下的断剑自然比不上太阳君主留下的皇冠，两者价格天差地别。从这里也就可以看出陈明前身的运气其实还是相当不错的。当初他花10万元买回的锈蚀长剑，本来因为制式很普通，令人以为只是一把普通士兵剑，结果没有想到对应的竟然是镇北将军这么一个高阶位英灵。要是真按原价卖的话，那把剑其实是至少100万的。由此也就可以看出，买媒介其实是有一部分赌的性质，花低价未必不能走狗屎运，花高价说不定也会被坑。只不过在现代技术的鉴别下，这种可能性被削减了许多，但仍旧无可避免。媒介一经购走，则责任自负。这也就是为什么陈明选择来玉林协会购买媒介，官方坑人的可能性小很多。第54章绝对锚点与念锚点。陈明来这里之前，自然已经想好了自己要购买的媒介，他的预期价格是200万，时间要太阳神朝前中期的，对应英灵则最好的是将军将领这一类，每一点都是经过思量的。同样是中阶媒介，暗朝媒介比太阳神朝普遍贵上许多不说，主要陈明不好发挥。前几次的模拟已经告诉陈明，他的一个巨大优势就是积累，最直接的表现就是武力值的积累。太阳神朝作为大前王朝之前的朝代，战力已经比大前王朝高出了许多，堪称是从武侠变成了仙侠。哪怕是以他王朝之手的底蕴过去，说不定也只能当一个2线高手。这样的水平放在太阳神朝还勉强够用，后续能快速积累起来。但是放到暗朝，那就是成了小卡拉米了。更何况暗朝是一个极度混乱黑暗的朝代，各种战乱不断，邪祟诡异频出，甚至就连太阳都曾消失。
暗朝本称是大元王朝，但因为过于黑暗混乱，才有了暗朝之称。更是因为它真正暗无天日，下一个王朝极端崇尚曾消失数百年的太阳，这才有了太阳神朝。在有足够的实力积累之前，陈明并不想去暗朝这种乱七八糟的朝代送死。选择太阳神朝是一方面，至于为什么要选择太阳神朝的前中期，原因是太阳神朝的后期太过诡异。太阳神朝之后就是大乾王朝，陈明曾无数次搜寻翻阅有关太阳神朝后期的资料，然而却只能搜集来极少的只言片语，即使以他的身份，依然就那个时代了解甚少，更不要说如今的御灵时代了。似乎有人刻意抹去了那个时代的一切隐秘，唯有稀少的记载证明那是一个堕落、混乱、黑暗的年代。太阳神坛崩塌，登阳神体陨灭，太阳君主暴毙，天神战士堕落为暗魔，更有疑似毁灭苍冥界的极端存在黑渊。太阳的光芒荡然无存，仿佛回到了暗朝的溃烂年代。所以陈明觉得自己与其在那个黑暗时代里摸黑打滚，他不如直接去太阳王朝的前中期进行积累，然后在第3次英灵模拟时回到太阳王朝末期。选择将领身份，则是为了把他王朝之首的精力优势发挥到最大。说出心中预期的价格与朝代之后，在接待的介绍下，陈明缩小了选择范围，最后选定一把价值180万的古朴长剑。据推定，这应当是太阳神朝中期的一名将领的佩剑。当然，出错概不负责，这是所有媒介都存在的风险。除了这把古朴长剑，陈明又花了20万，他购买了2个最低级的媒介，分别对应大乾王朝前期与大乾王朝末期。他心中有一些猜测，想要验证。已知英灵之书不是什么盗版印卡设备，而是一个涉及到时间、历史的究极之物。陈明因为在英灵之书上模拟王朝末期，从而改变了大乾王朝末期的一切，乃至于随后影响到现实世界。巴豆就是一个明显例子，没有陈明的影响，他契约不出二皇子前地，这让他知晓自己必须慎重对待每一次模拟、每一个选项的同时，也让他思考，如果自己再次在同一个时期建立模拟，又会如何？覆盖还是互相影响？如果他在大乾王朝前期建立模拟，大幅度改变历史事件，例如直接把末期大患北妖给灭了，那么末期的一切又会如何？这些东西光想想就让他头大，所以他决定亲自试验一番，搞明白英灵之书的一些隐藏规则。不过在此之前，回到家的陈明决定先把金玉露给用了，这东西可以大幅度提升他的灵魂强度，无论是对于思考问题还是承受记忆都很有好处。金玉露带着淡淡的清香，味道有点像板蓝根颗粒。喝下去约莫半个小时，陈明打了一个大大的哈欠，倒头就睡。这一觉直接从昨天下午4点睡到第二天早上8点，前所未有的神清气爽。他调出自己的个人信息，不由一惊：姓名陈明，身份初阶御灵师，天赋动态视力英灵之书，精神强度 3.1， 英灵王朝之首，其余凝神水。精神强度竟然直接从 1.3 变成了 3.1， 爆炸式飞跃。难怪这种宝物几乎都不会流入市场。出去吃了个早饭，陈明回到家中开始试验。首先是大乾王朝末期的媒介，这是一把匕首。将匕首放在英灵之书上，它并没有化作模拟墨水，而是没有任何反应。锚点唯一引起历史冲突，无法完成锚点建立。当前锚点为乾历3343年，模拟开始时间点乾历3789年，苍冥界毁灭时间点，身份王朝之首。陈明恍然大悟，看来在同一个时间点，极受他模拟影响的时间点只能存在一个模拟锚点。他开始了第2次实验，将王朝前期的媒介放置在英灵之书上，这一次没有触发锚点为1，媒介化为墨水。但锚点2，时间大乾王朝353年腊月廿3，地点莫州，身份乞丐，剩余模拟次数4。注意，同一王朝时期仅可设立为1绝对锚点以及任意念锚点，以检测到大乾王朝时期存在唯一绝对锚点锚点1。若设立锚点2，请谨慎选择历史行为，不要产生任何影响绝对锚点锚点1的行为。若因念锚点锚点2产生影响绝对锚点锚点1的行为，后果未知，请谨慎处理。请谨慎处理。是否建立锚点2？绝对锚点念锚点历史冲突。陈明已经理解了英灵之书在这一部分的运行规则。每一个王朝都有一个绝对锚点，该锚点可以随意操作、随意影响。但绝对锚点设立后，它所带来的历史观就是唯一正确历史观。在这一王朝时间线内的其他锚点都是绝对锚点的副锚点，副锚点必须遵守绝对锚点，否则会带来历史冲突，从而产生某种不可预计的影响。很明显，陈明不准备以身去试验这种未知后果，
毕竟英灵之书都反复提醒他要谨慎处理了，陈明自然不会去作死。不见立锚点2，墨水化作灰褐色，而那个媒介再也没有出现。显然英灵之书没有退款的说法。虽然这一实验花费了10万元，但陈明并不后悔，反而松了一口气。以现在英灵之书透露出来的信息来看，只要他不乱作死，每一个朝代他都有一次随便玩的机会。第55章，从未如此天崩的开局。但这也让陈明有些犹豫，既然只有一次绝对随便浪的机会，那他究竟是把这个机会放在太阳神朝前中期，还是末期？一番犹豫，陈明还是决定稳妥起见，将太阳神朝前中期设为绝对锚点，这样后面的念锚点无论如何也不会违反了绝对锚点，避免危险。然而变化总比计划多。锚点3，第一次投影模拟开始。时间：太阳历2237年蒲月19。地点：五州。姓名：凯隐。身份：普通氏族，9岁。状态：极差。剩余模拟次数3。看到投影模拟的信息，陈明就是一愣，尼玛，运气差完了！前身购买媒介的狗运，如今报应在他身上了。先不说他要的太阳神朝前中期变成了太阳神朝后期，就说这身份，不是高阶将领就算了，还只是个普通氏族，甚至只有9岁，甚至性命垂危，这特喵的是什么天崩开局？反正陈明是无法想象，得是多么黑暗动乱的时代，才能让9岁孩童上战场。现在这个开局已经是烂完了。当了这么多年将领的陈明深知，9岁孩童都要上战场，显然是整个国家的家底都打没了，而且皇帝还要够昏庸才行。这样的情况下，他完全不奢求军队里的医疗环境以及后勤能如何。所以模拟还没有开始，一个险峻的问题就摆在了陈明面前：如何让一名重伤的9岁孩童士卒活着下战场？在线等，挺急的。也罢，陈明出了一口气，车到山前必有路，要是真的是必死的局面，那他也只好自认倒霉。开始模拟。太阳历2237年蒲月19。此时暗翼战争已经持续了近200年，200年无休止的征战，依然没有填平那些曾经如太阳般耀眼，如今又堕落为暗翼的丑陋存在的玉鹤。你投影至血熊安比瑟斯麾下军队的一名9岁垂死孩童身上，如今正在战场上。你所在的军队奉血熊安比瑟斯的命令进攻一处城镇，但遭到刺客组织引流的屠杀。很快，你的战友包括长官在内的1087人全部身死，只余下重伤的你手持短剑。你的面前是一个浑身充满血气的刺客，你看见他全刃正在滴血，面颊冰冷，只有一双眼眸透着红光。你选择 A 发起进攻， B 求饶投降， C 自杀身亡， D 亲自干涉。陈明两眼一翻，险些直接晕过去。尼玛，要不要这么坑爹？这开局还能玩锤子？陈明战神附体，也不可能以9岁重伤孩童的身份打得赢一名成年战士啊！感情180万就这么打水漂了。陈明心痛的差点无法呼吸，显然他是看不到活路了。自己所在的军队是童子军，全军1000多人去进攻别人的城池。事实上，他们是先锋军，统领想要利用敌人的同情心，让这1000多名孩童先锋军开路。但是显然来自引流的刺客们并不准备手下留情，结果是一边倒的被屠杀，而后续军队见状则是立刻离开，放弃了他们。引流刺客的屠杀还在继续，直至1000多人全部身死。敌人就是敌人，即使是孩童也不值得留守。对此陈明毫无怨言，这与他当初一刀砍了试图魅惑自己的妖尊没有区别，都是对敌人的尊重。但问题是，他瞄的刚下棋，就发现自己全身上下只剩下帅，真的很绝望啊！看着投影里的画面，陈明犹豫良久。自杀身亡显然是搞笑来的，亲自干涉也不靠谱，3倍力量也不够看。至于投降求饶，陈明并不认为别人杀得了1000多名孩童，面对自己最后一根独苗就留守。那么也许藏着生路的答案只有，你选择发起进攻。你握着刀柄的手满是血迹，骨折的右腿不知为何依然在支撑着你。你的眼中有痛苦，也有愤怒、绝望与疯狂。你竟然在往前走！眼前的刺客惊异了，他在你身上看见某种独特的潜质。他选择收留你，认为也许你会是很好的报复敌人的工具。后来他收你为徒弟，你拜他为师，他赐你凯隐之名。这时你才知道他是引流组织的首领，他的名字叫做杰。陈明松了一口气，让他赌对了。看来英灵之书并没有给他无解的开局，虽然杰只是把他当作是复仇的工具来培养，但是有机会能接着往下走就行。既然这个开局还能接着走下去，陈明自然要准备一番。外挂启动，打开手机，启动历史协会 App， 利用自己的历史学者身份，陈明可以直接去查看历史协会内整理好的完善史料，
比去网上翻要有用多了。最主要不用担心各种乱七八糟的野史来害人。陈明重点去搜索了暗翼、引流、结血雄安比瑟斯等，其余太阳神朝中后期史料也都大致翻了一遍。不得不说，太阳神朝的史料真的很残缺，是那种比前面几个朝代更残缺的残缺。花了1个多小时，就把他所需要的近1000年的历史史料全看了一遍。陈明对于自己现在的处境也终于是了然于胸了。如今的暗翼战争的起源，还要从太阳神朝的本质以及发生在太阳历1237年的一场入侵战争开始说起。太阳神朝是一个很特殊的朝代，这个朝代信奉太阳神，有君权神授的特性，太阳君主是代太阳神执掌权柄，并且真正执掌太阳神朝的人，其实严格来说不是人，而是异人。异人的来源有很多种，有的是天生的，有的是人与妖结合的产物，又或者其余种种。太阳神朝的掌权者自称为太阳血脉，在外表上的表现是肤色呈白金色，且身体有兽类特征，例如兽耳、鳞片、羽毛等。据推测，太阳血脉确有其事，可以追溯到先神时期。异人都有明显的排他性，太阳血脉亦是如此。对于自身血脉者，太阳神朝给予优厚待遇，但是其余异人以及正统人族在太阳神朝只能受到压迫。第56章太阳神朝，歧视与区别对待最终引发了战争，这是一场一边倒的屠杀入侵。太阳历1189年，太阳神朝开始对周围小国进行吞并。太阳历1237年，艾卡国被太阳神朝吞并，艾卡国的城墙被摧毁，并被勒令永世不得重筑，以断壁残垣为警示。数百年的压迫从此诞生。最重要的是，异人的排他性时时刻刻告诉艾卡国，你们永远只是奴仆而已。面对压迫，艾卡人民前所未有的团结了起来，但是暴乱没有发生，因为太阳神朝拥有碾压一切的绝对力量——飞升者。那些立下赫赫战功、对神朝绝对忠诚，且通过了太阳试炼的英勇战士，可以站在太阳神坛之上，迎接太阳圆盘的洗礼。若是能在洗礼中存活下来，就会变成强大的飞升战士。据推测，这所谓的飞升应当是龙脉洗礼，太阳圆盘内的力量来源很可能是龙脉，而烈阳洗礼会让太阳血脉产生极端返祖现象，具体表现为飞升者寿命长达1000年，身躯会变化为10几米甚至几十米的庞然大物，并且有着严重兽化现象。飞升者几乎等同于拥有绝对力量、漫长寿命的人形野兽，他们保持着绝对的忠诚与勇武，侍奉着太阳的光辉。在飞升神将们面前，一切反抗都显得可笑。最顶峰时期，太阳神朝拥有上百名飞升者，一名飞升者就足以单枪匹马摧毁一个小国。他们如同上古魔神一般强大，又如同烈阳一般炽热炙人。有飞升者坐镇的太阳神朝，绝对不是区区艾卡国可以反抗。所以，没有人想得到，在太阳历1543年，艾卡国忽然发生暴动，将所有太阳神朝派来管理的官员全部吊死。太阳君主大怒，要让烈阳净化这个污秽的国度。然而，艾卡领主本为国王，但被吞并后只是领主，早有准备。他用秘法揭开了一处不可言说的封印，那道漆黑的裂缝显露在人间，肆意散播着自己的邪恶与扭曲。艾卡领主本来只察觉到这下面有着难以想象的力量，却没有想到这力量是如此的邪恶与不可控。仅仅半日，太阳神朝派出的飞升者军团还没有抵达艾卡国，艾卡就因为这道裂缝而寂灭了。这道裂缝后来被称为黑渊，它似乎连通了传说中的虚空。而他们诞生之所被吞灭的艾卡国国土，则被称为死寂领域。当飞升者率领万军到达艾卡国时，发现这里已经被某种紫黑色邪恶气息吞灭，各种难以想象的扭曲的怪物充斥在这片土地上，吞噬着一切活着的东西。于是，一场由肃反变为抵抗的战争打响。1日后，被围攻的飞升神将力竭而死，这是太阳神朝建立至今第一个死在战场上的飞升者。几乎等同神明的飞升者，竟然也会死。太阳神朝的根基正在被撼动，暴怒的太阳君主派出的超过80%的军队，以及几乎全部的飞升者，开赴死寂领域。本以为应当是碾压的战斗，却持续了近100年。无数的虚空异物源源不断地从黑渊丛爬出，它们侵蚀着这个世界。从太阳历1543年一直打到太阳历1633年，太阳的血脉浸染了土地，飞升者死伤超过50%，甚至就连一名御驾亲征的太阳君主都死在了黑渊镜前。这是难以想象的重创。好在太阳神朝胜利了，黑渊被封禁，连同整个死寂领域都被列为禁区，高高的城墙环绕这里，时刻有重兵把守。战胜了恐怖的强敌的太阳神朝载歌载舞，人们歌颂着伟大的天神战士。直到太阳历1655年，一名飞升者再也抑制不住在他高贵的烈阳身躯上蔓延的黑紫色雾斑，扭曲的痛苦弥漫在身躯，暴虐阴暗的想法取代了忠诚与荣耀。
这名飞升者被虚空感染了，虚空的扭曲进入了他的烈阳血脉中，将他从炽热变得污秽。不仅是他，所有参战的飞升者都显露出了不同程度的感染。太阳神朝曾尝试进化，但最后还是演变成了残酷至极的内战。为了尽情施展自己暴虐的力量，恐怖至极的战斗打响，太阳神朝濒临崩溃。太阳历1723年，末代君王阿兹尔神秘失踪，太阳神朝彻底崩溃。为了一统神朝再创辉煌，又或者是为了不同的理念，甚至只是单纯的暴虐因子的影响，被虚空污染的飞升者们分疆裂土，率领着信仰自己的人们开始了混战。曾经他们称兄道弟，共享着太阳的荣光，如今他们变成了野兽。像是这样的疯狂、自大且暴虐的飞升者，自然不会再去考虑战争会带来什么，他们甚至不去考虑拿什么来战争。自己领土里的人死完了，那就从别处掠夺来，别处也无人烟，那就自己亲自上战场。反正他们本就是高贵至极、强大至极的飞升战士。然而那是曾经的他们，如今他们已经不再是受人敬仰的飞升者，而是一群自甘堕落的野兽。为了讽刺他们日渐从威严变得丑陋扭曲的外表以及残暴的行径，人们背地里给这些堕落飞升者取了一个绰号——暗翼。最后持续了数百年，并且至今仍不止息的暗翼战争愈演愈烈。对于生命短暂几十载的凡人而言，一场战争就这么打了近10代人。最可怕的是，这一场战争对于后来的人而言，没有目标，没有荣誉感与归属感，只是被迫听从着那些扭曲丑陋的怪物的命令，成为血肉磨盘的碎渣而已。这就是毫无意义却又残酷至极的暗翼战争。弄清楚了太阳神朝与暗翼战争的起源，陈明沉沉出了一口气。他喵的，身高10几米，甚至几十米，寿命长达1000年，这种怪物怎么打？陈明又去检索了一下血熊安比瑟斯。根据资料显示，在太阳历2237年投影模拟时间点，仅余留下7名暗翼，血熊安比瑟斯就是其中一名。这是一头浑身流淌着腐臭黑血、骨刺嶙峋的巨熊。在暗翼中，这家伙以残暴、强大以及无脑著称。曾经有人契约召唤出这头血熊，但是险些被他杀死。这是一名无法契约的英灵。陈明又去搜索了一下引流以及他的师傅节，并无历史资料留存。好吧，看来这方面只能他自己来摸索了。第57章，引流之刺。太阳神朝末年太过混乱，数百年无休止的暗翼战争几乎摧毁了一切。那些癫狂的暗翼显然不知道什么是节制。过度的战争，十室九空，这可能就是有关太阳神朝的史料大量遗失的关键。不过好在一切的来龙去脉还算明确，只是过程细节很模糊。陈明的思绪回到自己目前的处境上。毫无疑问，引流虽然是一个刺客组织，自己的师傅节看上去也不是什么好人，只是把自己当作复仇工具，但他们显然是反抗暗翼的。之前的模拟经验让陈明明白，自己第一次、第二次的模拟完全不需要考虑如何一命通关。他所需要做的，首先是获得这个时代的顶级战斗力，其次是调查清楚这个时代的真实情况，搞清楚自己真正的努力方向与目标。所以既然姐有培养我的想法，那我就乖乖跟他学习武艺，直至他没有能教我的为止。引流教派是一个信奉暗影之力的刺客组织，杰教授你高深的暗影技艺以及各种杀人兵器与技巧。由于以往的经历，你对这些有着与生俱来的天赋，让杰深深震惊之余，也意识到你是千载难逢的天才。他开始亲传你最精深的技艺。令你惊异的是，这个引流组织似乎并不像你臆想的那样，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组织。杰高深的战斗技艺令你折服，你潜心跟随他修行技法10余年，直至太阳历2250年才算出师。至此，你自认为已经将杰的全部技艺修习到手。你开始接受杰指派的暗杀任务，暗杀对象多为血熊安比瑟斯麾下将领以及那些欺压民众的官吏。你对杰的印象有所改观。太阳历2256年，你已经是这片大洲远近闻名的刺客，人称引流之刺。通过英灵之书传来的画面，陈明意识到自己捡到宝了。引流的底蕴远远在他的想象之上，与杰相比，大前王朝时期的黑白无常的刺杀技艺显得简陋不堪。在引流修习到的战斗技艺极其高深，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他在这里获得了暗影之力。利用暗影之力，陈明可以潜伏在阴影之中，乃至在阴影中鬼魅般遁形，防不胜防。这种神妙的功法是大前王朝时期所不存在的。时代的变迁让所有东西都在倒退。大前王朝时期，即使是他，也只有利用战场血气修炼的粗浅功法。不客气地说，现在的引流之刺铠影比王朝之首陈明更强。比起正面战力，自然是战场出身的王朝之首更胜一筹。但是引流之刺鬼魅的暗杀技艺比王朝之首更具威胁，简直就像是在暴打原始人，纯时代碾压。
陈明感慨。当然，凯隐能有如此成就，离不开陈明的积累。一次次刺杀的完美演绎，以及动荡时代的暴力气息，令你内心的狂妄自大日渐高涨。不过，你很好的控制住了自己，没有迷失在杀戮之中。你感受到，也许这种发自内心的迷乱，来自强大的暗影之力。你询问杰，杰告诉你，一切力量都是诅咒，一切力量都是诅咒。陈明皱眉，杰说话说一半，真是讨厌。要不是他现在还打不过杰，肯定把他吊起来打。而且这个师傅太过于神秘与疏冷，即使凯隐是他的亲传弟子，但是10几年过去都不曾见过他的真面目。杰始终戴着冰冷锋利的面甲，不过不管他表现得如何，他带头引流抗击暗翼是毋庸置疑的。太阳历2260年，由于引流教派无时无刻的刺杀，终于引起了暗翼的注意。暗翼魔使率领军队包围了引流。暗翼军团是由信奉暗翼的凡人转化而来，他们吸收了暗翼血熊安比瑟斯的力量，被其腐化，逐渐有了暗翼的特性。暗翼军团个个身高数米，模样丑陋，他们有着仿佛滴血一般的表皮与嶙峋的刺甲，战力惊人。引流潜伏在暗处的生涯被终结了。倪雨洁率领引流刺客反击暗翼军团，但这些恐怖的魔物被剖胸斩首都能继续作战。引流一败涂地，引流刺客死伤惨重，你同样重伤。多年的生活已经让你融入了引流的环境，看见血流成河的一切，你愤怒至极的同时，也感受到了无力。就在你拖着重伤之躯准备逃走时，你感受到了一股幽深又邪恶的呼唤，从引流的禁地传来。杰一向禁止包括你在内的所有引流众靠近禁地，如今杰却生死不知。于是你选择 A 趁乱逃脱， B 寻找呼唤， C 与魔死战地亲自干涉。禁地，邪恶的呼唤。陈明沉吟一声，杰严令禁止的态度以及凯隐的感知都在表示那呼唤绝对不是什么好东西。倘若陈明只有一次机会，他肯定不会去作死。但既然早已经决定好第一次、第二次模拟只是在积累与探路，他自然不会错过这些东西。当然，还有更重要的是，暗翼军团的围攻告诉他，自己距离真正的顶尖高手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现在他已经是引流顶尖的刺客，但在暗翼面前依然不够看。如果不能找到变强的路，他的进阶就会止步于此。你选择寻找呼唤。禁地被阴影包围，这是结设下的禁制，但被你轻松突破。你感受到那股呼唤越来越强烈，邪恶幽深的气息无比强大，但又有些熟悉。你看到了禁地深处封存的秘密，那是一把被无数铁链捆住的巨大镰刀。在那把镰刀的腐蚀之下，铁链流露出血一般的光泽。这镰刀近乎有2米之长，硕大的弯刃似乎并不如何锋利，却透露出着令你心惊的杀意。在它嶙峋的表面上，似乎有鲜血在流转。忽然，锯齿状弯刃底部有一只猩红的眼眸睁开，那树瞳死死地盯着你。你感受到了来自远古战场的嘶吼，恐怖的血气冲击着你的意识。最后，血气消散，有呢喃声在你耳边响起，那声音在告诉你，执掌镰刀就能获得毁灭一切的力量。你选择 A 加固封印， B 逃离禁地， C 拿起镰刀 D 亲自干涉。第58章暗翼魔镰。凯隐看着那把镰刀散发出来的恐怖气息，他感受到这把镰刀是活的，它是一把活体武器。更重要的是，他在这把血色镰刀上感受到了暗翼的气息，只不过那气息太过恐怖，碾压了率领暗翼军团的暗翼魔使。很显然，这暗翼魔镰绝对不是什么好东西。从他的表现来看，他是那种引诱人前来，随后被他夺舍执掌的魔兵。凯隐刚进入禁地，走到他面前时，他就试图用血气冲击，而让从凯隐臣服。可惜，无论是凯隐强大的身体，还是坚韧的心智，都超出了他的意料，所以他又改成了引诱。一道低沉威严的声音在凯隐脑海中回响：你够资格吗？不过他恐怕没有遇到过凯隐这么主动的。虽然选择接受魔镰的陈明，但凯隐显然拥有自己的意识。凯隐毫不犹豫地斩断了铁链，抓住了那柄狰狞血镰，将其高高举起。他感觉到这把镰刀在等他，他也在等这把镰刀，他们仿佛生来就该是一体的。你选择拿起暗翼魔镰，为了追寻复仇的力量以及身体强烈的本能，你无视了暗翼魔镰可能存在的威胁。暗翼的气息从你拿起魔镰的手臂涌入你的体内，你看到自己拿起魔镰的右臂，连同右半边躯体瞬间腐化扭曲，嶙峋的骨刺透着暗红色的血光，伴随着脑海中的轰鸣，你失去了意识。这就完了？陈明一怔，他大意了。他本来的想法是通过这把恐怖的暗翼魔镰而暂时执掌强大的力量，以此为基础探索这个世界，为下一次模拟做铺垫。至于魔镰侵蚀了他，死就死了呗，得到情报就够了。但是没有想到，魔镰的力量超出他的想象，一瞬间便腐蚀了近半的身体，更是冲散了他的意识。看来这暗翼魔镰是个大坑，
不能碰。但第一次模拟还没有结束，执掌暗翼魔莲之后，你立刻失去了意识，感到自己像是坠入了深渊，还听到了若有若无的讥笑。然而你却再一次睁开了双眼，你看到不可一世的暗翼军团死伤遍地，他们庞大的躯体如今只剩骸骨。你看到暗翼魔莲的猩红巨瞳被暗影遮蔽，上面的血色却愈发鲜艳。你看到杰坐在你身边，他已经死了。你用颤抖的手拿起了他留给你的信，看到英灵之书传来的灰暗画面，陈明沉默了。他对自己的师父有一些误解，本以为杰只是把他当作工具，但10几年的相处，杰对这个优异的弟子寄予厚望，早已把他当作真正弟子乃至孩子看待。在他误入歧途时，杰用性命保下了他。杰留下的信封说了3件事：第一，哪怕算上暗翼魔莲，他现在的力量依旧不足以寻仇血熊安比瑟斯，不要冲动。第二，关于暗影之力的终极秘法，此前他一直在犹豫是否要交给自己。暗影之力会让人逐渐迷失在杀戮之中，那个血腥的终极秘法更是如此。不过既然都已经沾染暗翼魔莲了，也不缺少这一个。因此信封下还记载了暗影秘法猎摄影的修行方法，这是一种化身暗影从敌人体内破体而出的杀戮秘法，修行者很容易迷失在暗影中，杰就因此终生戴着面甲，不敢与人亲近。第三，关于暗翼魔莲拉亚斯特的来历。暗翼魔莲不仅与暗翼有关，这把活体武器本身就是一尊强大的血暗翼。暗翼战争爆发的前期，还未消失殆尽的太阳血脉联合那些尚未堕落的飞升者，或封禁或杀死了一部分暗翼。血暗翼拉亚斯特就属于那种极度强大又几乎无法杀死的类型，因此他被封禁在这把血色镰刀之中，希望时间能将他磨蚀。但最终拉亚斯特还是重见天日。拉亚斯特控制着他的身体，杀死了所有的暗翼军团。这不是为了帮助他们，而是拉亚斯特要吞噬这些暗翼军团的鲜血血肉。他在恢复，他在变强。拉亚斯特对他的侵蚀已经开始且不可阻断，究竟该如何自处，需要他自己思索。杰唯一能帮他的，就是用最后的暗影之力暂时遮蔽住拉亚斯特的眼睛。杰告诉他，禁地密室中有半副血暗翼，拉亚斯特在堕落前遗留下的飞升战甲，兴许这半副留存着太阳之力的战甲能够帮助他抵抗暗翼侵蚀。这就是最后一刻了，凯隐。读完师父留下的信封，你跪地磕了3个响头，随后将恩师与其他同门埋葬。随后你选择 A 寻仇血熊 B 暂时隐忍 C 召集同门弟亲自干涉。就以凯隐现在半死不活的状态，自然无法报仇。虽然同门与师父的死让他心中愤怒，但是一切都会在下一次模拟恢复，他需要做的只有积累。你选择暂时隐忍。你用密信将引流覆灭的消息告诉了在外执行任务的其他同门，并嘱咐他们暂时潜伏，等待时机，不要逞一时之勇。随后你穿上了半副飞升战甲，它压制住了拉亚斯特对你的侵蚀，但你要时刻忍受太阳之力与暗翼之力在体内交织决力的痛苦。太阳历2263年，你彻底掌握了猎摄影对暗影之力的使用，出神入化。同年，暗翼魔莲挣脱了暗影的束缚，拉亚斯特再次开始蛊惑你去杀戮，暗翼之力在逐渐侵蚀你的身体。你心知侵蚀无法停止，使用魔莲，但从不接受拉亚斯特想要借给你的力量，抵御住他对你心智的腐化。身躯逐渐腐化，师门已然残破，除了化作暗影袭杀暗翼走狗，你开始思索自己还要去做什么。一番考虑过后，你选择 A 重整师门 B 寻求治愈 C 袭杀血熊 D 亲自干涉。师门毁灭后的3年里，凯隐的实力飙升。一是猎摄影的习得，这一招可以让他化作暗影从敌人体内破体而出，杀伤力巨大。二是暗翼魔莲拉亚斯特对他身体的改造，即使有飞升战甲的抵抗，他依然逐渐往暗翼的方向转变，使得他的身体素质大幅上升。拉亚斯特还不止一次以登顶天下横扫暗翼的力量诱惑他，可惜凯隐根本不买账。但他的心智在暗翼之力的腐化下，逐渐往自傲癫狂的方向走去。陈明意识到，在太阳神朝的后期，暗翼是最顶尖的战力，与暗翼们相比，王朝之首也不值一提。想要在这个战斗力飙升夸张的时代里大有作为，暗翼魔莲拉亚斯特目前看来不可或缺。经受了拉亚斯特的改造，陈明明白血熊的实力绝对会相当夸张，现在不是寻仇的时候。他现在要做的是找到一种既可以保持心智，又能掌握暗翼魔莲的方法。犹豫了一番，你选择寻求治愈之法。第59章放血疗法。有半副飞升战甲的你明白，想要抵抗暗翼的腐化，关键是寻找到太阳之力。然而太阳神朝已经崩毁，太阳血脉几近消失。为了寻找到强大的足以压制暗翼魔莲的太阳之力，你试图寻找传说中的飞升之地太阳神坛，以及代表着飞升的太阳圆盘。然而
太阳神朝的圣城早已迷失在历史之中，太阳神坛与太阳圆盘更是无处可寻。为了寻找到太阳遗址，你一边打探消息四处寻找，一边以师傅的名义重招旧部。残存的引流刺客聚集起来，你们以幽冥为名行动。然而从太阳历2265年直至太阳历2279年，10余年过去，除了刺杀了许多官吏，你们一无所获。幽冥组织也日渐凋零。同年，飞升战甲在拉亚斯特的腐蚀下彻底崩毁，失去了太阳之力的庇护，你被侵蚀的速度极度加快。你选择 A 继续寻找， B 袭杀谢雄， C 尝试融合。 D 亲自干涉。面对选项，陈明十分犹豫。他感觉自己现在陷入了慢性死亡的局面，更重要的是他完全看不到破局的希望。尝试融合大概率是指尝试跟拉亚斯特融合。如今陈明可以确定的是，这是一条死路。一旦融合开始，凯隐在拉亚斯特面前没有一丝反抗的余地。在意志方面，凯隐毫不逊色于拉亚斯特，多年来一直反抗着他的侵蚀，始终没有被蛊惑。但是，一旦让拉亚斯特的力量进入凯隐的身体，生命阶位的差距会瞬间让凯隐被吞噬，那相当于白给。至于重新整合的引流被凯隐命名为幽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如何。不过，这恰巧可以让陈明验证自己的一个猜想。英灵之书曾说，每个王朝时代都有一个绝对锚点，即可以随意施为而不会产生不良后果的锚点。这让陈明不解，难道王朝时代的变迁等同于副本刷新？上一个副本的东西不会留给下一个副本？如果他在太阳神朝末期杀死了大前王朝的开国皇帝，那大前王朝又会如何？这明明也会造成逻辑悖论。但英灵之书却似乎默许这样的情况。大前王朝的幽冥组织是自发形成的一个异世刺客组织，核心理念是为民请命，30文杀一人。而如今凯隐却在太阳神朝末期建立了脱胎于引流的幽冥。陈明思量，也许这一次模拟结束后能看出一些什么。你选择继续搜寻。心存死志的你决定，如果始终找不到太阳遗址，无法治愈自己，你就在自己彻底被侵蚀前将拉亚斯特再度封印。太阳历2283年，侵蚀再度加剧，肉身向骨刺鳞甲发展，你开始时常感到恍惚，内心充满暴虐的杀戮欲望。但你也发现了一种抵抗侵蚀的方式。拉亚斯特的腐化来源于血液，某次重伤大量失血后，你发现自己新生成的血液仍然鲜红，并不是你如今身体里已经逐渐黑浊的暗翳之血。尽可能的排出身体里的污血，可以延缓侵蚀。你将其命名为放血疗法。为了幽冥能够继续发展下去，你尝试寻找人类强者。然而数百年不加节制的暗翳战争早已使得人类数量锐减，十室九空，几乎不存在强者。太阳神朝统治期间搜罗天下功法秘籍与无数珍宝，他们最后却全部遗失在历史中。如今记忆几乎不复存在。你似乎明白了后世的衰落根源之一。你意识到在劫的教导下成长起来的引流已经是最后的有生力量反抗组织，除此之外只有暴虐的暗翳。太阳历2285年，你遭遇了有史以来最强大的暗翳。这头暗翳魔使融合了最高浓度的暗翳之力，来自雪熊安比瑟斯的狂暴力量让他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疯狂与强大之中。然而即使如此，这头骨刺嶙峋的血色巨熊依然有着难以想象的狡诈。他偷袭并重创了几年来时刻处于贫血状态的你。面对恐怖的血色巨熊，你选择 A 殊死一搏， B 尝试逃走， C 融合魔莲， D 亲自干涉。看着那头血色狂暴巨熊，实在难以想象，他最初也只是一个凡人，暗翳之血把他变成了如今的模样。暗翳果真是扭曲到了极点的东西。感受到已经蠢蠢欲动的拉亚斯特，陈明知道他一直在隐藏着自己。他可是时刻记得当初拉亚斯特控制着凯隐的身体，吞噬了一支暗翳军团。他隐藏这股力量，想来是为了在最后时刻反噬凯隐，以免再度被封印。如今这头搅局的暗翳巨熊加剧了这个过程，凯隐本就不堪重负的身体濒临破碎。看来这就是自己第一次模拟的最后时刻了。虽然只是一次模拟，但陈明不会允许暗翳魔莲在自己手中胡作非为。没有犹豫，你选择亲自干涉。陈明的意识降临到凯隐的肉身上，只是一瞬间，各种难以想象的痛苦在他的身体里交织。多年征战的暗伤，时刻不停的疲惫，放血疗法的贫血，暗翳之力的侵蚀，身心俱疲之下，又被暗翳巨熊偷袭。左小臂粉碎性骨折，左边肋骨起码断裂2根。极其扎实的战斗经验让陈明立刻明白了自己如今身体的情况。好在凯隐的肉身确实非常强大，尤其是在忍受痛苦这一方面。常年与暗翳抗衡，让脱困的拉亚斯特20多年来依旧只能待在镰刀里等待机会。凯隐的意志力毋庸置疑，因此受了重创的陈明居然感觉还好，
甚至很庆幸凯隐先前被偷袭时瞬间的闪避，让他躲开了一次贯穿性刺激。如果被刺穿肺部的话，呼吸困难会让局面瞬间崩溃。拉亚斯特见状，立刻开始蛊惑凯隐，借用我的力量吧，看看那头蠢熊，多么卑贱的蝼蚁啊，却在对着我们肆意咆哮。若是在当年，哪怕是安比瑟斯那头蠢物也不敢在我面前叫嚣。凯隐，你我联手就是天下无敌。这20多年来，我们无话不谈，不是吗？我不需要你的身体，只需要你再给我找一副。省省力气吧，拉亚斯特，你的废话永远那么多。陈明沈笑一声，他不再听这把滔滔不绝的镰刀废话，而是专心看向暗翼巨熊。第60章劫与试探。3倍干涉之力的加持之下，陈明的力量已经膨胀到了难以想象的地步。不过他隐而不发，重伤而疲惫的身体没有跟这头巨熊拉扯的能力，他只能寻求一击必杀。暗翼巨熊已经近乎变为野兽，敏锐的杀戮直觉让他从眼前这个人类的身体里感受到了难言的威胁。他有些烦躁地打了个响鼻，好不容易才从那处漆黑堡垒里逃出来。平时他是不会与这种带有危险气息的生物交手的，没有治愈手段，在外面受伤的话会很麻烦。但是眼前的这个人类不一样，他危险，但又美味到了极点。他身上某种纯净高贵的气息深深吸引了自己，让他几乎疯狂。很快，巨熊贪婪的本性战胜了一切，他踱步逼近，到达了某个距离，猛然前扑，庞大的身体极其灵活，掀起的狂风卷飞沙砾，覆盖着外骨骼的巨爪狠狠拍下。然而眼前的人类却化为了一道影子，手中的镰刀撩起，噌！巨镰打碎了外骨骼，割开了厚实的皮毛与脂肪层，血肉涌动，腥臭的血液奔涌。好！巨熊吃痛，咆哮一声，影子已经消散，手持巨镰的人类化作一团暗影，脸上似乎带着讥笑。他正欲再冲，却发现那人忽然消失，化作一道阴影，融入了自己的身体。猎射影！心中涌起惊恐的巨熊狠狠拍打自己的身体，意图将那人挤死在身躯中。然而此时的陈明是阴影而非血肉，他无处不在。察觉到凯隐的意图，拉亚斯特兴奋大喊：凯隐，就是这样，撕碎他！破体而出，伴随着巨熊的哀嚎与倒地声，汹涌的鲜血淋漓而下。陈明的心跳急剧加速，难以言喻的愉悦涌现在他的心头。他下意识张开双手，仰起脸，无视剧痛的身躯，微笑着迎接从天而落的鲜血，眼眸中更是有红光隐现。这是凯隐的身躯的本能，凯隐自大的个性，暗影之力的副作用，暗意的侵蚀，表面冷静的刺客，实则早已癫狂到极点，距离彻底疯狂只差一丝。他一招秒杀了这头堪称恐怖的5米巨熊，怎能不让人愉悦？对，就是这样。拉亚斯特痛饮鲜血，巨镰上鲜血流转，那只巨瞳更是站立不已，狂喜到了极点。凯隐竟然还隐藏着这样的力量，吞噬他，取代他。凯隐的躯体将会比他生前更强，凯隐会让他的屠杀火上浇油。多么俊美的身躯！凯隐，你把这副身躯照料得很好。好的，无可挑剔。他已经察觉到凯隐距离崩溃只差最后一丝，他即将取而代之。狂喜着盯着即使被开膛破肚依然慢慢站起的巨熊，拉亚斯特第一次如此赞扬安比瑟斯那头蠢货的顽强肉身。去吧，蠢货，压倒凯隐，为我的新生做出最后的贡献。不知不觉中已经跌坐在地的陈明看着起身的巨熊，露出一丝苦笑。凯隐的身体实在是到了极限，眼看他即将死在巨熊爪下，一道由暗影之力构筑的飞镖刺入巨熊的脖子，嘣一声爆裂轻响，巨熊脖梗炸开，轰然倒地。这回是死的不能再死了。看着这熟悉的招式，陈明脑海中轰然炸响。杰，师傅！时刻带着冰冷而锋利的面甲的男人从阴影中走出，陈明震惊。当初凯隐明明亲手将这个男人下葬，时至今日，他仍然不知道师傅的真正模样。杰，是你师傅？拉亚斯特一向狂妄而诱导的声音里带上了一丝玩味的思索。他此前被封印在禁地，趁着封印松动尝试引诱，就引来了一个好苗子。暂时夺取了凯隐的身体的时候，他也感慨运气真是不错。再然后是被劫用暗影之力暂时封禁，所以他时至今日才知道凯隐是劫的弟子。你认识他？陈明下意识质问拉亚斯特，随后意识到拉亚斯特被封禁在禁地，他当然应该认识杰。杰，拉亚斯特，当年的入侵，炸死。一团迷雾笼罩了陈明，看似清晰的一切随着杰的再次出现而变得诡谲。凯隐，杰向他伸出手，这一切都说来话长。现在的当务之急是你该把那把镰刀给我了。拉亚斯特则是道：凯隐，你觉得跟你朝夕相处20多年的我不可信，那么这个被你称为师傅的人就可以相信了吗？
事到如今，想想吧，为什么引流受到了入侵？为什么恰好禁地封印松动？又是你恰好听到了我的呼唤？为什么他诈死？消失了这么多年，他在干什么？为什么现在又忽然出现在你面前？凯隐，拉亚斯特循循善诱，他在利用你啊！只要你接受了我，我发誓。他话还没有说完，陈明已经将魔镰甩给了杰。不！拉亚斯特咆哮了一声，他方才积蓄着20多年来吞噬的力量，正准备强行夺舍凯隐。然而凯隐这个狂傲的家伙，居然依然相信他那个从未露出过真面目的师傅。陈明眼前越来越黑，生命在从他的身体里流逝。他不知道杰到底打的是什么算盘，但他知道暗意的话一个字都不能相信。何况这一手其实是他对杰的一个测试。杰轻声道：“凯隐，你已经领悟了我的教诲。”陈明听不到他的话了，凯隐的身体已经不堪重负。你被暗翼巨熊袭击，即使爆发绝力，依然只是重创巨熊。眼看你即将死在巨熊爪下，但多年前为了救你而死的师傅竟然死而复生。你感受到迷雾笼罩了自己，但面对暗翼魔镰的离间，你仍然选择相信杰。你因伤势过重而死。第1次模拟结束，剩余3次模拟机会。最后的画面停留在那个捉摸不透的男人提着巨镰的场景。陈明感到脑子里乱糟糟的。第1次模拟结束，他不仅没有找到后面的路，反而发现自己其实连现状都没有搞清。许暗意，拉亚斯特不可信，那他的师傅就可信了吗？拉亚斯特在最后关头蛊惑他离间他的那些话，简直是言之凿凿，证据确凿，一点问题都没有。说真的，如果不是因为这只是一次模拟，陈明绝对会犹豫要不要融合拉亚斯特进行殊死一搏。而现在他最后将暗翼魔镰丢给杰的动作，其实是一次也许会有用的测试。第61章，师傅杀疯了。第1次模拟总结。太阳神朝末年，你投影至暗翼战争中的一名童子军人身上，被引流之主结收为弟子。经过多年的苦修，加上傲人天资，你完美完成多次刺杀任务，成为了远近有名的引流刺客，被称为引流之刺。然而暗翼魔使率领着暗翼军团打破了平静的生活，你成为了暗翼魔镰的伪宿主师傅，杰因此而死。随后的日子里，你一边抵抗魔镰侵蚀，一边寻找太阳神朝的遗址，试图治愈自己，但最终一无所获。不过你化身暗影，手持巨镰收割暗翼军团的场面，却振奋了天下声名，暗影之镰的名号广为传播。在你生命的最后关头，你被一头暗翼巨熊袭击，但最后竟然是多年前被你亲手葬下的师傅救了你。你很迷茫，但依然选择相信杰。你死了以后，你的传说却没有停止。在传说中，幽冥之主凯隐率领着他的幽冥众，始终与暗翼斗争，直至暗翼终结，那个站在阴影中手持血色巨镰的身影才消失。而幽冥这个组织却继续传承了下去，以暗影的名义收割生命。英灵以铭刻。你死了以后，你的传说却没有停止。幽冥之主凯隐率领着他的幽冥众，始终与暗翼斗争。陈明重复了一遍模拟总结中的这段话，许多疑惑瞬间豁然开朗。死而复生的杰忽然出现，当时如果是凯隐，说不定就犹豫了。但陈明却选择把暗翼魔镰抛给杰，从而避免了拉亚斯特夺舍凯隐。正如拉亚斯特所说，凯隐的身躯极其完美，如果他能以此重现暗翼姿态，也许会比当初的全盛时期更强。那对于天下来说，绝对是一场浩劫。虽然这只是一次模拟，但陈明不愿出现这样生灵涂炭的场景。除了避免这一点以外，陈明的举动还是为了验证杰到底是否可信。现在看来，在他死后，杰应当是拿起了暗翼魔镰，在暗中取代了他，继续以幽冥之主凯隐的名义行动。至于是杰走到了最后，还是在杰死后又有其他幽冥众取而代之，那就不得为知了。不过这已经证明了杰确实是在为对抗暗翼而斗争，因此不管他当初的一切是一场诡计，还是真有苦衷，又或者只是巧合而已，这些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杰的目标与陈明一致，这就够了。而且再看看杰拿着他的凯隐号干了什么事情之后，陈明忽然感觉自己可能要发了。当他看了一眼英灵信息，果不其然。英灵信息，姓名凯隐，称号引流之刺，暗影之镰，幽冥之主，品质英雄，可觉醒次数3次，觉醒状态未觉醒。05暗翼魔镰，拉亚斯特未觉醒。潜力8，属性力量 D 加，速度 C， 防御 D， 耐力 D， 灵力 D。技能断魂刃未觉醒，掠影步未觉醒，猎摄影未觉醒。英雄品质，竟然是英雄品质，陈明都惊了。虽然从第1次模拟总结中他就能看出杰用他的凯隐号似乎干了不少了不得的事情，但是没有想到竟然能这么了不得。
直接刷出了太阳神朝时期最高品质英雄级，而且潜力高达8，速度方面更是格外出众，直接超模。登录历史协会，陈明去搜索桀，这回有了。根据传言，桀很有可能是幽冥之主凯隐的师傅，凯隐从他那里习得暗影之力。显然桀能登场，全是仰赖了凯隐的荣光。陈明再去搜索幽冥之主凯隐，看完介绍，他总算是明白为什么他会从凯隐的传说中得到英雄级英灵了。在流传下来的史料中，自暗翼战争中期，幽冥之主凯隐便率领着刺客王朝幽冥抗击暗翼。幽冥之主凯隐挥舞着一把血色巨镰，无情地收割着每一个暗翼使徒的生命。他身披黑色的斗篷，遁形于阴影中，穿墙遁地，无所不能，无处不在。被他盯上，堪称噩梦。传说他更是亲手击杀了2名暗翼。这位神秘的死神一直游走于黑暗，直至暗翼战争结束，他才消失。暗翼战争之后，暗翼死绝，天下半寂灭，暗翼使徒散乱成患。暗翼的战争结束了，人的战争刚刚开始。最后毫无疑问，在各路人类大军中，是大前王朝的开国皇帝胜出，而幽冥却没有消失，而是以在野党一般的形式存在于大前王朝的阴影中，一边搜杀残存的暗翼使徒，一边杀贪官污吏。传言大前王朝的开国皇帝对幽冥之主礼遇有加，但彼时的幽冥之主还是不是凯隐，就不得为之了。毕竟正常人的寿命总是有限的，虽然幽冥之主凯隐有一些关于暗翼的传言，不过都没有得到证实。有人说他已然在对抗暗翼的过程中被暗翼腐化，也有人说他挥舞的巨镰是暗翼的化身，但真相湮灭在了历史中。幽冥之主凯隐有着这样的履历传奇，塑造出英雄级英灵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虽然后半段过程不是他，但是传说中的一切被按在了他的名字上，那就是他。这一点就像是在大前王朝时期，陈明曾率军千里奔袭北妖，最后却因皇帝的目光短浅而身死关外，导致功绩不为人知，而最后仅仅塑造出英才及英灵相似。英灵的塑造毕竟有很大程度是看传说的。这么说起来，陈明在这一次模拟中真是走了狗运了。他真正的功绩只有对抗暗翼魔莲20多年没有被腐化，以及最后关头信任了桀，而桀也没有辜负他的努力。虽然前半段掉线完消失，但后半段猛 C 全局，直接杀疯了。可以说桀一手把一个英才级到豪杰级的号硬生生抬到了英雄级。确认了桀的可信之后，陈明又去搜索了2个名字。第一，大前王朝的开国皇帝杨安。之前大前王朝的开国皇帝也是叫杨安，但是问题是，由于我的原因，暗翼战争被提前了几十年结束，结果终结乱世，塑造大前王朝的是同一个人。如果是同一个人，可是为什么时间上差了几十年？如果不是同一个人，就能这妖巧，都叫杨安，都塑造的是大前王朝。陈明沉吟一声，感觉自己似乎想到了什么，但是想得不太到。第二个，他搜索了幽冥。第62章，时间的纠正。幽冥有2个含义，一个是凯隐在暗翼战争中脱胎引流建立的反暗翼刺客组织，一个是大前王朝时期那些义士自发形成的刺客组织。而现在，在陈明的想象中，由于凯隐的原因，大前王朝的幽冥组织应该被取代了。这样的一次组织当然可以存在，但因为幽冥已经有前人取过这个名字，所有大前王朝的幽冥组织应该会换一个名字。然而事实就是依然有2个幽冥组织，只不过大前王朝的幽冥是承接前幽冥出现。陈明一惊，如今的苍冥正史中记载，凯隐创建的幽冥组织虽然在王朝前期很煊赫，但这样的存在肯定会受到各方甚至是皇帝的打压，于是在几百年后就销声匿迹了。而在大前王朝的中后期，依然出现了由义士们自发形成的惩戒贪官污吏的刺客组织幽冥。幽冥仍然是一次组织，专杀贪官污吏，只不过在这个基础上增加了一条说明，该幽冥组织继承了前幽冥组织惩恶扬善的理念。也就是说，大前王朝的幽冥依然是幽冥，从根本上来说，它其实跟前幽冥凯隐建立，只有名字与理念相似，但内部不同。就算没有前幽冥，大前王朝的幽冥一样会存在，从各个方面都没有任何差别。虽然无法理解其中的根本原因，但陈明已经找到了规律。他在太阳神朝所产生的一切特殊影响，到了大前王朝时期都消失了。幽冥之主凯隐的出现，使得暗翼战争提早了几十年被终结，但后续的王朝依然是大前王朝，开创王朝的依然是杨安。幽冥组织在太阳神朝就已经出现，可大前王朝出现的刺客组织却偏偏要继承他们的名号，继续使用幽冥2字。继续翻看后面的史料，一切都完全吻合。王朝之首的经历一点都没有因凯隐的出现而发生变化。对于大前王朝而言，是否有凯隐，一切都没变。他的存在所造成的改变与突兀，竟然就这么悄无声息的被时间给抹平了。一种头皮发麻的感觉贯穿了陈明全身。
打了个寒战，他拿出纸笔，开始整理混乱的思绪。关于英灵之书，绝对锚点的真实性无需质疑，在绝对锚点内可以任意施为，不会产生不良后果。目前对此理解为，每一个王朝的开始与结束都是特殊节点，无法改变，或者是改变后依然会被纠正。在上一个王朝做出的任何跨时代变革，都会在下一个王朝被时间合理纠正，使得一切变回本该有的样子。关于暗翼魔莲，暗翼魔莲不可相信，并且证实了他确实有猛然反扑的能力，需要小心反噬，但他主要还是依靠心灵蛊惑与肉身腐化。关于劫的最终目的是抗击暗翼，为何诈死与消失的20年干了什么不得为知。可以一定程度上相信劫，但劫很有可能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人，必须小心劫可能存在的背刺。写到这里，陈明停顿了一下，他有一些奇特的想法，但都太模糊。长长的出了一口气，陈明竟然感觉不是很累，甚至有一些放松。看来精神强度的大幅提升，好处真的很明显。要是换了以前，他肯定已经晕头转向了。不管怎么说，这第一次模拟都是表现极好的。本以为走得迷迷糊糊，没有想到不知不觉中还是探索出了很多东西。当然，这一切劫功不可没。如果他的后续行为不是抗击暗翼，而是有别的什么目的，那陈明真的要一脸懵逼了。心念一动，幽冥之主凯隐出现在他面前。凯隐的模样与名字都与他有着极大的差别，倒是省得和王朝之首区分了。凯隐一出现，陈明就挑了挑眉头，不是因为空气似乎都因为这位杀手之王的出现而阴冷了几分，而是他的面貌。他戴着与劫相似的金属面甲，棱角冰冷而锋利，披风上的血液似乎永远都不会干涸。而他的皮肤苍白，富有骨刺状外骨骼，又隐隐有着血色纹路，手中的巨镰则时刻闭着眼睛。陈明盯着凯隐的外表沉吟良久，不是因为太帅了有点入迷，而是在观察。首先，凯隐表现出来的模样与他本来的样子有所差别，这很正常，毕竟后面凯隐是一个名号，上号的都不是凯隐本人了。而英灵塑造出来的东西，往往是传说长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如果传说凯隐是一个行走在暗影中的白发美女，那凯隐塑造出来就是美女。如今凯隐塑造出来是这个模样，说明在那个时代流传下来的就是现在的模样。从凯隐的模样中，陈明能得到几点信息。首先，劫甚至是其他人在持有暗翼魔莲时依然采取了放血疗法，这种面色虚白的情况他太熟悉了。其次，他们似乎一定程度上融合了魔莲，本来是暗翼魔莲上的血色纹路到了凯隐身上。最后，暗翼魔莲的眼睛是闭着的，也许是用了什么方法杀死了拉亚斯特而吸取了他的力量，又也许只是反复用封印封禁了他，随后使用他而已。可惜的是，信息依然太少，无法进行更多推断。融合暗翼或者杀死他，陈明沉吟一声，这两点他暂时都不考虑，不过事实证明有可行性。再次检索太阳神朝遗址，依旧一无所得。好在第一次模拟中，陈明已经花了几十年去寻找，虽然没找到，但起码排除了许多大洲。整理好第二次模拟的思路，陈明再次开始模拟。第一次投影模拟开始，时间太阳历2237年蒲月19，地点五洲，姓名凯隐，身份普通氏族，9岁，状态极差，锚点1、2，时间太阳历2260年，地点引流密地，姓名凯隐，身份引流之刺，状态较差，剩余模拟次数2。陈明看了一眼锚点1、2的时间与状态，这应该对应的是他接触暗翼魔莲前的时间点。选择这个锚点，无非是面临再次选择是否接受暗翼魔莲，而陈明的计划却要从头开始进行。对他而言，引流之刺虽然不是一个练废了的小号，但是他的有更好的思路。选定锚点1，开始模拟。第63章引流之镰，太阳历2237年蒲月19，你重生归来，再次回到9岁那年的战场，有着前世的记忆，你认出了眼前的刺客正是自己前世的师傅劫。你选择 A 再次拜师， B 缴械投降， C 尝试逃跑， D 亲自干涉。陈明自然选择再次拜师，他不会放弃暗翼魔莲，这个是他已经能看到的崛起希望。你选择再次拜师于劫，重复了前世的行为，劫收下你为徒弟。有了前世修行暗杀记忆与暗影之力的积累，你展现出来的天赋彻底震惊了劫。仅仅用13年，你几乎掌握了战场上的每一种武器，绝大多数的暗影秘法对你而言同样没有任何修行难度。太阳历2240年，劫邀你入密室谈话，你心知此行也许会有危险，你选择 A 逃离引流， B 装傻充愣， C 坦言重生， D 亲自干涉。在第一次模拟中，拥有王朝之首的战斗经验的凯隐已经震惊了劫，
被他视为引流成立以来的最强天才。而这一世，凯隐有了第一次模拟的暗影之莲的记忆，劫势彻底被震瞎了双眼。他感觉自己这徒弟的天赋好像已经强得过分了，甚至有时候凯隐无意间展示出的战斗姿态，让他觉得这个才10岁出头的毛头小子已经是他们引流仅次于他的战力。这不仅没有让桀狂喜，反而使得生性多疑的桀十分警惕与戒备。此次谈话可谓是鸿门宴，因此逃离引流和装傻充愣显然是想也不用想了，必然要排除掉。而坦言重生，先不说生性多疑的桀相不相信，就算是他相信了，陈明也要考虑桀可不是一个正经的师傅，前世直至生死都没有真正看清他的面目，他一定藏有不可告人的秘密。陈明若是坦言重生，怕是会被他视为眼中钉。因此陈明选择亲自干涉。他早就考虑过现在的情况，也设想过该说的话。你选择亲自干涉？凯隐师弟，请吧。一个蒙着面罩的男人沉闷说道。哼！陈明冷哼一声，表现出凯隐傲然看待一切的态度。除了面对桀，即使是对门派里的长辈，生性傲慢自大的凯隐也从小没有任何尊敬可言。密室里漆黑一片，只有2盏烛灯亮着明暗不定的火。桀的身影沉溺在暗影之中，冰冷的面颊反着微光，无形的沉闷压力笼罩了密室。若是一般人在这里，怕是已经心跳加速了。陈明知道，这是上位者善用的造势的法子，无非是为了对接下来的对话创造优势环境。面对这种情况，一定不能陷入对方的节奏中。桀沉闷开口：凯隐，我的弟子，这才几年的时间，你已经习得了引流大多数的技艺，在我的弟子中无人能出你之右。也许过不了多久，引流就没有什么能教给你的了。显然桀话里有话，暗示引流留不下凯隐这尊大佛。这一点只要是脑子正常的家伙都能听得懂，随后恐怕就是拼命试图证明自己对桀的忠诚。然而这是无用的，桀这样的人可谓是怀疑一旦产生，罪名就已成立的代表。陈明闻言却是大笑了一笑，随后摊手道：不，师父，在弟子看来，您能教给我的还有很多呢。很多？对，您至今没有教给我的暗影至高秘术，以及那把承载着伟大力量的暗翼镰刀。桀明显的顿了顿，是谁告诉你的？不，你不是凯隐。你是谁？陈明道：师父，我当然是凯隐，我与你一样，都与暗翼有着血海深仇。我能承载暗影至高秘术，也能拿得起那把暗翼魔镰。他的话语轻松而笃定，我会将暗翼溺死在阴影中。我们生存在一个死气沉沉的国度，暗影会是这个时代的解药。桀，听起来不错，但我更倾向于杀死一个来路不明的家伙。陈明，然后你亲自拿起那把镰刀，去跟暗翼拼命。呵呵呵呵呵呵，桀沉闷的笑声回荡在密室中。呵呵呵，陈明也笑了出来，他知道成了。桀的声音里充斥着难言的愉悦。凯隐，我的弟子，我现在可以相信你确实能够承载一切，我会教给你一切，尽情去做吧，只要你还是我的弟子。陈明转身走出密室，这是当然了，师父。圆满完成，第一次干涉结束。这是2个人彼此看破不说破的对话，有些东西不需要彻底撕破脸，对方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了。陈明透露出的某些令桀感到惊诧的话，让桀确信自己弟子的身体里已经换了一个灵魂，又或者从一开始他就不是凯隐。不过那又如何？与其与一个底细不明的家伙厮杀，他宁愿维持着表面的和平。或者说，只要这个人愿意拿起暗翼魔镰对抗暗翼，那他就是自己悉心培养的凯隐。所以他说凯隐是他的弟子，只要还是他的弟子。经过与师父彼此友好的谈心，桀深信你的潜力，不仅教给你暗影秘法猎射影，还有其余一系列高深的暗影秘术。作为交换，你当着桀的面拿起了暗翼魔镰，并抵御了他的侵蚀，成功成为暗翼魔镰的伪宿主。太阳历2257年，历时20年，你的状态已经超越了前世被侵蚀时的巅峰战力，达到最强。同年，由于你张扬的刺杀，暗翼魔使提早率领暗翼军团袭击引流。你选择 A 扼杀暗翼， B 建议逃走， C 避战不出， D 亲自干涉。这一世，太阳历2257年，凯隐的战力已经达到了2世巅峰。除了桀的倾囊相授以外，最主要的是他对抵御暗翼魔镰的侵蚀已经得心应手，不至于像前世一样时刻处于强大又脆弱的状态。而这一年，暗翼魔使提早降临，这让陈明松了一口气。如今他已经拿起暗翼镰刀，这基本可以排除前世是桀为了诱使凯隐拿起暗翼魔镰而引来暗翼的关注。这说明桀或许并非真的丧心病狂。至于这一个暗翼军团，有暗翼魔镰在手，杀他们如同砍瓜切菜。你选择扼杀暗翼，在你和桀的带领下，引流教众奋勇反抗暗翼，最终暗翼军团覆灭。在这一战中，
你挥舞暗翼魔镰收割头颅，被称为引流之镰。在你的提议下，引流彻底转入暗中，更名为幽冥，同时开始大量招收教徒。第64章大神官与太阳。幽冥开始在暗中扩大，你则是继续搜寻太阳神朝遗址。你深知，如果无法控制拉亚斯特，那么一切都是空中楼阁。太阳历2260年，你在曾经的太阳神朝圣城，如今的荒漠，遇到了一头燃烧着永不熄灭的魔焰的巨狼。你与他大战一场，彼此重创，最后撤退。你从拉亚斯特口中得知，这头巨狼是暗翼焰狼塞拉尔，一个贪婪又残暴的家伙。拉亚斯特在骂骂咧咧，因为他曾经把这头傻狗打得晕头转向，如今他却被这头傻狗肆意嘲笑。拉亚斯特，哈，竟然真的是你！一把镰刀，一把镰刀，哈哈哈呀呀，哈哈哈！你的对手是一大片麦田吗？拉亚斯特，好好享受你作为农具的光辉生涯吧。拉亚斯特怒了，这一回他不再考虑侵蚀凯隐，而是将自己的力量全部绽放出来。他要让这头傻狗看看，哪怕如今他落魄了，依然不是谁都能嘲讽的。有了暗翼魔镰的全力配合，凯隐成功重创塞拉尔。不过他也不好受，焰狼的魔焰几乎无法扑灭，在凯隐的身上燃烧着。最后，凯隐硬生生割下了几大块血肉，才算了事。然而，那股暗意之力已经侵入身体，隐隐与拉亚斯特共鸣，极大的增添了侵蚀进度。这让凯隐意识到时间愈发紧迫，每一场高强度战斗都相当于在把他往死亡推。于是顾不得养伤，凯隐再次踏上探索之路。直至5年后，太阳历2265年。太阳历2265年，你跨过昔日太阳神朝修建的15米高的禁地围墙，进入了太阳禁地死寂领域。除了这里，你找不到任何可能有太阳遗址存在的地方。这是被黑渊侵蚀的地方，艾卡国遗址曾经生机勃勃，如今是一片如同由骨灰堆砌而成的灰白色沙漠，还有随处可见的暗紫色斑纹。你还在这里发现了一些扭曲的怪异生物，难以用语言形容，像是畸形又生长有骨质的触手，隐隐有生物的形体。这些怪诞扭曲的生物小的如同猎犬，大的如同巨熊，但无一例外，他们都死了。你从拉亚斯特口中得知，他们就是黑渊虚空生物，只是比当初的弱小了太多。你心中愈发警惕。随着你的行进，一阵沙漠风暴卷起，更有一道沙漠龙卷向你袭来，你避无可避，被风暴席卷。出现在你面前的是一尊10余米高的狗头人，他狗头人身，手持权柄，威严端正。你从他身上感受到了死亡的威胁。你选择 A 尝试交流， B 尝试逃走， C 与之交战， D 亲自干涉。这狗头人沉默而威严，席卷着沙漠风暴而来，身上的甲胄老旧却有古韵，手中持着一柄长柄杖，压迫感强到令人窒息。这个身高，这个体态，这个气场。暗意。陈明眉头一挑，但已知的暗意中没有对应得上的。不，从气息判断，没有暗意那种邪恶混乱堕落的感觉。难道说是残存的飞升者？陈明想到了死寂领域里那些死亡的黑渊虚空生物，看来他们不是自相残杀或者自然死亡，而是被这尊飞升者给清除了。奇特的是，同样是对抗虚空，这尊飞升者竟然没有被虚空侵蚀。也就是说，在立场上，他应该偏向中立，守序阵营，应该是可以交流的。当初抵抗虚空的战争，并非所有飞升者都参战了，还是有一些处于后方防守的。这尊飞升者想来就是如此，他没有出现在后续的暗翼战争，而是在这里独自清扫虚空的残留。也许他知道太阳神朝的遗址所在。你选择尝试交流。狗头人飞升者询问了拉亚斯特的来历，你如实告知，随后诉说了自己的目的，询问对方的身份。狗头人飞升者自言是昔日太阳神朝的大神官内瑟斯，只管理神朝的神学事务与王位更迭，不参与其余斗争。你在拉亚斯特口中证实了这些。大神官内瑟斯告诉你，虚空的侵蚀几乎无法克制，否则昔日太阳神朝也不会崩塌。但并非完全没有转机。如果你真的想要获得太阳神朝抵抗暗翼的方法，你需要承担相应的职责。也不知是上百年独自守望看管着无垠死寂沙漠的孤寂，还是因为他大神官的身份。内瑟斯说起话来神神叨叨的，比如他告诉凯隐，星辰描绘了遥远的未来，往事是未来的挂毯。也许虚空的入侵与暗翼的侵蚀并非一件坏事，看待事情不只要在自身，而要把目光放在千百年之后。这话的意思一半含糊不清，一半暗示凯隐等死就好。如果不是因为实在打不过这个弱小的文官，暴躁狂傲的凯隐早就挥着镰刀干他了。只是他敢跟暗翼焰狼塞拉尔动手，但不敢对这个行路都用沙尘暴的狗头人放肆，等于即使他说话时意外的温和，像是睿智的长老，但内瑟斯不管怎么说都是太阳神朝的大神官。
因为一朝飞升而内心膨胀的飞升者数不胜数，最后他们都在内瑟斯温和的教育下变得谦逊有礼，即使是如今的拉亚斯特也对他尊敬有加。凯隐强烈表示自己要寻找抵抗暗翳的方法。内瑟斯表示，也许有朝一日你会后悔，随后指引了方向。这是一处深埋地底的堡垒，曾经是太阳君王御驾亲征的前线，如今破损不堪。看着那个提着拉亚斯特的年轻人走入地底，神神叨叨的内瑟斯逐渐沉静下来。他望着夜晚的星空，露出了沉思的表情。星辰遥不可及，天空就是无用且垂死的星辰。压迫、排挤、尊卑，也许太阳神朝的衰落是注定的。太阳的光芒过于炽热，每一个人都自豪于它的光明，于是被阳光闪迷了双眼，也就因此忘记了星辰的指引。他在星辰中已经看见了神朝衰朽、世界陨灭的未来预警，但他依然起身，一如百年循环不变的那样，继续清扫着每一处的虚空残渣。内瑟斯的身影渐行渐远，而苍冥正史中永远不会有他的传说。陈明松了一口气，这尊强大至极的飞升者意外的好说话，即使是凯隐那跟友善不太搭边的态度，也能跟他聊得起来。你进入了地下的堡垒之中，你看到了天上的太阳，你感受到了极致的炽热，你在太阳中看见了一只鸡。第65章，太阳君王。是的，深埋地底的太阳堡垒恢宏厚重，穹顶很高，穹顶至高点有一颗炽热的太阳，而太阳里面隐约能看见一只金黄色的鸡。因为信仰太阳的缘故，鸡在太阳神朝有着特殊的含义，杀鸡甚至是违法的。太阳中的那种金鸡更是皇室的象征。太阳君王神袍上的金鸡装饰相当于龙袍上的五爪金龙。不对，凯隐眯了眯眼睛，被炽热的阳光照得发疼的眼睛终于看出，太阳中的并不是一只金鸡，而是蜷缩在一起形似金鸡的人。他身着金黄色的铠甲，金色鸡头，怀中抱着一根权柄，又是一名飞升者，而且是干净的，乃至是神圣的。暗翳魔莲在震战，拉亚斯特喃喃自语：陛下，陛下，是你吗？陛下。太阳中的金鸡是神秘消失，才最终引起太阳神朝彻底崩碎的末代太阳君王阿兹尔。不管太阳金鸡到底是什么，你察觉到它还有生命气息，于是大声呼唤它。金鸡从太阳中出来，见过君王壁画的你认出他确实是末代君王阿兹尔。于是你选择 A 斥其失职， B 与之交战， C 说明来意。D 亲自干涉。你选择说明来意。凯隐才说了几句话，看到拉亚斯特的阿兹尔就已经明白了一切。阿兹尔叹息，太阳的权柄又是我的朋友偷袭了我，帝国于是崩塌了。飞升者应当带领凡人走向昌盛，然而我们之中化身为暗翳的那些却成为了世界最大的祸害。拉亚斯特沉默不语。阿兹尔说道，拉亚斯特，你曾是我最信任的人之一，只要太阳没有熄灭，神朝终有一日会从沙砾中崛起。拉亚斯特，你……拉亚斯特打断了他的话，陛下，那些金色的日子已经远去，神朝的荣光不复存在。我也好，亚托克斯也罢，塞拉尔、安比瑟斯、雷莫斯，一切都远去了，不复存在了。阿兹尔叹息了一声，他又何尝不明白，在与虚空战斗的过程中，飞升者们被腐化了，贪婪与暴虐取代了他们心中的荣耀，他们的根基被毁灭了。飞升者的根基是虔诚的信仰，否则即使他暂时消失了一段时间，神朝也不会如此轻易的破碎。看向凯隐，阿兹尔问道，现在是哪一年？凯隐回答，你消失于1723年，暗翳战争于次年爆发，如今是2265年，400年，不，500年了。阿兹尔眼中流露出迷茫与感慨，他向凯隐诉说了自己的经历。在太阳神朝，只有为神朝奉献了一生的英雄才可能有资格接受飞升仪式，其余人哪怕贵为皇室乃至太阳君王，同样需要得到认可，否则也不能进行飞升。虚空战争结束之后，神朝内部却因为日渐腐化的飞升者们而有了动乱的迹象。为了提振天下，大神官决定让带领着飞升者们终结了虚空战争的阿兹尔迎接飞升仪式。如果阿兹尔成功飞升，也许能让国家平定下来。结果在他的飞升仪式上，他最信任的兄弟偷袭了他，试图取代他完成飞升，夺走太阳真火。飞升仪式险些被破坏的阿兹尔差点死在火焰中，从太阳神盘中爆裂开的能量甚至几乎要摧毁整个神都。好在最后他挺了过来，成为了飞升者。但彼时的他状态极差，为了避开可能存在的后续袭击以及其他蠢蠢欲动的暗翳，他只能诈死。因此他在察觉到黑渊的暴乱即将再次降临时，只能独自携带着太阳圆盘与太阳真火来镇压黑渊。他将自己作为燃料最大化，点燃太阳真火，他变成了太阳。但黑渊被镇压了，却没有人来取代他，他只能履行着作为君王的职责，数百年如一日的
在这太阳熔炉中承受着无尽的焚烧之苦。从一开始的痛哭与咆哮，到如今的面无表情，他看向凯隐，沉声说道：“年轻人，你确定你想要通过神朝的方式来压制暗意之力吗？当然，又或者你有别的方法？好吧。”阿兹尔如释重负地出了一口气，机会似乎都笑得弯了起来。他从太阳中照出一团烈阳之火，神朝的根基，天命所归，神朝的气运会为你抵抗暗意的侵蚀，但你确定要接受它吗？曾经它是权柄的象征，如今它决定着是谁要高居于太阳之中，承受太阳真火的焚烤。我已经在太阳真火的熔炉中当了500年的燃料，支撑着太阳继续照耀深渊，否则那些东西将重现人间。我已经油尽灯枯，不出100年，你就要取代我来到这里，届时我将解脱，而你，即使如此，你也愿意吗？这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体验。无所谓，那就祝你好运，傲慢的年轻人。凯隐带着烈阳之火走了，抵抗暗意侵蚀的办法找到了。他离开了地下的太阳堡垒，一切似乎都很顺利。然而，接受了英灵之书传来的画面的陈明却陷入了沉思。太阳君王阿兹尔的出现，以及他所说的那些东西，一瞬间就把本来明晰的情况变得复杂起来。先不论在飞升仪式中他被成功袭击的可能性，为什么他在飞升后选择诈死而非回归？用避开后续袭击这样的理由显然是牵强的，毕竟彼时的太阳神朝并没有真正混乱起来。比起独自在外隐藏，有其他可以信任的飞升者保护，应该会更安全一些。就算这一点也算他合理。为什么阿兹尔察觉到黑渊暴乱将至，独自携带太阳真火来镇压黑渊？在这一点上，显然是回归神朝，共同应对更加合理。陈明对此表示怀疑，觉得这一段历史另有隐情。而且阿兹尔说他在太阳中承受焚烧，而没有人能取代他。凯隐一个接受了太阳之火的人，未来就能取代他，为什么他找不到取代他的人？大神官，内瑟斯不就在外面守望着吗？内瑟斯分明能找其他飞升者取代阿兹尔，甚至内瑟斯自己就可以，但他没有这么做。难道说内瑟斯背叛了他，所以连其他暗翼都不知道末代太阳君王竟然在这里？可是内瑟斯又尽职尽责地清扫着黑渊生物，太复杂了。陈明吐出一口气，显然不管是谁，看似坦诚，实则根本没有把真相说出来。所有人的脸上都朦胧着一层雾气。好在他不需要刨根问底，只需要足够的力量往前冲，把陷阱全部撞出来，然后在下一次模拟中进行纠正。又或者像第一次模拟中的劫那样，即使不明不白，但只要最后的结果 OK 就行。经过大神官内瑟斯的引荐，你在太阳堡垒中看见了化身太阳的末代太阳君王，并接受了他的传承，获得了足以抵御暗意侵蚀的太阳之火。你发现太阳之火可以融入半副飞升战甲之中，从而彻底隔绝暗意侵蚀。同时你还发现这一团真火对于暗意有着极强的克制作用，拉亚斯特无法抵抗真火的炙烤。从阿兹尔那里获得了太阳真火之后，局面可谓是彻底反转了。有了它，拉亚斯特不足为虑。虽然无法再享受暗异化带来的强大身体素质，但把暗异魔镰视为强大的神兵利器未尝不可。第66章太阳真火。摆脱了暗异的桎梏，你将太阳真火融入到飞升战甲之中，获得了一部分飞升者的特性。同时你发现如果将太阳真火覆盖在暗异魔镰之上，则对暗异的杀伤力大幅提升。经过5年的磨合，你彻底适应了太阳真火。通过磨合太阳真火的这一段时间，陈明也算是验证了御灵世界的一些猜想。众所周知，由于灵气的衰落以及各种其他原因，整个苍冥界处于一个不断下滑的过程。在这里，崇古思想是很正常的，因为在武力方面来说，确实古人一定比今人厉害。但是太阳神朝就很奇特。假如说大前王朝的武力值范围是1普通人水平30王朝之首妖尊，暗朝大元王朝的武力值范围是10普通人200顶峰，卡在他们中间的太阳神朝的武力值却很神奇的表现为4普通人70杰凯隐130弱飞升者暗翼170强飞升者暗翼大神官太阳君王，中间是有一个极其夸张的断档的。在太阳神朝，是否能经历飞升仪式，是否能传承飞升暗翼虚空之力，武力值差别简直是天差地别。尤其是这个时代的最强的那一档人，简直是达到了怪物的级别，武力值竟然可以直接超越时代一大截，直逼上一个朝代的顶峰。这一点对比王朝之首30杰凯隐70，再看看强飞升者170暗朝顶峰200，一者相差1倍有余，一者战力相近，就可以看出有多夸张。尤其是飞升者们的寿命更是可以夸张到寿在近1000年。这种离谱的表现
让众多历史学家都很好奇，能让飞升者们有这种夸张状态的飞升仪式，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根据御灵世界的那些被契约出来的飞升者们的统一描述，得出的信息是，太阳圆盘中存储着太阳神的力量，经受住太阳的考验，才能蜕变为飞升神将。除去掉太阳神朝的神学信仰，得出的更具体的描述是，他们被放在一团太阳真火中焚烤，存活者百里挑一，存活下来的人就被激发了太阳血脉，产生返祖现象，从而变成所谓的飞升者。也就是说，飞升仪式的关键，一是太阳血脉，二是太阳真火。那么，如此神奇的太阳真火又是什么东西？史学家们的猜测大多集中的神朝气运、龙脉这样的推测上。如今，通过凯隐磨合太阳真火的过程，陈明得出结论：太阳神朝不知道用了什么办法，将苍冥龙脉与太阳神朝气运融合在一起，还点燃了起来，成为所谓的太阳真火。而飞升仪式就是把这种大补之物融合进他们的身体里。然而，正所谓虚不受补，即使能够进行飞升仪式的，无一不是战力顶尖又立有大功的猛将豪杰，但在这样形成的太阳真火面前，仍然显得弱小。因此，要想在太阳真火下存活，必须激发出远古血脉，否则必死无疑。所以，其实不是那些飞升者飞升了才血脉返祖，而是没有血脉返祖，承受不住的人全都死在了飞升仪式中。如此一来，这些飞升者们可不都是一副人形大妖的模样。因此，虽然凯隐接受了太阳真火，但只是拥有了一部分的飞升者特性，实际上完全称不上是飞升者。更何况，他大多数时候是把太阳真火存储在特制的飞升战甲之中。搞清楚了太阳真火的本源，陈明完全理解了为什么大前王朝的龙脉如此之虚，根本没有史料记载中以前王朝的龙威，感情是被太阳神朝狠狠霍霍了。抛开这些纷乱的杂序，陈明看着画面中凯隐浑身金光闪耀的超凡姿态，不由满意点头。果然，寻找了这么久的太阳遗址还是有用的。本以为失去了暗异化的躯体会让凯隐的身体素质有所下滑，结果通过伪飞升仪式弥补了过来。不仅如此，在这5年间，凯隐还跟暗翼魔莲拉亚斯特特别友好的交流了一番。具体表现为，凯隐没事就用太阳真火焚烧暗翼魔莲，相当于把拉亚斯特塞进烤箱。最初，拉亚斯特骂骂咧咧，几乎将凯隐的族谱都撕了。如今，暗翼魔莲上那只猩红的眼眸都清澈了不少，一人一莲现在相处友好，可喜可贺。自认为彻底掌握了太阳之力与暗翼魔莲的你，再次开始了讨伐暗翼的征程。如今的你已经拥有令杰都叹为观止的强大力量与杀戮技艺，但你仍然提防着他。太阳历2273年，谢雄、安比瑟斯与魔蛇瓦勒里安的战役进一步扩大，并且2尊暗翼正面血战3天3夜，双双重创彼此。这一消息得到了潜伏在血雄营地的幽冥之人的确定。暗翼战争虽然持续了数百年，但几尊暗翼的正面交锋较少，更不要说是双双重伤。立志杀死所有暗翼的你，心知这样的机会千载难逢。你选择 A 袭杀谢雄， B 袭杀魔蛇， C 放弃机会， D 亲自干涉。双双重伤，陈明挑了挑眉。这样的情况放在别的战役中堪称离谱，两军交战哪有主帅直接上场 solo 的？但是放在暗翼战争之中就很妥帖，毕竟暗翼的战力碾压时代，而且所有暗翼都已经腐化，内心只有残暴与疯狂。突然看彼此不顺眼，要正面打个你死我活也很正常。以往甚至有暗翼忽然召集其他暗翼，狂妄宣布要自立为暗翼王，然后被在场的暗翼围攻致死的记录。对于这群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发疯的脑子不太好使的暗翼，什么情况都能理解，这样的机会肯定不能错过。你选择袭杀血雄、安比瑟斯。2日后，你悄然于阴影中潜入血雄、安比瑟斯的宫殿。血雄、安比瑟斯的宫殿金碧辉煌，到处都点缀着璀璨的宝石，点亮着百年不灭的长明灯。由于暗翼庞大的体型，他的宫殿自然也是巨型款，各种奢靡宏大的设施让大前皇宫放在他面前直接成了迷你版小弟弟。显然，血雄塑造这样的辉煌的宫殿是宣扬自己的伟大，回味往昔的荣耀。只可惜这座宫殿静悄悄的，透着死寂孤寂感。这群腐化的被人暗中冠以暗翼名号的怪物，外表丑陋，内心扭曲。即使宫殿再辉煌，又如何能回到金色的过去呢？太阳赐予他们的荣光已经被黑渊下的虚空吞噬。第67章血雄。血雄的宫殿空旷而寂寥，毕竟他太过暴虐，手下的仆人在面对他时战战兢兢。若是一个不小心犯了什么错误，乃至于出现在他面前让他感到厌烦，结局就是一个死字。这样的情况下，那些仆人乃至他的手下自然都尽可能的避免与他接触。因此放在凯隐面前的几乎是一个空了的宫殿，仆人们全都躲在自己的杂役屋里。
再加上夜色朦胧，正是引流出身的凯隐最好的潜伏时机。你在没有惊动任何人的情况下，潜伏进入了血熊的宫殿。在这死寂的城堡里，血熊如闷雷般的呼噜声，以及某种难以形容的腐败恶臭，令你迅速发现了它的位置。你在墙壁之中穿行，看见了昏睡中的血熊，他身上许多部位打着绷带似的包扎，但全都被乌黑腥臭的血液浸透，隐约能看见腐溃的烂肉。确定了血熊确实受伤不浅，时机难得。你选择 A 偷袭血熊， B 焚烧宫殿， C 偷走战甲， D 亲自干涉。血熊现在显然是受伤不浅，正在疗养之中，而他沉睡的地方十分奇特，不像是宫殿的其余部分那样金碧辉煌又干净整洁。这里没有任何装饰，且乱七八糟的堆着很多东西，再加上他自己也沉睡于此，陈明可以确信这间大屋子才是他真正的私人领地。凯隐没有急着偷袭血熊，而是先观察了一下房间。这房间里最显眼的就是摆放在正中的厚重敦实的黄金色飞升战甲，飞升战甲上斑纹累累，有不少战争痕迹，更显得威严难侵。显然他曾跟随着还是飞升者的血熊南征北战上百年，只是而今已经堕落为暗翼的血熊，体内的力量与纯净的太阳之力冲突，因此只能把它放在这里当作是缅怀的装饰品。除了飞升战甲，角落里还堆着一具栩栩如生、气势骇人的骨架。从模样判断，这骨架生前应该还是一尊暗翼，而且是外骨骼极其发达，乃至包裹全身的那种。因此他如今还留存着一尊犹如西方那种带着翅膀的蜥蜴的巨龙形体。这尊暗翼被血熊宰了，于是他成为了血熊的战利品。曾经他们是最要好的朋友，是同一批飞升者，他们曾并肩作战，把后背交托给彼此，与黑渊中源源不断涌出的怪物们血战10日。古龙曾险些被虚空怪物们拖入深渊，血熊跳入黑渊，硬生生把他拽了回来。直至暗翼战争来临，血熊亲手杀了古龙。除了战甲与骸骨，这间兼具休息室、战利品收藏间等多功能房间里还堆着一些杂物，有的是他在飞升者时期留下的物件，有些是他从其他暗翼身上扯下来的肢体，还有些是那些刺杀他的实力还算可以的刺客留下的武器。可想而知这个房间到底有多乱，而且弥漫着一股恶心的怪味。不过这些怪味与他自己身上散发出来的相比，那就是小巫见大巫了，因此他也懒得打理。毕竟血熊不愧是暗翼这种丑陋到出奇的生物，曾经他们是飞升者时，虽然是人形动物的外表，但浑身闪耀着圣洁炽热的耀眼金光。但堕落为暗翼之后，不仅这种凛然之气变得扭曲暴虐，而且外表更是被黑渊同化。光是看看血熊的模样，就知道为什么那些仆人对他如此惧怕。这家伙有着10几米身高，但依然显得矮壮敦实的体型，躯体呈暗紫色，过于发达的肌肉密布伤疤，双爪被外骨骼包裹，极其坚实。这种外骨骼延续向了他的背部，那是一片荆棘林一般凸起的骨刺丛，而他的头颅仿佛是一颗已经腐烂的麋鹿头骨，粗壮的角如同树杈一般繁乱，整颗头都是白骨状，偏偏能在张开的嘴里看见一直蔓延进喉咙的足足几10排细密利齿。令人惊奇的是，白骨头颅上的眼睛已经溃烂，但是这并不影响他的视觉，原因是他满是粘液与黑血的脖颈、胸膛乃至大臂肌肉上遍布着几10颗冰冷漆黑的眼球。即使他已经陷入沉睡，那些眼睛也仍然有一部分睁着，瞳孔无意识的颤动，冷冷审视着周围的一切。再加上他此时表皮溃烂了许多，黑血肆意流淌，恐怖又恶心。长成这样一副人神共愤的尊容，陈明都惊了。想想威严的大神官，浑身金光璀璨，恍若神明的末代太阳君王，这暗翼的落差真是巨大。不如尽快送他一程。大致观察好房间的布置，随时准备亲自干涉的陈明做出选择。你选择偷袭血熊，如此千载难逢的机会，你不愿错过。仔细观察过血熊的模样之后，你发现它似乎并没有明显的致命弱点。无论是已经变成白骨状的头颅，还是短而粗壮且有外骨骼包裹的脖子，或者深藏厚实肌肉下的心脏，都难以对它造成致命打击。于是你决定尝试破坏它的几10双眼睛。阴影流动，你分化出3个分身，举起手中的镰刀，一瞬间便破坏了10几双眼睛。在血熊愤怒的咆哮中，你被拍飞了出去。喂，真的假的啊？凯隐面色难看，眼中前所未有的凝重。10几双眼睛同时被斩破，五颜六色的腥臭液体流出，这家伙跟没事一样。这样强大的体魄是认真的吗？拉亚斯特及时蛊惑道：凯隐，把我的力量拿去用吧。安比瑟斯这家伙可比塞拉尔那条野狗要厉害多了呢。还记得我们一起砍碎塞拉尔那杂碎的时候吗？我们俩的组合才是最强的，只要你接受我的力量。凯隐化身暗影闪避攻击，一边骂道：滚一边去吧，拉亚斯特！你这喋喋不休的蠢物，何时才能闭嘴？一定要我把屎糊在你的眼睛上，
拉亚斯特不说话了。太阳真火的焚烧固然令他痛苦，但他还是能顶着痛苦问候凯隐的父母是否健在。但是一想到这疯疯癫癫的家伙真的会拿着屎糊在自己眼睛上，拉亚斯特承认他怕了。固然你的身体令我垂涎欲滴，但是你一定要找死，那就由你去了。你的偷袭彻底激怒了谢雄，残余的10几双眼眸死死地盯着你。你选择 A 继续进攻， B 战略撤退， C 尝试交流， D 亲自干涉。第68章战血熊。凯隐已经彻底发现自己上当了，不是有人骗他，而是这血熊强的不讲道理。他确实受伤了，但整个表皮肌肉都被腐蚀的伤势，在他这里好像只能算轻伤。拉亚斯特固然是个蠢物，但他所说的并非没有道理。与安比瑟斯相比，先前血战一场的魔焰狼塞拉尔确实只是一条野狗。同为暗翼，血熊比魔焰狼强太多了。凯隐跟血熊打，就像是一个发育不良的刺客去碰瓷大跌战士。这血熊高攻高防高血高爆发，跟个怪物一样。凯隐已经开始打退堂鼓，陈明却不这么想。血熊安比瑟斯再难打也必须打，现在的机会已经是千载难逢，被袭击过的血熊随后必然更加谨慎，很难再有这么好的机会。亲自干涉，意识降临到凯隐身上，陈明深深地呼出一口气。方才被血熊一巴掌呼到，虽然凯隐已经尽可能的去闪避格挡，但还是被拍飞了出去。如今陈明觉得自己浑身都要散架了一般。不过有干涉之力的战力翻倍加持，陈明觉得自己又行了，大不了咬咬牙，今天就把剩下的2次干涉之力全用了，灌也灌死他。反正第一次模拟就给了自己一个意外之喜，有了幽冥之主凯隐这样的顶级英灵模板，后面全失败了其实也无妨。心中情绪大定，多年的战斗经验瞬间让陈明排除了一切干扰，眼神变得无比坚定。随着他心念一动，太阳真火沸腾起来，在飞升战甲上缓缓燃烧着，甚至就连拉亚斯特都附带了一些太阳之力，对于暗翼有着额外的杀伤力。血熊方才被人偷袭，甚至瞬间斩破10几双眼睛，十分愤怒。然而此刻他身上剩余的10几双眸子颤了颤，不可置信地看向阴影中散发金色光芒的人影。那一把镰刀，那特殊制式的战甲，还有那也曾在自己身上闪耀过的太阳光芒。拉亚斯特，不，那家伙也变得跟我一样了，而且还被人封印在了镰刀里。他是那把镰刀，所以那家伙到底是什么来头？疑惑一闪而过，随之而来的是无尽的暴怒。自己曾经抵抗虚空，如今却被贬为暗翼，眼前这个家伙却堂而皇之的以他们飞升者的荣耀姿态出现，荣耀应该归他才对，眼前这个不过是窃夺了属于他们的光辉的贼子罢了。死！血熊咆哮一声，山岳一般的躯体竟然有着惊人的爆发速度，一瞬间便踏碎了地板，冲到陈明面前。不过这样的攻击对他而言是无效的。掠影步！陈明心念一动，身体彻底融入暗影，游走于强体之中。这是引流的顶级秘法，修习难度极高，对使用者有着独特的要求，就连劫都不符合掠影步的使用要求，只有凯隐习得此术，能随时随地融入暗影，游走穿梭于强体，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不知何时就能出现在敌人身后，举起死神之镰。若是被凯隐盯上，那绝对堪称是噩梦级的体验。轰！宫殿墙壁被血熊砸出一个大洞，大量碎石瞬间掩盖了他的好兄弟骸骨龙的遗骸。陈明出现在墙的另一端，阴影成了他的武器。血熊身前的阴影汇聚成一道人影，提着一把影镰，再次刺瞎了血熊几颗眼睛。好！拍碎了阴影，血熊咆哮一声，被彻底激怒，一脚踢碎了骸骨龙的头颅，随后抓起他的遗骸朝着陈明甩去。显然作为暗翼的他会被轻易激怒，从而进入毫无理智的状态。骸骨龙的遗骸坚硬度堪比金刚石，此时被血熊抛出，若是被击中，恐怕不必被狙击枪来上一枪好受。然而这显然对此时化身阴影的陈明毫无作用，轻易遁入墙体，又钻出，躲过了大片的攻击。随后陈明喘息了一口，这是掠影步的缺陷，对体力消耗很大。另一个缺陷则是，若是在穿墙状态下被攻击，而术者无法维护住阴影状态，是有可能被直接卡死在墙体里，整个人与墙融为一体。注意，这里的融为一体不是指类似活埋的状态，而是墙体会瞬间与术者绝对交融，血肉、骨骼、脑子的位置都会被沙粒挤开取代，瞬间致死。不是没有人修习掠影步，而是绝大多数人都死在了修习此术的路上。想要习得暗杀神技掠影步，你只有一次失误的机会。所以抛开陈明传承给凯隐的战斗技艺，凯隐本身就是一个绝对天才。这些想法在脑海中一闪而过，陈明挥舞着暗翼魔镰，一点点剐蹭着血熊此前与魔蛇交战而腐溃的血肉。此时的拉亚斯特已经从2米变成了4米超巨镰，
否则他的体型对于血熊来说堪称玩具。凭借着速度与灵巧上的绝对优势，陈明像蚊子一样疯狂拉扯着血熊。只要被血熊拍到一下，他不死也是重伤，但他偏偏能在爪间起舞，随后嗡嗡作响，烦不胜烦。再加上血熊的表皮早就被魔蛇瓦勒里安腐蚀，累积之下，血肉横飞，黑血成河。拉亚斯特！血熊咆哮：“你背叛了你的族群，你竟然屈服于人类，你真懦夫！”拉亚斯特反唇相讥：“一个脑子没有眼睛大的蠢货，你的智商毫无长进，终有一天我会获得一切。兄弟，你还是先走一步吧。”拉亚斯特丝毫不介意亲自送走曾经的战友，几百年的暗翼战争，他们早就是你死我活的地步。更何况凯因此时正在超规格使用他的力量，拉亚斯特能感受到自己对他的侵蚀终于再度开始。有了拉亚斯特喋喋不休的嘴参战，脑子没有眼睛大的血熊完全没有理智可言，变成了只能依靠本能的野兽。这样野蛮而无目的的攻击，对于堪称战斗大师的陈明而言毫无作用。眼看长久的刮痧终于切开了血熊的胸膛，看见了他磅礴跳动的巨大心脏，伴随着发自本能的来自凯隐的冷笑，陈明化作一道暗影钻入了血熊的心脏之中。猎射影破体而出，陈明将血熊开膛破肚，心脏剖开。然而吼！伴随着咆哮声，陈明被掀飞，而拉亚斯特竟然被血熊用心脏硬生生卡住。陈明面皮抽搐，这血熊就特么离谱，自己从他心脏中切割而出，他竟然心脏瞬间收紧，夹住了拉亚斯特。就在陈明以为自己要把最后一次干涉之力也用在这里的时候，血熊在陈明震惊的目光中恶狠狠地将拉亚斯特扯了出来，把自己的心脏彻底切开。海量的污血喷涌而出，方才还凶狠异常的血熊转眼间就瘫倒在地，面临死亡。第69章暗翼的真相。伴随着他的动作，海量腥臭黑血喷涌而出，血熊轰然倒地。很显然，即使是血熊这样生命力极强的暗翼，心脏被彻底撕裂成两半也活不了。血液宛若喷涌的河流一般，从血熊的胸口不断飙出，铺满了宫殿的地板。这回彻底是血熊了，这就尴尬了。兄弟，瓦勒里安他们要是知道你是这么把自己弄死的，一定会活活笑死。拉亚斯特眼眸放光，大口吞吸血熊血液中的能量。呵呵呵呵呵呵。然而安比瑟斯却笑了起来，他的声音一改先前的癫狂莽撞，显然低沉而理智。我终于感受到了死亡的气息。不，这不是死亡，这是回归与解脱呀！今日方知我是我。临死的安比瑟斯残存的几双漆黑眼眸中透出解脱的愉悦与放松。他脱离了如今扭曲的身体，看见了曾经的一切。死亡已经不可阻挡，但他终于从暗翼的状态中脱离了出来。他怜悯地看着生怕少吸收了暗翼能量的拉亚斯特。拉亚斯特，我解脱出来了，而你依然沉浸在黑渊的陷阱之中。如若是曾经骄傲的你，早就用死亡来抗争如今的一切。然而现在你却在享受吗？你难道没有听到发自你灵魂深处的怒吼？拉亚斯特，意志被更改的我们才是求死不能啊！拉亚斯特显然无法理解他所说的东西，此时他正狂喜地钻入安比瑟斯的胸腔。安比瑟斯不再理睬他，而是用缅怀又骄傲的目光看向了崩碎的房间的中央，至今仍保存完好的金光闪闪的飞升战甲。陈明沉默地注视着这一切，他好像理解了一些什么。忽然安比瑟斯想到了什么，问道：人类小子，你是从哪里搞来的太阳真火？陈明如实答道：死寂领域内，我遇到了大神官内瑟斯，通过他的引荐找到了地下太阳堡垒里的末代太阳君王。他把自己当作是太阳真火的燃料，焚烧500年，镇压了黑渊。即使刚才是敌人，但现在的雪熊已经变回了安比瑟斯。陈明很愿意从他口中套出一些话来。阿兹尔，安比瑟斯的声音里充满了鄙夷与嘲讽。他是个叛徒，是个懦夫，他不配承接神明的荣光，成为太阳君王。感谢大神官让那罪人发挥了最后的余热。小子，大神官是可信的，杀死所有暗翼，帮助他们解脱。神朝的荣光不该被我们玷污。在拉亚斯特火上浇油的吞吸下，安比瑟斯最后的生命气息也消失了。然而即使他恢复了理智，他的身躯依然是狰狞丑陋的暗翼。他的暴虐留给天下生民的痛苦不会随着他的醒悟而消失。他彻底死了。你结束了干涉。陈明睁开眼睛，失神了一瞬间，看看时间，只过去了1秒钟，这也是亲自干涉的神奇之处。安比瑟斯死了，并且临死前以飞升者的身份留下了几句话。以陈明的判断，他应该没有撒谎，因为无论是从他所说的话，还是他始终保留着自己的飞升战甲，即使失去理智依然本能避开他的行为来看，
安比瑟斯对于自身飞升者的身份的荣誉感极其强烈，在他眼中，这甚至超过自己的生命。以此为基础，就能验证他所说的话的真实性。回忆安比瑟斯所说的话，陈明拿出纸笔，依次写下：一、太阳君王阿兹尔在安比瑟斯眼中是背叛者，是罪人，不配当君王。而这一点是在他知道阿兹尔化身燃料点燃太阳真火，镇压黑渊的情况下说出的。但阿兹尔的叙述中是他遭到背叛，最后以孤胆英雄的姿态独自镇压黑渊。两者截然相反，理应有一者说出了谎言。二、安比瑟斯极其尊重大神官内瑟斯，并暗指阿兹尔充当燃料镇压黑渊，是内瑟斯的手笔。也就是说，阿兹尔的行为并非主动，而是内瑟斯让他发挥余热。三、从安比瑟斯临死前的表现来看，暗翼的所作所为几乎是他们自己都无法阻止的。安比瑟斯无比珍视自身飞升者身份的荣誉感，但最后却堕落为暗翼，玷污了荣耀。在他口中的拉亚斯特十分骄傲，却无法以自杀的形式脱离暗翼的控制。安比瑟斯称之为求死不能。也就是说，在安比瑟斯的体验中，黑渊侵蚀暗翼化，代表的是自身意志被蒙蔽。曾经，陈明对于暗翼的理解是虚空的腐化，让飞升者们内心充满了暴虐的欲望，这些毁灭欲望取代了他们原本的高尚品德，于是变成了暗翼。用一个不完全恰当的比喻，就是沾染了丢瘾的人，即使自己不想去吸丢，但是控制不住身体里涌上来的欲望。但仔细回想安比瑟斯的行为与话语，陈明对于暗翼有了新的理解。他们不是有好变坏，而是某种意志以不可阻挡的趋势凌驾于他们的思想之上，变成了暗翼，不是 A 变成 A， 而是 A 变成了 B， 从根本上发生了改变。意者是控制不住，意者是连自我意识都不知情，一切都被蒙蔽等等。如果从这种方向来考虑的话，太阳之火真的可以将暗翼逆转为飞升者吗？陈明不由陷入沉思。固然太阳之火改变了凯隐的暗翼化趋势，但要知道凯隐只是身体被暗翼腐化，他的心智仍然是自己的。然而在与拉亚斯特的日益相处之中，陈明能感受到凯隐的心态在逐渐走向过度的自负。太阳之火只能逆转身体上的腐化，也许只能逆转身体上的腐化，但无法改变已经被覆盖的思想。安比瑟斯说阿兹尔才是叛徒，是罪人。陈明悚然一惊，想到了一个可怕的可能性。难道说太阳君王阿兹尔自己本身就是暗翼，而暗翼化的阿兹尔却用太阳真火隐藏了自己，伪装成自己没有受到虚空感染的模样？那么他到底有多大的图谋，就真是不可想象了。若是阿兹尔真的早已暗翼化，却隐藏起来，难怪太阳神朝最后崩塌。以阿兹尔是暗翼为起点，思考安比瑟斯的话和内瑟斯的行为，陈明忽然发现一切都解释得通了。若是能判断出阿兹尔的真实身份，那他的几个猜想才能接着走下去。想要验证这一切，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第70章内瑟斯与阿兹尔。杀死血熊之后，他临死前的话引起了你的深思，你开始思考暗翼的真正起源。埋葬了血熊之后，你前往死寂领域，试图从大神官内瑟斯身上验证自己的猜想。如果你的思路是正确的话，那么大神官内瑟斯理应知晓一切。你找到了内瑟斯，他看出你如今状态良好，并无暗翼侵蚀迹象，询问你为何而来。你选择 A 如实回答， B 尝试套话， C 隐瞒意图， D 亲自干涉。毫不犹豫，陈明选择亲自干涉。这一次的对话十分重要，他必须亲自来。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也许他能直接化身鸣人，用嘴硬生生把反派说死。你选择亲自干涉。漫天白沙席卷，色如骨灰。不知为何，大神官内瑟斯出场时必然带着风沙而来。内瑟斯，少年人，如今的你已经掌握了太阳之力，为何又回到了这里？陈明沉声道：大神官，我想要知道暗翼的起源。内瑟斯看向远处涌现出暗紫色光辉的深渊，暗翼的起源你不是亲身经历过了吗？虚空侵蚀，飞升堕落，仅此而已。不，我想问的并不是这个。陈明直言道：我杀死了安比瑟斯，从他那里得到了一些新消息，开始思考什么才是暗翼。也许暗翼并非是飞升者变得残暴，而是虚空的意志覆盖于飞升者之上，取代了他们的本愿。内瑟斯笑了一声，不错的猜想，不过我们之中早就有人提出了这种说法，只是毫无意义罢了。你想说的到底是什么？陈明看着内瑟斯波澜不惊的面孔，深深道：安比瑟斯临死前恢复了神智，说太阳君王阿兹尔是叛徒与罪人。我想知道阿兹尔是否早已变成了暗翼，而大神官你又一直以来扮演着什么角色？内瑟斯沈笑：我道你这么认真，到底是要做什么？原来只是这种事情。既然是安比瑟斯说出来的，那就不奇怪了。安比瑟斯一直对阿兹尔有偏见，在大神官口中，原来这一切是一场误会。当初老君王有子女10数人，他们中有的博学广智，
有的武艺超群，有的领兵帅将，唯独年纪最小的阿兹尔喜好读书，但一事无成，内向收敛。彼时，安比瑟斯就曾跟别人说，君王的小儿子不太行。老君王同样也不喜欢这个内向的小儿子。后来，暗翼战争爆发，老君王与他的子女同样上了战场，结果一众皇子皇女相继死去，甚至有在风雨夜被雷劈死的。前后不到3个月，10几名皇子皇女全部身死，最不受待见的小皇子反而如今成了唯一一个继承者。此时的局面竟然与陈明当初在大前王朝时期扶持二皇子有些许相像，但不同的是，阿兹尔走到如今的一切真的只是天命所归，并且老君王并不承认这个唯一继承者。子女们相继死去，他觉得这背后一定是小儿子阴险的谋划，否则怎么可能就这妖巧？但当时暗翼战争打得正如火如荼，略一调查之后，没有找出小皇子谋害的证据。老君王固然心中猜疑，但也无计可施，只是心中暗下决心，只要自己再生出一个孩子，就下令处死可疑的小儿子，为新太子铺平道路。几个月后，老君王御驾亲征，身死前线。阿兹尔继位太阳君王，这一切放在外人眼里是如此的可疑。对老君王忠心耿耿的安比瑟斯本就不太认可在他眼中软弱消瘦的阿兹尔，从这以后更是坚定认为是阿兹尔背地里谋划了这一切。只是身为飞升者的他有自己的绝对操守，那就是对于神朝的忠诚。为了神朝的安稳，他虽然心中不满，但仍然效忠于阿兹尔。直至太阳历1723年，阿兹尔的飞升仪式出了问题，阿兹尔诈死消失。而此时的阿兹尔并没有留下任何一个子嗣，他的兄弟姐妹同样无一幸存。太阳神朝的直系皇室血脉竟然就此断绝，太阳君王的位置空缺了下来。一众被虚空侵蚀的飞升者瞬间被刺激到，在各种理念的冲突下，阿兹尔消失的次年，暗翼战争爆发。在安比瑟斯的视角中，可想而知阿兹尔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自他出现以来，神朝就开始动荡不安，甚至于就连阿兹尔能够进行飞升仪式，还是沾了他们飞升者的光。阿兹尔能够进行飞升仪式，是因为飞升者们英勇作战，陨落过半，用生命悍不畏死地终结了虚空战争。十分自豪于自身飞升者荣光的安比瑟斯从来不认为这是阿兹尔的功劳。神朝最后更是因为阿兹尔的消失而彻底崩塌，暗翼战争随之而来。安比瑟斯怒斥阿兹尔也就可以理解了。是这样，陈明恍然，难道自己的猜测错误了？内瑟斯所言的一切都合情合理，并没有什么突兀的地方，也不像是刚编出来忽悠自己的，听起来没有什么问题。所有人的言行也全都符合了起来。那大神官，如今在这里看管着太阳君王的你，又是扮演着什么身份？陈明也不怕得罪他，着重在看管二字加重语气，暗指内瑟斯行为可疑。毕竟这也只是一次模拟，弄清楚大神官的位置很重要。我扮演什么身份？我才是神朝的罪人啊！坐在沙丘上的内瑟斯形如小山，然而此时的他低垂着头，显得身形佝偻。他萧索说道：“我在飞升之前算是一个合格的将领，主持了300多次战役，并且全胜。不过我一直对打仗没有什么兴趣，我更想成为一名学者。找了个机会辞去职位之后，我主张建立了神朝最大的图书馆，搜罗了天下的一切知识，用来启迪后人。临死之际，我勉勉强强以大学者的身份得到了飞升的机会，后来成了飞升者，最后成为了大神官。但我不是一个合格的大神官。大神官只有3个职责：管理一切神学事务，监察太阳君王，以及引导太阳祭祀举行飞升仪式。除此之外，大神官因为职位太高，又是太阳神的使者的缘故，不得干扰神朝的任何其他运转。所有人都认为我足够博学与公正，能够胜任这个位置。但是我违例了，我背叛了自己的身份。内瑟斯叹息着，捂住了自己饱经风霜的脸，似如啮丝思量。陈明等待着他托盘而出。他在统筹目前得到的一切讯息，很乱，但是隐隐有迹可循。最大的矛盾点在于，安比瑟斯说阿兹尔是罪人，而大神官可信。但大神官没有指责安比瑟斯或者阿兹尔，而是认为自己有错。第71章，2个罪人的故事。内瑟斯叹息了一声，沉沉说道：“那是太久以前了。刚成为飞升者的我很高兴，因为神朝的图书馆太大了。此前我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时间把这些宝贵的财产吸收，如今终于有漫长的生命去阅读。100年时光一晃而过，我读尽了所有的书籍与深奥的古文，可以探索未知的新奇感消失，孤独感找上了我。我因为性格与身份原因，与其他好战的飞升者交情不深，大神官也几乎没有职务可言。我陷入了日复一日独自坐在图书馆中无事可做的状态。图书馆里同样空空荡荡，直到阿兹尔来到了这里。太阳血脉让我们好动好战，偏偏身负皇室血脉的阿兹尔喜静内向。他不怕我，向我询问哪些书推荐阅读。从那时起，他每天都会来，
有时候干脆在这里睡下。他读书的速度很快，近乎一目十行。我认为他是在囫囵吞枣，后来发现他实在是天赋异禀，他能精准地说出很久以前看过的一本书的内容，乃至于说出某句话在某本书的第几页第几行。他的才能更在我之上。我们有时候一整天都不会说一句话，但我们能感受到彼此越来越默契。内瑟斯的眼中出现了缅怀，那时候我才理解，难道这就是书中所说的天伦之乐？说真的，那时候我就发自内心的认为，这个好学喜进的孩子，有朝一日他会以超越了我的大学者身份，成为下一个大神官。但你也已经知道了，由于君王以及诸位皇子皇女的身死，阿兹尔必须继承太阳君王之位。这个位置并非他想要的，一直在图书馆中的他也没有势力去谋划王位。彼时神朝内部有很多风言风语，比如阿兹尔谋害了君王，比如这个软弱无闻的皇子如何担当得起战争中的君王。不过我说过了，我的才能让我成为了百战百胜的将领，而才能更在我之上的阿兹尔临危受命担任太阳君王，他亲赴前线，最后终结了虚空战争。说到这里，内瑟斯颇为自豪，阿兹尔再天赋异禀，也需要历练的机会，而支撑他的就是内瑟斯这沉淀数百年的全胜老将。可以说，阿兹尔能够胜任王位，离不开他的功劳。虚空战争结束，太阳君王率领着飞升者们凯旋而归，那一幕的辉煌，至今仍然让内瑟斯怀念。毕竟，那是太阳神朝最后的荣光了。从内瑟斯的话语中，臣民能感受到他对阿兹尔推崇备至。这种推崇绝非是长辈的对于看得顺眼的晚辈的扶持，而是大神官对临危受命的太阳君王的认可。然而，也正是这份认可，带来了始料未及的祸患。彼时的内瑟斯与阿兹尔都是意气风发的，但随后虚空的侵蚀逐渐暴露出来。那些参战的普通士兵纷纷在虚空侵蚀下或死去，或魔化为怪物，就连高贵的飞升者也逐渐有了这种趋势。身负皇室太阳血脉，但终究比不上飞升者的阿兹尔，介乎两者之间。他没有立刻变成怪物，但也不远了。当症状忽然明显时，阿兹尔的容貌都已经开始扭曲，血液变得污浊。阿兹尔，这位终结了虚空战争的君王，身死在即。想要拯救他，飞升一世是唯一的可能。但是飞升一世并非一人能决定，就连皇室血脉也同样要遵守飞升的规则。诸多飞升者拥有投票权，而大神官因身份原因，即使受飞升者们尊重，也理应保持中正的观望状态。彼时，诸多飞升者对阿兹尔分为三个派系，一部分是安比瑟斯为代表的反对派，这一派的飞升者是最多的。他们认为阿兹尔谋权篡位，谋杀了先王与一众皇子皇女，随后又迷惑大神官。至于他终结虚空战争，战场上的主力是士兵与飞升者，背后的统领则应当是大神官，与他何干？更何况一部分飞升者身出旁系血脉，如今皇室主血脉凋零，或许这是旁系出头之日。一部分是中立派，觉得阿兹尔虽然疑似有污点，但在虚空战争中他御驾亲征，指挥有当，飞升未尝不可。最后则是支持他的飞升者们，数量与中立派相当。内瑟斯感到十分的纠结，他的身份与操守让他知道自己理应保持中立，但他的情感告诉他自己是阿兹尔唯一的依靠。这个本想在图书馆中度过一生的内向的孩子，负起皇室血脉的职责走向前线，他不该被辜负。最后，内瑟斯开始说服自己，他理应去支持阿兹尔，不是因为他与阿兹尔的关系，而是为了神朝的稳定。阿兹尔是如今主系血脉的唯一继承者，如果他死了，大概率会引起王位冲突。况且，阿兹尔在虚空战争中本就立下赫赫战功，有资格去迎接飞升荣耀。于是，最受人尊敬的大神官内瑟斯亲自下场，国民支持率飙升，许多中立派转为支持，就连反对派也开始摇摆不定。在内瑟斯的支持下，太阳君王阿兹尔的飞升仪式开始准备，由大神官内瑟斯亲自操办。然而，在阿兹尔的飞升仪式上，阿兹尔最信任的兄弟背叛了他。那名曾数次在战场上舍生忘死救下阿兹尔的战将扑向了他，将他从太阳神梯上推了下来，自己则被狂暴的太阳焰吞噬。阿兹尔的飞升仪式被破坏，太阳能量肆虐，摧毁了神都，一切被尘埃掩埋。等到内瑟斯找到阿兹尔时，阿兹尔已经陷入昏迷，重伤垂死。内瑟斯害怕这是一场有预谋的造反，他掀起风暴遮挡一切，趁乱带走了承载了太阳真火的太阳神盘以及重伤的阿兹尔。随后，他用太阳神盘举行了伪飞升仪式，吊住了阿兹尔的性命。所以，阿兹尔算不得完美的飞升者，只有长时间接触太阳真火才能保持状态。两人察觉到黑渊暴乱在即，顾不得混乱的神朝，来到了黑渊口。阿兹尔燃烧了自己，激活太阳神盘镇压黑渊，内瑟斯则日复一日地扫荡着逃出封印的虚空怪物。混乱的神都，崩溃的神朝，掀起了暗翼战争的堕落飞升者。太阳君王与大神官却没有能力阻止这一切，所以
对神朝忠心耿耿的安比瑟斯说阿兹尔是罪人与叛徒，未尝不可。但内瑟斯更认为是自己的偏颇与失职造成了这一切。他不敢面对他的那些逐渐丑恶的非生者同胞，也无法治理混乱崩溃的神朝局面，只得自我放逐于此，以压制虚空为由，逃避着无可挽回的一切。内瑟斯萧瑟道：“这就是我与阿兹尔两个罪人的故事。”第72章暗影考验。陈明沉默，在内瑟斯的叙述中并没有战犯，只是时局命运使然。所以阿兹尔与安比瑟斯所说之言恰恰相反，不是因为两人中有人撒谎，而是一场误会与偏见。究其根本是身处不同位置的人看到不同的情况。内瑟斯的坦然与自责十分清晰强烈，这种情感做不得假。如果这种情绪外放都是伪装的，陈明建议给他颁发奥斯卡金人奖。心中暗叹一声，看来自己用嘴说死其他暗意的可能性没有了。此次消耗一次亲自干涉的机会，虽然得到了许多极其宝贵的历史真相，包括末代太阳君王消失导致神朝崩塌的史实，但是对于陈明而言似乎没有任何作用。这些对于终结暗翼战争而言没有帮助，反而消耗了他一次爆种的机会。最重要的是，这些东西似乎留到下一次也没有作用。陈明叹息一声，向内瑟斯告别。看着他逐渐远去的身影，内瑟斯喃喃自语：“抱歉，阿兹尔，让你一直承受着焚烧的苦难，但历史的真相必须掩埋。”内瑟斯拄着柄杖起身，这位受尽飞升者尊重的大神官已经很老了。为了验证心中的猜想，你前去死寂领域寻找大神官内瑟斯。从他的口中，你知晓了太阳君王的过去，但对于目前时局的改变并无裨益。不过，你并没有迷茫，比起外力，你更相信自己的能力以及手中这把喋喋不休的破镰刀。只是吸收了血熊的能量之后，拉亚斯特似乎陷入了暂时的昏睡，你能感觉到他的力量在不断扩大。杀死血熊之后又连番奔走，虽然你有心去斩杀同样受创不浅的魔蛇，但此时的你状态极差。最后，你选择回到幽冥驻地养伤，不过你也小心提防着劫。你休息1日后，劫派人约你，你选择 A 逃离幽冥， B 推脱养伤， C 前去赴约。由于3次亲自干涉机会全部用尽，此时只有3个选项。看着3个选项，陈明坦然选择了 C， 这是对凯隐的实力的信任。凯隐敢在杀死血熊之后回到幽冥，只有一个原因，不是他对师傅有多信任，只是因为他够强。同为顶尖的刺杀大师，凯隐在接受了太阳之火与拉亚斯特之后，战力远在劫之上。哪怕此时他状态不佳，也有信心反杀这个面目不清的师傅。或许凯隐体内的某种嗜血因子，让他本能渴望着劫对他出手的画面。劫于进士中会见了你，你预想中可能存在的围杀场面并没有出现。劫大家赞赏了你杀死血熊的英勇行为，并拿出珍藏的灵药供你疗伤。最后，劫郑重告诉你，无论你是什么人，都已经通过了他的考验。在劫的叙述中，陈明知道了他此番叫来凯隐的真正目的。原来，在这个被暗意摧毁的时代，技法几乎消失。劫能有如今的成就，是他幼年时侥幸得到了一份杀手传承。这份传承由来已久，疑似可以追溯到上一个王朝暗朝。在这传承之中，除了劫教授的各种暗影秘法，最重要的是还记载了暗影流的最终考验——暗影之血。这种考验是激发出受验者体内全部的暗影之力，在意识中自己与自己的暗影交战，胜者生，败者死。若是在意识中被自己的暗影击杀，则那个残暴嗜血的暗影意识将取代自己。反之，若是受验者取胜，则彻底掌握暗影之力，战力大增。杰告诉凯隐，这种考验他总觉得有问题，意识中的暗影太强了，知晓自己的一切招式，并且暗影之力更在自己之上，相当于再跟一个强化版的自己作战。当年他也尝试过，最后失败，若非靠着外力强行脱离，早就被自己的影子杀死。如今凯隐独自完成了杀死暗一的壮举，他决定把是否接受这种危险的暗影考验交给凯隐来选择。杰将引流的起源如实说出，并询问你是否愿意接受暗影的最终考验。你选择 A 接受考验， B 拒绝考验， C 暂且搁置。陈明挑了挑眉头，终于又来了一个强化的机会了。在这个时代，能够强化自己的途径太少了，杰这个老登终于又爆了点东西出来。至于是否接受考验，接受，当然接受。如今他已经将3次干涉机会全部用尽，而除去化作镰刀的拉亚斯特以及被他杀死的血熊，仍然还有5名暗翼存活于世。靠着凯隐的力量，想要逐一杀死暗翼实在够悬，甚至很有可能一个都打不过。因此这种强化的机会不容错过。至于为什么他明知道杰未必可以信任，仍然敢接受这种把生死交托给杰的考验，依仗就是拉亚斯特。杰若是坑死了凯隐，拉亚斯特马上占据凯隐的肉身，一切完完。一个拥有暗影之力的血暗翼，
那真是浩劫降临。因此，无论劫是什么目的，已知最终目标是对抗暗翼的劫，都不可能在控制不住拉亚斯特的情况下坑死凯隐。准确来说，哪怕凯隐在考验中被暗影击败，劫都会立刻出手保下凯隐，生怕他真死了。你选择接受考验，劫将你带到密室中，用鲜血画下繁复的阵图，你盘坐其中。随后，他拿出一个被阴影裹挟的匣子，你被其中涌现出的黑气笼罩，陷入了昏睡中。凯隐睁开眼睛，发现自己已经不在密室中，而是在一片黑色迷雾之中。这里的可见度非常低，至多看到周身5米的范围，十分昏暗，迷雾中又隐隐有身影转瞬而逝，异常骇人。最重要的是，那把喋喋不休的破镰刀不在手中，让他有些没有安全感。这就是杰所说的暗影考验。凯隐很快反应了过来，然而还不待他进一步探索，阴影流动，一道身如鬼魅的黑影发出熟悉的阴冷笑声，凯隐身边游走而过。即使凯隐反应迅速，但一道狰狞的血口依然从左胸蔓延到右腹，险些将凯隐整个剖开。掠影步，比我更精深的掠影步。凯隐受伤，但目光愈发沉冷。随后他知道了为什么杰说这个考验几乎无法通过。在这迷雾之中，那道暗影之力的化身似乎不受视觉影响。不仅如此，暗影之力拥有影刃，而他空有一身武艺，却只能赤手空拳。这不是技艺的差距，纯没法打。这打个屁！凯隐咬牙，一边骂骂咧咧，一边适应着昏黑迷雾环境对视觉的干扰，尝试抵抗暗影。不多时，凯隐已经浑身是血，而他终于费尽心力地抓住了暗影，那暗影却猛然散成了影子，逃了出去。第73章魔蛇。这样没法打。凯隐已经准备让杰把他拉出考验。虽然他血性又自负，但显然不是那种没脑子的送死货色。敌人拥有自己的战斗技艺，以及比自己更精深的暗影之力就算了，连环境与武器都是对方占优势，甚至还能化成影子分散逃离。这种完全不公平的战斗图有送死而已。然而就在他准备放弃的时候，熟悉的调侃讥讽声出现，真是狼狈啊，凯隐，没有我，你居然连一道影子都打不过吗？吸收了血熊能量而陷入沉睡的拉亚斯特终于醒来，凯隐脸上立刻露出了笑容。拉亚斯特，你这张破嘴真是合不上。你要知道，没有我，你才是一事无成。也许是吧，我们俩看起来已经无法离开彼此了呢。凯隐信手格挡住影子的攻击，不，确切地说，没有我你只是一把破镰刀，而我并不缺少一把武器。凯隐，你总是不敢承认你对我的依赖，是心虚吗？一人一镰刀旁若无人的随意交谈着，似乎根本没把暗影放在眼中。那道影子似乎被激怒了，愈发狂躁的进攻。然而先前毫无还手之力的凯隐，在拉亚斯特入手之后，他的自负狂傲被完全激发了出来，一边与拉亚斯特嘲讽对骂，一边深化暗影反攻影子，一气呵成。凯隐，就是这样，砍碎这道肮脏的影子。闭嘴吧，拉亚斯特，这么会叫，有本事你亲自上场。好啊，只要你让我进入你的身体。凯隐骂骂咧咧，滚吧拉亚斯特，这种无聊的事情你一辈子也别想做到。拉亚斯特冷笑，终有一天你的肉体归我所有。凯隐反唇相讥，我想我的身体并不是一片卖场，他不会任意把破镰刀为主。这可说不定，你的身体正在渴望我，渴望我的力量。吵吵闹闹之中，凯隐越打越来劲，逐渐开始压着那道暗影打。最后在暗影屈辱又愤怒的目光中，他被2个话痨合体干碎了。狂暴的暗影气息扩散，结起身，凯隐，你又一次做到了出乎我意料的事情，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吗？结。凯隐左手握拳，目光兴奋，这是什么能量？我感受到暗影在我的血液中脉动。结的语气中隐隐透着羡慕，凯隐掌握了身为引流之主的他都没有掌握的引流终极奥秘，这就是完全归你所有的暗影啊。凯隐忽然若有所思地看向了自己的影子，他的影子比起旁人显得格外的漆黑深厚，隐隐有猩红的狞笑。难怪每次杀戮过后，影子便又深了一分。暗影竟是一处坟茔，埋葬着被杀者。杀戮过后，他的影子仿佛吞噬了别人的生命，这就是暗影的奥秘。难怪他越是掌握了身后的暗影，就越发嗜血难以自控，越发感到暗影的狂躁。直至现在，他彻底掌握了暗影之力。如今他的身体里可谓是热闹非凡，暗影之力、暗翼之力、太阳真火，三方会审了，属于是通过了引流的终极考验。你彻底掌握了暗影之力，休养半个月后，你的状态彻底恢复，开始思考下一步的目标。你选择 A 暗杀魔蛇 ，B 杀死师傅 ，C 静待时机。杀死杰。陈明摇了摇头，虽然杰一直给他难以捉摸的感觉，但杰并没有做出任何威胁到他的行为，反而提供了不少的帮助。如果因为猜忌心就随意杀死他人，
那他与八皇子前帝有何异？你选择暗杀魔蛇，考虑到当初血熊与魔蛇大战一场，你将下一个目标放在了状态不佳的魔蛇身上。10日后，你潜入了魔蛇瓦勒里安的地盘。魔蛇瓦勒里安是一条半人半蛇的暗翼，当初他还是飞升者时，拥有银白色耀眼的蛇鳞与金灿如朝阳的长发，具有独特美感的蛇身、纤细的腰肢、傲人的上围以及娇艳的面容，让他在一众飞升者中脱颖而出，在神朝人气极高。这份颜值，不要说是在蛇人族，哪怕放眼整个人类审美观，也是极其出众。直至他成为暗翼，臃肿肥大的身躯，漆黑腥臭的鳞片，上半身则扭曲异化，面目狰狞，满头耀眼的金色长发则变成了扭曲怪诞的毒蛇。他是第一批彻底堕落为暗翼的飞升者，因为极其珍视自身容貌的他，接受不了如今异化的模样。与安比瑟斯那样刻意煊赫而建造了金碧辉煌的宫殿相反，魔蛇瓦勒里安居住在阴暗潮湿、难见天日的森林沼泽中，绝大多数时间他都浸泡在污浊的沼泽水中，以此掩盖自身臃肿黢黑的身体。最初，他对这一切持有逃避、恐惧的心理，直至在污水中躲藏数十年后的他彻底疯了，开始幻听幻视，耳边眼前似乎永远有人在对他嘲笑。看啊，那不是最受人瞩目的瓦勒里安吗？怎么变成这副让人恶心的模样了？最后引爆他的是一场梦境，他梦到自己回到一生中最辉煌、最骄傲的时候，飞升。然而，在太阳神盘的洗礼下，飞升者瓦勒里安并没有出现，取而代之的是魔蛇瓦勒里安。忘记了自己身份的瓦勒里安惊恐地看着自己引以为傲的身躯逐渐扭曲怪诞，变成臃肿的一条仿佛蛆虫一般。一众飞升者同僚以及看着带着敬仰的心情前来瞻仰飞升者献礼的国民，全都目瞪口呆地看着他，全世界的眼睛都在看着他。不是这样，瓦勒里安心中震颤，想要反驳，想要遮挡自己肥大臃肿的身躯，却无能为力，周围没有遮挡物。这时候，大神官失望地告诉他，瓦勒里安，看看你的模样，你是最失败的飞升者，不，你根本不配飞升，你没有飞升，我会把你吊起来，让人永世唾骂你的丑恶。不，再一次梦到当初的场景，瓦勒里安陷入疯狂之中，伴随着沉闷嘶哑的咆哮，凯因眼前的水潭轰然炸开，一条巨蛇搅动其中，泥水飞溅，周围粗壮的树木纷纷折断，并且蛇鳞在与雪熊的战斗中被扒得七零八落，血肉淋漓。仔细观摩了魔蛇的尊容，凯隐嘴角一抽，拉亚斯特，这就是你说的貌美如花的大美人？好吧，拉亚斯特，我承认你在性癖这方面打败我了。第74章，预言双子，这样也算貌美如花？我只能说，姐妹底盘很好，瘦下来一定很美。听着凯隐无奈的语气，拉亚斯特不由大笑，食人花怎么不算花泥？瓦勒里安在水潭中翻滚了近半个小时，几乎摧毁了周围的一切，才逐渐平息下来。幸好他周围没有护卫侍者一类，否则早就在他的翻滚中死绝了。当然，这不是因为他想到了如今的画面而屏退了侍者，而是因为他不相信除了自己的一切事物，且抗拒暴露在外人眼中。如今的他只有3个爱好，首先是不断逼问别人我美吗？一遍又一遍，最后在自我陶醉中杀死别人。随后是嫉妒一切美丽事物，因而爱上了扒下他们的皮，缝合起来，掩盖自己如今丑陋的外形。第一个受到他关注的就是蛇人族，他这庞大臃肿的外形，到底多少皮才能掩盖？蛇人族如今已经灭绝了。最后则是征战。如果说安比瑟斯征召军队四处征战是体内暴虐的因子作祟，他则仅仅是因为太过无聊，所以喜欢看人厮杀，以此取乐而已。战争的输赢他并不在意，只是喜欢看着生命消失的感觉而已。这家伙的恶劣程度，在一众暗翼之中都是排得上号的。论战力，同样如此，强健粗壮的蛇身搭配上足以腐蚀安比瑟斯的蛇毒，极其棘手。但他此时的状态并不好。凯隐也不是暗杀雪熊时的凯隐，在这片昏暗的森林里，阴影成为了凯隐的国度，也是敌人的坟墓。在蛇爪森林中，你发现了受伤不浅的魔蛇，与他大战一场，你最终斩杀了魔蛇。临死前，瓦勒里安恢复了神智。垂死的瓦勒里安飘在沼泽上，袒胸露乳，不过显然凯隐并不有观赏的兴致。瓦勒里安透过漆黑森林的缝隙，悠悠地看向高挂于天际的太阳，似哭似笑。原来摆脱这一切的方法这么简单，为什么我却一直以来想不到、做不到？因为你被黑渊给控制了，就跟这把愚蠢的镰刀一样。被控制吗？瓦勒里安咯咯一笑，早知道有今天，我应该死在虚空战场上才是。瓦勒里安看向凯隐，说出了与安比瑟斯类似的话：少年，如果可以的话，就让暗翼终结在你手中吧，让我们解脱出来，我们也曾是旧时的飞升者啊。对了，享受着死亡前的宁静的瓦勒里安忽然说道：
也许你可以去寻找雷莫斯与德雷斯兄弟，我总觉得他们并没有变为暗翼，他们拥有预言的能力，也许早就看到了什么。瓦勒里安死后，凯隐就地为他挖出一个坟头，把他埋了进去。有一件事他没有说错，无论暗翼带给这个世界多大的伤害，他们当初作为飞升者，舍生忘死陨落过半，抵抗住虚空入侵的荣光，不该被抹杀。呸呸呸！凯隐，你应该让我吃光瓦勒里安的血肉，而非血肉上的淤泥。挥着镰刀挖坑的凯隐忍无可忍，滔滔不绝，滔滔不绝。拉亚斯特，你为什么越来越话痨？你能不能让你的嘴和我的耳朵消停一会？凯隐，我只是想让我们的感情更好一点。不，嘘，哟，闭嘴！陈明晃了晃头，凯隐的所见所感与他相通。这个血暗翼拉亚斯特，不得不说，他的话真的太多了。不过，现在让他深思的并非拉亚斯特如此话痨的原因，而是凯隐收到的一张纸。杀死了瓦勒里安的第5日，你即将动身去寻找他所说的预言双子雷莫斯与德雷斯时，你收到了一封信。这是由一个被控制的暗翼使者送来的信，注明正是雷莫斯与德雷斯。信里只有3个字：阿兹尔。很显然，这对预言双子是真的有实力的。凯隐正欲动身，他们就已经把信封送到了。信封上的阿兹尔3字算是他们的提示。阿兹尔，兜兜转转又回到了阿兹尔。陈明皱眉，在内瑟斯的叙述中，阿兹尔的一生轨迹分明，是一位无可指摘的好皇帝，称得上鞠躬尽瘁。现在预言双子提示阿兹尔，是阿兹尔有问题，还是说阿兹尔能给他提供什么帮助？收到预言双子的信件，你陷入了沉思。仔细思考之后，你发现自己什么都没有想出来。最后，你决定 A 寻阿兹尔 ，B 猎杀暗翼 ，C 抓住双子。喜欢当谜语人，陈明冷笑，直接选择去抓住双子。这种喜欢说话说一半，去当谜语人让人猜谜的，就该被吊起来打。内瑟斯也曾说话只说一半，陈明没有选择动手，因为根本不可能打得过。结果，现在这对预言双子也来搞这套。从拉亚斯特那边得知，预言双子因能力而地位尊崇，但他们的战力却很低。像内瑟斯那种打不过的就服软，预言双子这种，陈明可不惯着他们。毕竟，这对预言双子空有暗翼的恐怖名号，实际上却是3米高袖珍体型的双头仓鼠。事实上，预言双子主动送来信封，就是一种服软的预示。你选择抓住双子，仔细问话，令散布天下的幽冥教徒搜寻预言双子。你也跟随着他曾显露的踪迹开始追踪。太阳历2275年，你找到了预言双子的踪迹。在追踪预言双子的路上，你遇到了有史以来最强大的敌人——剑魔亚托克斯。猩红的双眼在晨雾中晕出血色，威严的身躯每一次迈步都会引起地动，广阔而又破碎的双翼舒展开，一柄血色巨剑仿佛在呼吸一般，剑身末端是一颗磅礴跳动的硕大心脏。凯隐在那把剑上感受到了拉亚斯特一般的气息。我猜他跟你是一伙的。凯隐打趣。亚托克斯，我们老相识了。拉亚斯特语气复杂，一副有资格的躯壳。亚托克斯猩红的眼眸看向了凯隐，他曾与拉亚斯特一样被封印起来，化作了自己手中的那把剑。自他从那把剑中脱离出来，就一直在寻找一个合适的宿主。原因是他过于强大的力量无人可以承载。他曾附身于一个又一个宿主，却发现这些人类太过弱小，他们的身躯总是会轻易的破碎成块，所以他最后只能勉强用几千副人类躯体搭配上暗翼魔使，拼凑出这个暂时的躯壳。不过现在，他想他已经找到合适的宿主了。第75章同归于尽。那是多久之前了？他从最伟大的飞升者到一把无用的剑。亚托克斯开始思考。100年？不是200多年，不，时间无法衡量他的痛苦与憎恨。他曾是烈阳最完美的体现，是理性、荣光与炽热的代表。他的双翼仿如黎明时分的金光，盔甲闪亮，如同深空巨为背后引人遥望的星座。他在最雄伟的战争中守护过这个世界，以飞升者的荣耀，直至他被那些渺小的凡人安上所谓暗翼的名号，又被卑劣的同胞封印在那把随他征战数百年的剑里。黑暗，那里只有黑暗，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他竭力呼吸，却痛苦万分，周围是空荡荡的，似乎不存在空气的概念。于是喉咙与肺叶就像是被攥住一般，胸腔开始抽痛，并愈演愈烈。他的四肢和肌肉全都不听使唤，他不能呼吸，他快憋死了，整个身体都在麻木中失去知觉。他想大叫，想撕开自己的脸，想嚎啕大哭，可他被定住了，不能动，动不了，如同被浇筑在立柱之中活埋，却要忍受数百年的窒息与将死。痛苦与憎恨取代了他的所有，荣耀、自尊，那些都远去了。他也曾卑躬屈膝地开始向黑暗祈求，但没有回应。
于是，当他终于夺舍了一个愚蠢的、试图掌控他的人，他开始微笑。亚托克斯明白了，这个世界需要他毁灭。数百年的空寂让他开始自言自语，说话与呼吸，这是值得尊重与享受的事情。亚托克斯，他说，我们会一直前进，一直前进，一直走到世界毁灭的地方去。不过首先，他需要一副躯壳。凡人的身躯太脆弱了，连拿起他的资格都没有。于是他最后只能用无数尸体的碎块与流淌在淤泥中的鲜血，粗暴地拼凑出一副能动的肉身，拙劣模仿着他曾经光荣的模样。可烈阳不在，唯有污血腐肉。破溃的身躯无时无刻都在提醒他，这只是另一个囚笼，他需要更鲜活的肉体。雷莫斯与德雷斯那两个绒毛玩具没有骗他，这里确实有一副完美的躯壳。亚托克斯破烂的双翼舒展开，拉亚斯特，在我切碎你之前，从我看上的宿主身边滚开，否则我并不介意把你扔到卢卡斯农具市场出售。拉亚斯特冷声道，亚托克斯，你一如既往的目中无人。他是我的。什么你的我的？凯因冷笑一声，继一把农具镰刀之后，又来了一个烧火棍大剑。拜托，我并没有退休后干农活的志向。很显然，双方都是人狠话贼多的类型。在互相进行语言攻击之后，大战爆发。暗翼剑魔亚托克斯还是飞升者时，他是太阳神朝最负盛名的飞升神将，也是最强的飞升者之一。即使如今他用烂肉拼凑躯体，如同野兽一般肆意发泄自己的毁灭欲望，精湛的战斗技艺依然无处不在。随着你在他的身躯上砍骨切肉，你发现他在不断用碎肉拼凑出新的躯体，且随着身躯变小，他变得更加灵活。凯隐陷入了苦战，如果没有完全掌握暗影之力，此时他恐怕已经被亚托克斯杀死。毕竟亚托克斯的战力更在安比瑟斯与瓦勒里安之上。凯隐开始捉襟见肘，时刻面临死亡风险。原因是亚托克斯拥有一种诡异的领域类型能力，覆盖了周围近方圆1里的范畴。周围暗无天日，满是飘散的烟尘，破碎的大地与断壁残枝提示他，这里仿佛是一处古战场。在这里，凯隐无法逃避，只能与亚托克斯正面血战。拉亚斯特斯惋惜道，凯隐，看样子你的好日子要到头了。与其便宜了他，你不如把你的身体交给我吧。闭嘴，你要我就给。拉亚斯特故作委屈，我要你也不给。凯隐，咱俩之间到底是怎么了？我们明明好成这样，咱俩在一起可都几10年了。我很讨厌你这么说。早就习惯耳边一直有人说话的凯隐并没有被干扰，然而这一回对手却不像那道暗影一样好对付。你游走鏖战数小时，不止一次将亚托克斯切碎，但他总能再次站起。最终暗翼魔剑刺穿了你的身体，你感受到一股混乱残暴的意志开始入侵你的心神。不，眼看自己辛辛苦苦陪伴了几10年都没有得到的人，即将被一个见面才刚有几个小时的人夺走身体。拉亚斯特彻底疯狂，凯隐已经陷入濒死的虚弱之中，此时正是夺舍他的好时机。于是也不管凯隐的身体能否承受2尊暗翼意识同时入侵，暗翼魔镰上血色涌动。最终那只代表着拉亚斯特的眼睛闭合上，拉亚斯特的意识也冲入了凯隐的身躯之中。然而想象中的凯隐的心神直接被暗翼意识碾碎的局面并没有出现。吞下暗影之血，彻底掌握了暗影之力的凯隐发生了某种连劫都未曾想过的变化。凯隐的心神竟然是一道暗影，躲避着2道暗翼意识的轻碾。虽然迟早会被碾碎，但至少现在他还保留着自己的意识。那就一起死在这副身体里吧。凯隐的意志在临死时依然没有动摇，手持暗翼魔镰猎杀暗翼。凯隐从来没有考虑过全身而退，即使身怀太阳之火，他也明白有一天也许自己会被拉亚斯特夺舍。拉亚斯特的话痨无话不谈，只是因为他如同亚托克斯一般被困顿太久而无聊多话而已。所谓的温情只是表象，他夺舍自己的想法从来没有变过。因此凯隐早就做好了准备。一道阴影缓缓在凯隐身后站起，他手中持着暗影巨镰4漫10块的斩下。凯隐身死一分为2，不保留任何一丝侥幸的想法，决绝至极。他的肉身绝不会为暗翼所利用。不，我已经等待了上百年。不！伴随着怒吼声，2道暗翼精魄被迫从已经身死的凯隐躯体内离开，他们被封印着各自精魂的武器吸走，意识再度陷入了黑暗之中。也许100年，也许永远，他们只能待在暗无天日的虚无之中。这就是凯隐的决心。第76章，不为人知的真相。你在寻找预言双子的路上遭遇了暗翼剑魔亚托克斯，并与之大战一场。由于他的战争领域，你退无可退，落败后陷入濒死。但你坚韧的意志与决绝的自杀，不仅杜绝了暗翼夺舍你的身躯，更是机缘巧合之下再度封印了2尊暗翼。
你死了。第二次模拟结束。第二次模拟结束，陈明长出了一口气。由于3次亲自干涉机会用尽，他后半段只能看着凯隐操作，而凯隐显然不负英灵之名，在暗翼的倾轧下保持住了意识，用自杀的方式完成了另类的同归于尽。第二次模拟总结：太阳神朝末年，你重生归来，立志杀死所有暗翼，平复混乱的天下，再次拜桀为师。面对桀，你选择袒露自己的天赋，最后获得了桀的支持，提早接触到引流秘术与暗翼魔莲拉亚斯特。杀死一众暗翼魔使之后，你威名远扬，人称引流之莲。随后，你找到了位于死寂领域内的太阳遗址，与大神官内瑟斯以及太阳君王阿兹尔交流，并获得了压制暗翼侵蚀的太阳之火。身披飞升战甲，燃烧太阳之火的近似于飞升者的形象为人称道。你始终不忘自己的使命，杀死了血熊、安比瑟斯与魔蛇瓦勒里安。魔神一般的暗翼被人类杀死，天下震动欢呼，以暗翼杀手纪念你的壮举。但在追踪预言双子的途中，你遭遇了暗翼剑魔亚托克斯。战败后，你玉石俱焚，虽身死，却再度封印了2把暗翼魔武。你虽然身死，但在你的努力下，其余暗翼一时胆寒，不敢兴风作浪，天下暂时安定。然你身死后20年，虚空再度入侵，冲破封锁，天下大乱。虚空入侵，暗翼作祟，民不聊生，生民愈发怀念那道手持暗翼魔莲的身影。英灵已铭刻。等等，虚空入侵。陈明一惊，他本以为凯隐死后的剧情应当是人族经过艰难的抵抗，最终杀死暗翼。随后，大前开国皇帝陈安登场，终结乱世，开国大前。然而，这一次模拟之后，竟然跟着虚空入侵的环节。导致陈明感到始料未及的是，虚空裂缝黑渊分明被内瑟斯与阿兹尔稳稳控制着。在第一次模拟之后，陈明登录历史学者搜寻史料，并没有查找到有关虚空入侵的史料。也就是说，虚空入侵是第一次模拟不曾出现，而第二次模拟出现了的。纵观与此有关的事情，也只有第一次模拟凯隐始终未曾找到太阳遗址，而第二次模拟找到了。但值得去深思的是，凯隐的到来其实对于虚空爆发并没有任何直接的关系。他虽然与内瑟斯、阿兹尔有过接触，但真正镇压虚空的是阿兹尔所点燃的太阳。只要太阳不陨落，黑渊就永无出头之日。第二次模拟中，阿兹尔虽然给了凯隐一团太阳之火，但并没有太大影响，不会导致太阳陨落、虚空入侵。陈明开始思索，抛开直接影响的话，他干了什么事情间接导致虚空爆发？在第二次模拟中，他最大的改变就是获得太阳之火，从而抵御住拉亚斯特的侵蚀。2尊暗翼的身死以及2尊暗翼的封印都是在此之后，因为他的改变导致了4尊暗翼的消失。除此之外都是小变动，而且几乎与虚空无关。所以说4尊暗翼消失对应着虚空爆发。陈明拿出2张纸，2张纸以时间顺序依次排列记录下他在2次模拟中所做的较为重要的事情。思索良久，陈明灵机一动，他终于想到了一个合理的猜测。4尊暗翼消失确实对应着虚空爆发，但并非是这4尊暗翼消失导致了虚空入侵的发生，而是他们的消失导致了第二次虚空入侵，为外人所知。即第一次模拟中同样有虚空入侵的发生，只是由于史料的缺失，最终不为外人所知。而第二次模拟却有了虚空入侵的记录。第二次模拟中虚空爆发，少了4尊暗翼，虚空生物冲出了封锁。这中间的逻辑关系是什么？以最直接也最有可能的思路来看，是这4尊暗翼参与了第二次虚空入侵，他们再次抵抗虚空，于是虚空生物未能冲出封锁或影响极小，因此在第一次模拟中没有虚空2度入侵的记录。思路走到这里，陈明忽然想起了另外一个也许可以成为暗翼再度抵抗虚空的论证的事情。在第一次模拟留下的记录中，凯隐身死后，桀或者其他幽冥教徒以凯隐的名义引领人们抵抗暗翼，最终成就了英雄级8潜力的幽冥之主凯隐。而能有如此高的评定，是因为幽冥之主凯隐一生的履历中拥有极其辉煌的战绩，他曾击杀2名暗翼。当时的陈明并没有想到这个战绩有多么耀眼，现在正好有了比对的对象。反过头去看第二次模拟中凯隐击杀2名暗翼的经历，第一个死于他手的暗翼是血熊安比瑟斯。这一战凯隐拥有极大的优势，安比瑟斯受伤不轻加被偷袭加拉亚斯特的嘴，使他暴怒，加陈明亲自干涉，战力翻倍。就这还险些没打过，结果是濒死的安比瑟斯恢复了自我意识，自杀而死。第二个是魔蛇瓦勒里安。瓦勒里安与安比瑟斯大战一场，同样受伤不轻，也被凯隐偷袭。而且要注意，此时的凯隐通过了连引流之主桀都没有通过的暗影终极考验，在自我意识中杀死了暗影，彻底掌握了暗翼之力。所以
他此时的模板是最顶级战斗天赋加最顶级暗影魔法掌控者加完全掌控暗影之力加太阳之火，如此累积才得以杀死魔蛇。现在拿着第二次模拟中凯隐的模板去反向对比幽冥之主凯隐，即使这个名号下的真身是影流之主劫，与第二次模拟中全盛时期的凯隐相比，也显得不够格，根本没有正面阴风暗翳的可能。所以幽冥之主凯隐杀死2名暗翳的真相究竟是什么？第77章，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如果说人族强者不够强，那么暗翳可以被削弱吗？再搭上虚空2度入侵，暗翳们参与了抵抗虚空2次入侵的战争，最后惨胜，陷入了虚弱状态，被钻了空子，这才战败身死。陈明的思路瞬间完全打通，否则不仅是幽冥之主凯隐能杀死2名暗翳，显得强到离谱，同时代还有其他英雄豪杰能杀死暗翳，那就是更离谱了。所以第一次模拟确确实实应该视野爆发的虚空2次入侵，推断完全合理。通过分析2次模拟总结以及其余种种蛛丝马迹，陈明最后得出结论，在他所看到的模拟画面之余，史料之外还发生了2件没有被历史记载的重大事件：虚空2度入侵与暗翳2度参战。但问题是，他们凭什么再度抵抗虚空？陈明喃喃思索。从本源上而言，暗翳已经变成了一种类似虚空生物的东西。安比瑟斯暴虐鲁莽，瓦勒里安残忍恶毒，亚托克斯变成了只有毁灭欲望的疯子，拉亚斯特是个话痨。就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指望他们主动去现身，去对抗虚空，根本不可能。但事实就是，陈明目光悠悠，他们确实参战了。是什么导致他们参战？对虚空的憎恨？被人强迫？还是……回顾了太阳神朝的崩塌全过程，陈明注意到了一点：也许太阳神朝崩塌的起源不是虚空战争，不是飞升者腐化，也不是阿兹尔消失导致王位空缺，而是最初那个被太阳神朝强行征服，而后复国仅仅1天就被虚空吞噬的小国艾卡国。陈明想到了一个猜测，一个如果可以证实，那简直比暗翳们是为了爱与正义而2度抵抗虚空还要具有颠覆性的猜测。可能吗？也许非常有可能。陈明自语了一声，开始了对2次模拟的完整复盘。半晌，他睁开眼睛，没错，应该就是这样。看似不合理，其实非常合理。也许想要完美通关太阳神朝末期这个副本，猎杀扰乱世间的暗翳，竟然从头开始就是错的。陈明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暂时放下心中翻涌的想法，陈明召唤出第2次模拟塑造出来的英灵。英灵信息：姓名凯隐，称号影流之镰，太阳使者，暗翳杀手，品质英雄，可觉醒次数3次，觉醒状态未觉醒。05暗翳魔镰拉亚斯特，未觉醒。潜力6，属性力量 D 加，速度 C， 防御 D， 耐力 D， 灵力 D。技能断魂刃，未觉醒。掠影步，未觉醒。猎摄影，未觉醒。从属性面板上而言，幽冥之主凯隐更在暗翳杀手凯隐之上，原因是暗翳杀手凯隐倒在了天下大定之前，而且最后临死前封印了2把暗翳魔武，无人知晓。论实际战力，幽冥之主凯隐弱于暗翳杀手凯隐，但暗翳杀手凯隐的传奇度略逊幽冥之主凯隐。英灵产出的属性面板是英灵生前实际战力与英灵传说度共同塑造，暗翳杀手凯隐略逊色于幽冥之主，这个评定还是很合理的。不过陈明对此并不在意，他还有2次机会，完全有可能塑造出更强的英灵，比如避开暗翳剑魔。得益于金玉露牌风油精，陈明的精神强度提升不少，此时感觉状态还好。趁着思路清晰，他直接开始了第3次模拟。第3次投影模拟开始，时间太阳历2237年蒲月19，地点五州，姓名凯隐，身份普通氏族，9岁，状态极差。锚点1、2，时间太阳历2260年，地点影流密地，姓名凯隐，身份影流之刺，状态较差。锚点1、3，时间太阳历2265年，地点死寂领域外，姓名凯隐，身份影流之镰，状态良好。剩余模拟次数1。英灵之书有一个很实用的功能，那就是它会自动记录下每一次模拟重大事件前后，并以此生成一个锚点。更具体的锚点生成规则目前未知。这个功能很好的一点就是，如果使用者认为自己已经打出了一个完美的不需要改动的开头，就可以用这个功能跳过一大段剧情，节省精力。除此之外，3次亲自干涉机会都是刷新好的，
不会因该锚点使用过亲自干涉而缺少。譬如，在现在的锚点13中，截取的锚点时间点是太阳历2265年，地点是死寂领域外。此时的他已经使用了一次亲自干涉的机会，通过摊牌的手法，在杰那里提早得到了引流秘术以及暗翼魔莲拉亚斯特。如果陈明选择了锚点13，则他直接来到太阳历2265年，且3次亲自干涉机会全在。此前的陈明在数次模拟中从来没有用过这个功能，因为他几乎都是重头来过，改变以往的错误。不过在这一次模拟中，他认为自己前面的行为非常合理，真正的改变需要进入死寂领域，见到内瑟斯与阿兹尔才开始。因此，他直接选择锚点13，既节省时间，又省下一次亲自干涉的机会。你选择锚点13，手持暗翼魔莲的你，深刻意识到自己必须想办法抵御侵蚀，否则将会被这把嗜血的镰刀控制。为此，你踏遍天下，想要寻找到太阳遗址，以此寻求抵御之法。在黑渊死寂领域外，你忽然大梦一场，梦到了自己进入死寂领域，以及随后10多年的经历。梦醒时分，你心中有了新的想法，并决定实践。第3次模拟开始，走入死寂领域，你看到了梦境中看到的那些扭曲虚空生物的尸体，以及骨灰一般的灰白细沙，这让你确定了心中的猜想。一段时间之后，一场熟悉的沙漠风暴席卷而来，你看到了威严肃穆的大神官内瑟斯。你选择 A 尝试交流 ，B 斥其失职 ，C 与之交战 ，D 亲自干涉。亲自干涉，你选择亲自干涉。看着眼前耸立的高大庄严的拳手人身大神官，陈明毫无惧色。他直接开门见山：大神官，我遵循太阳神的旨意，从未来重生而来。在未来，虚空2度入侵，世界迎来末日。V 我一团太阳真火，听我就是大忌。内瑟斯不为所动。你说你是重生者，如何佐证？陈明深深道：末代太阳君王阿兹尔是第一个暗翼，不知这个能否证明我的重生者身份？第78章，第一个虚空感染者。内瑟斯深深沉默。陈明见状，瞬间知道自己这个猜测算是猜对了。嘻嘻，他信了，他真的信了。是的，他没有任何证据能够直接判定阿兹尔为暗翼，说出这句话只是为了炸一下内瑟斯而已。方才他自言是遵循太阳神旨意而重生归来的重生者，将内瑟斯的注意力吸引在重生者3个字上。听到他询问如何自证重生者身份的时候，陈明知道他的注意力已经被带偏，立刻信誓旦旦地说出阿兹尔是第一个暗翼，仿佛这件被他隐瞒100年的密事在未来已经不是秘密，可以佐证重生者身份。这样的姿态是在告诉内瑟斯，我知道阿兹尔是第一个暗翼，我说出这一点只是为了证明我确实是重生者。内瑟斯根本没有想到陈明的谈话顺序并非是为了证明自己是重生者，而是为了炸他的反应。在第2次模拟中，陈明已经得知内瑟斯与阿兹尔并非是简单的君臣关系，还有亦师亦友的关系。显然这个庄严肃穆的狗头人虽然帮助阿兹尔隐瞒了一些事情，但他的内心一直饱受折磨。他一直认为是自己的偏颇助推了神朝的崩塌，而陈明心中已经得知了阿兹尔确确实实早已变成了暗翼，心中彻底笃定了一切猜测。整个虚空暗翼事件已经脉络清晰，不过在执行一些事情之前，他需要得到内瑟斯的信任。于是陈明将第2次模拟中发生的事情和盘托出，重点描述了他与内瑟斯交流的画面，让内瑟斯确切地相信自己确实是重生者。而听完陈明诚恳而完整的叙述，得知他身死之前2次虚空战争都没有爆发。渊博的内瑟斯哪里还不知道自己一开始就被炸了？不过内瑟斯叹息一声，这也是他咎由自取。显然眼前的年轻人对他保留有一定的怀疑，害怕他为了神朝的威严而隐瞒事情的真相。你猜得很对，阿兹尔确实是第一个，但他不是第一个暗翼，因为暗翼是人们对堕落的飞升者的蔑称，而阿兹尔在被虚空感染的时候根本不是飞升者。随着内瑟斯的低语，当年完整的事件走向缓缓浮出水面。跟陈明猜想的一样，一切的开始不是虚空战争爆发，而是要追溯到艾卡国复国。艾卡国这个人类小国曾被太阳神朝征服，彼时的太阳神朝虽然正值兴盛，但由于它是由异人组建起的国家，十分排斥非异人族群，艾卡国自然就在他们排斥的对象中。关于这一点，最强烈的体现就是只有异人有资格接受太阳神盘的洗礼，成为飞升者。而也曾星月臣服的艾卡国，在臣服上100年之后，连一次飞升者提名的资格都没有，这使得艾卡国国内的复国热潮高涨。太阳神朝幅员辽阔，被其碾过的人族国度有很多，类似的事情也不是1次2次了。太阳君王并没有把这放在心上。恰巧彼时的小皇子阿兹尔临近成年，不喜欢这个小儿子的太阳君王，干脆就让他去治理艾卡国。
最后的结果是，天资聪颖的阿兹尔却治理得一塌糊涂，无奈返回了神都。当然，这是以内瑟斯当时的视角看到的事情。直至神朝崩塌，意识到自己所侍奉的太阳君王阿兹尔竟然早已被虚空感染，回过头去看以往的一切，内瑟斯才看到当年事件的另一副样貌。当初来到艾卡国的阿兹尔立志要好好治理这个国家，然而不知是偶然还是被人算计，他来到了黑渊边缘，并被虚空感染入侵。最可怕的是，这道深渊他是活的，他有自己的意识。那股邪恶的意志钻入了阿兹尔的身体里，瞬间占领了他的一切。就这样，被虚空意志附身的阿兹尔回到艾卡国，随后虚空意识感染了当时的艾卡国国主以及一众国家高层。在整个艾卡国高层全部被虚空意志占领之后，他们自然而然的因为自我意识而产生了释放黑渊来对抗战无不胜的飞升者这样的想法。而这也就解释了许多历史学者，尤其是亲自近距离观察过黑渊的臣民所疑惑的一个问题。固然在艾卡国国民眼中，太阳神朝与飞升者绝对算不上好东西，但是那种紫黑色散发怪诞微光的扭曲虚空生物，以及深不见底的黑渊，又怎么算得上正面？那种幽深磅礴的力量，艾卡国又怎么认为自己可以操纵它去对抗飞升者？果不其然，艾卡国释放黑渊解除封印的当日，虚空生物降临，用11天就吞噬了整个艾卡国领土的生机，将它化作了灰白色死寂领域。如今去看这段无法理解的历史，真相已经十分明了，做出释放黑渊决定的并非艾卡国，而是那道虚空意志。此时随着艾卡国的覆灭，虚空战争爆发。然而携带着虚空意志的阿兹尔早已回到了神都之中，坐在图书馆中若无其事地与内瑟斯一同读书。没有人想得到，释放黑渊的罪魁祸首不是已经覆灭了的艾卡国，而是这个瘦弱内敛的小皇子。但同样令这道虚空意志想不明白的是，这个时代居然还有飞升者这种怪物一般远超时代上限的战力单位存在，不是一两个，而是几十近百个，而且他们全都是内心忠诚，愿意为荣耀、为国家付出生命的人。这群人跟神经病一样，舍生忘死，朝着虚空发起冲击。在这些飞升者的带领下，太阳神朝猛攻近100年，竟然硬生生的把虚空生物给几乎全都干碎了。坐镇神都、坐等胜利的虚空意志都给打懵了。但虚空虽然在正面作战上失败了，却还有后手可以操作。前后不到3个月，无论是坐镇四方还是前线作战，太阳君王的10几名皇子皇女全部身死。随后太阳君王同样身死前线。阿兹尔虚空感染，登临皇位。不过彼时的虚空败局将定，又有内瑟斯这个渊博深沉的老怪物时刻盯着。虚空意志显然知道现在不是反水的好时机，于是他隐藏下来，封印了虚空。但这就是他的可怕之处，这代表着他必然还有更深远的谋划。第79章，阿兹尔。早已被虚空感染的阿兹尔登临了太阳君王的宝座，并在虚空战争结束后拥有很大的声望。太阳神朝的核心太阳圆盘固然归大神官与一众太阳祭司看管，但他身为太阳君王，也时常能接触到。如今去看那段飞升者暗异化的历程，就会发现他们拥有一个共同点，在发现虚空侵蚀不断加深之后，所有飞升者都曾不止一次地接受太阳圆盘的洗礼，尝试抹除虚空侵蚀。最终的结果是，几乎所有参战的飞升者都堕落为暗翼，太阳神朝分崩离析。很难保证这里面没有阿兹尔下的手脚。阿兹尔的目的不仅仅是感染飞升者，他还要夺走太阳神朝的核心，自己登临飞升者之位。这也是得知真相后内瑟斯极度内疚的一个源头。由于他的私心，阿兹尔得到了迎接飞升仪式的机会。若非跟随在阿兹尔身边的那个忠心耿耿的侍卫在最后关头发现了什么，将阿兹尔从太阳神梯上推下，致使阿兹尔的飞升仪式失败，也许拥有了飞升者力量的阿兹尔早就揭开深渊的封印，统领了世界。在第2次模拟中，安比瑟斯怒斥阿兹尔是罪人，也找到了原因。堕落为暗翼的安比瑟斯终于得知，原来他所效忠的皇帝早已是感染者。总之，那个致使阿兹尔飞升失败的背叛者拯救了这个世界。内瑟斯也终于因此而后知后觉地觉察到许多值得怀疑的事情。最终内瑟斯确定了源头，阿兹尔早在100年前就已经被虚空感染，自己所尽心尽力辅佐的，当作后辈照看的，是毁灭了他侍奉奉献一生的国家的凶手。最后内瑟斯将阿兹尔抛入太阳中，镇压着虚空。听完内瑟斯的叙述，陈明总算知道上一次模拟中内瑟斯的叙述为何可以这么情深意切，导致他没有产生任何一丝怀疑。原来彼时的内瑟斯讲述的是他受蒙蔽时的视角，说的全是实话，只隐瞒了阿兹尔是虚空感染者这一点而已。多年悲苦情绪累积之下，怎么可能不情深意切？至于上一次模拟中内瑟斯欺骗他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并非内瑟斯背叛了神朝，为背叛者掩埋历史真相，
而是因为他觉得，既然神朝都已经崩塌，那就把一切罪责都推到堕落的暗翼们身上吧。末代太阳君主阿兹尔不是背叛者，而是为神朝奉献一生，最后化作燃料镇压虚空而死的君王。这是他身为太阳神朝的臣子，能给自己的国家保留的最后的体面。其余的疑惑都已经得到解答，臣民只剩下最后一个疑问：既然阿兹尔已经被虚空意志附体，那么他为何让暗翼对抗虚空？能够把这个问题锁在阿兹尔身上，是因为与二次虚空大战有关的所有人的面孔都已经看清，只有阿兹尔尚且有一定的模糊。勾三股四弦五已经确定，这个三角形必定是直角，暗翼将在未来与虚空发生大战。目前看来，只有卡在其中，位置极其关键的阿兹尔可能做得到这件事情。那么，即使阿兹尔这么做的可能性再低，也应该是他做的。至于为什么不怀疑同样面目不清的劫，第一，劫虽然神秘，但他没有接触暗翼或虚空或太阳之火，甚至就连暗影之力都没有完全掌握，战力水平不匹配，就注定了他接触不到这个时代的顶点。第二，在第二次模拟结束后，由于凯隐身死在外，劫没能继承他的遗产。随后，陈明登录历史协会账号进行检索，发现直接找不到劫这个人物，由此基本可以把劫当成小人物排除在外了。当然，劫仍然在陈明的怀疑目标之中，只是优先级远在阿兹尔之下。陈明问起这个问题，内瑟斯沉默了一下，他悠悠道：“其实你理解错了，阿兹尔的情况与其他暗翼不同。我说过，那道深渊是活的，他有自我意识。这股虚空意识入侵了阿兹尔，并潜伏在阿兹尔体内。近1000年前，那道意识入侵了尚且年幼的阿兹尔，但他并没有抹去阿兹尔的自我意志，而是让他忘却了这一段经历，自以为无事发生。正因如此，一直以来与内瑟斯相处的都是阿兹尔的自我意识，所以内瑟斯才没有发现问题。那段时间里，确实是阿兹尔自己在尽心尽力地对抗虚空，只是每到关键时刻，那道虚空意识就会钻出来取代阿兹尔，完成一些事情，谋划着自己的计划。只可惜他上百年的忍耐，最后还是功亏一篑，如今与阿兹尔一同塞在了太阳里。内瑟斯告诉陈明，他不仅是向陈明隐瞒了阿兹尔是暗翼这件事，他甚至连阿兹尔都隐瞒了。时至今日，阿兹尔仍然认为自己是尽职尽责为神朝奉献一生的君王。当初黑渊暴动在即，也是阿兹尔自己主动提出要化身燃料，点燃太阳镇压黑渊。500年的痛苦早已足够偿还阿兹尔的过失，内瑟斯不想他还要承受心灵上的自责。但如果说未来虚空的2次暴乱真的与阿兹尔有关，他绝不能置身事外。内瑟斯沉沉说道，即使如今太阳神朝都已经消失，他与阿兹尔仍然要为此负责。这简单，我们直接去地下找阿兹尔不就得了？如果能直接阻止第2次虚空入侵的出现，那才是对天下的贡献，才算晚尊神朝。地下太阳堡垒，阿兹尔身居太阳之中，身上燃烧着火焰，太阳之火不断地提供能量给他，又从他身上焚烧榨取着新产出的能量。在这一进一出之间，太阳能量更为精纯，代价是他500年的痛苦。阿兹尔呆呆地望着头顶500年不变的天花板，显得有些无聊。亚托克斯被困在剑中，忍受了100年的痛苦，最终疯了，而阿兹尔在这里承载了500年的火焰。察觉到有人进来，阿兹尔脸上露出一丝笑容，内瑟斯，怎么有空来看我？你把外面的虚空生物清扫完了？随后他又注意到内瑟斯腿边看上去只有蚂蚁大小的人，这位是第80章暗翼会晤。内瑟斯沉声道，他名为凯隐，自称是重生者，我测了一番，应当所言非虚。内瑟斯说话一向保留3分，他说应当所言非虚，那就是认定为真了。阿兹尔啧啧道，重生者在古籍中倒是经常有看到，只是从来没有亲眼见过，现在倒算是开眼界了。在古籍中，许多生而知之者疑似重生者，或是古之大能转世重修，又有人出生时天降异象，十分唬人。不过阿兹尔一向把这些当作是故事来看，没想到眼前出现了一个疑似真的。于是他奇道，这位人族少年，你既然是重生者，不妨说说未来之事。虽然凯隐此时在年龄上已经不算少年，但阿兹尔受尽千载，称他一声少年还真没问题。听到阿兹尔的询问，陈明道，我说别的事情君王可能不太感兴趣，不如说一说与你有关的。哦，阿兹尔怔了一下，在他的预想中，自己最后的结局应当是老死在太阳圆盘之中，眼前这少年的意思是，未来他还曾做过什么？君王，未来30年后发生了虚空的第2次入侵，原因在我。阿兹尔轻叹一声，并无惊异，也无怀疑，回应得很快。他看了一眼神色平静的内瑟斯，心中瞬间完全明白，苦笑一声，看来你们都已经知道我被虚空感染之事。内瑟斯一惊，他是亲自调查后通过蛛丝马迹判断出阿兹尔有问题，阿兹尔又是如何知道的？阿兹尔道，
在这里几百年的时间，总归是无聊得很，没事干便回忆回忆往事，不知不觉中就推断出来了。他的声音很平静，没有什么不能接受的，时间会带走一切。如今他唯一的乐趣就是在意识中与那暴露了的虚空意志对骂。自从阿兹尔半飞升后进入太阳，虚空意志就失去了随时夺舍他的权利。这几百年来，反而被阿兹尔骂得基本不出现。阿兹尔本以为他已经无计可施，但是从凯隐口中得知，看来他最后关头还是失手了，否则虚空黑渊不该再度现世。看向内瑟斯，他道：“内瑟斯，为我找来一个接替之人。20年后他会自尽身亡，因此得提前找一个接替者，以免黑渊失控。”陈明知晓他意，道：“君王，未来发生的可不只是虚空入侵。根据我的推断，虚空生物并未走出死寂领域，而是被暗意扼杀于微末。”阿兹尔一怔，沉思良久，最后轻声道：“这样的话，完全明白了。内瑟斯，接替者不必找了，以你我的名义，将安比瑟斯他们全部招来吧。也许反攻的时机到了。”内瑟斯了然，颔首离开。陈明也点头。阿兹尔很果断，这样就不用他多费口舌了。而就在三人冷静交流的同时，发生什么事了？哦，喂，你们到底在说什么？君王真是暗意，虚空意志又是什么玩意？什么接替者？你们到底在说什么？喂，有人理我一下吗？有人吗？拉亚斯特嘶声呐喊，他根本听不懂啊。他只是一开始走神了一下下，为什么后面的对话全都听不懂了呀？这其实不能怪他，三人掌握的信息都很完善，只缺彼此所知道的个别隐秘信息，就能排列出整个事件的全貌。唯有拉亚斯特本来就脑子不好使，又什么都只是一知半解，听他们的对话当然像是在听天书。陈明微微一笑，这尊暗意若非一心想要夺舍，其实倒是蛮友善的。可惜现在看来，他与凯隐是必然你死我活，二者存一的局面。搞定了阿兹尔这边，陈明浑身轻松。由于阿兹尔已经决定与黑渊殊死一搏，因此他此番给凯隐用于抵御拉亚斯特的太阳之火格外的多。现在凯隐在这场比拼中占据了绝对优势，能彻底抹除拉亚斯特的也说不定。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这一轮应该就能完美通关太阳神朝末年副本了。现在陈明只剩下最后一件事情要做，最大限度地提升凯隐的战力，争取在后续的战斗中存活下来。回到幽冥密地后，他与杰友好交流一番，随后通过了引流终极考验暗影之血，彻底掌控了暗影之力，结束干涉。你大梦一场，知晓了未来之事，通过与内瑟斯以及阿兹尔的交流，最终确定了反攻黑渊的计划。随后你回到教派，通过考验，彻底掌握了暗影之力。后续的时间里，你磨练着自己的技艺，迅速掌握了太阳之火。太阳历2266年，你应约再度前往死寂领域。凯隐行走在死寂领域那股灰色的寂静沙漠上。拉亚斯特，这个地方让我生厌，它太安静了，而且危险。当然，有你就不一样了，你有够吵的。哼，我能把这当作是夸赞吗？对于一把古老镰刀而言，我想除了用你去挑粪，没有什么不是夸赞。那我应当感谢你，是吧？理所当然。太阳堡垒身居抵抗虚空的前线，曾恢宏庄严，又深沉厚实，透着烈阳的炽热。当然，这是过去，现在这座堡垒已经深埋地底数百年，不漏风，但漏沙。呸呸！凯隐吐出嘴里的沙子，每次来到这里都是这样。奇怪，我为什么要说每次？提着镰刀的凯隐是最后到场的，此时会场里相当的热闹。阿兹尔身处烈阳之中，算是他的王座。大神官内瑟斯侍奉其下，位置超前。血熊安比瑟斯是带着自己的仆人来的，事实上他现在仍然坐在几百人共同抬着的由金银宝石共同打造的奢侈辇车上不曾下来。魔蛇瓦勒里安为了今天的会面特地准备了一番，具体表现为他前些日子屠了一个城镇，并令下人用那里的布匹、丝绸以及各类生命的皮给自己缝制了一身美丽的衣裳，用于出席今天难得的会晤。第81章，会议的主旨是友好交流。与这两个姿态嚣张的相比，魔焰狼塞拉尔显得谨慎得多。他环视着周围的一切，身上永不熄灭的魔焰稍微收敛了一些。这些昔日同僚的战力大都在他之上，而且消失已久的大神官与末代君王居然同时出现，总感觉有阴谋的气息。他随时准备跑路。风暴内亚菲利则是很无聊，他一只眼睛破碎，现在换成了镶嵌上去的红宝石，另一只则是蛇一般冰冷的树瞳。他此时看向这个令他们高贵的飞升者等候的人类，在思考干脆吞了他得了。与这些凶神恶煞们相比，在第二次模拟中疑似用计引来剑魔亚托克斯，杀死了凯隐的预言双子雷莫斯、德雷斯，显然格外萌。这家伙是一个长相人畜无害的3米高圆滚滚身材的双头仓鼠。剑魔亚托克斯则没有来，
原因是他认为这是一场极其愚蠢的会面。扫视了一圈，凯隐伸了个懒腰，拉亚斯特，看看这些长得都是什么尊容。我忽然觉得你格外的顺眼。那是当然了，想当初我也是像你一样的美男子啊。这句话说我只能认同一半。这样刻薄的性格真让人讨厌啊，凯隐。不过我喜欢。随便你。看着肆无忌惮的交谈的人与镰刀，数名暗翼瞬间被激怒。血熊安比瑟斯受不了有人在自己面前这么张狂，甚至还似乎透着一丝装逼的优越感。魔蛇瓦勒里安感觉他们在质疑自己的美貌，自己明明已经披上了最好看的皮。风暴纳亚菲利则是单纯的不耐烦。就在他们即将出手之前，太阳中的阿兹尔发话了：好了，会议尚未开始，混战大可不必。几名暗翼纷纷收敛，微微向天上的太阳低头。即使他们如今已经堕落为暗翼，但内心仍然对太阳抱有一丝尊崇。更何况大神官与君王仍然保持着高贵的飞升者姿态，他们自惭形秽，如何敢放肆？雪熊最是惊异，他知道一些内幕，但看着现在的场景，他有些拿不准了。阿兹尔额外看了凯隐一眼，总觉得他比1年前张扬许多。与这些躁动焦虑的暗翼相比，3米高毛茸茸的双头大仓鼠预言双子是唯一一个好端端坐在准备好的位置上的。他们的眼神与姿态中透着宁静，仿佛已经知晓了接下来的事情。一众暗翼随意列坐，阿兹尔示意他们稍安勿躁，沉吟一声，他道：今日诸位能来到这里，我很高兴。我相信大家心中都有怨恨以及疑惑，为什么我与大神官消失了500年之久，又为什么在此时出现？这个问题暂且搁置，你们很快就会明白。接下来请允许我郑重地向你们介绍引发我今日征召你们的人族少年凯隐。凯隐随意的点点头，算是打了个招呼，而这一举动便瞬间让几名暗翼怒火上涌。在这数百年间，凡人只有跪倒在他们面前瑟瑟发抖的资格，不够恭敬卑微便是忤逆。血熊朝着凯隐咧了咧嘴，几十排细密的尖牙一路延伸向咽喉，他已经决定会议结束后就吞吃了这个渺小的凡人。至于拉亚斯特，将会是他的又一件同胞收藏品，与古龙、卑维斯一同排列。请不要小看这个人族少年，我的同胞们，他拥有不逊色于你们的潜力，并且他是得到了太阳神的征召，从未来归来的重生者。重生者！嘎嘎嘎嘎嘎！血熊张开大口，发出怪异的嘲笑声。与其相信重生者，我宁愿去信那对骗子兄弟。我敬爱的皇帝陛下，您今日找我们来，不会是想告诉我们太阳神宣告您重登皇位，而我们需要再度卑躬屈膝吧？当然不，安比瑟斯。金色的过往已经远去，神朝的崩塌无可挽回，而我也没有资格端坐于王位。阿兹尔走出太阳，今日我们齐聚在这里，是因为这位人族少年带来了一个令我震惊的消息。30年后，黑渊重现人间。什么？此话一出，一众暗翼纷纷愕然，甚至微微发颤。其实他们灵魂的堕落不仅是虚空感染所致，在那曾经的战场上，扭曲怪诞的虚空生物笼罩天地的灰紫色雾气，周围的一切都是敌人，能听到的只有嘶吼声、惨叫声与咀嚼声。代表着无敌与辉煌的天神战士也会倒下，同胞的鲜血浸泡了自己。每一名退下战场的飞升者都曾被噩梦惊醒，那种深入骨髓的难言恐惧令他们暴躁，以掩饰惊恐。暴虐鲁莽的血熊安比瑟斯微微发颤，虚空，那些东西会回来。阿兹尔平静地看向他，我与大神官镇守在这里500年，但30年后黑渊将会解封。这就是这位人族少年从未来带来的消息。其实他未必真是所谓的重生者，但根据我与大神官的判断，他是真的知晓未来的事情，比我们之中的预言家更精准更深远。众人纷纷看向预言双子，预言双子的2个鼠头同时开口，声音完全交叠，吐字顿挫。这是预言的代价，我们确实能在未来看见紫黑色一直涌出来。世界是黑的。安比瑟斯咬牙切齿，攥紧拳头。忽然他暴怒起来，猛地一掌拍在辇车上，豁然起身。这样剧烈行为带来的压力，瞬间让至今仍抬着辇车的数百人吃不住重量。伴随着辇车坠地的沉闷轰鸣，无数惨叫声回荡，上百人被碾压为碎肉，鲜血溢出，尘土飞扬。阿兹尔笑了，安比瑟斯，你的恐惧令人发笑，虚空把你变成了这么丑陋卑微的样子。安比瑟斯寒声道，君王阿兹尔，你是在挑衅我吗？阿兹尔失望摇头，对外唯唯诺诺，对内则是态度强硬吗？魔蛇瓦勒里安打了个哈欠，所以君王，你召我们来是为了对抗虚空？他语气随意，带着嘲笑的意味。他们凭什么再次在深渊面前对抗那些绝望生物？不，事到如今，他甚至很怀疑那些东西真的是生物吗？第82章，阿兹尔的决心。
表面最凶狂的血熊安比瑟斯对深渊的恐惧发自骨髓，恶毒猜疑的魔蛇瓦勒里安绝没有现身的可能。谨慎的魔焰狼塞拉尔从一开始就随时准备跑路，他就坐在出口边。风暴纳亚菲利看似最淡定，实则是因为他的速度最快，他想跑别人拦不住。拉亚斯特如今只是把镰刀，见摩亚托克斯干脆没来。唯一一个隐隐向着他的是吉祥物一般的预言双子，真实战力堪称可爱。七零八落，支离破碎，散兵游勇，乌合之众。一瞬间，阿兹尔脑海中就能浮现出无数个形容词。未来是暗意对抗虚空，不，曾经骄傲的天神战士都会胆寒，何况这些自私残暴的暗意。阿兹尔从一开始举办这场会议就不是为了协商，他震声呐喊：我的同胞们啊，看看你们如今的模样，真让我为你们感到可怜。暗意不该存在，我们的名字是飞升者，我们应该用生命与死亡为神朝带来最后的荣光。预言双子这双头仓鼠两张脸上露出了相同的笑容。是的，君王，我们是高贵的飞升者，而非粗鄙的暗意。曾经我们为了神朝的未来苟活一次，今日来此只为赴死。很显然，预言双子确实名不虚传，他们早已看到了某种模糊的未来，也知道今日来到这里的结局，但他们还是义无反顾的来了。他们没有被虚空感染，却依然以暗意的名义苟活，只是为后世留存有用之躯。如果没有臣民的干涉，想来就是他们提示了阿兹尔，让阿兹尔有机会能召集暗意抵抗虚空。只是臣民也同样好奇，阿兹尔是用了什么方式来征服这些暗意的。而此时听到预言双子只为赴死的话，风暴纳亚菲利与魔焰狼塞拉尔又如何还不明白？他们立刻意识到中计了。虽然还没有看懂阿兹尔与大神官到底想做什么，但是从预言双子的话里不难看出，估计会要了他们的命。他们两个没有任何犹豫，直接朝着出口冲出去。魔焰狼塞拉尔一直就坐在门口，肌肉紧绷，随时准备动身，而风暴则是速度极快，自是无人拦得住他。然而他们失算了，嗷吼！两者相继发出惨叫声，被弹了回来。敞开的如同巨型海浪般的拱门入口，如今悄然燃烧着金色的炽热太阳之火。就在阿兹尔从太阳之中走出来后，太阳不知何时消失，形成了这一道结界。不仅如此，大神官内瑟斯右手虚握，隐隐可见蓝紫色的火焰圆盘在他手中形成。两人知道这是大神官的灵魂烈焰，以往只有犯了大错的飞升者才会受到大神官如此猛烈的惩罚，那种发自灵魂烧的痛苦让人终身难忘。内瑟斯轻语：我的同胞们啊，你们终会明白阿兹尔的良苦用心。现在坐下，安静。大神官发话了，两人自知退路被断，只得坐下。他们敢无视阿兹尔的训斥，但惧怕大神官。大神官不仅武力智慧超群，而且他有一种吞噬死者生命能量的秘术。虽然他现在垂垂老矣，但谁知道他用秘法累积了多少能量。风暴与魔焰狼又惧又恨，早知道就不该来这个会议。阿兹尔满意的点点头，环视一圈，道：我们在场的所有人都有罪，犯下了不同的罪，而今就是我们赎罪的时候。我们是太阳血脉，绝不能以暗意结束。安比瑟斯反应了过来，怒斥：你想让我们跟虚空玩命？不可能。阿兹尔微笑着说：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亲爱的安比瑟斯，我们所有人都要一同走向荣誉的死亡。说到这里，他顿了一下，声音发寒。又或者说，比起作为飞升者死在虚空战场上，你更愿意以暗意的姿态默默无闻死在这里。安比瑟斯大吼反驳：飞升？荣誉？你同样是暗意，有什么资格说这些？塞拉尔等几名不知情的暗意顿时愕然，震惊地看向保持着飞升仪态的阿兹尔。他们的皇帝也是暗意。阿兹尔没有反驳，没有逃避，而是带着解脱的意味，微笑着说道：你说的对，安比瑟斯，所以我将第一个偿还罪孽，回归太阳。在所有人震惊的目光中，他剖开了自己的胸膛，取出了一颗仍然在跳动的心脏。那颗心脏已然变成紫黑色，缭绕着邪恶的气息。淋漓的鲜血从阿兹尔的胸腔喷涌出来，他眼前阵阵发黑，跌坐在椅子上。死亡在气息在他身上蔓延。阿兹尔喃喃道：回归吧，我的同胞们，一同回归到太阳的光芒之中。昨日余烬，明日晨曦。暗意没有一个是不疯的，而阿兹尔疯得很冷静与理智。手中用力，阿兹尔捏碎了自己的心脏，隐隐听见了一声凄厉的惨叫声。他安详的倾倒，脸上带着满足的笑容，迎接迟到数百年的死亡。在他的意识中，一道尖锐疯狂的声音在咆哮：不，阿兹尔，这跟我们谋划的不一样。
我们已经共生了数百年，你为此已经忍受了500年的焚烧，你怎能在临近升华的时候背叛我？我们的神格明明就在眼前，唾手可得，你这个叛徒，不该是这样。阿兹尔大笑起来，你骗我骗得好苦，可曾想过会有今日？什么永生，什么神格，我根本不在乎。阿兹尔捏碎了自己的心脏，死亡已经不可逆转，这道共生在阿兹尔体内的意识必然随之赴死。不该是这样。那道已经疯癫的声音还在不断的嘶吼，犹如蚊子一般烦人。谋划近千年，他接受不了这样的结局。阿兹尔的声音逐渐转冷，好歹你也曾是君王，好歹你也有陷害天下、谋划神格的野心与胆量。临死之际，还是给自己保留一份尊严吧。我亲爱的父亲。第83章齐聚一堂。阿兹尔死了，哪怕是飞升者，也无法在失去心脏后存活。血熊验证过这一点，所有人呆呆地看着他的尸体，难以接受。塞拉尔等人更是彻底惊愕，他们甚至还没有理解阿兹尔是暗意的含义，阿兹尔就自杀了？畏罪自杀？不，绝不是。那么他到底是为什么自杀？在场的也只有2个人知道。预言双子低语：“陛下，走好。”伴随着他的这句话，所有暗翼都发出了极为凄厉的惨叫声。阿兹尔杀死的那道虚空意志，虽然疑似与他的父皇上一代太阳君王有关，但本质仍然是虚空意志。这道意志曾在阿兹尔登临皇位之后，悄然感染了众多飞升者，致使他们堕落为暗翼。如今，随着这道意志的彻底消亡，负压在暗翼心神意识上的感染逐渐消退。与此同时，无尽的太阳焰笼罩了堡垒，这是积聚提纯500年之久的太阳焰，镇压了黑渊的太阳焰。堡垒变成了熔炉，所有人都在体会阿兹尔的感受，而那些暗翼们则是在被这烈阳净化着。嶙峋的骨刺被熔断脱离，扭曲的皮毛燃烧成烈焰，脏污的黑血飘散出淡淡的金光，凄厉的惨叫声与某种难以言喻的喘息一同响起。所有的一切在崩毁，也在重塑，他们正在褪去暗翼的牢笼，回归往日的面容。当黑色胶壳褪去后，下面竟然显露出了亮金色太阳般耀眼的光芒。正如阿兹尔所言，归来吧，以飞升者的姿态再次兴起。烫，拉亚斯特！嘿，拉亚斯特！凯隐震惊地看着满地打滚的拉亚斯特，发出刺耳的惨叫。与此同时，他的血色逐渐消退，暗翼魔镰逐渐变成了一把金光璀璨的镰刀。拉亚斯特，凯隐喃，我想我得收回前言，你这把啰嗦的镰刀以前还真挺帅的。半个时辰后，完全释放的太阳焰的高温致使堡垒的地面晶体化，而这斑斓晶体之上，此时横七竖八的躺着一众飞升者。他们此时个个濒死，险些没能熬过来，但到底还是完成了蜕变。太阳赐给他们的荣光于今日回归。安比瑟斯躺在地板上，后背传来的灼热感让他回想起死去的阿兹尔。他喃道：“君王陛下，您竟然隐忍至此，与您相比，堕落的我们才是罪人。”瓦勒里安震惊地抚摸着自己娇艳光滑的脸蛋，连过于宽大的袍子从他凹凸有致的身躯上滑落也不曾注意到。其余暗翼飞升者们也个个心头积蓄难言，回想起过往几百年他们的暴行，他们的罪恶，他们一个个坐立难安。内瑟斯低沉肃穆的声音在堡垒回荡：“欢迎归来，我的同胞们！阿兹尔的良苦用心，你们已经知晓，不要辜负他。神朝最后的荣光将在我们手中绽放。”一众飞升者纷纷单膝跪地：“我等谨遵大神官之意，谨遵陛下之意。”恢复了荔枝的拉亚斯特沉声道：“凯隐，请你帮我，向陛下。”他话没有说完，凯隐震惊了：“哈，拉亚斯特，你刚才说什么？你说，请。”拉亚斯特顿了一下：“不，我并没有这么说。”不，你刚才明明说了。两人逐渐吵闹起来的声音再不在压抑的大厅里回荡着。安比瑟斯等人露出了笑容，没有想到沉默威严的拉亚斯特能跟人这么拌嘴。内瑟斯则是起身，他要去把阿兹尔葬下。在你的促成下，阿兹尔提早洞悉了虚空意志的布局，以献祭的方式将诸位暗翼逆转回飞升者。但随着阿兹尔的身死与太阳焰的消耗，黑渊蠢蠢欲动，预计在1个月内破除封印。这1个月的时间里，飞升者在调理生息，你则是加深了与飞升之莲拉亚斯特的交流。很快，黑渊破风在即，你已经感受到了那股邪恶幽深的气息。内瑟斯向你发起了参战邀请，此时若是参与第2次虚空战争，大概率一去不回。面对他的邀请，你选择 A 选择参战 ，B 委婉拒绝 ，C 建议逃跑 ，D 亲自干涉。覆巢之下无完卵，臣民自然不会为了逃避战场上的危机而选择避险。更何况此时的凯隐战力几乎达到了3次模拟的最巅峰，大量高纯度太阳之火
加半副飞升战甲加飞升之镰，拉亚斯特，他几乎称得上是半个飞升者，真实战力更是不在飞升者之下。这样的重要战力，自然要参战。只可惜，堪称最强战力的剑魔亚托克斯已经变成了只知道杀戮与毁灭的疯子，没有来参与会议，变回飞升者，恐怕不会参战。你选择参战。当日，死寂领域热闹了起来。内瑟斯、安比瑟斯、纳亚菲利、瓦勒里安、塞拉尔、雷莫斯与德雷斯，以及提着拉亚斯特的凯隐，一同行走在灰白色的沙漠。这队伍里有10几米乃至20几米高的各类人形怪物，有3米高毛茸茸的双头仓鼠，还有一个没有内瑟斯小腿高的凯隐。怎么看都是怪物联盟。这或许就是他们的最后一战了。即使身死，即使仍然背负暗意的骂名，世人不知道他们曾再度变回飞升者，临渊一战也无妨。此战并非争名夺利，但求心安。阿兹尔已经赎罪，接下来轮到他们了。正当他们走着，眼前的风沙里却隐隐显露出一尊庞然大物，一尊恶魔般形体的巨人，浑身覆盖血色纹路，手中持着一把有巨大搏动心脏的大剑。剑魔亚托克斯。安比瑟斯面色一沉，他知道亚托克斯已经被关了太久，以至于疯了。他沉声道：“亚托克斯，我们没空陪你战斗，让开！”亚托克斯咧开大嘴，嘶声笑道：“哈哈哈哈哈！怎么，这条路是你开的？我想杀谁，在哪里杀，都由我来决定。现在我想让那些虚空爬虫们变成碎块，也需要你的同意。”众人都笑了起来。我们非常欢迎。陈明也笑了，感情这亚托克斯还是个傲娇，错失了上次的飞升会晤。估计肠子都悔青了，这时候又蛮横模样的拦在路上。至此，太阳神朝的遗留物们齐聚一堂，也许今朝过后就会一个不剩。拉亚斯特低语：“我们所有人都义无反顾地奔向灭亡，太美好了。”第84章深渊之战。你们来到黑渊前不足1天，黑渊解封，无数虚空生物涌现，惨烈的大战立刻爆发，碎石与污血将土地浸没，但你们没有任何一个人退后，一遍又一遍抵抗住海浪一般无穷无尽的异物冲击。这些虚空生物数量很多，但战力参差不齐，往往被你与一众飞升者轻松碾碎，但他们依然前赴后继地冲来。你在无休止的杀伐中感到了乏味、困惑乃至厌恶与恐惧。好在经过当年的大战，黑渊生物近乎被打绝种，至今仍然没有恢复生息。经过连续3天3夜无休止的血战，你们甚至将战线推到了黑渊近前。已经杀疯了的亚托克斯第一个疯笑着跳进了黑渊，在怪物堆中挥剑。为了掩护亚托克斯，一众飞升者纷纷跳入黑渊。你选择 A 跳入黑渊 ，B 岸上接应 ，C 清扫残余，D 亲自干涉。喂，这么莽夫啊！看着画面停留在一众飞升者跃入黑渊的场景，陈明无奈。这些家伙确实是抱着有死无生的态度来的，根本没打算活着回去。既然如此的话，那就只能舍命陪君子了。你选择亲自干涉。凯隐，那些烦人的耗子，我能感觉到，他们就在下面。陈明一笑，那我们就把他们杀光。他也直接跃入黑渊之中。从一开始，陈明的想法就不只是参与第2次虚空战争这么简单。关于苍冥界毁灭的原因，一直众说纷纭，其中比较流行的一个流派是太阳神朝遗留的黑渊最终导致了苍冥界的毁灭。如今黑渊就在眼前，这是他探索真相的好机会。假如黑渊真的是导致苍冥界毁灭的罪魁祸首，而他又在这里彻底毁灭了黑渊，那么会导致什么情况？历史悖论，还是被英灵之书强行纠正，硬生生再搞出一个毁灭苍冥界的大灾？那陈明觉得这实在是太酷了。心头杂念一闪而过，陈明化身暗影，沿着黑渊岩壁游走而下，顺道把沿路往上爬的虚空生物全部扫除。黑渊下是可以生存的，事实上这里甚至形成了极其另类的生态体系。那些虚空生物确实是一种独特的生物，存活在黑渊这个活着的东西里。早在第1次虚空战争期间，就有飞升者组团到过黑渊，尝试从内部击破，只是那时候虚空生物太多，不得已又退了回去。黑渊里的环境很难形容，有点像四通八达又上下颠倒的山体内部，但可以明显感觉到，越是往中心走，那种沉闷压抑的感觉就越明显。太阳圆盘的光芒照亮了千年阴郁的深渊，一众飞升者朝着无限死寂的虚空中心走去。内瑟斯背着太阳圆盘，他们的计划很简单，在黑渊深处引爆太阳圆盘，让祸害世间的黑渊从此消失。至于他们自己，则不在考虑范围内。事实上，背负着罪恶感的飞升者们非常希望自己怀着荣誉死在这一战中。陈明在最前方探路，提早规避吊死胡同，同时探索虚空生物聚集区，避免体型庞大的飞升者们在过于狭小的地带被淹没。只不过他发现，即使是掠影步这样的神技，
也有自己的上限。虚空的墙体内充斥着难以言喻的阴沉能量，让他也难以忍受，时不时就要脱离状态。众人持续向前推进着，直至陈明感到自己的意识被拉回现实。陈明睁开眼睛，时间只过去了一瞬，他的第二次干涉之力用尽了。在王朝之手模拟期间，他曾试验过一次干涉可以持续的上限，大约是1天出头的样子。只不过那时候是没有战斗消耗的状态，此时连番作战，这个时间被缩短了许多。深入虚空黑渊之后，你们遭遇了许多巨型虚空异形的袭击，好在这些异物大多各自为战，被你们逐个击破，直至你们遭遇了虚空鱼群，陷入绝境。这虚空鱼群只是一种形象的说法，这种怪东西形似于魔鬼鱼，能在虚空中凭空遨游，又能扭曲周围的一切。一两只不足为道，但虚空鱼群往往是成千上万一同出动，那场面犹如在海底被密密麻麻的鱼群覆盖碾压，被虚空扭曲致死。太阳神朝曾组织10名飞升者一同进入黑渊探索，最后就是遭遇了虚空鱼群，飞升者战死过半，狼狈逃出。自那以后就不曾再组织过探索，可想虚空鱼群的威力。在混乱的虚空中，大致由以下结构组成：首先是数量最多的基础虚空生物，模样大多扭曲怪诞，几乎找不出相同的，但它们的本质相同，都是没有自我意识，受本能驱使而吞噬生存的异物，在虚空中相当于最底层的食物。进阶是各种产生了自我意识的强大虚空异形，不仅拥有自我意识，而且战力强大，每一头都足以与飞升者相提并论。这些虚空异形每一个都是一方霸主。再有则是族群类虚空生物，这些东西同样蜕变于基础虚空生物，但它们拥有了固定范畴的模样以及族群意识，往往一同出动狩猎。虚空鱼群就是黑渊虚空内规模最大的族群类虚空生物，而且它们还拥有霸主级异形领袖虚空母皇。超过500只的虚空鱼群一起出动狩猎，就足以让那些霸主级虚空异形退避三舍。而若是由虚空母皇亲自率领几千上万虚空鱼群，则是可以几乎平推吞噬整个深渊虚空。因此，虚空母皇才是黑渊虚空真正意义上的统治者，或者说绝对霸主。整个虚空都是在他统治范畴内的可持续狩猎场所。至于附身于阿兹尔的虚空意志，则是一道极为特殊的存在，它甚至不属于这个时代。他的谋划是为了自己的神格服务，而非简单的让虚空吞噬苍冥界。他与虚空母皇处于某种合作状态，当然如今他的一切计划都随着阿兹尔的玉石俱焚而化作泡影。至于虚空母皇会率领着几乎所有的虚空鱼群来到这里，当然是为了吞噬掉这些强大的外来者。第85章最后的博弈。虚空鱼群震动翅膀，空间开始扭曲，一切都在崩塌。肉身强度最弱的预言双子直接被扭曲成了肉末，瓦勒里安半截蛇躯断裂，其余飞升者也各有损伤。虚空鱼群无穷无尽，悍不畏死，在虚空母皇的带领下要吞噬所有。显而易见，在鱼群的围堵下，飞升者全部战死只是转眼的事。内瑟斯神色平缓，虽然虚空鱼群的恐怖程度远超出他的想象，但他同样早就做好了心理准备。他有底牌能拖住这些鱼群，后面的任务就可以交托给这个计划最核心的王牌执行员凯隐。只要凯隐用他的秘术带着太阳圆盘前往虚空深处，他们的战死就是有意义的。凯隐，接下来就交给你了。内瑟斯大喊。放心，全都交给我。凯隐露出了沉稳自信的笑容。区区一条超巨型魔鬼鱼，杀之有何难？内瑟斯听到他自信的话语，松了一口气。他就说这孩子聪明又可靠，肯定能明白他的意思。于是他抛出太阳圆盘，去吧，去最深处引爆他。啊！凯隐歪头，一脸懵逼。他刀都磨好了，结果不是万军取手，而是临阵脱逃。你特喵在逗我？面对内瑟斯的任务，你选择 A 万军取手 ，B 带走圆盘 ，C 同生共死，D 亲自干涉。你选择亲自干涉。陈明深吸一口气，虚空里的空气像是含着沙粒，顿挫磨人，很厚重。现在情况已经到了最危急的时候，此时不拼更待何时？他几个跳跃闪烁到内瑟斯身边，接过太阳圆盘，随后身化暗影遁入墙体。此次临别恐怕便是生死两隔。没有什么悲壮的临别话语，来到这里的人都只有一个目的，各司其职，生死在天，除此之外别无他求。虚空母皇见陈明要逃，顿时发出极其尖锐凄厉的叫声，大片墙体沿着陈明行进的路线炸裂开来。眼看陈明即将要从墙体中被弹出，虚空母皇的尖鸣却顿止。陈明扭头，最后看见的是安比瑟斯炸裂成碎块的画面，而谨慎怕死的塞拉尔与纳亚菲利紧随其后，朝着虚空母皇扑去。再见，兄弟！拉亚斯特低语。这里便是核心之处了吗？陈明环视周围，这里仿佛是无垠宇宙的深处，
周围闪着模糊亮光，脚下踏着实地却没有实感，仿佛飘在空中，虚幻、深远、寂静，这就是陈明的全部感受。拉亚斯特的话语声像是隔着水面传来，模糊不清。疯狂游动而来的虚空鱼群令陈明来不及多想，他狠狠地将体内存储的全部太阳之火灌入太阳圆盘之中。本就压缩着高纯度太阳焰的太阳圆盘顿时开始崩裂，出现道道裂纹，即将被引爆。炽热的光芒照亮了冰冷寂静的虚空。虽然知道目的已经达成，但生存的本能促使陈明咬紧牙关，尽全力往远处逃跑。而面对如同当空烈阳的太阳圆盘，虚空鱼群包括虚空母皇都没有任何犹豫，他们前赴后继，悍不畏死扑向太阳圆盘，用自己的身躯将它一层一层完全淹没，直至太阳的光芒消失在深渊中。在他们的意识中，外来入侵者需要杀死，家园需要保护。下一刻，轰！席卷一切的太阳焰，爆炸的轰鸣声让一切安静了下来。痛，太痛了！陈明瘫在沙发上，脸上直冒冷汗。被高纯度太阳焰焚烧的感觉太痛苦了，即使他的意识很快就回归，依然还有幻痛的感觉。真不知道阿兹尔是如何忍受这么久的。好在这种隐隐的幻痛很快就结束，原因是他从沙发上摔了下来，这回是真痛。缓了一会，陈明看向英灵之书，出乎他的意料，也许是因为虚空鱼群层层包裹的缘故，凯隐并没有死在爆炸之中，但这也意味着虚空并没有在爆炸中结束。凯隐，请你不要让我跌落在地，不要留我一人在此。凯隐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身体被焚烧以及被碎石掩盖所引起的剧痛让他龇牙咧嘴，但他虚弱的声音却往上扬，带着某种笑意。哈拉亚斯特，你这是在求我吗？你舍不得我死？不，我只是懒得给你挖坟。拉亚斯特的用十分冷静的声音如此说道。行吧，凯隐轻快道，不过你显然很快就要变得勤快一点了，我能感觉到我很快就要死了。拉亚斯特不屑，谁信？我早就巴不得你赶紧死，可你的命一直很硬。这回不一样了。凯隐费劲地挪了挪身体，向视线受阻的拉亚斯特展示那块石头，那块将他从侧腰一直贯穿进胸膛的坚硬锐利石头。凯隐平静道，所以就是现在，拉亚斯特，夺舍我吧，拿走我的身体，获得你想要的自由。这回我不会反抗的。放心，教派里很无聊，师傅话很少，所以说你虽然话很多很啰嗦，但你还不错。凯隐慢慢闭上了眼睛，昏迷了过去。现在拉亚斯特可以为所欲为了。拉亚斯特凭空浮起，这是他一直隐瞒着的力量。弯曲锋锐的镰刀在沉默中刺入了凯隐的胸膛，无穷的能量灌入渺小脆弱的凡人躯体。寄生者与宿主互相利用，揭去故作的表面温情后你死我活，理应如此。第86章，你就一句哦吗？我死了吗？凯隐睁开眼睛的时候，发现周围的一切都是如此的寂静。还是黑渊里，我没死，真是好运。凯隐惊喜地发现自己的呼吸是如此顺畅，身体状态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良好。他握紧拳头，感觉自己充满了力量。嚯，这不是小说里主角的待遇吗？看来我是天选，也是唯一。凯隐大笑了一阵，却没有如愿以偿听到那把镰刀啰嗦的声音。他皱起眉头，拉亚斯特，你在干什么？不说装高冷。拉亚斯特，嘿，拉亚斯特。凯隐心中猛然一跳，他惊慌了起来，意识到自己的恢复乃至强化十分的不合理。拉亚斯特，他不是应该已经夺舍自己了吗？看着边上眼睛闭合的镰刀，凯隐怔住了。拉亚斯特，别吵了！一道极其愤怒的咆哮在凯隐脑海中炸响，是拉亚斯特的声音。拉亚斯特怒气冲冲道：我好不容易从那个牢笼里出来，好好睡了一觉，你一直在叫什么东西啊？凯隐感受到他的声音是在自己脑海中直接响起，顿时惊异万分。你在我脑子里？不，我在你的身体里，我已经和你融为一体了。拉亚斯特悠悠道。他心中叹息一声，没有想到自己竟然做出了这样的抉择，一定是因为他已经恢复了的飞升者的身份，不允许他做出卑劣的事情。本来他可以夺舍凯隐，但最后不知为何还是放弃了。如今他用自己全部的力量修复了凯隐的肉身，就连他的意识也一并融了进去，无法再离开。某种意义上而言，他已经彻底失去了自我，成为了凯隐的附庸。想到这里，他就有些惆怅。凯隐奇道：还能这样？那咱俩不是一直得在一起了？哎，是这样没错。哦，你就哦？拉亚斯特大怒。凯隐也怒。除了哦，你还想让我有什么反应吗？我现在身体里多了把镰刀，以后怎么找女朋友？关我屁事！
凯隐大吵大闹的声音在寂静的虚空中回荡，至于拉亚斯特的声音，现在只有凯隐能听得到。而愤怒的拉亚斯特现在显然也没有惆怅伤感的机会了。现在他正在为关于地上的镰刀算不算拉亚斯特的尸体一事与凯隐据理力争。吵完之后，凯隐才意识到他们现在还在黑渊中，必须尽快搞清楚现在的状态。不过好在拉亚斯特的全部力量汇入了他的体内，此前太阳神朝从来没有出现过类似的例子。现在的凯隐除了没有巨型兽化，几乎与飞升者无异。依靠掠影步，他化身暗影，肆意穿行于深渊。一番探索，他发现深渊现在几乎彻底死寂。太阳圆盘的爆炸虽然没有毁灭黑渊，但包括虚空鱼群在内的大量虚空生物都已经消失。虽然没有达到最终的目的，不过对于消除危险这方面而言，似乎也没有什么差别。但凯隐至今仍然在黑渊中逗留，倒也不是说要把黑渊生物赶尽杀绝，这么大的范围，这种事情是做不到的。真正的原因是他迷路了，一开始就不认识路，太阳焰又极大的改变了路线，掠影步又因为黑渊特性的原因无法长久穿行或是特别深入墙体，一时间居然直接迷失在了黑渊深处，根本找不到出路。所以说这特么到底是哪啊？根本就是迷宫吧。脑海中猖狂的大笑声让凯隐恼羞成怒，今天必须杀几个虚空异形泄愤。看着英灵之书中的画面，陈明大笑。虽然没能彻底毁灭黑渊，但是能做的已经到极限了，也算是达到了完美的结局。第3次模拟总结，你再次重生，依据猜测推算出了历史的真相，决定放下对暗翼的猎杀。在末代太阳君王阿兹尔与大神官内瑟斯的引导下，最终暗翼们集结起来，为了守护天下，洗刷罪孽而一同冲入黑渊。在黑渊中，你引爆了太阳圆盘，并与飞升之镰拉亚斯特彻底放下芥蒂，融为一体。此后，你历尽艰辛走出黑渊，隐居于死寂领域，以镇守黑渊为己任，至死方休。而你的故事则悄然间传遍天下，万古不朽。英灵已铭刻，剩余模拟次数1。英灵信息：姓名凯隐，称号引流之镰、飞升之镰、死寂领主，品质盖世，可觉醒次数3次，觉醒状态未觉醒。05暗翼之镰拉亚斯特已消失，飞升之镰拉亚斯特已融入体内。潜力属性：力量 C， 速度 C， 防御 D+， 耐力 D+， 灵力 D+。技能：断魂刃未觉醒，掠影步未觉醒，猎摄影未觉醒。特殊觉醒：盖世之姿，飞升姿态。第87章第2个盖世级。连续进行了3次英灵模拟，大量的记忆在脑海中沉积，精神的疲惫以及身体的幻痛让陈明打了一个哈欠之后，困意疯狂上涌。大致看了一眼模拟总结与英灵信息之后，陈明躺在沙发上沉沉睡去。也不知过了多久，陈明睡醒，外面已经是一片漆黑。作息虽然有些混乱了，但好在他精神强度高，熬一熬很容易把生物钟调回来。陈明伸了个懒腰，只觉得神清气爽，浑身舒畅。调出英灵之书，扉页上就是他的个人信息：姓名陈明，身份初阶御灵师，天赋动态视力，英灵之书，精神强度 3.8， 英灵王朝之首，死寂领主，其余凝神水。经过这一次的模拟，他的精神强度从 3.1 直接到了 3.8， 这是一个幅度相当夸张的暴增。寻常御灵师没有天才地宝加持，不知道苦修多久，苦苦磨练意志力，才能让精神强度有这样明显的飞跃。精神强度几乎可以称得上是御灵师的根本，它不仅可以提升御灵师的思维清晰度，而且对英灵有加持作用。听说那些强大的御灵师还能用高强度精神力做到一些超凡之事。不过即使是在网络信息发达的现在，这种信息也不会随意流传，只有层次到了才能得知。再度调出第3次模拟总结与英灵信息，陈明满意点头。本来他还是有些担心自己一行人在黑渊所行之事不为外人所知，影响了英灵传说度。结果现在看来，这段历史不知被谁完完整整的挖掘并传播了出去。不仅如此，还被添油加醋了一番。在世人的视角中，那些凶恶残暴的暗翼与那位手持巨镰的杀手一同消失。与此同时，黑渊发生剧烈变动，震惊天下。曾有人见过凯隐身着飞升战甲，燃烧着太阳焰的半飞升姿态，加上随后发生的种种事迹，世人认为这是太阳神显灵，降神迹于人间。乃至于有猜测说凯隐就是太阳神的化身，他亲自抹除了背叛神明的暗翼，又镇压了危害世间的黑渊。这一通操作下来，凯隐相当于一人独占了所有飞升者的功劳，传奇度自然是飙升。甚至他的传奇度还远在几十年后终结乱世的大前王朝开国皇帝杨安之上。
毕竟杨安只是率军终结了乱世，最后登基称帝，固然传奇，但就算没有他，还会有别人能做到这些。而凯隐相当于一个人终结了暗翼时代，在那个暗翼代表着无敌的年代里，这是不可想象的壮举，除了神迹没法解释。看着历史协会中记载的史料，陈明颇为感慨，这绝对不是他一个人的功劳。那些飞升者，尤其是隐忍数百年的阿兹尔，他们的存在不该被抹除。安比瑟斯等暗翼固然罪行累累，但他们临死前的自我救赎也该被世人承认与知晓。好在历史的真相并没有遗失，还有自己知道，迟早有一天自己会把他们的功绩壮举宣扬出去，为他们证明。心中暗下决心的陈明又看向了凯隐的属性面板，先前昏睡前头脑昏沉，还没有感觉，此时正经一看，不由让陈明啧啧，真特么变态。属性：力量 C， 速度 C， 防御 D+， 耐力 D+， 灵力 D+。众所周知，太阳神朝产出的英灵上限是英雄级，而英雄级英灵所对应的初始属性面板则是 D 档。话虽如此，普遍而言，英灵总有擅长与不擅长的，表现在属性上就是特长也许会是 D+， 不擅长的说不定只有1级。而凯隐是继王朝之首之后，陈明又一次刷出的盖世级英灵，他的属性面板又一次足以闪瞎狗眼，达到了众人纷纷倒吸一口冷气的夸张地步。最低属性即是英雄级英灵属性面板的巅峰D+，而力量与速度更是直接干碎了属性面板。对比英雄级8潜力的幽冥之主凯隐，属性力量 D+， 速度 C， 防御 D， 耐力 D， 灵力 D， 就足以看出如今凯隐的初始属性面板有多么夸张。身为一名刺客出身的英灵，他的防御与耐力居然都是满级的 D+，相当于那些身板厚实的战士坦克了。当然，陈明对此有自己的理解，他并不认为是英灵之书再一味给凯隐堆属性上限。凯隐的信息面板的05栏是05暗翼之镰拉亚斯特已消失，飞升之镰拉亚斯特已融入体内。凯隐的武器是暗翼魔镰拉亚斯特，但被阿兹尔进化后变成了飞升之镰拉亚斯特，而这里却表现为飞升之镰拉亚斯特已融入体内。也就是说，现在凯隐的镰刀只是飞升之镰，而非拉亚斯特。拉亚斯特现在正在他身体里呢。有拉亚斯特这个强大飞升者全部力量的灌入，凯隐的身体素质早就飙升，跟什么脆皮刺客不搭边了。因此属性格外超模是可以理解的，这是拉亚斯特的功劳。不过即使如此，也是相当的夸张了。难怪是盖世级，果真是盖压世间，惊世骇俗。而且他的潜力也与王朝之首一样，表现为潜力。还有同样的信息传出，真正的英灵不因时代的限制而失去光辉。这句话颇为引人遐想。作为英灵的基础铁律之一，所有人都知道英灵的成长是有上限的。难道盖世级可以打破这样的上限？可惜陈明目前并没有试验的机会，毕竟他的2个英灵现在都还处于1次觉醒都没有的状态。想要试验这个，必须得把3次觉醒拉满先。凯隐英灵面板的最后也附带了一个寻常英灵所没有的属性，特殊觉醒盖世之姿飞升姿态。从名字判断，这种觉醒应该是盖世级特有的。凯隐的特殊觉醒表现姿态是飞升姿态，也许有望以人类之躯重现往日飞升者的荣光。不过特殊觉醒同样需要3次觉醒之后才能触发，目前不可表现。第88章英灵唤醒。看着凯隐的属性面板，陈明十分的满意，不枉他费时费力一番。不过陈明并没有把凯隐作为自己的第2个英灵直接展示在众人面前的想法。作为没有觉醒相关特殊天赋的御灵师，哪怕是他如今高达 3.8 的精神强度，也没有道理再次契约英灵，而且还是面板这么夸张的英灵。把凯隐展示给众人，也许能一时间装逼装得很爽，但随后会有各种隐患出现。接连契约下2个超极品英灵，让人不关注他都不行，万一暴露了什么，那乐子就大了。凯隐的相貌、名字、能力都几乎与王朝之首完全不搭边，只要自己不作死，没有人会把他与自己联系在一起。所以陈明准备把凯隐作为隐藏英灵存在，也就是小号马甲。而且凯隐的掠影步简直就是暗中谋划某些事情的神迹，也许有一天自己会用到，比如让凯隐穿墙去买饭，省下几块钱的配送费。心念闪过，凯隐出现在他面前，靠着一张轻狂冷意的面容以及冰冷的气质，任谁也想不到他其实是个话痨，而且身体里还住着另一个话痨。啧啧，看着凯隐刀雕斧刻般的面容以及俊美有力而不会过度膨胀影响美感的肌肉，陈明承认这个男人在颜值上是他的劲敌。绕着凯隐走了一圈，陈明下意识上手摸了摸，然而他打了个寒战，记忆中无数的战斗经验让他产生的质感疯狂提示他似乎被某种杀意给锁定了，周围的空气都仿佛降低了2度。
与此同时，他耳边似乎还响起了一声愤怒的咆哮声。陈明一惊，刚才那声音似乎是拉亚斯特。他下意识地往后退了2步，惊疑不定地扫视着凯隐。凯隐一动不动，非常符合他目前只有身体没有灵魂的状态。阴灵之书的能力是能让陈明以模拟的形式产生阴灵，不过阴灵只能他自己来操纵，否则只是没有意识的死物。所以像之前与王朝之手对战的寻梅剑与自己的御灵师互动的场景，肯定不会发生在陈明身上，除非他像是左手斗右手似的自娱自乐。陈明一直以来都是这么想的，但刚才他下意识摸了摸凯隐的时候，凯隐真的好像活了一瞬间。唤出阴灵之书，陈明终于知晓了原因。检测到宿主已经拥有第2个阴灵，死寂领主凯隐。是否选择唤醒该阴灵？唤醒阴灵后，阴灵将依据模拟产生自我意识，阴灵将仍然保持着对宿主的绝对忠诚，无反叛的可能性。依据模拟产生自我意识，陈明若有所思，阴灵之书出现了新的变化。这种能力的出现，是因为他现在拥有了第2个阴灵，而如果他选择将凯隐恢复自我意识，那么凯隐将会从躯壳变成活生生的阴灵。这看起来像是恢复到了正常阴灵与御灵师的关系。不过好在他并不需要得到什么认可，凯隐从本源上来说依然是他自己，所以凯隐对他保持绝对忠诚，所以就相当于凯隐变成全自动模式了呗。没有什么好犹豫的，陈明直接选择唤醒凯隐，这样以后就可以让凯隐自己出去办事情，比如进入秘境收集各类宝物进行练级，而不用陈明一心二用了。况且家里只有自己一个人，有时候还是觉得有些冷清了，多2个话痨出来，想来会热闹有生气许多。而随着陈明做出选择，惹呀啊，2声销魂的吟叫声响起，自然分别来自拉亚斯特与凯隐。陈明脸一黑，他们俩叫的这么销魂干什么？凯隐扭了扭脖子，心中已然明白现在的情况。他斜了陈明一眼，你就是我们的御灵师？十分孤傲的微微颔首，凯隐在陌生人面前展露出了十足的高冷。不过因为阴灵之书的缘故，他还是比较尊敬陈明的，所以他提出了专业性很强的问题：你需要我们帮你杀谁吗？陈明十分冷静道：不需要，不过我现在需要你们去把华夏人民共和国刑法背诵一遍。他可不想某天凯隐一脸冷笑的提着谁的头颅出现在他面前。御灵师，上次你说你看这人不爽，我俩抽空把他做掉了，保证神不知鬼不觉。切，无聊。凯隐并不打算执行，拥有自我意识的他虽然依然对陈明绝对忠诚，但肯定不会在这种事情上言听计从。当然陈明也不是真的让他们去背各种法，他只是提点一下他们需要注意这里的生活方式，不要用太阳神朝末年那样混乱时代的生存观念来生活而已。陈明递给凯隐20块灵石，让他尽快吸收，争取早日恢复实力。不过这家伙的嘴很碎，用灵石修炼都塞不住，一直在自言自语叨逼叨说些什么，应该是在跟拉亚斯特交流。把他们赶到客房，陈明开始思索后续需要做的事情。最直观来说，他的经济压力更大了。下一次模拟定在暗潮，这又是200万左右的投入，而且现在凯隐和王朝之手都是一次觉醒都没有的可怜状态，必须尽快搞来更多的灵石，这又是需要一大笔钱。看来英灵斗场又要走一趟了。不过忽然想到凯隐的身份，以及先前想好的要为阿兹尔还有其他几个飞升者证明的事情，陈明有了赚大钱的想法。第89章，凯隐的奇妙冒险。凯隐径直走向了宁水市御灵师协会，没有丝毫隐藏的想法。没错，这就是陈明赚钱的思路。固然他要让凯隐充当小号马甲，而非直接抛头露面挂在陈明名下，但他完全没有必要让凯隐隐匿踪迹。堂而皇之的出现又能如何？只要没人把凯隐与他联系在一起就可以了。而他让凯隐出现在御灵师协会面前的原因很简单，想当初王朝之首的身份与他带来的珍贵史料，使得陈明受到校长重视，迎来了第一波发展契机。而凯隐所能带来的价值则更在王朝之首之上。毕竟王朝之首身份再高，大前王朝末年的史料大家都知道的差不多了，王朝之首能补充但不多。而凯隐能带来什么呢？暗翼们消失的真相想不想知道？艾卡国为什么放出黑渊？太阳神朝末代君王阿兹尔究竟下场如何？大神官又是为何失踪？所谓的飞升仪式与飞升者究竟是什么？当初黑渊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只要998史料带回家。当然后面得加个万字。如同烈阳般璀璨，又像流星般飞速消失的凯隐的出现，将把那段时期的史实掀得天翻地覆。毫无疑问，凯隐才是太阳神朝末年最亮最神秘的仔，没有人能忍住探索的欲望。与他带来的这些资料相比，区1000万算个锤子。与他的价值相比，凯隐不愿意透露出自己的御灵师究竟是谁，又能如何？就是有着这种底气，
陈明才敢把凯隐放到御灵师协会面前。反正他们要是真的发疯用强，大不了凯隐直接自尽，回归传说。到时候把这种黑料爆出去，御灵师协会居然私下对曾拯救世界的传奇英灵用强，整个宁水市御灵师协会都要遭重，要变天。宁水市御灵师协会，前台打了个哈欠，有些昏昏欲睡。忽然，他直勾勾地看向从大门处走来的俊逸沉冷男人，瞬间清醒，双眼放光。这英伟的姿态，这冷帅的面容，这神秘的气质，我可以。然而，拉亚斯特，其他人果然怎么样都听不到我的声音。凯隐，这件事情你已经尝试过许多次了。拉亚斯特，那你岂不是像是疯子一样自言自语？哈，真可怜。凯隐，无所谓，他们怎么想关我什么事？好像是个精神状态不太好的帅哥，一直在手舞足蹈的自言自语。应该说是个帅哥英灵，看这装扮，质感这么强，不太像现代人 cos 的。前台小妹脑海中各种想法一闪而过，脸上则是露出了专业性很强的甜美笑容。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的？凯隐旁若无人的走到台前。我要找……等等，拉亚斯特，御灵师说的那个词叫什么来着？拉亚斯特，领导啊，领导，你忘了几次了？凯隐满脸春风。好，拉亚斯特，你太幼稚了。前台小妹汗颜，这位是精神分裂症患者。凯隐敲了敲台面，去把你们这里最大的领导叫过来，就告诉他传说中的凯隐大人来访。鉴于对方精神病人的身份，前台小妹态度十分温和，尝试用言语让眼前的帅哥精神病赶紧回家。而一边的保安也把目光投了过来。有的英灵没有适应现代生活，不够遵守规矩，或者性格过于桀骜，可能会出手伤人。如果眼前这个英灵动粗，他们会出手，及时报警。拉亚斯特大声嘲笑，嘎嘎，御灵师说中了，以你的破嘴，肯定交涉不明白。我看你还是按着御灵师交给你的说法来吧。行吧。凯隐也不强求，问道，你们这里测试英灵强度的地方在哪？前台松了一口气，他生怕是来闹事的。边上的接待走出，这位先生，请您跟我来。英灵检测室中，御灵师协会自然有检测英灵数值属性的英灵检测室，而且仪器精密度更在学校之上，当然收费也不便宜。工作人员坐在电脑前，姓名凯隐。嚯，又来一个凯隐。工作人员摇了摇头，这都这个月第几个了？天天搞这种李鬼扮李逵的事情。是的，历史上假借神秘消失的凯隐的威名，而留下些微传说的人不少。他们在传说故事的加持下成为了英灵，就卖相而言，一个比一个像回事，乃至曾骗出过协会里的大人物。但到了属性面板，那就是一个比一个辣眼睛。不过这英灵想检测，那就测呗，反正他出钱了。工作人员更是懒得去嘲讽，天天见一个人就上去嘲讽，是什么心态？不看龙王文的吗？这种喜欢嘲讽的人肯定是要被打脸的。随手在姓名栏敲上凯隐，下面的朝代不用问了，直接输入太阳神朝。仪器运转，5分钟后，测验完成。工作人员正准备赶人，看到屏幕上浮现的文字，却猛然瞪大了双眼。这什么玩意？英灵信息，姓名凯隐，可觉醒次数3次，觉醒状态未觉醒，05未知，潜力10，属性力量 C， 速度 C， 防御 D+， 耐力 C， 灵力 D， 品质未知错误，未知错误，技能未知。看着屏幕上出现的文字，工作人员人都傻了。他记得自己确实输入的是太阳神朝的信息栏吧？输出的属性值里面有3个 C 是什么成分？机器故障了。品质那一栏更是直接出现未知错误。可他娘不是未知错误吗？太阳神朝信息栏下的属性与品质计算就不该出现 C， 现在都出现3个 C 了，仪器想要导出结果，却发现逻辑出矛盾了，不应该出现 C 的地方出现 C， 那是什么品质？无法计算。工作人员吞了吞口水，仪器出问题了。他正准备打电话去叫专业人员来看看，忽然想起什么，连忙道，这位先生，请您稍安勿躁，稍微等候片刻。虽然不知道现在具体到底是什么情况，但是总之先把能管事的人叫过来，这才是普通工作人员面对突发未知问题时的正常反应，而非情况不明就贴脸嘲讽。第90章打破常理。很快，英灵检测室里就站满了人，还有人仍然在陆陆续续赶来。几名专业人员对着仪器一顿捣鼓，满头大汗。他们也从来没见过仪器出现这种状况。根据现在的情况来分析，看样子并非这几百万一台的机器报废了，而是因为它检测的英灵数值太超模，超出了它的正确算法，所以才导致出现计算错误这样的合理结果。众人听了他们的解释，纷纷点头，
很合理。合理个屁啊！阴灵检测出来的属性面板中的那个加，代表的是该品质阴灵的属性上限，都已经是上限了，那肯定不该被打破呀。这种阴灵属性检测仪器可是一大堆顶级专家联手出产，更有远古时期的神仙级阴灵亲自参与技术支持。他们设定出了上限，那肯定就是名副其实不可打破的上限啊！总不能连神话时期的神仙阴灵都搞不清楚某品阶的极限力量吧？这时，一人举手，先前有一个大新闻，就是大前王朝时期最牛逼的那位王朝之首被某个幸运儿给契约出来了。然后他们学校检验属性的时候，测出来王朝之首属性值拉满，4项全部达到豪杰级阴灵的极限1加，而力量属性更是超出面板，达到 D。负王朝之首属性力量 D， 速度1加，防御1加，耐力1加，灵力1加。该属性面板为学校检测出并提交的微错误面板。一名穿着白色科研服的地中海老头摇摇头，他是宁水市御灵师协会的科研巨佬，因此更明白阴灵检测装置意味着什么。他道：当时那个消息我也听过了，但是学校里的检测仪器精密度有限，怎么比得了我们这里的？况且王朝之首的力量属性为 D， 很明显是因为他力量属性拉满，而导致学校仪器误判，做不得真。当时御灵协会录入数据的人员也考虑了这个情况，把它反馈给宁水一中后，双方协商，最终录入王朝之首的初始属性为5项1加。这种5边形超魔怪也算是直接震瞎了众人的双眼，刷新了豪杰及阴灵初始属性的上限，并且根本不存在被超越的可能。然而此时，这边这位更是重量级，他的属性直接打破了理论可能，把御灵协会的仪器都干故障了。3项 C， 甚至速度属性不是 C， 而是 C。C 和 C 之间有巨大的差距，以协会仪器的精密度而言，这代表着这个 C 根本不可能是从 D 加误判过去的。也就是说，神仙阴灵定下的各品阶阴灵属性上限，有史以来第一次无可置疑的被人打破了。地中海科研巨佬呆呆的看着仪器上显示的数据，再次倒吸一口冷气。我以为王朝之首就已经天下无敌了，没有想到有人比他还勇猛。这是谁的阴灵？他环视一圈，想要找到那个幸运儿，结果只有那个扛着镰刀的阴灵大咧咧靠坐在沙发上，脚还很放松地翘在待客桌上，一副百无聊赖的神色。至于他的御灵师根本不在身边。最初的那名工作人员连忙说道：陈老，这位阴灵是自己来检测的，他的御灵师一开始就没来。那个姓陈的地中海大佬懵逼，觉醒出这妖牛逼的阴灵，什么御灵师心这么大，放他一个人出来？看到阴灵信息那边的凯隐2字，陈老心头大震的同时又了然了。感情那位御灵师是契约出了这尊大佛，狂喜的同时又觉得怕不是契约了个李鬼，又想验证又怕被人耻笑，于是让阴灵一个人来检测。而现在从检测结果来看，确实是那位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传奇阴灵被人契约出来了。陈老看向那边姿态略显放肆的凯隐，不仅没觉得对方失礼，甚至自己还有一点点小紧张。他清了清嗓子，恭敬道：请问您可是太阳神朝末年那位终结了暗翼时代又镇压黑渊数百年的死寂领主凯隐？凯隐掏了掏耳朵，浑不在意道：虽然你的表述有问题，不过就是本大爷了。陈老心头又是一震，知道自己无意中就听到了部分史实。自己眼前这个相貌冷峻的传奇人物，他的传奇功绩大致可以分为2部分，一部分是终结暗翼时代，所有暗翼在他崛起之后消失，但这一点也被人质疑，原因是没有任何证据能直接证明是他杀死了那些暗翼。另一部分则是镇守黑渊数百年，直至黑渊失去活性，黑渊从危害天下的祸端到在历史舞台消失，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死寂领主的封号也是基于这一点产生。现在他说自己的表述有问题，不知是暗翼的消失另有隐情，还是别的什么。其余人也想到了这点，不由个个眼睛放光，盯着凯隐，希望从他嘴里再听到什么秘密。凯隐发现周围人的表现跟陈明所说的一模一样，不由撇了撇嘴，全给他说中了。于是就按着陈明交代的，接着道：现在既然有关于我身份的问题，已经不用我多解释了，可以把你们御灵协会的大人物，什么副会长会长啊的叫出来了吧。尊敬的凯隐阁下，我已经来了。宁水御灵协会陈会长从人群后走出，他之前悄然走入房间，排在后面，没有惊动任何人。陈会长身着古风长袍，制作精良，这种服饰是苍冥界降临后与现代社会交融的产物，很是流行。除此之外，陈会长还留着一头飘逸的长发，用玉冠束着，脸上带着温和儒雅的笑容。他只有20-30岁的样子，很是年轻，没有什么会长的架子。走在外面，绝对没有人看得出他是位高权重的御灵协会会长，就只是个回头率极高的古风帅哥而已。而这也就代表着他一定是一位实力极强的御灵师。陈会长一直在暗中观察，心中确定眼前这位传奇英灵
绝非是什么一个阴灵来检测属性这样。他的诸多行为表现出的目标很明确，就是为了吸引出一位权势足够的大人物来检测属性，同样如此。第91章博弈。与其他人仍然停留在表面的猜测不同，陈会长洞若观火，已经看到了本质。所有的属性检测只是为了吸引他出来而已，否则寻常阴灵哪里有随随便便见到御灵协会会长的机会。事实上，在来这里之前，陈会长正在开会，听到有猛人搞检测，把仪器给搞故障了，心疼价值几百万华夏币的仪器的陈会长这才匆匆赶来。结果没有想到，这故障的原因竟然如此令人震惊。看到这位令人敬佩的传奇阴灵，再加上他所说的话，陈会长确定了一件事，那就是这名阴灵的行为是受到他的御灵师的指使的。但他想不明白，为什么那名神秘的幸运儿不愿意自己出现。要知道，契约出某些特殊阴灵或者极其强势的阴灵，御灵协会知道阴灵提升困难，是会主动给出大量补贴，帮御灵师养阴灵的。陈明就是很好的例子，他能获得金玉录，除了徐校长的争取，还有就是御灵协会本就有相关补贴。凯隐的重要性更在王朝之手之上，那么那名御灵师为何不愿意自己出现呢？难不成他是通缉犯，乃至于邪御灵师不能抛头露面？又或者是某种有过强的怀璧其罪的受迫害妄想症患者？可是这又与他主动让自己的阴灵出现违背。陈会长无论是交流还是作战，都喜欢把一切掌握在自己手中，而后出手。但现在他确实有些想不明白，只好主动开口询问。当然，他是绝对不会用强的。御灵协会成立的最初目的，就是为了调和御灵师与阴灵之间的矛盾，让双方和谐共处。眼前的这位传奇阴灵，虽然在实力上远不如自己，但凯隐既终结暗翼时代，又为天下镇压黑渊数百年，称得上是天选之子，救世之人。这种正面阴灵是绝对不能动的，不然哪怕是他也无法全身而退。陈会长道：“不知凯隐阁下今日至此，所谓何事？您的御灵师又为何不愿同行？”又是两个被陈明猜到的问题。凯隐按着陈明的嘱咐道：“今日前来，一是见那段时期部分史料有误，于心不忍，想要为一些友人证明；二是为了用一些时代隐秘，从你们这换些发展资源。至于我的御灵师，他不出现，自然有自己的道理。”从凯隐的言语，陈会长立刻捕捉到几个信息：第一，凯隐背后的御灵师心性还算善良；第二，该御灵师没有大势力支撑，或者家境普通，想要培养凯隐，但自己没有资源。虽然心中巴不得赶紧用资源换取相关珍贵史料，但陈会长反而故作迟疑道：“这就让人很难办了。虽然英灵用史料换取资源是写进法规里的合法合理之事，也是我们鼓励的事情，但是现在您的御灵师不愿意出面，用不客气的话来说，您就相当于黑阴灵。黑阴灵并不受到协会的优待，而且因为阴灵的特性，您可以随时回到传说。如果您用虚假史料诈骗资源，没法锁定您的御灵师，我们没法进行后续追回，那这场交易我想是很难进行下去的。这种拉扯是谈判中很常见的行为与技巧，而陈会长这么做倒不是为了去打压价格，用更少的资源来换取史料，这违背该条例的原则与本质，而是为了用御灵师不出现，根据法规这是没法办这一条，来逼他的御灵师现身，或者最起码也要得知该御灵师不愿露面的合理原因。毕竟他现在自认已经拿捏住了对方的命脉，在这场谈判博弈中没道理输。结果凯隐露出了一丝笑容，对方的话语又一次被陈明猜中了。陈明当然不止设想了这一种情况，而是假设了各种情况，分别想了对策。眼前的情况只是最有可能的一种，恰巧也就是陈会长的表现而已。如果说陈会长不深究御灵师为何不来这一点，同意资源兑换，那自然最好。如果陈会长深究，那么在这场谈判中，陈明就落入了绝对下风。既然如此，那就不谈判了。凯隐点点头，复述陈明吩咐的话。既然如此，那就就此别过。他做事便站起了身，正面玩不过，那就把桌子直接掀了，不谈判了。陈会长苦笑一声，读懂了他的意思。这回是遇到对手了，自己的想法被对方看穿了，对方现在不跟他玩拉扯，就要明牌正面来。现在局势崩不崩，就看自己愿不愿意接着谈。而陈会长显然是愿意的。他道：“凯隐阁下稍安勿躁，虽然说法规规定了，不过规矩死的，人是活的嘛，我们可以变通嘛。毕竟您奉献自己镇压黑渊数百年，堪称救世之人，我私下对您也是十分敬仰的。”而这句话其实不是他的刻意恭维，而是实话。凯隐身为救世之人，无论他表现得多么轻狂张扬，历史都证明了他的本质是正面阵营的人物。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样的英灵自然不可能契约那些品质恶劣的御灵师。凯隐出现，说明他契约的是自己认可的御灵师，这也就代表着他背后的御灵师无论为何不愿意出现，
最起码底子还是好的。这就是为什么陈会长还愿意接着谈。当然，这是面对凯隐这种救世之人才有的待遇。像现在的局面，换做其他混乱乃至邪恶阵营的枭雄，哪怕他名震一方，陈会长也会把对方赶出去。无论在生前的时代再牛逼，现在你算老几？想要把对方背后的御灵师逼出来失败了，陈会长做最后的尝试，我们这边已经做出让步，阁下是否理应交代？你的御灵师为何不愿出现？哦，这没什么不能说的。众人纷纷投来目光。凯隐大咧咧的扭扭脖子，我把他宰了，所以他来不了。众人满脑门的问号，实在没想到会听到这样的回答。陈会长同样汗颜，苦笑一声，凯隐阁下何必故意消遣我们？英灵是根据契约而来的，若是御灵师死亡，契约失效，英灵也就回归传说了。你既然还在这里，御灵师自然也好好的。原来是这样。凯隐一惊，随即道，那我就不能告诉你原因了。为什么？因为我现在还没编出来一个好理由，下回想到了再告诉你。第92章目标暗潮。沉默片刻，陈会长深吸了一口气，这回是真遇到了对手了。在他的视角里，凯隐这样的天选之人，不说老谋深算，最起码也是相当冷静沉稳，而对面却表现得像一个轻狂桀骜的年轻人。这说明什么？说明对方不仅心机十分深沉，而且演技十分高超，自己根本看不出破绽。现在看来，自己方才从言语里搜集到的信息未必可信，说不定全是对方故意所为。真是厉害。陈会长的姿态愈发郑重，随即进入了与凯隐相同的模式。对付这种不着调的对手，必须跟对方同频共振，否则就会被对方不按套路出牌的套路给干碎。于是他轻笑一声，与凯隐对坐，同样翘腿，大咧咧道，这么谈是吧？那我也就明着来了。我们确实很想知道那段史料，不过既然我们都已经做了这么大的让步了，你们也该还一些出来吧。比如你的御灵师不愿意露面，协会给出的扶持肯定没了。你现在身为黑鹰灵，你的史料所能兑换的资源也要做一定的折扣，而且日后若是发现史料失真，则资源必须全数奉还。凯隐意志进退，知道这些合理要求要是都不答应，那就彻底没得谈了。于是点点头，自然如此。于是一行人来到一处空旷的会议室，摆上各种录像设施，开始了一场询问与记录。在凯隐的叙述下，太阳神朝这一场自虚空战争开始的持续了上千年的纷争终于显露了全貌。艾卡国虚空战争，神朝崩塌，暗翼战争，直至最后暗翼与黑渊一同隐没。此前虽然整个事件的走向也是明确的，但是其中的许多细节与原因根本无从探索，各种转折也让人无法理解。如今终于全部得知，众人从这段史诗般的历史中回过神来，不由都长出一口气，心中仍然激荡难平。末代太阳君王、暗翼，甚至还有黑渊的明确纪实，真是太难得了。陈会长也没有想到，先前还颇为无赖的凯隐，在讲述这段历史的时候这么正式。在凯隐的帮助下，阿兹尔、安比瑟斯等人也算是证明了。想来此前仅仅能以暗翼形态出现，无法交流与契约的雪熊安比瑟斯或是魔蛇瓦勒里安等人，随着历史的更正，以后也有各自的飞升者形态，有望通过传说来到这个世界。所以这一场对话相当于额外出产了数个英雄级高品质英灵。于是陈会长感动道，真是一场酣畅淋漓的对话，令人收获颇丰。所以200万华夏必加1瓶金玉露，不知可否？凯隐眉头一挑，2000万。刚才还满脸笑容的陈会长顿时大怒，你别太过分了，300万是极限了，1500万，400万，1200万，500万。算了算了，便宜你了，就当我投资的。600万不能再多了，1000万，咱俩各退一步，800万，真不能再多了，别忘了你黑鹰灵的身份，那就800万，金玉露也别忘了。陈会长，赤处！凯隐又自言自语地嘀咕了一声什么，脸上出现了荡漾的笑容。价格谈拢，陈会长一瞬间回归正经模样。看着他自言自语的样子，陈会长奇道：“凯隐阁下，不知您从刚才开始就一直自说自话，是何意啊？”凯隐又嘀咕了一声，随即道：“这个问题50万。”陈会长皱眉，以您这样高阶位的传奇英灵，还盯着这么点小钱，岂不是太自掉身价了吗？30万，不能再多了。那你还要砍价？凯隐嘀咕一声，仰脸笑道：“我只是在跟一把破镰刀说话罢了。”说罢，他又嘀嘀咕咕：“拉亚斯特，这样都能赚30万，那我把你卖了，赚个1000万，岂不是轻轻松松？”拉亚斯特大怒：“放屁！你敢？切！小气！”虽然方才在价格争议上一度吵得面红耳赤，但显然陈会长气量很足。临走之际，陈会长用特权跳过御灵师，帮凯隐办理了一张英灵身份证。从此，凯隐也算是摆脱了黑鹰灵的身份，
一些与玉灵相关的场所也可以进去了。凯隐有了身份证，代表着陈明的赚钱之路更上一层楼。此前，王朝之首登场英灵斗场，血赚100多万。如今，凯隐有了身份证，代表着他也是玉灵社会的公民，自然也可以自主参加斗场。王朝之首当初人气很高，逼格更在他之上的幽冥之主凯隐登场，人气更高。更重要的是，宁水市玉灵协会帮他做了一波大宣传，历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打破英灵属性上限的传奇英灵登场。他的身份竟然是……下面傅凯隐配合摆出的逼格满满的 pose 照，又冷又帅，气场十足，绝对看不出是话痨。除此之外，还有一张属性面板，面板被全部覆盖，力量、速度、耐力这3条更是直接干碎面板突了出去。2个字形容：哈人。底下评论清一色的，很喜欢玉灵师的一句话啊，他们一瞬间就蒙圈了，属性这种玩意拉满就够离谱了，还带突出去的。要不是玉灵协会官方发布，他们直接举报啊喂！这些玉灵师看看别人家英灵干碎面板的属性值，再看看自家英灵缩在一起的属性面板，只能安慰自己没关系，小小的也很可爱嘛。有了玉灵协会的宣传，凯隐的热度直接上天。而依靠凯隐的热度，王朝之首也被人再度提起。试问上一个像凯隐这么变态的英灵是谁？哦，没有啊，那没事了。不过上一个属性面板拉满的正是王朝之首。当初王朝之首刚打完斗场，后台收到许多英灵发出的决斗邀请，想要蹭一波热度。不过陈明急着去搞媒介，就没有接受。如今陈明直接借用这种思路，自己蹭自己。左手王朝之首账号后台发起决斗邀请，右手凯隐账号接受决斗。而能发起这一场决斗的原因是，这2天马不停蹄吸收灵石的王朝之首成功觉醒一次，属性飙升。查询到竟然是这2位爷对战，英灵死斗 A 也立刻把他们排在了首页，流量热度彻底飞天，飞到外太空。当日英灵斗场的票直接卖爆，直播观看人数更是一度突破10亿，国外都有无数转播。这简直是历史性的一刻。凯隐从英灵斗场出来的时候，直接进账500多万，这还是税后收入，可见当时的流量有多么的夸张。而就在外界喧嚣一片的时候，陈明收尽好处，却并不张扬。他的嘴角此时比 AK 还难压，本以为契约出新的英灵会加大财政压力，现在一看，凯隐几天的时间就让他入账接近1500万。原来真正发财的思路是契约英灵，当然这需要契约出来的英灵够牛逼，能用这种离谱手段吸金，否则就是吞金兽。所以他决定趁着裂空老师还在放假，直接去再次购买媒介，搞出全新英灵。这一次目标大元王朝暗潮。第93章离火旺。大元王朝是一个极其特殊的朝代，无论是什么朝代，都可以大致分为建朝、中兴、衰落、灭亡这4步。任何朝代也都有一个相对鼎盛、政治清明的时期，也肯定有志士明君。唯有大元王朝违背了这个规律。从建朝到灭亡共1973年，大元王朝的37任皇帝都保持了高度统一的昏聩无道，甚至用昏聩无道都难以去形容他们的恶行暴行。与他们相比，二皇子都显得只是荒谬，而并没有那么令人胆寒。毕竟二皇子只是天生脑子不太好使，如同一个掌握大权的幼童而已，他的身上依然有人性存在。而大元王朝37任皇帝竟没有一个称得上是人的。曾有元帝在中元节时觉得飘在河水上的莲花灯不好看，于是他便命人大宰宫女、太监，乃至当街杀人，最后用人头制出满河的人头莲花灯，河水为之飘红，他则大笑着乘船于其中游水。也有元帝一时兴起，觉得刚重建不到100年的皇城已经太老太破旧了，于是他直接下令焚毁了整个皇城。是的，不是某个寝宫，也不是皇宫，而是整个都城。一夜之间，无数人流离失所，乃至于被活活烧死。而这样的暴行，在一众元帝之中，只能算是平常操作，根本不算得什么奇闻异事。更要命的是，大元王朝虽然从头到尾各种起义、宫廷政变、军阀叛乱层出不穷，却迟迟没有被推翻。这就导致这种黑暗的时光持续了整整近2000年。暗翼战争已经称得上是民不聊生，而整个大元王朝时期都比暗翼战争时期更令人绝望，似乎是连上天都不忍心再看。太阳曾一度在大元王朝消失数百年，大元王朝也就有了暗潮之称。这也是为何下一个建立的朝代是极端崇尚太阳的太阳神朝。所有人都在好奇，如此王朝理应在100年内被推翻，它到底是如何维持近2000年？可惜的是，暗潮流传出的史料极其稀少，真相不为人知。陈明此次要用媒介投影模拟的就是暗潮时期，相信
如果他能在暗潮时期搞出一个高阶英灵，那么哪怕他最后没有成就盖世传说，光是凭借英灵对暗潮史料的曝光，就能让他赚得盆满钵满。所以，为了能有一个足够好的开始，陈明斥资500万超级巨款购买了一把长生锁媒介。要知道，暗潮对应的媒介等级只是中阶而已，500万，这已经不是顶级中阶媒介可以形容的了，完全就是超标类型。而这把长生锁可以卖出这个价格，自然有它的道理。众所周知，暗潮的大量史料都在等待挖掘，所有人都知道这是一笔巨大的财富。但苦于这个时代史料丢失严重，根本没有太多的传说流传，也就是说，能召唤契约出来的英灵就没有多少。召唤出来的还有很大概率是因为各种暴行而流传于世的各类邪恶阵营英灵。这种英灵类似于太阳神朝的暗翼，性格混沌残暴，根本无法交流，召唤出来也没办法契约，相当于白浪费钱。换句话说，如果能确保某个媒介对应的是善良或守序阵营的英灵，那么即使该英灵没有特别出众，也会因为它所蕴含的史料价值而价格昂贵。那么这种势力是否存在于黑暗混乱的暗潮呢？还真有。暗潮这个代代君王都昏聩无道的朝代，却相当崇尚道教。道观道人在暗潮受到格外的优待，甚至许多皇子公主少年时都会被送入道观，而都是正经道观，不是那种道士教你如何杀人，尼姑庵的尼姑与香客讲经，讲着讲着就讲到床上的那种。这种奇特的现象令人费解，但根据契约出来的英灵来看，确实是真实存在的。而陈明斥资500万巨款购买的这把长生锁，至今上面仍然有一丝道力留存，这就代表着当年他一定经手过某位道力高深的得道道长，也就是对应着至少一位强大道人。既是英灵强大，又是阵营正面，相当于天胡开局。这把长生锁价格昂贵，确实理所当然。不过性价比太低了，有这钱不如直接购买高阶媒介。因此，这把长生锁显现成了镇店之宝，如今到了陈明手中。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没有前期的投入，哪里来的把天胡开局？静心凝气，陈明将长生锁置于英灵之书上，价值500万的长生锁就这么化作一泼墨水。英灵之书翻开崭新的一页。第一次投影模拟开始。锚点1:1，时间元历1233年和月18，地点长生山长生道观，姓名李火旺，身份道观童子，年龄6岁，状态良好，剩余模拟次数3。大元王朝1233年，元帝向北方诸多小国以及南蛮同时宣战，兵灾遍地，十室九空，白骨鹿野，天下大乱。生母自语：如今我尚不知生死何处，如何将你养大成人？遂携你行走上千里，登上长生山，长跪于长生道观前，求道长收你为扫地童子。你于是得以成为长生道观一名小童子，在这乱世之中保全性命。因五行缺火，天生体寒，你名为李火旺。这一日，你体寒又犯，大病一场，痊愈后只觉得神魂一新。面对周围陌生的一切，你决定 A 调查时代 B 好生修养 C 坐而论道 D 亲自干涉。长生道观，陈明欣喜，虽然没有直接成为什么道观观主传人，但这个开局已经是非常不错了。前面说过，暗潮崇尚道教，而长生道观可称得上世执天下道教之牛耳，甚至于诸多皇子公主在少时被送入长生道观修习道法，历代元帝也往往对长生观主礼遇有加。当然，也不乏元帝登基后觉得少时在道观修行的日子太苦乏，于是一时兴起便命人烧了道观。不过长生道观很快就又会再度重建，并继续被下一任元帝尊崇，颇为玄妙。可想长生道观的地位，能来到这里真是多谢生母了。第94章，章在道，调查时代还是坐而论道？李火旺看着选项陷入思索。至于好生修养这个选项，第一时间就被他排除了。现在不是危险时刻，区区小风寒算不得什么。毫无疑问的是，大元王朝一定不像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无论是时时刻刻都摇摇欲坠，却久久坚持2000年才崩塌的元帝皇宫，还是被历代荒谬元帝无比尊崇的长生道观，都一定藏有无数秘密。可惜这一回由于史料的缺失，历史协会也帮不了陈明，相当于两眼一抹黑，全都得自己来摸索。略一思索，陈明选择坐而论道。原因是，虽然现在调查时代很重要，但他一个6岁卧床小道童能调查个锤子出来。现在我已经投胎至顶级势力里，当务之急是提高地位，获得强大功法，提升实力，然后搞清楚时代背景、时代真相，以及最终目标是什么。陈明思路清晰，现在大元王朝地图完全就是个黑屏迷雾状态，与其像无头苍蝇一样乱撞，不如把自己的阶位提上去，
真相自然就浮现了。你选择坐而论道，你感染风寒，卧床数日，却自与梦中见到了道尊，得道尊传道。左右皆笑。一名入门10余年的师兄与你论道，哑口无言，被辩倒失语。长辈惊奇，约你一见，皆称不似6岁稚童。最后，长生观主亦对你产生兴趣，一番论道，称你虽然于道经体会有限，但对人生颇有见解，是为生而知之者，遂收你为徒。你成为了长生观主座下门徒。陈明惊喜，随后了然。500万果然不同凡响，超能力是真的牛批。成为长生观主的座下门徒后，陈明也终于得知了这位师傅的道号与名字。师傅俗名丹阳子，号无为，尊称则为长生观主或是无为真君。他已经长存于世近500年，修为堪称深不可测。现在看来，那把长生锁上残留的道理，应当就是来自这位长生观主。果然，长生观主在得知自己的幼徒天生体寒体虚之后，便赐下了一块白玉长生锁。他还耗费心力，在长生锁中存储了自己的温和道力，为幼徒温养身躯，并赐下道号长生。要知道，长生道观以长生命名，长生这个道号自然不是能乱给的。长生观主把这个道号赐给李火旺，可见他对自己这幼徒的重视。当然，他也有自己的考量。虽然自己这幼徒天资聪颖，于人世竟然有着绝不符合年龄的感悟，可以称得上是生而知之者，但心性清净无为的长生观主自然能察觉到这幼徒的思想激进愤慨。若是不加以循循善诱，难免被外界纷乱给影响，从而走向某种极端。因此，他这才一举决定收下为徒，免得这弟子某一日剑走偏锋，走上了歪路。长生观主门下，除你以外，尚有一名弟子。师兄俗名张在道，观主赐下道号清净，但师兄为人热情赤诚，一腔正气。虽然师父将长生这样极其特殊的道号赐给你一个初入门名不见经传的小道士，但师兄张在道没有任何极度偏见你的意思，对你这小师弟极其上心，处处帮助。长生观主高兴于弟子和睦的同时，又不免有些无奈。原因是长生道观里最厉害的内经名为长生真经，长生观主修道至今已经年有500，尚且精气神饱满，正是此经的功劳。然而他无奈的原因也就来自这里。长生真经又名太上忘情经，顾名思义，该经虽有长生之效，但需修行之人内心清净无为，太上忘情，方可大进。他传给2名弟子的自然正是此经。然而可以看到，即使他已经寄予厚望的将清净这个道号赐给自己的大弟子，但大弟子满腔热忱的性格是一点没变。这样下去，自己怕是后继无人啊。他只能把目光放给刚入门的小徒弟，希望小弟子感怀此经深奥，心性平和。随后就见小弟子与大徒弟交情日笃，常常坐而论道至深夜，时常大笑，引彼此为知己。得，长生观主无奈，这回是一个传染俩了。不过观主其实内心平静，不是因为他修太上忘情道有成，而是弟子热忱正气，何错之有？为了修道而强行扭转他们的性格，让他们日日盘坐不语，故作平静，不是进道，反是失道。只要不走上邪魔外道，道长道短的，有何不可？于是每月至观中论道日，道观长辈与精进晚辈齐聚一堂，个个都是沉凝平和的表情，唯有2人是学着他们面无表情的模样，强行绷着脸混入其中，故作宁静，好似那狼群里混了2只哈士奇。在观中，除了研习道经与长生道法，你还在藏经阁中挑选了诸多除魔剑术与道法。师兄张在道亦是如此。你心知师兄一腔正气，虽然身居避世于长生山脉的长生道观中，但其实一直心系天下。如今天下正大乱，妖魔频出，朝堂昏暗，民不聊生，师兄只待修道有成，必会下山游历江湖，行侠仗义。只是你没有想到，他会连你都不通知，悄然下山。你大怒，选择 A 追回师兄， B 一同下山， C 静观其变， D 亲自干涉。李火旺大怒，下山就算了，为什么不通知我？怕连累自己，这是看不起我吗？天师殿中，面对面无表情的师父与一众师叔，李火旺慷慨激昂：国有国法，观有观规，我长生道观能于世长存至今，靠的就是避世不出。然而我那师兄张在道居然私自下山斩妖除魔，这岂不是在为我道观拉仇恨？还请师父与诸位师叔放心，我必然把师兄带回来，狠狠问罪。于是带着兴师问罪的目的，李火旺下山了。师兄，等等我，自己偷偷下山，你不够意思啊。第95章暗潮之案。元历1249年，师兄张在道下山，你紧随其后。2名衣着干净、意气风发的道人于路上相会，各自大笑，满腔激昂。
此番下山，必要扫荡天下奸邪，斩妖除魔，捍卫乾坤正道。然而，无论是两名慷慨激昂、立志救世的道人，还是早就知道这个朝代十分黑暗混乱的臣民，都没有想到那风和日丽、水清石饱的长生山下，竟然是这样一副景象。你与师兄下山，纷纷施雨，早知山下混乱，却没有想到竟然是如此景象。空气开始变得浑浊，飘着淡淡的腥臭。由于兵灾成患，农民不是死就是被征兵、徭役，亦或是逃灾，田野无人耕种，或军裂，或布满杂草。更有蝗灾爆发，犹如龙卷肆虐，粮食断绝，饿殍遍地，斗米千钱。因为食物紧缺，一子而食数不胜数，更有人挖出心脏下的死尸吃，乃至狩猎活人为食。野狗吃人肉而成野狼，汉子外出觅食必须成群结队，否则便会变成食物。如果说这些还在他们所能考虑到的饥荒的范畴内，后面发生的事情就更令他们沉默。在一处破落屋子里，发生了一起无人生还的谋杀。李火旺与张在道走路时，这间漏风的屋子里有3具尸体，一是左臂断裂的妇孺，脸上带着笑容，右手握着尖刀；二是一名幼童，嘴角尚且沾着油脂；三是吊死在横梁的枯瘦男人。房间中间是一口尚且在咕嘟的锅，里面黑浑一片，不知从哪打来的污水，煮着一块已经烂了的骨肉。最后则是一只红着眼睛的野兔，能有寻常兔子近2倍大，一边咀嚼着尸体，一边对走入房间的2人龇牙咧嘴。张师兄咬牙挥剑便斩杀了吞食人肉的野兔。李火旺一沉默，这屋子里的一切都已经明了。食物紧缺，找不到吃的，要饿死了。男主人出门觅食，女主人不抱希望，于是打来污水，砍了自己的左臂，而孩子做了最后的晚餐。娘，我吃饱了。那孩子大致这么说了一句，吃饱了就好。女主人脸上露出了笑容，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孩子，免得他日后还要挨饿，随后他也失血过多而死。这时候男主人终于兴高采烈地回来了，你们快看我抓住了什么，这么肥的一只大野兔，够咱们家吃多久了。但是一切都迟了，房间里尚且弥漫着迷人的肉香，然而他只觉得腹中疯狂翻滚，几欲要呕吐，于是他吊死在了房梁上。师兄弟2人相继失语，道法再高，面对这样的情况又能做这些什么呢？唯有满心伤慨。于是2人沉默中避开了村庄，走入山野。他们没有救世济灾的能力，那便去斩杀妖魔。走入山野，你们闻到了阵阵扑鼻香气，引得馋虫大动。顺着香气走近一看，竟然是一处乡野小店，一男一女正忙着切肉蒸包子。店内尚有3名客官，此时听到你们的脚步，店家与客人都纷纷看来。你面无表情，上前询问店里都卖的什么。店家便答，有卖生羊肉，也有蒸好的羊肉包子。李火旺冷冷扫视这处小店，熟食很香，然而令他恶心。摆在案板上的羊腿分明是人腿，墙上的披帘分明是人皮，这哪里是卖羊肉，分明是把人当作两脚羊。而这店家与客人在他的道眼下也纷纷现出原形。店家是一公一母的2只黄鼠狼，此时做人样站起身。客人同样是一群化作人形的妖魔鬼怪。时代昏暗，这些邪祟妖魔竟然都做人形，在山野开人肉店了。此时这些妖魔见2名道人神色不善，纷纷狞笑着显出原形，有人来加餐了。这细皮嫩肉的肯定比这些干巴巴的好吃得多。师兄弟不语，挥剑斩杀群妖。最后李火旺留下了那只公黄鼠狼，搭箭在颈，说哪里来的人肉，附近又还有哪些这样的黑店。黄鼠狼站立，将附近卖人肉的市场还有其他黑店都说了出来。李火旺于是一剑斩下他的头颅，给了个痛快，一把火焚烧了黑店与妖尸。你与师兄一同将附近的人肉市场与黑店通通扫灭。你们走得越远，便越沉默，杀的妖越多，心中便越沉郁。你们曾见到狐狸坐在学堂里人模人样的读书，老鼠口吐人言，与人同行，也曾见到南蛮军队屠杀城池，满街尸体垒堆成山。住在深山的野人族语言晦涩，服饰奇异，他们豢养蟒蛇，绞死路人而以之为食物。白日荒废的古寺，在晚上却佛光大放，一群模样俊朗、神色和悦的僧人在念佛诵经。问之，则曰一心向佛，不曾害人。然而若是没有害人，何来阴魂不散？后院枯井尸骨累累，又是为何？杀了鬼僧，焚了鬼寺，又有妖村。村民迷信于河妖，献祭童男童女，只求风调雨顺。为之除去河妖，则曰你们这些妖道杀了我们的水龙王，谁来保佑我们？下山仅仅2年，当初意气风发的2人已经满心疲倦，道袍破烂。李火旺问师兄回山吗？他已经明白为什么师父师叔们总是整日静坐不动。张在道平静道不回。你们行至州县，
见官军与匪勾结，匪掠官眼，焚烧村庄，抢劫壮丁，又卖给妖怪换宝物。官军除匪之术迟迟不足，竟然屠杀百姓，人头滚滚，装了一车又一车，是为杀粮冒功。那一日是李火旺与张在道下山2年来第一次杀人，杀了有多少？也许几百，也许上千，或者更多。心中没有任何不适，这些人与妖何异？那就把他们当作妖邪杀了吧。李火旺问师兄，杀到什么时候才算结束？张在道答：至死方休。张在道已然明白，天下妖魔除之不尽，杀之不绝。真正的天下大妖，此时正端坐于王位，妖帝一日不除，天下一日不清。元历1255年，张在道成立义军，要起义推翻王朝统治。你选择 A 告退归隐， B 劝其放弃， C 誓死跟随， D 亲自干涉。你选择誓死跟随。第96章太平道。你们师兄弟2人心知师门长生道惯受朝廷供奉，师门隐居山野避世不出，不愿因自己的出身与行径为师门引来灾祸，遂你2人分别化名斩妖道人、除魔道人。你们斩妖除魔颇有一番名气，后又招募乡勇，成立起义队伍。这起义队伍是为天下太平而战，因而命名为太平道。太平道初成立，尚且微小，天下像他们如此规模的起义队伍，没有1000也有800。为了扩大起义队伍，师兄弟2人开始扩展业务。斩妖除魔固然重要，但现在的重点是扩大队伍。他们开始打土豪，分土地，把土地全都分给贫农，粮食分一半，留一半，用作日后发展。至于那些平日里鱼肉乡里的土豪恶霸，则是被他们当众审判，斩首示众。乡民不仅不怕，反而个个叫好，拍手称快，可见受其荼毒已久。而乡民所受灾祸，除了饥荒、人祸，还有各种疾患。在这个卫生条件差、医疗条件几乎没有的时代，一场小风寒就足以让体质瘦弱的成年男人毙命，更不要说女人小孩。况且蝗灾、虫灾、鼠灾遍地，疫病频发。师兄弟2人于是化芙蓉水，制造祛病符水。他们俩都得到长生观主的真传，道行深，技能多，画一张区祛病符，自然不在话下。而诚心饮下这些符水后，那些弊病依旧的人不出2日便可以下床行走。可想而知，他们是何等感恩戴德，纷纷跪地纳头便拜。于是2位道人在10里8乡名声渐起，太平道也日渐发展了起来。对于这些加入队伍的普通人，师兄弟2人能教便教一些基础的战法、道术，尽量提升他们的战斗力。太平道迅速发展，自然引来了地方郡的评判行为。经过几场恶战，地方郡被他们扫灭，但2人也意识到自身势力依然微小。从此之后，他们见了妖魔邪祟，就不再一味剿灭，而是用降妖符，尽量收归一些，强行欲使他们抵抗敌人。如此一来，以战养战，能减少人员消耗。除了这些，还有点斗成兵术、化符生成神符力士等道家手段，急剧扩大队伍战力。通过种种手段，太平道飞速发展，不仅是发展快、战力强，而且名声极佳，与其他起义军为扩大势力而烧杀掳掠、无恶不作的行径差别极大。这让你们进一步发展的同时，也被更多人视为眼中钉、肉中刺。除了朝廷军，不乏别的义军、叛军想要吞灭你们。太平道发展3年，你与师兄已经数次遭遇生死危机。为了保护师兄的安全，你选择 A 劝其隐退， B 无动于衷， C 重修暗影， D 亲自干涉。太平道发展至今，被人盯上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而他与师兄虽然具天资卓绝，但苦于修行时间尚短，又因心性并非十分契合，讲求清静无为，太上忘情经，因此终究不能像长生观主那样修为独步天下，无惧艰险苦厄。劝其隐退，以师兄的性格，怎么可能隐退？无动于衷，又恐怕难保平安。重修暗影，陈明沉吟了一声。重修暗影，以他对暗影之力的掌控程度而言，绝对能迅速让他的战力飙升。但暗影之力终究是阴暗幽邃，形神俱相似于邪祟之道，与道家这样光明正大的术法几乎有着本质的不同。两者会相互冲突，彼此各自受一些影响，乃至因此断绝了道法登顶的可能性，那倒还都是小事情。最主要的是，师兄嫉恶如仇，陈明极无法解释哪来的这样的秘术，也担心因此而被师兄疏远。心中犹豫颇久，陈明目光逐渐坚毅下来。哪怕是被误会，那我也认了。你选择重修暗影，凭借你对暗影之力的熟练度，你的修为进度1日千里，实力蒸蒸日上，但终究瞒不过师兄的眼睛。你颇为紧张地向师兄解释此事，却听师兄怒斥：你有如此秘术，早修便是，藏着掖着，是怕师兄夺走了去。当夜面对师兄诘问那幽深暗影是从何而来，李火旺支支吾吾，最终只能坦言相告：
是自己修行了暗影秘法。张在道怒他不信任自己，愤愤地捶了他一拳。在你眼里，本师兄就是这么臣服拘泥的人物？君子论迹不论心，不管用的是什么法，只要能杀妖魔杀恶人，那就是好法术。师兄弟二人于烛火中对坐，交谈到深夜，彼此心意融合，无一丝芥蒂。跟着李火旺兼修了一段时间的暗影秘法，发觉自己在此途实在没有天赋。张在道还颇为遗憾。重修暗影之术后，你身如鬼魅，轻易刺杀敌军将领，作恶地主，一时间天下骇然。知你道人身份，纷纷斥骂你背叛道家，用尽邪术，是为邪道人。你与师兄付之一笑，太平道势力日益扩大，你与师兄天资卓绝，修为同样愈发精深，一时间形势大好。然而却发生了一件令你们始料未及的事情。天下大乱由来已久，一件件分析，大致可以分为天降灾祸、暴雨、洪水、干旱，导致粮食欠收；地主恶霸作妖而无人管理；地方官员周牧浑浑噩噩，尸位素餐；大元王朝内部混乱，但仍旧战争兵灾不断，与北方小国以及南蛮不断开战；妖魔鬼怪四处害人，历代元帝全是孽畜；以及天下有魔人肆虐。这些魔人本质是人，却已经因为不知什么原因而堕落成邪魔。但他们平日里与正常人无异，只有在吞噬他人时才会显露出原貌。得知有魔人时，臣民的第一反应就是暗意，甚至于邪魔的外貌都有些神似暗意。不过暗意大致可以形容为好人变坏，而邪魔则是好人变坏，但继续伪装成好人。一者残暴，一者狡诈。这一日，李火旺与张在道身为太平道的首领，受到了昆州陈家家主的款待。陈家是当地氏族大户，势力根深蒂固，而太平道则是近年来狂猛崛起的大势力。陈家家主以想要发展一下关系为由，邀请了二人。然而宴席正盛，陈家主却忽然变成了邪魔。他的头上长出了犄角，身后生出一条尾巴，皮肤溶解，暴露出猩红的肌肉纤维。不仅如此，就连在场的诸多仆人、陈家子弟也一同变成了邪魔。一时间群魔乱舞。第97章青焰女侠。陈家家主竟然是一头隐藏的邪魔，而大氏族陈家也早就沦为了魔窟。这是一场针对他们而布置好的鸿门宴。没有携带多少太平道义军过来的两人顿时陷入了包围之中。情况虽然危急，但张李二人身经百战，自然无惧。事实上，他们敢赴宴的底气是自己是实力，而非起义军。面对上百邪魔，两人拔剑，道气凛然，气势磅礴。面对2名道人，邪魔们一拥而上，却被杀得头颅滚滚。已经邪魔化的陈家家主骇然不解，他分明在宴饮的酒食里面下了无色无味的软骨散。听到他的言语，张在道与李火旺对视一眼，不解。单刀赴会，他们自然不会蠢到毫无防备的吃下食物，因此体内一直运转道力，随时准备抵挡毒药。不过这些食物都很干净，没毒。他们不理解陈家主所说的下药下哪去了，难不成这么简单的事情还能出差错？哈，那当然是本女侠的手笔了。清月女声响起，一名侍女撕去脸上的易容面具，露出真容。原来是一名五官大气明艳、性格活跃张扬的女侠。她洋洋得意道：“早就觉得你有问题了，也不枉我潜伏多日。看来就是她暗中破坏了陈家主的计划。”陈家主大怒，朝他扑杀去。张师兄立刻提剑上前。邪魔虽勇，但张师兄在长生道观内修道多年，得长生观主真传，又下山磨砺多时，堪称天下一流高手。大战一场，陈家主被张师兄斩杀，而其余邪魔也被冲进府中的太平道起义军诛杀。名门望族陈家竟然是邪魔魔窟，更是要伏杀近年崛起的太平道领袖。看着悬挂于陈府门前的邪魔尸首，一时间众人心有戚戚然。经过陈府一事，太平道吞并陈家家资，势力更上一层楼。而自称青焰女侠的吕青言，经此一役后，也暂时加入太平道。你观其言行举止，心中猜出他应当是从某个门派或氏族私自出门，想要游历江湖。你暗中将此信息告诉师兄，却发现他眼中含笑，心不在焉。细细观察后，你发现一向刚猛精进的师兄，竟然好似坠入爱河。然而青焰女侠隐瞒自身身份，又或许会对太平道的发展有所影响。犹豫片刻，你选择 A 警示师兄， B 暗中观察， C 私下质疑， D 亲自干涉。坠入爱河。陈明看着画面中师兄张在道一张周正正气的脸，露出傻笑的表情，无语了。不是吧师兄，你就恋爱了？不过其实这倒也正常，师兄的前半段人生全在山门度过，就以长生道观里那种清静无为的氛围，师兄的人生阅历几乎可以说就是没有。而下山以后，
面对的不是灾民，就是满山妖怪，要不然就是太平道的人。简单来说，师兄就几乎没有见过眉清目秀的同龄女子。而这位青叶女侠不仅同样急公好义，而且生性大气，没有寻常女子那种扭捏感，眉目也生得大气明艳，属于是性格、长相全都精准暴击，命中了师兄对另一半的祭奠。两人初识的场景，更是师兄在山上时看过的那种江湖儿女相逢于劫难的江湖话本剧情，怕是在师兄的脑海里早就把话本的后80回合全都演遍了。并且这位青叶女侠颇为聪颖，一来太平道就指出了几个可以改进的地方。在这样的情况下，张师兄坠入爱河实属寻常。现在的情况，这位青叶女侠在他心中地位过高，直接去私下质疑，说不定会引起师兄的不满。但若是真的置之不理，又有可能引起什么未知后果。陈明犹豫许久，选择警示师兄。他相信以师兄的性格，哪怕是此时也能保持着理智，不会太过神志不清。你选择警示师兄，心知师兄坠入爱河无法自拔的你没有过多干涉，不过仍然提醒师兄小心青叶女侠的身份。师兄告诉你，青叶女侠已经向他坦白自己是偷跑出家门，并没有什么隐秘身份，不必担心。你松了一口气，不过仍然时刻紧紧盯着青叶女侠，绝不让她有任何伤害师兄的可能性。如此过去半年，师兄与青叶女侠交情日益加深，虽然没有捅破最后的窗户纸，但彼此眉眼交流间满是情谊。在此期间，你们一边招收乡勇扩张势力，一边寻觅邪魔踪迹，前后斩杀邪魔10余。你们总结规律发现，邪魔踪迹遍布天下，但总体而言，多数邪魔生前修为较高，且脾气较差。元历1259年，变故再生。是时，太平道雄踞昆州，实力强盛。于是你们四处平妖幻、邪魔，一是镇灾，二是扩大名气。而这一年，你们听闻昆南吕家爆发魔灾，家主等人堕为邪魔，肆意杀人。听闻消息，你发现青叶女侠脸色有异，忽然面色苍白，默声不语。察觉到此，你选择 A 立刻询问， B 暗中观察， C 置之不理， D 亲自干涉。看到这里，陈明灵光一动，许多信息都联系在了一起。先前他就猜测过，通过举止谈吐等观察，这位青叶女侠很像是从门派或氏族偷跑出来的。而他自称姓李，如今昆南吕家出事情，他面色发白，所以他莫非就是从昆南吕家跑出来的？当然，也不排除有其他可能。恐怖片里经常出现某个人看见了鬼影一闪而过，队友问他怎么了，他就支支吾吾说没事，最后越走越深，队伍团灭。显然陈明是不会犯这种失误的。此时眼看青叶女侠神色有异，他也猜出了一种可能，但是还不如直接问呢。你选择立刻询问。你说出了自己的猜测，吕青言惊异片刻，坦言确实如此。随后他央求你与师兄，希望率人一同前往昆南吕家。次日，你们抵达昆南吕家，吕家附近碎尸遍地，人迹灭绝，门童满脸诡异笑容，见了你们，邀请你们进门坐坐。第98章邪魔。吕府之中又一次碎尸遍地，只不过前些时日是邪魔作患，大杀人族，而今李火旺与张在道携太平道而来，大杀邪魔。这几日刚被清洗过，尚且能看出血斑的地板再次被血液浸透。昆南吕家已经确定变成魔窟，而今覆灭。但张在道此时并没有太过高兴，这些邪魔到底是如何来的？没有任何征兆，忽然便化魔了，这让他心情沉重。然而更令他难过的是吕青年的哭声。此时众人面前是一头在剧烈挣扎的邪魔，他被困在金光符阵之中。通过血肉淋漓的面容还有身上的服饰，吕青言依稀辨认出了这是他的父亲，这让一向豪爽的青叶女侠不由大哭。1年前，吕青言向往外面的世界，想要像小说画本中的女侠一样游历江湖。然而父亲以外面太危险，女孩子家家天天想这些作甚为由，拒绝了他。吕青言气恼，最后偷偷跑出去，期间见了来寻他的仆人，心中还颇为窃喜。没有想到仅仅1年过去，自己与父亲竟然已经是天人两隔，父亲竟然变成了邪魔。吕青言痛哭流涕，请求张在道一定要帮他寻找变回之法，最次也要保下父亲的性命。然而一向事事顺着他的张师兄却生硬道变不回来了，邪魔就是该杀该死，吃人杀人的邪魔再也变不回人族了，如今以邪魔的模样存活，反倒是对他的侮辱。言罢，竟然提剑直接斩杀了吕家主。众人皆大惊，李火旺亦是如此。他只知道师兄嫉恶如仇，没有想到他对邪魔那是额外的痛恨。吕青言又惊又怒又愤，极度悲伤之下，甩了张师兄一巴掌，随后抱着父亲的残尸夺门而出。张在道望着他离开的背影，竟然没有阻拦。他的眼中
有伤感有无奈，但更多的是坚毅。事后，你在深夜找到借酒浇愁的师兄，你心知师兄与吕青言是真心相爱，不愿师兄就此错过良缘。在你眼中，这只是两人情绪失控，以两人的气量，只要师兄愿意道歉，自然可以了事。酒过3巡，你微微提点此事，谁知师兄悲叹：“道不同，不相为谋。”他张载道又岂是舍不下脸面道歉的人？又或者说，白天他一剑斩杀吕家主，岂是鲁莽行为？只是他一心要扫除天下邪魔，可是几乎被自己认同为道侣的吕青言，终究违背了此道。此前面对其他邪魔，他们一同出手，毫不留情。可是吕青言在面对化作邪魔的父亲时，却失了公允，乃至要保下一头邪魔的性命。面对相识之人变作的邪魔，就可以保下性命；面对不相识之人变作的邪魔，就以道义之名打杀。那么道在哪里？既然有缘无分，那便就此别过吧。你心知师兄虽然和乐，但内心极有主见与原则，认定的事情不会更改。于是你暗叹一声，不再提起此事。陈明看到是这样的结果，有些感慨。他此前还担心男女之情会影响了师兄的决断，结果如今看来，师兄的道心硬的就离谱，根本不为外事所动。说他陈腐，陈明修暗引他叫好；说他变通，女朋友刚丧父，情绪激动的情况下，他不去安慰，反而一剑把对方亲爹彻底杀了，随后讲道理。陈明也没撤，那确实是有缘无分。只是让他好奇的是，师兄这么做的根源是什么？醉酒的张载道望着夜空，今晚格外的安静，月亮很亮，让他想起了自己小时候。他并非从小就在长生道观里长大，他也是后来来的。刚到道观里，他时常被人欺负，所以面对同样是外来者的小师弟，他非常照顾。而他在来到长生山之前，也曾是大户人家的孩子。直至某一天，一家之主的父亲忽然变成了邪魔。他还记得那天晚上格外的凉爽舒适，周围很安静，月亮很亮。可是惨叫声打破了寂静的夜空，鸣叫的虫子失声。张载道听到了哀嚎声、哭喊声、求饶声，然后是门扉破碎声、骨头断裂声，似乎还有咀嚼的声音。姐姐一脸惊恐地跑进他的房间，告诉他父亲疯了，父亲变成了怪物。他杀了下人们，甚至就连娘亲也被他杀了。两人悄悄跑出了房间，躲到了偏僻的杂物间。他们捂着嘴，惊恐地希望这一夜快点过去，这一切都是一场噩梦。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各种混乱的声音停下来了，血腥味飘散。在寂静的院子里，只有一头血色怪物踱步的声音。惊恐的姐弟二人在窗户上开了一个小洞，借着月光，他们看着那头怪物四处徘徊。他四处走动，似乎在寻找着什么。他找遍一个又一个房间，最后慢慢朝着偏僻的杂物室走来，距离越来越近，越来越近。他们已经能看清他嘴边没有吞咽下去的血肉丝。张载道感觉自己的心脏要从嘴里跳出来了，全身都在发烫。他觉得自己不如直接死了才好。眼看这头邪魔怪物就要破门而入，姐姐忽然用力捂住张载道的嘴，示意他千万不要出声。随后他猛地推开门，又合上门，奋力朝外面跑。可是他被抓住了。借着血色的月光，张载道清楚地看见，半天前还是被叫做父亲的东西，把姐姐抱在了怀中。嘎吱吱，令人牙酸的声音响起，怪物似乎在惩罚这个藏了这么久的人，硬生生把他在怀中勒死。鲜血从姐姐的嘴中吐出，她发不出声音，碎裂的骨头全部刺入了内脏。张载道瞪大了眼睛，泪水滚滚流淌。这一回他没有逃避，没有害怕，而是咬牙切齿地瞪着那头怪物。他看着他一口口吃掉了姐姐。邪魔心满意足地走了。年幼的张载道呆呆地站在昨天还圆圆满满，今日就空无一人的充满血气的院子里。他急促地呼吸着。张载道急促地呼吸着，他终于从半睡半醒的醉酒状态中脱离了出来。然而他睁开眼睛，眼中竟然血色一片，周正的五官变得扭曲，浑身有丝丝黑气在缭绕，隐隐间竟然是魔化的征兆。猛地将桌上的烛台与酒盅一扫而空，他的声音低沉嘶哑，怒声咆哮道：所有邪魔都该死，所有都该死。第99章邪魔之心。第二日，你发觉师兄不在驻地，昨夜饮酒的小屋狼藉一片，师兄失踪。你虽然心中惊慌，但仔细观察后，发觉这些像是师兄自己弄出，不似被人掳走。你命人寻找师兄，几日后得到消息，原来师兄独自来到数百里之外的一处山妖营地，扫灭妖魔。呼呼，张载道剧烈的喘息着，周围犹如屠宰场一般，碎尸满地，横七竖八的全是死去的妖怪，血气漫天，而他则是满脸快意。此时他眼中的血色与身上缭绕的黑气已经微不可察。离火旺赶到时，张师兄已经收拾妥当。
你看到周围妖魔死相惨烈，无一生还，与平日师兄杀一部分，用符箓驯服一部分的行径不同。但你想到师兄大致是与爱人无奈分别，心中顿欲不得解，这才独自远行百里，大杀妖魔。况且他只杀了妖魔，并没有伤及无辜，于是并没有在意，只是安慰师兄，用道法助他平复心绪。转眼间5年过去，在你们的经营下，太平道迅猛发展，在昆州风头无两，势力广大，几乎彻底占据昆州。你与师兄一边扫灭妖祟邪魔，一边分发土地，使民有所归。在你们的治理下，昆州的各种灾祸大量减少，百姓安居乐业，昆州恢复了几许生气。一时间，昆州成为了乱世中难得的净土，周围百姓纷纷来投，这使得周围势力军阀视你们为眼中钉，对你们大加威胁。无果，他们开始对昆州发兵，驱赶妖群，乃至污染昆州水源。被你接连刺杀了数个大势力首领之后，声息减消。朝廷方始终没有动静，见你们彻底稳固下来，于是发起招安。你选择 A 接受招安， B 置之不理， C 列土称王。D 亲自干涉。这些年来，由于师兄弟二人是真心为百姓做了不少好事，太平道以难以想象的进度飞速成为昆州名副其实的霸主。当然，这跟他们扫灭邪魔，诸多本土氏族被清剿也离不开关系。眼见着太平道彻底占领了昆州，甚至吸引了许多周围的百姓，边上的势力纷纷坐不住了。昆州是谁在管？他们懒得理，但是他们领土里的百姓跑到别人底盘了，那他们以后剥削谁？于是开始联手，试图用各种手段打压太平道。若是如今的情况是在大前王朝时期发生，那臣民还真没有办法。但在暗朝时期，个人战力已经提升至夸张地步，一人扫灭一军都不在话下。以臣民如今的头影李火旺来说，他此时的战力已经不在寻常飞升者之下，更有诡秘的暗影刺杀术在身。于是周边势力刚对他们打压没有多久，领头者就换了好几个。这种情况还联合围攻个屁，底下的人都忙着争权夺势呢。围攻不攻自散。更搞笑的是，暗朝朝廷方以他们的立场而言，一个叫太平道的起义势力占据了整个昆州，他们早就该发兵攻打了。结果昆州周边势力起码试图联合起来吞灭太平道，而暗朝朝廷始终没有任何声息，仿佛这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似的。本来都集合好兵力，准备正面应对朝廷军的攻打的太平军，全都等了个寂寞。以臣民的视角，这自然是好事情，避免了太平道势力的消耗。然而站在大元王朝子民的视角，那就是无限的悲哀了。疆域割裂，起义势力不断，而朝廷方连象征性的镇压都没有。底下的军阀、地方官员肆意剥削人民，朝廷也同样没有任何反应。暗朝的无道本质可见一斑。当然，朝廷军就算是想要镇压，其实也压不过来。地方势力虽然是杂兵混合而成，但多少离不开狠辣二字。而朝廷那边的军官大多由子弟兵构成，软弱异常。最要命的是军费贪污。再荒谬的皇帝也知道军费是必不可少的，不然军队战力弱，自己脑袋随时搬家。但再多的军费拨下去，难免被层层贪污。政治腐败一些的朝代，也许军费会被贪污一半乃至更多。而暗朝时期，某一年某位元帝彻查一番，发现军费拨下去，最后用在军队上的不足1成。于是那位元帝就说，与其让你们层层贪污，发到军队的没多少，不如直接少发。换句话说就是，反正都是发个寂寞，与其让你们爽，不如我自己爽。那还打个屁的仗？底下人不直接造反就不错了。也难怪暗朝连年兵灾兵患不断。就这还要向周边宣战？臣民都不理解暗朝是怎么持续2000年的。而这一年太平道占领昆州，朝廷方连象征性的镇压都没有，其实是有原因的。具体原因为近年国库空虚，而元帝60岁大寿将至，为了彰显皇恩浩荡，元帝命人把皇宫整个修缮了一遍，无奈收支超标，所以用费只好从军费那边扣了。这一年不用下面贪污，元帝直接把军费全摊了。皇城那边现在正忙着镇压兵变，没有军队来镇压起义也是理所当然的。就这样的情况，傻呗才接受招安。至于列土称王，同样不可。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这是乱世造反多股势力起初时最好用的方针，其中最核心的就是缓称王。大家四处起义叛变，占领地盘，那都是很正常的事情。从局势上来看，叛臣也是臣，唯一的中央王朝只有大元王朝。然而若是有人称王，那就是在打大元王朝的脸，就是把自己的地位从臣抬到王，等于说是成为了众矢之的。在第一个出头鸟出现并撑住围攻，或者是暗朝自行崩塌之前，称王是作死的好手段。你选择置之不理。随着太平道的势力日益扩张，
长生观主修书一封，命你与师兄回山门隐退，否则不日将灾祸无穷。如今势力蒸蒸日上，你与师兄又一心济世，最后回书言明心志，婉拒。长生观主收到2位徒弟的回信，即使他心中早有准备，还是不禁暗叹了一声：这天下已经无药可救，灾祸的根源不是妖，不是魔，也不是地。自己当初放他们下山，只是觉得赌不如输，想让他们看到山下的真实面貌，受挫一番，自然就能上山潜心修道。只是没有想到，他们真是一去不返。为什么他们这么犟？为什么自己当初不拦着？为什么？想到这里，长生观主心中不禁升起一丝后悔与恼怒。平静多年的心湖起了涟漪，丝丝黑色魔气透体而出。他全力运转心法，缥缈洁白的道力逐渐覆盖周身，隐去魔气。在起身时，面上已是一片宁静祥和。第100章魔化征兆。起义进行得很顺利，你的修为也在不断精进，但不知为何，你的心中近些时日总是无休止的涌起某些暴虐的感觉。你忽然觉得想要成就一世英名，慢慢发展势力无用，不如直接去刺杀高官帝王。看到迷信拜妖的村民，你在斩杀妖魔之后，觉得不如干脆把这些助纣为虐草菅人命的村民也一同杀了。手下办事不力，传下去的道法无人精修，下人无意中顶撞了你，以往被你等闲略过的小事，如今能轻易刺激起你的杀意。每一日你都要常诵《太上忘情经》中明心静气篇。你觉得自己出了某种问题，与师兄交流一番，师兄却说自己并没有这样的问题。他用道法为你洗发一遍，确认你没有受到邪祟影响，便劝你近些时日不必外出，多多静养心绪。你休整1月有余，却发现情况并没有好转，只得作罢。自己变得情绪暴躁，甚至不断涌起杀意。陈明沉思片刻，随后大惊：这不是邪魔的普遍状况吗？由于师兄的缘故，他们在太平道发展迈入正轨后，大肆打压邪魔。许多邪魔暴露真身，其往往是大氏族的一家之主，又或是天下有名的高手。以陈明如今对邪魔的了解，其特点往往就是实力强、性格暴躁，散布天下，并无明显汇聚症状。看上去，这种邪魔很像所谓的心魔。由于大多邪魔都是身份高、实力强的人，陈明也曾怀疑这是否是某种症状，比如有人盯着这些人下药。不过最后他发现，如果真要说，历代元帝才是真正的邪魔，他们比天下任何人都更符合披着人皮的邪魔这一特征。只不过他们代代相传，而且至今没有被推翻。邪魔之间是否有某种联系？历代元帝全都疯癫荒淫的真相又是什么？陈明沿着思路一想就想得太深，想得头疼。他感觉自己的思路就像是沿着树干从根部往上走，结果根本没有任何线索，周围树杈一片黑，只能硬猜硬走，太难了。抛开这些杂乱的思绪，他把目光放在李火旺身上。现在自己的这道投影竟然出现了邪魔化的一丝征兆，这相当的不可思议。毕竟他修的可是别名太上忘情经的长生真经，再加上他本就不是什么暴躁的性格，怎么会是他魔化呢？用一个不太妥帖的例子来说，刚烈硬直、嫉恶如仇的师兄魔化的可能都应该比他大才对。难道是因为暗影之力？陈明思索一番，把目光放在了他所重修的这项能力上。毕竟他和师兄最大的差别似乎就在这影子秘术上了。杰曾经告诉他，暗影之力疑似是从暗潮流传下来的力量，修习暗影者获得暗影之力，但同时心中也留下了一道影子。杀戮越多，影子越强，术者越发暴躁嗜杀，唯有斩去这道影子，才能彻底掌控暗影之力，否则终有一天影子会是主。这也就是杰十分神秘，极少亲自出手的根本原因。陈明惊了，暗影与邪魔其中竟然能隐藏着如此相似的本质，所以自己如今有了些许魔化的特征，是暗影之力的缘故。当初陈明敢无惧阴影去重修暗影之力，也是看在自身对暗影之力掌控的炉火纯青，自认为哪怕没有用劫的秘法斩去影子，也不会被影子控制，充其量战力弱一些而已。只可惜如今想到这些也已经晚了，暗影之力已经深入体内，与他融为一体。但天下邪魔何其之多，不可能所有魔化的邪魔都是修习了暗影之力吧？但终究是魔化了。所以原因是什么？这个时代的功法有问题，所以导致大多邪魔都是强者所化，又或者干脆就是这个时代本身有问题。那元帝、长生观主，陈明被自己的一些想法惊出了浑身冷汗。通过魔化的一些特质，他觉得自己似乎接触到了这个时代的某些核心。你一番沉思，隐约觉得想到了自己魔化的根源，并对时代本质产生了一些想法。你想到当初师兄劝你修习此术，心中不禁暗叹一声，没有将猜测说给师兄，不愿他产生自责。
其后，你虽然减少了出手次数，但心中不断蔓延的杀戮欲望愈发显著，直至数年后，你惊觉自己竟然能察觉到附近邪魔的位置，哪怕他们仍然伪装披着人皮，你依然察觉到了他们。师兄在你的指引下连斩邪魔，大喜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疑惑，于是向你问起。你选择 A 如实相告 ，B 推脱不知 ，C 刻意曲解 ，D 亲自干涉。陈明叹了一声，面对邪魔，终究是做不到隐瞒不说。此时被师兄发觉也是理所当然的。至于是否告诉他，谎言固然于事无益，但真相才是快刀。在师兄心里，自己这小师弟是一路追随他才走到如今，当初是否修炼暗影也是他做了决定。说出去又有何意？你选择推脱不知，你自言不知，又道或许是诚心感动了道尊，让道尊助我等师兄弟一把。师兄大笑，凭借你的感知，昆州的妖魔几乎彻底被你们杀尽，但同时你也察觉到自身愈发靠近邪魔化了。虽然你极力暗中收集逆转邪魔化的方法与传闻，但一无所得。某夜，你从睡梦中猛然醒来，发觉自己眼前一片猩红，周身隐隐黑气缭绕。你自知时日无多，遂欲修书一封，隐遁远去。就在此时，师兄神色顿郁，携酒而至，欲与你痛饮。师兄自语，他今夜在外面夜猎时，恰逢一对恩爱夫妻，女子神形俱相似于吕青年。你悄然用道力掩去周身黑气，与师兄对饮。酒过3巡，你神色震惊，在你的感知之中，师兄的气息竟然忽然间与邪魔气息无异。